当游戏与现实相结合，世界规则改变，人族进入全民转职的时代。副本：幽暗洞穴，域外战场纷纷降世，有神明俯瞰人间，笑看蝼蚁争斗，也有强大的职业者，一人便镇守一方。楚辞饮用神话级美酒，触发剑客隐藏职业，转职为唯一职业酒剑仙，获得酒仙天赋，只要喝酒就能获得新的技能，提升技能熟练度。获得剑仙天赋，每拥有一柄剑，攻击伤害提升 1%， 无上限。那一日，当魔物入侵，域外神灵降世，楚辞抬手亿万剑，逆斩神灵，泣血人间。第一章，你不会吐我初吻吧？叮咚，你激活脑子存放系统，每存放1天，你将会随机获得一夜7次、一帆风顺、财源滚滚、平安喜乐等 buff。砰！房门被撞开，刘长河面色焦急地跑了进来，目光在屋内扫视一圈，最终在角落里看到了躺在地上的楚辞。老楚，快醒醒，别睡了，今天可是职业觉醒的日子。刘长河踢开几个酒瓶子，来到楚辞身边，将其扶起，又是拍脸，又是掐人中，却发现没有反应，探了探鼻息，还好有呼吸。妈的，老子的初吻便宜你了！刘长河一咬牙，说着就撅起了嘴唇，朝着怀里的楚辞落下。怀中的人儿好似感受到了什么，缓缓睁开眼睛，入眼是一张大脸，还有一张即将落下的嘟嘟嘴。卧槽！楚辞被吓了一跳，直接挣脱刘长河站了起来，双手抱胸，一脸震撼地看着刘长河：“你他妈谁啊？”刘长河半蹲在地上，抬头看着瑟瑟发抖的楚辞。这一刻，他内心是尴尬的，但他刘长河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深知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当即决定反客为主。只见刘长河收起自己的嘟嘟嘴，缓缓站起来，眼神变得幽怨，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甚至竖起了兰花指。好你个老楚，昨天还叫人家刘妈妈，一晚不见就不认识了，还问我是谁？我是那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行了吧？说完，刘长河还生气地跺了跺脚。楚辞看着对方这怨妇的模样，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这货足足1.95米，比他还高半个头，一身的腱子肉，胳膊比他头还粗哦。楚辞正要说话，突然脑袋一疼，大量的记忆涌入脑海之中。头疼了吧？让你别喝那么多酒，就是不听。见楚辞抱着头一副痛苦的模样，刘长河也恢复了正常，急忙跑到厨房做了一杯蜂蜜水。看其熟练程度，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先喝一杯蜂蜜水缓缓。刘长河将蜂蜜水递给楚辞。谢了，刘妈。楚辞接过蜂蜜水道：“哦哟，现在想起来我是谁了？”刘长河瞪眼道。楚辞尴尬地笑了笑，只能以喝蜂蜜水来掩饰。就在刚才，他融合了两世记忆，也明白了什么情况。他叫楚辞，是个孤儿，准确地说，从3年前开始成了孤儿。3年前，父母因为意外去世，自那以后，他就从活泼开朗的大男孩逐渐变得沉默、消沉、孤僻，甚至开始酗酒。或许是昨晚喝的太多，刺激了大脑，才让他觉醒了前世的记忆。至于眼前之人，名叫刘长河，是他的死党。这3年来，自己因为酗酒醉的不省人事，都是刘长河在照顾，所以自己经常叫对方刘妈。除此之外，因为之前自己越来越孤僻，没有什么朋友，有一次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刘长河正好遇到，当即撸起袖子和对方打了一架，打输了。之后，刘长河开始疯狂锻炼，对方那一身腱子肉就是这么来的。楚辞依稀还记得刘长河攻城那一日，直接在学校放狠话：“谁他妈敢欺负楚辞，老子用肱二头肌夹死你！”也是当天，楚辞因为酗酒上课睡觉，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好一顿批评。等楚辞和班主任回到班上，楚辞就看到班主任走到刘妈身边，先是捏了捏对方的肱二头肌，笑着夸赞了一句练得不错，然后将刘妈卷起来的袖子放下，肱二头肌就此藏风。至于刘妈不敢动，根本不敢动。这3年来，刘长河是又当爹又当妈。以前的刘长河性格内向，老师让回答问题，不但说话声音小，还会脸红。但自从3年前楚辞变得消沉后，为了让他开心一些，刘长河才逐渐变得外向，经常在楚辞面前耍宝。如果说楚辞在这世上还有亲人，那就是刘长河了。你刚才……楚辞见气氛有点尴尬，主动开口：“刚才我是在给你做人工呼吸，没想到你忽然醒了。”刘长河解释道：“谁家人工呼吸是抱在怀里做的？”楚辞说着，脸上露出老人看手机的嫌弃表情：“你不会图我初吻吧？”听到这话，刘长河直接站了起来，后退2步，一脸震惊看着楚辞，手指来回指着自己和楚辞，过了半晌才道：“说的我好像不是初吻一样。”楚辞沉默了。好吧，不该提这个话题，更尴尬了。但下一秒，刘长河却是大笑起来：“老楚，你这家伙
竟然会和我开玩笑了。自从3年前楚辞的父母去世，对方就很少说话了，就算是面对他也是只言片语，更别说开玩笑了。所以刘长河很开心，他为楚辞的这种变化发自内心的开心。楚辞觉得这样也好，对他最熟悉的就是刘长河了，可以让对方渐渐习惯自己的变化。楚辞将杯中的蜂蜜水一饮而尽。对了，你还找我什么事？卧槽，差点忘了，今天是职业觉醒的日子。被楚辞这么一提，刘长河也想起了自己的目的，表情肉眼可见的着急起来，拽着楚辞就往外面跑。快走快走，这会儿肯定已经开始了，再不去就错过了。哎，等下，我换件衣裳。鞋，我鞋掉了。还穿个屁的鞋，要是错过了职业觉醒，你后半辈子看到鞋都来气。楚辞嘴里喊着，但刘长河却根本没打算停下。没办法，刘妈这一身腱子肉可不是楚辞能够反抗的。就这样，楚辞穿着背心大裤衩出了门，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上的拖鞋因为跑得太快挂在了脚脖子上。两人风驰而过，让不少路人愣在原地行注目礼。第2章，职业觉醒。大夏云中省临城，临城第一中学的操场上，1000多名高3学子正列队聚集在此地。在操场前方的高台上，一座法阵正在亮着光芒。当刘长河带着楚辞到达时，职业觉醒仪式已经过半了。在来的路上，楚辞也彻底融合了记忆，了解了这方世界。这是一个与游戏相结合的世界，所有人在高3都会进行职业觉醒，开启职业面板，通关副本、猎杀怪物都能获得经验值，提升自身等级。每个人都能觉醒职业，不过觉醒的是战斗职业还是辅助职业就不确定了。这时，一名戴着金丝眼镜、气质颇为儒雅、手中拿着保温杯的中年男子看到两人，招手示意他们过去。李云、楚辞和刘长河的班主任。别看对方斯斯文文的，实际上是一名49级的狂战士，一旦战斗就会极为疯狂。老李，咱们班还没有开始吧？刘长河拽着楚辞来到李云身边问道。你们2个家伙总算是来了，马上就轮到咱们班了。李云说着看了楚辞一眼，眉头一皱，你小子又是一身酒气，还有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校服呢？怎么还光着脚？楚辞抬起右脚，将挂在脚脖子上的拖鞋取了下来，然后穿上，没光脚。李云嘴角一抽，你这还不如光着脚呢。要不是现在人多，又是职业觉醒这么重要的日子，他好歹要给楚辞说道，去后面排队。李云没好气道，好嘞老李，你别生气。刘长河嘿嘿一笑，拉着楚辞朝队伍后面走去。对了，身份证带了吗？李云突然喊道，等会儿觉醒的时候要先用身份证登记的。楚辞一顿，他现在可谓是两袖清风，刚才刘长河又拽着他跑，就没想起还有身份证这事。带了。楚辞正要开口，刘长河却从兜里掏出2张身份证，一张他的，一张楚辞的。诺，刚才走得急，看你身份证放桌上，我就顺手拿了。来到队伍最后，刘长河将身份证递给楚辞，楚辞点头接过，心中还是很诧异的。刚才最着急的就是刘长河了，连给他换衣服穿鞋子的时间都没有，竟然还记得他的身份证。不愧是刘妈，果然又贴心又欣喜。职业觉醒正在缓慢的进行，每个学生排队进入法阵之中。学生觉醒成功后，负责法阵的老师也不会像个太监一样高呼，所以现场并不嘈杂，学生之间交谈也很小声。老楚，你觉得我们一会儿能觉醒什么职业？我希望能够觉醒一个用枪的职业，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而且玩枪多帅啊！刘长河笑着道，他的父亲觉醒的就是高级职业枪斗士，拥有破甲和范围伤害的特性，目前对方是临城的城卫军队长。母亲则觉醒的是生活类职业种植师，拥有加速植物生长的特性。所以刘长河受到父亲的影响，想要觉醒一个用枪的职业。老楚，你想觉醒什么职业？没考虑过，何况职业觉醒也不是咱们想要什么就能觉醒什么。那倒是，如果能够想觉醒什么就觉醒什么，咱们大夏也就不怕那些怪物了。两人正说着，前面的一名男生突然转过头来，面带戏谑道，刘长河，你觉醒什么职业我是不知道，但我觉得楚辞可能会觉醒一个酒鬼职业，和他最配。周明，你他妈找抽是不是？刘长河眉头一皱，瞪着周明冷哼道，你要是对我动手，就会被取消觉醒资格，有本事你来啊！周明不屑道，你算了。刘长河还想说什么，楚辞拉住了对方，同时使了个眼色。刘长河循着看去，发现班主任李云正在队伍前面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刘长河瞪了周明一眼，不再说话，他绝对不是怂，只是给老李一个面子。周明也发现了李云注意到了他们，自然也不敢继续找事，转头继续排队。时间一点点过去，很快就轮到他们班了。所有人将身份证拿出来，先登记，然后再进行职业觉醒。觉醒结束后，
直接回班上。李云说了一句，然后就带着班上50个学生走上高台。第一个学生将身份证交给负责登记的老师，确认身份没有错误后，这名学生便进入了法阵之中。只是几秒的功夫，这名学生就从法阵之中走了出来，不过神色有些沮丧，明显对觉醒的职业并不满意。随着班上一个又一个学生觉醒，有人开心，有人耷拉着脑袋，就算乐观开朗的刘长河也紧张起来。楚辞自然也有些紧张，虽说没有废物的职业，只有废物的职业者，但若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职业，作为职业者的上限也会提高。他也不想今后碌碌无为。没等多久，他们班只剩下了3个人，分别是周明、刘长河和楚辞。周明愣着干什么？搞快点，后面还有那么多班级在等着呢。李云出声道：“哦，好，李老师。”周明咽了咽口水，神色紧张地将身份证交给登记老师，然后便走入旁边的法阵之中。周明，普通职业，战士。很快，负责阵法的老师开口道，登记的老师也将信息记录。职业等级分为普通、高级、稀有、史诗、传说、神话。哈哈，竟然是主战职业！周明也回过神来，脸上的紧张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兴奋。职业类型主要分为主战类、辅助类、生活类3大类，其中主战类是最受欢迎的。当然，这并不代表辅助类和生活类的职业就不好，有些辅助类和生活类的职业发挥的效果比主战类的还要恐怖。只是相比于当后勤，大多数人还是更希望拥有强大的战力。虽然周明觉醒的只是普通级的战士职业，但已经让他很满意了。毕竟他们班上50个人，一半人觉醒的都是生活类职业，觉醒了主战职业的算上，他也才3个。行了，既然觉醒了，就从法阵里出来。下一个刘长河。李云道。周明笑着走出法阵，颇为得意地看着刘长河和楚辞，他也不离开，想看看这2人能觉醒什么职业。刘长河将身份证交给登记的老师后，搓了搓手，也进入了法阵之中。数秒后，操控法阵的老师突然眼睛一亮，说出了刘长河觉醒的职业。刘长河，稀有职业，盾铠战士。第3章，剑客。什么？稀有职业？李云和负责登记的老师也是眼睛一亮，稀有职业已经非常好了。今天一共1000多名学生进行职业觉醒，目前已经有700多人觉醒，但也只是出现了2个稀有职业而已。如今加上刘长河也才3个，可见稀有职业有多稀有。至于更好的史诗、传说级职业，他们想都不敢想。神话级职业上一次出现还是100年前。在旁边本来想看戏的周明面色尴尬，他没想到刘长河竟然能够觉醒稀有职业，这可比自己的普通级职业强太多了。凭什么大家都是战士，你就是稀有，就凭你多了2个字吗？1个字就提升1个等级。周明心里不平衡了。李云将周明的变化看在眼里，暗暗摇头。这就是为什么让学生觉醒结束后直接离开，因为真的很打击人。不是玩枪的职业就算了，竟然还不是主战类职业。相比于几人的惊讶，刘长河却是不满。盾铠战士这职业虽然有战士2个字，但实际更加偏向于肉盾，输出相对来说并不高。行了，好歹是稀有职业，你小子还有什么不满的？过来吧，该楚辞了。李云听到刘长河的抱怨，忍不住笑道：“别人想要稀有职业还没有呢，你倒是嫌弃上了。”刘长河叹了口气，明明觉醒了稀有职业，他却没有一点开心。但这种情况只是持续了几秒，他就恢复了过来。肉盾就肉盾吧，以后正好可以保护老楚。老楚，别紧张，一下就结束了，很快的。刘长河看着楚辞道。楚辞点头，将身份证递给登记老师后，也进入了法阵之中。随后操控法阵的老师激活法阵，楚辞顿时感觉一股暖意将自己包裹，但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又消失不见。职业觉醒成功，你获得职业剑客，你的属性面板开放。随着声音响起，楚辞眼前也出现了一道每个职业者都拥有的面板。姓名楚辞，职业剑客，等级1级0100，生命100，体质 X10，法力100，精神 X10，力量20，敏捷10，体质10，精神10，智力10，物理攻击40，力量 X2，法术攻击20，智力 X2，物理防御10，体质 X1，魔法防御10，精神 X1。技能刺激，天赋剑术精通，刺激朝目标进行快速一击，造成150%的伤害，1/10级0-100熟练度。剑术精通，你的所有剑系技能伤害提升5%，1/10级0-100熟练度。每个刚觉醒的人属性都是一样的，总共60点。他的剑客职业是物理系，所以力量是20点。若是法系，智力属性就会是20点。至于技能和天赋都只有一个，这
这意味着剑客这个职业只是普通级，职业等级并非这方世界划分的，而是由人族自己划分的。划分的方式有很多，但主要还是看天赋的数量。普通职业的天赋数量在刚觉醒时只有1个，高级职业有2个，稀有职业3个，以此类推。像刘长河觉醒的稀有职业盾铠战士，对方现在虽然才1级，但天赋就有3个。当然，这是普遍的划分方式，并不是每种职业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有些职业刚觉醒的时候，天赋可能也只有1个，但效果却极为强大，完全不输稀有职业。不过无论如何，剑客这个职业的确是普通级。楚辞，普通级职业，剑客。这时，操控法阵的老师开口道：“不错不错，虽然只是普通级，但却是主战类的职业。如果好好发展，将来成为50级，甚至是60级的强者，也是有机会的。”李云笑着道：“嘿嘿，老楚不错啊，平日里怎么没看出来你竟然会耍剑呢？”刘长河也是一脸高兴：“我是盾铠战士，你是剑客，正好我保护你，你负责输出。”一旁的周明本想说不就是剑客吗？但想到自己也只是普通级的战士，还是忍住了。楚辞对于这个结果没有失落，虽然只是普通级，但好歹是主战类职业。咱们班1个稀有职业，4个主战类职业，还不错。李云扭开保温杯喝了一口，行了，回班上吧，还有事情要说。随后，刘长河和楚辞就跟着李云朝着班上走去。至于周明，刚才已经先走一步了。一路上，刘长河都在说着他今后要如何和楚辞配合，将那些怪物杀得丢盔卸甲。这话痨也就你受得了了。作为班主任的李云都忍不住朝楚辞吐槽，楚辞笑了笑算是回应，但这依然让李云颇为惊讶，因为在他印象中，楚辞在他面前一直都是死鱼脸，这还是第一次见对方笑。不过如今对方有这样的改变，他还是很欣慰。他是知道楚辞情况的，虽然很同情，但更多的还是恨铁不成钢。如今对方觉醒了剑客这个不错的职业，他也算是放心了。很快3人来到班上，刚到门口就听到周明正在说着自己觉醒了战士职业，引起了不少同学的羡慕。不过当周明见到楚辞3人进来后，尴尬地坐了下来。毕竟楚辞和他一样也是主战类职业，刘长河更是稀有职业，根本比不了。同学们，3年时间匆匆而过，作为你们的班主任，很荣幸能够教导你们。没有觉醒心仪职业的同学不要气馁，任何职业都有巨大的潜力，只是缺少了你们自己去挖掘。对自己觉醒的职业满意的同学也不要骄傲，因为像你们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你们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迟早你们会走出一中，走出临城，走出云中省。老师希望将来你们能够站在大夏之巅，护卫我大夏平安，成为大夏的守护神。李云不愧是当班主任的，一番言语下来，让失落的同学找回了一些信心，骄傲的同学也按捺住了心中的激动。距离高考还剩下半个月，准确的说是17天。这17天，你们需要将自己的等级提升起来，参加之后的高考。明天早上8点之前，你们需要到学校，我会带着觉醒主战类和辅助类职业的同学去新手副本提升等级。至于觉醒了生活类职业的同学，会由教导你们职业理论的刘老师带你们去提升你们的职业技能。当然，没有觉醒主战类职业的同学也可以来我这里报名去参加副本，不过我不支持这么做，因为稍有不慎，很有可能会在副本之中丧命。李云说完后等了几秒，见没有学生想不开，心中也松了口气。第4章神话吉林9，并不是说觉醒了生活类职业就无法战斗了，依然可以去杀怪练级，但没有觉醒主战职业就没有战斗技能和天赋，只能凭 A。 当然若是有条件的也可以学习通用的攻击性技能，不过意义不大。前期和主战职业的差距可能不大，因为大家都才开始，但越到后面差距越大。李云曾经就遇到一个家伙觉醒了生活类职业厨师，但对方不甘心，就不管觉醒的职业，买了通用技能去杀怪。当时他还不知道对方的情况，想着一起练级也不错。结果他是高级职业狂战士，有各种主战的天赋，被动加成，放个技能可以秒小怪。对方的一击下去只能打小怪1/20的血。得知对方的职业是厨师时，差点没把他气吐血。所以他不希望自己教的学生之中出现这样的坑货。好了，就说这么多，大家现在可以回家去准备一下了。李云说完，学生们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你小子今晚看着他一点，别让他再喝了，免得明天迟到。李云来到刘长河身边说道，今天楚辞就差点错过职业觉醒。老李你放心，今晚我住他家，和他一起睡，明天肯定准时到。刘长河保证道。李云嗯了一声，这才离开教室。等李云离开后，班上的同学顿时变得吵闹起来，有对明天副本期待的，也有对别人职业羡慕的，甚至有不少同学来到刘长河和楚辞身边，想要知道他们2个觉醒了什么职业。尤其是刘长河觉醒了稀有职业，更是让众人好奇不已。
最终，楚辞和刘长河好不容易摆脱热情的同学们离开了教室。走，去菜市场买点菜。说好的今晚我住你家，我还是更想先回家穿双鞋子。他现在还是只穿了一只拖鞋，再次吸引了路人的注意。那咱们跑起来，买了菜就回去。老楚，你也不想被大家围观吧？楚辞无奈点头，跟着刘长河朝着菜市场跑去。买好菜回到家中，两人就来到厨房。此时已经是上午11点，正是做饭的时候。你不回去一下吗？刘叔和阿姨知道你觉醒了稀有职业吗？楚辞一边洗菜一边问道。下午再回去，我已经给他们发消息了，现在还没回我，估计正在忙。刘长河戴上围裙，背对着楚辞，帮我系一下。楚辞甩了甩手上的水，将围裙给对方系上。别看刘长河一身腱子肉，做菜却是一把好手。你把菜洗完了，去收拾一下房间。你那床上一股酒味，我可受不了。刘长河道。楚辞点头答应，洗好菜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一进自己屋，楚辞就闻到浓烈的酒味，地上放着几个空酒瓶子。将窗户打开散散味，然后开始收拾房间，酒瓶子都捡了起来，被套也要换一下。一直到刘长河将饭菜做好，楚辞也将房间收拾得差不多了。搞这么多菜？看着饭桌上的5菜1汤，楚辞诧异道。庆祝一下，本来还想煲个汤的，时间有点不够了，晚上再弄。刘长河一边说着，也将围裙取下挂在墙上。既然是庆祝，怎么能不喝酒？别忘了老李说的，让我盯着你别喝酒。这才中午，喝点没事，我就小酌一杯。我可不喝呀，不喝你闻闻味也行。楚辞说着就朝着另外一个房间走去，这个房间是他父母的。不过自从父母去世后，这个房间也成了他放酒的地方。对了，我记得老爸以前拿回来过一瓶好酒，还说等我觉醒了职业后再开了庆祝。楚辞叹了口气，如今双亲都已经不在了，好在他还有刘长河陪着他。打开衣柜，里面放着父母的衣服，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动。在衣柜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黑色的盒子，打开盒子后，一个酒坛出现在眼前。既然爸妈不在了，那这酒只有我自己喝了。抱着酒坛，楚辞回到客厅，发现刘长河已经坐在椅子上，正拿着一瓶 BC 钙奶，插着吸管在喝。在对方那健硕的身材衬托下，显得奶瓶十分的小。参考奥尼尔喝矿泉水。楚辞嘴角扯了扯，怎么都觉得钙奶和对方那一身腱子肉不配。确定不试试？这可是我爸生前一直珍藏的好酒。楚辞问道。你自己喝吧，我喝不惯酒，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喝的，让你那么喜欢。刘长河摇头。楚辞耸了耸肩，不再多说，小心翼翼地打开酒坛的封口，顿时一股醇香的酒香从其中散发出来。香！楚辞深吸一口，脸上带着享受，只是闻了个味，就已经让他口齿生津。咽了咽口水，楚辞小心翼翼地倒了一杯，酒色发黄，却十分晶莹，酒香纯净深厚，至少也是15年以上的老酒。楚辞浅尝了一口，入口绵软，并不辛辣，口感醇厚丰满，酒香充斥着口腔，可谓是回味无穷。好酒！楚辞不由得疑惑起来，自己老爸也不喝酒，哪里搞来的这么好的酒？不过现在想这些都没有意义了，父母都已经不在了。楚辞正打算再喝一口，一道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你饮用了神话吉林酒，由于你的职业为剑客，等级为1级，满足该职业隐藏变更要求，激活新的职业九剑仙为1，当前激活进度1%，请在5分钟内将激活进度提升至100%，否则将激活失败。楚辞心中一震，不敢置信地看着酒坛子，这竟然是神话吉林酒。然后急忙打开自己的职业面板，姓名楚辞，职业剑客，正在激活新的职业九剑仙为1，进度1%。职业面板变了，其他属性全没了。不过当看到真的能激活新的职业时，楚辞心中不由得激动起来。提升进度？怎么提升进度？难不成是喝酒？楚辞又喝了一口酒，然后看到进度提升了4%，达到了5%。果然是这样。此时楚辞已经没空思考为什么老爹会有神话吉林酒了，因为他只剩下4分多钟，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将这一坛酒全部喝完，彻底激活新的职业。想着，楚辞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在刘长河震惊的目光中，直接抱起酒坛子往嘴里灌。第5章，九剑仙，天地异象，大河之剑天上来。卧槽，老楚你干什么？是不是疯了？说好小酌一杯的，你这么喝会死的。刘长河急忙起身抢过酒坛子。刘妈，快给我，我触发了隐藏职业的激活条件。楚辞见酒坛子被刘长河抢走，起身一脸认真道。刘长河愣住，但看着楚辞那认真的表情，还是问道：你是认真的？我不会骗你。楚辞道：快点给我，这玩意儿有时间限制。妈的，你要是骗我，晚上我就不给你煲汤了。刘长河沉默了几秒，咬牙道，然后将酒坛子递给楚辞。
你这汤我喝定了。楚辞不敢再浪费时间，接过酒坛子再次灌了起来。20%、30%、40%，每一口酒下肚，进度都在快速上涨。与此同时，本来晴朗无云的云中省，天际之上突然出现一条长河，这条长河横跨了整个云中省。快看，那是什么？天上怎么有一条河？开什么玩笑，这大中午的怎么开始做梦了？晚上你要说能看见银河还差不多，现在卧槽，真的有一条河。这不会是某位强者战斗引起的吧？卧槽，快看手机上，不仅是咱们这里，这条长河横跨了整个云中省。横跨整个云中省，就算是70级的史诗级强者，甚至是80级的传说级强者也做不到吧？就在云中省数千万人震惊地望着天际之上的长河之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铮！一声剑鸣响彻云霄，直击数千万人的心中，让所有人身体一颤。快看那天河之中，好像有一柄剑，不对，不止一柄。有人发现了长河之中的异样。一开始长河之中只有一柄利剑，但眨眼的功夫又变成了上万柄，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只是几息的功夫，长河之中已经布满了数以亿计的利剑。这些利剑就好似水中的鱼儿一般，密密麻麻地顺流而下，好似朝圣一般。而他们朝圣的方向正是临城。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云中省所有人正茫然，突然一道提示音在他们脑海中响起：你观摩了天地异象大河之剑天上来，获得异象的祝福。接下来的7天内，你的所有间隙攻击伤害提升 20%， 获得经验值提升 10%， 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10%， 爆率提升 10%， 攻击施法速度提升 10%。 看着这道提示，云中省数千万人震惊了。天地异象，竟然是天地异象！今年好像是职业觉醒的日子吧？难不成有人觉醒了史诗级职业？史诗级职业虽然也有天地异象，但最多覆盖1成，效果也没有这么强。但眼前这异象可是覆盖了咱们整个云中省，至少也是传说级职业，甚至是神话级职业。这异象祝福竟然覆盖了咱们整个云中省，可惜我不是间隙的职业者。咱们云中省出绝世妖孽了。天地异象的出现，一开始只是云中省的人激动，但只是几分钟，云中省天地异象，天地异象大河之剑天上来，云中省出绝世妖孽等等词条直接霸占了头条。现在去云中省还来得及吗？我就是间隙职业，想要去蹭个祝福。羡慕云中省的高3学子，尤其是那些拥有间隙职业的学生，这次高考肯定能够取得好成绩。哈哈，我是来云中省旅游的，没想到还蹭了个祝福。楼上运气真好，楼上运气真好，楼上运气真好，一胎108个。网上其他地方的人纷纷露出了羡慕的眼神，尤其是那些准备参加高考又觉醒了间隙职业的学生。若是他们能够拥有这样的祝福，接下来的练级将会远超其他人。而在所有人震惊羡慕，纷纷猜测到底是谁觉醒了强大职业时，楚辞也已经将那一坛神话级灵酒喝完。激活进度达到 100%， 你成功激活了新的职业九剑仙。职业面板正在变更成功。你引动了天地异象大河之剑天上来，获得异象加持。接下来的7天内，你的所有间隙攻击伤害提升 50%， 获得经验值提升 50%， 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50%， 爆率提升 50%， 攻击速度提升 50%。 楚辞放下酒坛，当看到异象加持时也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引动了天地异象，而且这异象加持也太恐怖了吧。随后楚辞急忙打开职业面板，姓名楚辞，职业九剑仙，为1，等级1级0100，生命100，法力100，力量20，敏捷10，体质10，精神10，智力10，物理攻击40，法术攻击20，物理防御10，魔法防御10，技能5，天赋九仙剑仙坠凡。看着自己新的职业面板，楚辞深吸一口气，没有激动，反而有些失望。天赋竟然只有3个，甚至1个技能都没有。按照普遍的划分方式，九剑仙只是稀有职业。奇怪了，我喝的可是神话级灵酒，怎么只是激活了稀有职业？而且九剑仙是隐藏的唯一职业，还引动了天地异象，至少也应该是史诗级，甚至是传说级职业吧。楚辞心中疑惑，可当他查看到自己的天赋效果后，彻底被惊到了。第6章，恐怖的天赋效果。九仙，你是落入凡尘的九仙，唯有09方能唤醒你的力量。饮用不同的09将会获得该职业的不同技能，连续饮用相同的09将会提升对应技能的熟练度。剑仙，你是落入凡尘的剑仙，唯有灵剑方能唤醒你的力量。你能对灵剑留下剑仙印记，数量无上限，每拥有1柄灵剑，你的攻击伤害将会提升 1%。剑仙印记
独属于剑仙的印记，拥有该印记的灵剑将不占据你的装备栏，无法为你提供属性，可被你收入体内，获得不可摧毁的特性。坠凡，你是落入凡尘的九剑仙，当别人想要查探你的信息时，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当你拒绝时，对方将无法获取你的信息。若是对方对你进行连续3次探查，你将获取对方的所有信息。看着自己的3个天赋，准确的说是4个，楚辞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强，太强了！九仙这个天赋让他明白，自己今后获取技能的方式将会和其他人不同。只需要喝酒，他就能获得技能，不同的酒能够获得不同的技能，而且技能熟练度也不用像其他人那样需要不断使用才能增加，他依然只需要喝酒，和觉醒技能对应的酒就能增加熟练度。当然，普通的工业酒肯定是没有效果的，必须要是灵酒。市面上有多少灵酒？楚辞虽然不确定准确的数字，但上千种绝对是有的，这意味着他能够获得上千个技能。难怪刚觉醒的时候一个技能都没有，因为今后他将不会缺少技能。然后就是剑仙这个天赋，更是让楚辞感到恐怖。拥有一把剑就能增加1%的伤害，而且还没有上限。那他今后搞上一把剑，哪怕他的攻击力是1点，在加成之下也会达到100万。至于不占据装备栏，不提供属性，楚辞根本不在意，因为他完全可以对那些1级的新手剑施加印记。高级的剑类武器本来就少，但1级的剑还不好搞吗？剑自带的伤害他根本就不需要，只要用剑的数量叠伤害就行了。何况剑仙印记还附带一个不可摧毁的特性，意味着今后哪怕是1级的剑，只要被标记了印记，神来了都无法摧毁。最后就是坠凡这个天赋了，效果同样让楚辞无比的满意。职业者都会学习一种通用技能，那就是探查术。这个技能让低等级职业者在高等级职业者面前就像没穿衣服一样。也有一些能够屏蔽探查的特殊装备，不过若是双方等级差距太大，依然会被探查到。所以坠凡这个天赋让楚辞今后再也不用担心别人的探查术，反而对方要是连续探查他3次，他还能获得对方的信息。看完所有的天赋效果，楚辞长出一口气，不愧是唯一隐藏职业，实在是太强了。只是不知道比那些传说级职业甚至是神话级职业如何。同时楚辞更加疑惑的是，自己老爸到底从哪里搞来的神话级灵酒？可惜爸妈已经不在了，他也没有答案。老楚，怎么样？成功了吗？刘长河一直站在楚辞身边，知道对方刚才是在看职业面板，就没出声。如今见楚辞收回目光，才开口询问。成功了，剑客的隐藏职业9剑仙，而且还是唯一的。楚辞笑着道，对刘妈他没想过隐瞒。真的假的？可惜我还没学探查术。刘长河带着一丝怀疑，毕竟这种传说中的事情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身边，太过梦幻了。你等一下。楚辞说着来到爸妈的房间，在衣柜里又取出了一个盒子，里面放着不少技能书，物理系技能、法系技能都是通用技能，足足有30多本，几乎囊括了所有主流职业。这些技能书都是他爸妈在他刚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当时想着不管他以后觉醒什么类型的职业，总有能用的。楚辞看着这些技能书微微发呆，然后收起思绪，取出了一本探查术，回到客厅。学了吧？楚辞将技能书递给刘长河。行。刘长河也不废话，接过技能书后直接学习，技能书很快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他的身体。咦？突然刘长河一脸奇怪。怎么了？奇怪了，我对你使用了探查术，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现在技能书都有假货了。楚辞此时也发现眼前弹出一道界面，刘长河对你使用探查术，是否同意？楚辞知道这是他的天赋坠凡发挥作用了，直接点击同意。与此同时，刘长河眼前也弹出一道界面，楚辞1级，职业9剑仙。卧槽，真的是9剑仙！老楚你真的没有骗我！当看到楚辞的信息，刘长河当即激动地叫了起来。我说过不会骗你的，汤还包不包？包！你想喝什么汤都给你包，给你包一大盆。刘长河比楚辞还要兴奋，毕竟这种传说中的事情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他很难保持镇定。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刘长河看着一脸淡定的楚辞道。这不是你都帮我激动完了吗？楚辞笑道。刘长河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然后突然想起什么。对了，你这职业是什么等级的？既然是唯一的，应该至少也是史诗级吧？怎么没有天地异象？诺，那不就是天地异象吗？都快散了。楚辞指着窗外正在逐渐消失的大河道。刘长河急忙看去，刚才他一直担心着楚辞，还真没有注意外面的情况。这也导致他并没有得到异象祝福，只有观摩了异象，并且观摩时间达到10秒才会获得异象祝福。不过刘长河也不在意，既然有异象出现，那就说明楚辞的9剑仙职业至少也是史诗级。吃饭吧，明天我带你练级。
楚辞道：“咱们一起考入青龙学院。大夏的高等职业学府很多，但最顶尖的只有4座，分别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命名，坐落在大夏4方。其中青龙学院距离他们云中省最近。既然觉醒了这么强的职业，他自然也要去最好的大学，并且带着刘长河一起进去。不用了，咱们还是单独练级吧。”刘长河坐下后却摇了摇头：“如果你还是剑客职业，咱们可以一起练级。不过如今你的职业至少也是史诗级，还是主战职业，咱们在一起练级的话，我会拖慢你的练级速度。”楚辞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但看刘长河一脸认真的模样，还是没有再多说。行吧，等我先练起来再带你也行。这青龙学院的门，我给你开。基础设定：职业和装备道具等级：普通、高级、稀有、史诗、传说、神话。副本和任务难度等级：普通、困难、噩梦、地狱。职业者等级：1到59级被称为职业者，60到69级为超凡强者，70到79级为史诗级强者，80到89级为传说级强者，90到99级为神话级强者，100级为半神，100加级为神。第7章，我付钱了。外界依然热闹无比，而楚辞和刘长河则继续吃着午饭。楚辞倒是很少说话，都是刘长河一直在说。同时，刘长河也看到了网上的消息。老楚，我看网上都说你的天地异象横跨了整个云中省，至少也是传说级，甚至是神话级的职业。这天地异象的祝福效果也太强了吧！可惜我没得到。现在网上都在猜测是谁觉醒了强大的职业，你可千万别暴露了，现在还没有发育起来，别浪。你放心，这件事我也不会告诉爸妈。等以后你变强了，有了自保能力，再惊艳他们。不行，等会儿我回去后，我就把我爸的隐匿戒指给你带来。这件装备不但能够隐身，还能屏蔽高于自己10级的职业者探查术。我兄弟是真牛逼啊！刘长河一脸欣慰地看着楚辞，一副我养的崽就是有出息的模样。不用了，我的天赋自带隐藏信息的效果，一旦有人对我使用探查术，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否则就查看不了。楚辞摇头道：“这么说，刚才我一开始用探查术没有效果，就是你这个天赋的作用？”没错，而且我这个天赋还能进行反探查，若是有人对我连续使用3次探查，我拒绝后就能获得对方的信息。楚辞点头道：“这么强，来，我们试试。”刘长河说完，直接给楚辞丢了3个探查术，楚辞也再次触发了坠凡的效果。楚辞全部拒绝后，眼前也弹出了一道界面。由于刘长河对你连续使用3次探查术，你全部拒绝，触发坠凡效果，你获得对方的所有信息：姓名刘长河，职业盾铠战士，等级1级0100，生命200，法力100，力量10，敏捷10，体质20，精神10，智力10，物理攻击20，法术攻击20，物理防御20，魔法防御10，技能阵地探查术，天赋不屈，超强恢复，盾铠守护。探查术使用后可探查目标的信息，当对方的等级超过自身5级将没有效果，1/10级0100熟练度。阵地使自身半径1米范围内的目标速度减缓5%，并有5%的几率造成眩晕效果。冷却3分钟，1/10级0100熟练度。不屈，你拥有不屈的意志，有15%的几率使受到的20%伤害转化为你的护盾。超强恢复，在脱战后每秒恢复1%的生命值。盾铠守护，当你的生命值下降到10%时，你将会受到盾铠的护佑，接下来遭受的所有伤害减少50%。看着刘长河的面板，楚辞也是惊讶，对方这天赋也很强。不屈和盾铠守护这2个天赋配合之下，只要刘长河不被秒，不遇到真伤，几乎是打不死的小强。超强恢复，在有队友的情况下，只要拖住队友能拖住敌人100秒时间，刘长河就会再次站起来，续航能力极强。觉醒时获得的技能也有控制效果。你现在只缺攻击技能了，如果有攻击技能，再配上你的天赋，单刷高级都没有问题。楚辞道：“不会吧？你能看到我的天赋？为什么我用探查术只能看到你的姓名、等级和职业？”刘长河惊讶道。楚辞也是一顿，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坠凡天赋的真正恐怖之处。探查术虽然也能探查到信息，但也只是最基础的信息，哪里像他这般连对方是什么属性、有什么技能和天赋都能看到。老楚，你这天赋太强了，你还练什么级啊？不如直接去当情报贩子算了。刘长河也意识到楚辞这个天赋的强大，探查术就算满级了，也无法将职业者的天赋技能看到。行，等以后混不下去了，就去当情报贩子。楚辞笑着道。很快，2人吃完了午饭，
一起将碗筷洗了后，刘长河也接到了他爸妈打来的电话，让他回去一趟。刘长河回家了，楚辞也没有闲着，正好他趁着这段时间去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再次来到爸妈的房间，取出那个盒子，首先拿出一枚戒指。职业者是没有背包这种东西的，不过有储物戒指可以储存东西。这枚储物戒指也是楚辞爸妈早就准备好的，品级达到了高级，有1000立方米的空间。楚辞将其戴上后，便将盒子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收入储物戒之中。该去买点零酒和武器了。楚辞换了一身衣服，这一次也穿上了鞋子。下楼后打了个车，直接来到临城最大的商场之中。找了一会儿，楚辞来到了一家售卖职业者道具的商店内。这位先生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当楚辞进入店内后，就有导购小姐姐带着笑容走了上来。楚辞看了看店里，此时人不少，基本上都是家长带着刚觉醒职业的孩子来买东西。你们这里有那些零酒，都是什么等级的？楚辞问道。小姐姐一愣，她看楚辞青涩的模样，猜到对方也是刚刚觉醒职业的学生，还以为是来买武器装备，没想到竟然是来买酒的。先生，我们店里目前有13种零酒，其中10种都是普通级零酒，另外3款是高级零酒。导购小姐姐的职业素质很好，很快回过神来，继续带着笑容。没有稀有级零酒吗？先生，稀有级零酒太过稀有了，所以本店并不售卖。如果先生需要的话，我可以问问主管。先看看普通级零酒吧。楚辞想了想道，随后在小姐姐的带领下来到了摆放零酒的地方。先生，这些就是普通级零酒，最上面是3种高级零酒。小姐姐说道。楚辞看着眼前橱柜之中的10种普通级零酒，每种零酒都有简单的介绍。紫竹酿普通级，饮用后3小时内力量属性提升 5%， 不可叠加，售价300金币。春风酿普通级，饮用后3小时内精神属性提升 5%， 不可叠加，售价300金币。灵水酿普通级，饮用后3小时内受到的伤害减少 5%， 不可叠加，售价300金币。不愧是零酒，价格比工业酒高太多了。楚辞记得他以前喝的最好的工业酒，其价格也只是10金币而已，除了醉人，没有任何特殊效果。先拿一坛紫竹酿吧。楚辞道，他打算先试试效果怎么样。好的。小姐姐取出一坛紫竹酿，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暂时不需要，结账吧。楚辞摇头，取出一张金卡付账。金卡也被称之为金币卡，杀怪做任务都是能够获得金币的，金币也是这方世界的通用货币。当金币数量达到10万时，就会自己融合成金卡，方便携带。说起来，楚辞并不缺钱，反正自他出生以来到现在，他们家一直没有为钱发过愁。这张金卡是他父母给他留下的，里面的金币不多不少，刚好1000万。以前楚辞从未想过父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但如今想到老爹连神话级零酒都有，1000万似乎算不了什么。付账后，楚辞直接将紫竹酿打开，然后抱起来就往嘴里灌。你饮用了普通级零酒紫竹酿，触发酒仙效果，激活新的技能剑斩，激活进度 5%。 当酒水刚刚入口，楚辞眼前就弹出了一道界面，同时进度条也在快速增长。而一旁的导购小姐姐直接看呆了。先生，我付钱了。第8章专属技能御剑术。很快，楚辞将一坛紫竹酿喝完。你获得了新的技能剑斩。剑斩对目标造成 150% 的物理伤害，冷却时间30秒，1/10级，0-100熟练度。楚辞露出笑容，自己总算是有技能了，不知道喝一坛能够提升多少熟练度。想着，楚辞看向了导购小姐姐，对方正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再来一坛。楚辞道。很快，导购小姐姐又拿来了一坛紫竹酿，犹豫了一下道，先生，你不会还要在这里喝吧？他实在是害怕楚辞继续在这里喝，喝醉了还好，但就怕喝出人命。楚辞笑着也不回答，只是将金卡递出去。小姐姐沉默了几秒，最终还是刷卡付了账。楚辞则抱起酒坛子，在小姐姐惊慌的目光中再次灌了起来。你饮用了紫竹酿，技能剑斩熟练度+5。你饮用了紫竹酿，技能剑斩熟练度+7。你饮用了紫竹酿，技能剑斩熟练度+10。只是1分钟左右，楚辞将一坛紫竹酿一饮而尽。你饮用了紫竹酿，技能剑斩熟练度+3。你的技能剑斩等级提升，达到2级。剑斩对目标造成 200% 的物理伤害，冷却时间30秒，1/2级，0-200熟练度。看着技能信息，楚辞心中了然，看来一坛酒会增加100点熟练度。先生，你没事吧？小姐姐一脸担忧，将楚辞扶着，她很怕楚辞直接醉倒在地上。我没事。楚辞摇头，或许是因为酒仙这个天赋的缘故，虽然连续喝了2坛酒，但一点醉意都没有。所有零酒给我来10坛。楚辞道。既然已经试过了，那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现场炫酒了，店里
已经有不少人在看着他了。啊！听到楚辞的话，导购小姐姐直接愣在了原地。怎么？店里没有存货？有，先生，你确定要吗？刷卡。很快，在导购小姐姐的忙碌下，楚辞的储物戒指之中多了130坛零酒，普通级零酒300金币一坛，高级零酒则要1000金币一坛，总共花费6万金币。小钱，楚辞自然也知道这点零酒根本无法让他将所有技能提升到满级，但明天就要去新手副本，时间已经不够了。而且这130坛零酒，他也没有打算今天全部喝完，哪怕他不会有醉意，但真要一天干这么多零酒，他怕自己会死。这些零酒先喝着吧。楚辞暗道：先生，你还有什么需要吗？导购小姐姐见楚辞没有在当场豪饮130坛零酒，心中也松了口气。你们这儿有卖装酒的道具吗？抱着坛子喝总归是不雅。楚辞问道：那你刚才还炫了2坛？有的，先生请看。导购小姐姐取出一份清单递给楚辞，这上面的道具很多，其中就有用来盛装液体的。黑葫芦普通级，其内自成空间，最多可装10L 液体，价格500金币。紫木茶壶普通级，其内自成空间，最多可装10L 液体，自带加热效果，价格600金币。种类很多，葫芦、巴掌大小的茶壶、保温杯，甚至楚辞还看到了奶瓶。楚辞一路看下来，最好的也只是高级，倒是没有稀有级的。最终，楚辞选择了一个高级道具——紫灵葫芦，高级，最适合盛装零酒，内含3个独立空间，每个空间最多可装10坛零酒，价格8万金币。价格虽然不便宜，但楚辞还是买下来了。楚辞确定后，导购小姐姐立刻去拿货，双方很快完成交易。这紫灵葫芦只有巴掌大小，通体紫色，有一些亮银色纹路，看着就很高级。先生，还需要什么吗？导购小姐姐继续询问，脸上堆满了笑容。眼前这位可是大客户，稀有零酒真的没有吗？楚辞问道。普通零酒获得的技能就不错了，稀有零酒应该能获得更好的技能。先生请稍等一下，我需要去询问一下主管。导购小姐姐说着便急匆匆地朝着里面走去，没多久就带着一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这位先生你好，我是本店的主管金海，请随我到会客室。金海说着递给楚辞一张名片。楚辞点头，跟着对方来到了会客室。先生，目前本店只有一种稀有零酒。金海也不废话，直接取出一坛零酒，这是稀有级青羽酒，是由精英级野怪青羽蛇的蛇胆，再配以数十种药材炮制而成。多少钱？楚辞没有听完介绍，直接打断。稀有级零酒的效果虽然很好，但对他来说没用，他喝了零酒只会增加技能和熟练度。一坛23.8万金币，不便宜，但楚辞买得起。你有多少坛？目前只有一坛，毕竟咱们临城算不上大城，若是去咱们云中省的省会云中市，稀有零酒就会多不少。买了。你们这里应该卖武器吧？有没有1级的剑类武器？楚辞继续问道。自然是有的，若是先生想要，我送你1件1级长剑，再送1件5级的长剑。楚辞花了这么多钱，送2件装备对金海来说算不了什么。1级剑类武器有多少？楚辞继续问道。他要的可不少。等我查一下。金海愣了一下，听这位的意思，要的很多。可1级武器要这么多干嘛？虽然疑惑，但金海还是很快调出店铺内的装备清单。先生，目前1级剑类武器本店总共有2547件，都是普通级，我都要了。楚辞想了想说道：2000多件剑类武器应该暂时足够他用了。啊！金海懵了，这位到底要干嘛？1级武器买这么多做什么？总不能是想着倒买倒卖吧？但谁会愿意去买1级武器？就算是刚觉醒的学生，1级武器也只是过度用而已。对了，再买一本探查术和恢复药剂，一起结算吧。最后，金海还是刷卡完成了交易，更是亲自送楚辞离开。只不过看着楚辞的眼神很是奇怪。楚辞可不管这些，在离开商场后，他就直接打了个车回家。虽然商场还有其他店铺，里面肯定也有零酒，但楚辞并没有打算再买，先把刚才买的东西全部消化，转化为自己的实力再说。回到家后，楚辞先把探查术直接给学习了，先试试稀有级零酒能够觉醒什么技能。然后楚辞就直接打开一坛稀有级零酒，吨吨吨的往嘴里灌。你饮用了稀有级零酒青羽酒，触发9仙效果，唤醒了9仙力量，激活该职业专属技能御剑术，激活进度 5%。 第9章疯狂喝酒，获得大量技能。看着提示界面，楚辞心中一震。之前饮用紫竹酿激活的剑斩技能并不是专属技能，代表其他人也可以从某些渠道获得，但这御剑术竟然是专属技能，意味着这个技能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忍着心中的激动，楚辞很快将一坛青羽酒喝完。你获得了该职业专属技能御剑术。御剑术
一级九剑仙专属技能，你能操控手中的零件进行远程攻击，目前可操控数量为10柄，操控范围为方圆10米。该技能无熟练度，效果随着你的等级提升而提升，无上限。看着技能效果，楚辞眼睛一亮，不愧是专属技能，竟然可以随着自己的等级提升，而且还没有上限。虽然这个技能不加任何攻击，却让我有了远程攻击手段，而且随着我的等级提升，今后能够操控的零件会越来越多。楚辞忍不住幻想，今后一声剑来，便有数以万计的零件飞出，朝着敌人杀去，其画面必然壮观。按捺住心中的激动，楚辞取出其他09，如今只是2个技能可不够。你引用了高级09暗香银，获得新的技能万物可破。万物可破，被动技能，你对目标攻击时，有 5% 的几率无视对方 20% 的防御，1/10级0100熟练度。你引用了高级09龟壳香，获得新的技能回柳身法。回柳身法，被动技能，当你受到伤害时，有 1% 的概率规避此次伤害，1/10级0100熟练度。你引用了高级09竹叶青，获得新的技能龟心剑阵。龟心剑阵，操控零件形成剑阵，零件数量越多，形成的范围越大，至少需要10柄零件，攻击速度提升 10%， 剑阵内的目标所受到伤害提升 5%， 冷却时间3分钟，1/10级0100熟练度。将3种高级09都喝完后，楚辞也再次获得了3个新的技能，其中有2个被动技能，还有1个范围攻击技能。有这些技能在，明天的新手副本倒是不用担心了。而且我的酒还没有喝完。楚辞看向剩下的9种普通级09，这意味着他还能获得9个不同的技能。随后楚辞起身来到卫生间，喝了这么多酒，他实在是憋不住了。从卫生间出来，楚辞看着桌上的酒坛普通级09，第一次觉得喝酒也没有那么快乐。喝吧。再次抱起酒坛子，楚辞就喝了起来。你的获得新的技能。一道道界面弹出，但此时楚辞已经懒得管了，一直花了半个小时，中途又去了一趟卫生间，这才将9种09都喝完，同时也获得了9个新的技能。连击，连续对目标造成2次攻击，第2次伤害提升 50%， 冷却时间40秒，1/10级0100熟练度。蓄力一击，蓄力3秒，对前方3米范围的所有目标造成 100% 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1/10级0100熟练度。割裂强击，对目标造成 150% 的物理伤害，并造成流血效果，持续3秒，冷却时间30秒，1/10级0100熟练度。闪身，可向任何方向移动1米躲避攻击，冷却时间3分钟，1/10级0100熟练度。剑法精通，被动技能，你对所有剑法的领悟力提高，自身的剑系攻击提升 1%，1/10级0100熟练度。烈焰斩击，对目标造成 150% 的物理伤害，并造成灼伤效果，持续5秒，冷却时间3分钟，1/10级0100熟练度。回灵之法，被动技能，当你受到伤害时，有 5% 的几率恢复自身 1% 的法力，1/10级0100熟练度。修养，使用后立刻恢复 5% 的生命值，在接下来5秒内，每秒恢复 1% 的生命值，冷却时间1小时，1/10级0100熟练度。剑盾，可操控零件形成剑盾，受到的伤害减少 5%， 有 1% 的几率免疫伤害，持续5秒，冷却时间10分钟，1/10级0100熟练度。9个技能，其中有2个被动技能，7个主动技能。攻击、防御、回血、恢复法力基本上都有。楚辞打了个9格，再次来到卫生间，一边放水一边查看自己的面板。姓名楚辞，职业9剑仙为1，等级1级0100，生命100，法力100，力量20，敏捷10，体质10，精神10，物理攻击40，法术攻击20，物理防御10，魔法防御10。技能探查术、御剑术、剑斩、回柳身法、龟心剑阵、万物可破、剑盾、修养、回灵之法、烈焰斩击、剑法精通、闪身、割裂强击、蓄力一击、连击。天赋9仙、剑仙、坠凡。属性倒是没有任何变化，楚辞也没有意外，但技能那一栏却变得丰富起来。一级就有15个技能，只有那些顶级2代才能做到这一点吧。如果不是实在是喝不下了，楚辞都打算再去商场的其他店铺里面购买一些09了。关闭了界面，今天楚辞是不打算喝酒了，因为接下来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9仙天赋已经试过了，接下来就该试试剑仙天赋了。想着，楚辞取出一柄长剑，新手长剑，普通级，力量+1，耐久10%，装备要求1级。这就是他购买的剑类武器，作为新手剑，属性就不要指望了，而且它也不是土属性。
接着，楚辞便开始对着新手长剑施加剑仙印记。你对新手长剑施加了剑仙印记，你拥有了一柄灵剑，剑仙效果触发，你的所有伤害提升 1%。施加印记的过程很短，只是3秒就搞定了。新手长剑普通级，剑仙特性不可摧毁。拥有了剑仙印记的新手长剑，耐久消失了，属性也消失了，不过却多了一个不可摧毁的特性，这个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堪比神器。除此之外，楚辞也发现拥有剑仙印记的新手剑可以被他收入体内，想用的时候能够再次召唤出来，这一点倒是方便，否则现在数量少还好，若是今后剑太多了，光是储物戒都要买不少。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取出新手剑，开始施加剑仙印记。接下来他需要刨冰，为明天的新手副本准备。第10章剑仙天赋，近300倍的伤害加成。客厅内，御剑术，楚辞使用了技能，10柄新手剑顿时悬在身周，数秒后全部被他施加了剑仙印记。本来楚辞刚开始还一柄一柄的施加剑仙印记，但数量实在是有点多。这一次他买了2547柄新手剑，如果按照平均5秒一柄，意味着他要花12735秒，212.25分钟，近4个小时。现在数量不多，还能一柄一柄的来，可今后若是数量上亿，那他不得累死。所以他突发奇想，能不能同时施加剑仙印记？经过他的尝试，发现在使用御剑术的时候，可以同时对10柄新手剑施加剑仙印记，只是法力消耗比较快。不过他也不在意，正好买了不少恢复法力的药剂，直接嗑药就行了。一边使用御剑术，一边嗑药，一边施加剑仙印记，只是半个小时不到，所有新手剑全部都有了剑仙印记。剑仙，你是落入凡尘的剑仙，唯有明剑方能唤醒你的力量。你能对灵剑留下剑仙印记，数量无上限，每拥有一柄灵剑，你的攻击伤害将会提升 1%， 目前为 2547%。 看到伤害提升了 25.47 倍，楚辞露出了笑容，这意味着他现在已经有了秒新手小怪的能力。不够，完全不够，之前是我还没有获得御剑术，以为要一柄一柄的施加剑仙印记，所以才买了这么点新手剑。既然如今施加印记的速度提升了，那就可以购买更多的新手剑了。楚辞看了看时间，才下午4点，时间还有很多，正打算再次出门，房门被打开，原来是刘长河来了。因为以前楚辞经常宿醉，所以就给了刘长河一把家里的钥匙。老楚，你这是要出去？见楚辞也在门口穿鞋子，刘长河诧异道：还要去买点东西，你就在家里给我煲汤吧，我很快回来。楚辞点头道：行吧，那你早点回来。刘长河也不多问，他已经发现楚辞有了很大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让他很开心。离开家后，楚辞再次打了个车来到商场，这一次没有去之前的那家店，因为对方店里的新手剑都被他买光了。很快，楚辞来到另外一家店铺，先是看了看灵酒，发现这家店并没有稀有级灵酒，至于普通级和高级倒是有，不过他暂时没有打算购买，因为之前买的够他喝一段时间了，等喝完了再来买就行了，反正普通级和高级灵酒不存在断货的情况。当楚辞提出要买新手剑，而且还是店里所有的新手剑，自然再次惊动了店里的管事。虽然管事很疑惑，但生意肯定是要做的。一级的新手剑都是100金币，楚辞在这家店里买了3000多柄，管事给了一些优惠，总共花了30万金币。之后，楚辞将整个商场卖新手剑的店铺都逛了一遍。当他离开商场的时候，储物戒里面正放着2万多柄新手剑，可以说是直接把各大店铺的新手剑库存都给清了。可惜了，竟然没有一家店铺有稀有级灵酒，看来这玩意儿确实很稀有。楚辞稍微有点失望，临城只是个小城市，稀有级灵酒的需求很少。当然，楚辞也知道临城必然是有稀有级灵酒的，但肯定都在那些强者手中，人家也不缺这点钱，很少会售卖。花了200多万金币，楚辞也回到了家中。刚刚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气，他知道是刘长河在煲汤。回来了，正好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厨房里，刘长河穿着围裙，见楚辞回来招了招手，盛了一碗汤递给楚辞。这什么汤？楚辞喝了一口，眼睛一亮，味道的确很好。嘿嘿，这可是30级的烈火蛮牛的肉汤，是我爸今天带回来的，让咱们尝尝。刘长河笑着道。楚辞看向面板，果然多了一条信息：你饮用了烈火蛮牛的肉汤，获得特殊效果，每秒恢复10点生命值，持续30秒。可惜我的职业不是厨师，听说强大的厨师煮出来的肉汤效果会更强。刘长河道：你可别不知足了，别人想要稀有职业都没有机会。楚辞笑道，然后将碗中的肉汤一饮而尽，效果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持续的时间增多了。你去休息会儿吧，我再搞2个菜就开饭了。行。楚辞来到客厅，然后直接使用御剑术，开始抓紧时间给新手剑施加印记。卧槽，老楚，
这是你的技能？刘长河本来只是习惯性的瞟了一眼，然后就被惊呆了。石柄剑悬浮在楚辞身前，还是有点震撼的。技能御剑术。御剑术？是不是我想的那种御剑术？你岂不是可以御剑飞行了？你特么才1级啊？没那么夸张，只是能够操控剑飞起来而已，御剑飞行还做不到。楚辞摇头道，御剑飞行他自然也尝试过，但根本就无法办到。可能是他的等级太低了，也有可能御剑术和御剑飞行本就是2个技能。御剑术都有了，御剑飞行是迟早的事情。不行，等你会御剑飞行了，必须第一个带我飞一圈。那可是御剑飞行，多帅啊！行啊，你初吻都差点献给我了，带你飞一圈有什么问题？楚辞打趣道。刘长河抱拳告退，继续去做菜了。他也看到楚辞不断的更换长剑，但他没有问，知道这是楚辞的秘密。对方能够在他面前直接展现这些东西，已经是把他当兄弟看待了。半个小时后开饭了，吃完晚饭，楚辞继续给新手剑师加剑仙印记，刘长河则去收拾厨房。2万多柄新手剑，就算有御剑术提升了10倍的速度，一直到了晚上10点，足足花了楚辞近4个小时才全部留下印记。零件数量29485，伤害加成2948500分号加5000分号，意象近300倍的伤害加成，让楚辞很是满意。一切准备妥当，只等明天去新手副本练级了。第11章，第一次进入副本。当天晚上，楚辞没有再喝酒，而是养足了精神，等待明天的新手副本。第2日一早，楚辞醒来，刘长河已经起床做好了早餐。老楚，你快看新闻，昨天你引动的天地异象，官方出通报了。奇怪了，明明是你引动的天地异象，怎么官方说是这沈江云引动的？刘长河一边喝粥一边看着手机，楚辞也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头条依然是昨天的天地异象，另外还多了一个官方通报。昨日，云中省剑道世家沈江云觉醒传说级职业，引动天地异象大河之剑天上来。而在下方还有不少网友的评论，原来是沈家的天骄沈江云啊，那就正常了。据说沈家最近几代觉醒的职业都和剑有关，才被称之为剑道世家。沈家老爷子觉醒的就是史诗级职业，如今的家主也就是沈江云也觉醒的是史诗级职业，现在轮到沈江云了，没想到更是觉醒了传说级剑道职业。谁知道沈江云觉醒的是什么职业啊？这谁能知道？那可是传说级职业，肯定不会公之于众的。据说昨天青龙学院的校长亲自登门，已经将其带走了，肯定是要好好培养。看着这些消息，楚辞倒是一脸淡定。这沈江云竟然冒名顶替，沈家也不是个好东西。刘长河则为楚辞打抱不平。你觉得青龙学院的校长和咱们大夏的高层实力强吗？楚辞喝了一口粥问道。当然强了，其他人我不知道，但据说青龙学院的校长可是80级的传说级强者。那不就结了？是不是这沈江云引动了天地异象，上面的人会没有手段探查出来吗？沈家就算想冒名顶替都没有可能的。楚辞道。刘长河愣了愣，他不是傻子，很快猜到了一个可能。你是说这是上面故意的，因为找不到你，所以就让这沈江云给你当替身？楚辞没有说话，但他觉得很大可能是这样。100年前大夏就出现了一个神话级职业，结果却遭到了异域强者的袭杀，若非大夏早有准备，怕是对方还没有发育起来就死了。这沈江云很有可能是上面给他安排的替身，专门用来吸引异域强者的视线。刘长河也不再骂沈江云和沈家了，毕竟对方的做法很有可能是在保护楚辞。吃完早餐后，刘长河就和楚辞来到了学校。当他们到来时，这里已经有不少人，班主任李云也对着他们招了招手。不错，昨晚没喝酒。李云鼻子嗅了嗅，对楚辞满意的点头。楚辞回以笑容，昨晚是没喝，但昨天可喝的不少。这次咱们1中参与新手副本的总共有184人，另外还有2中、3中和4中一起，总共有431人。稀有职业数量总共有8个，不过有2个是生活类的稀有职业，主战类的稀有职业只有2个，剩下4个包括刘长河在内都算是辅助类的职业。趁着还有时间，李云开始为几人介绍此次参加副本学生的情况。整个临城有4个中学，今年高3学子总共有5000人左右，但这么多人里面，拥有主战类稀有职业的竟然只有2个，可见有多稀少。距离高考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你们如果想要上一个不错的学府，这半个月至少需要将等级达到9级。李云继续道。老李，如果想上青龙学院呢？刘长河问道。李云也不意外，刘长河是稀有职业，而且还是不错的盾铠战士，的确有机会上青龙学院，只是难度很大。去年青龙学院的招收标准是15级，如果你们有意的话，可以努努力。李云笑着道，不过也要量力而行，练级虽然难，但最难的还是破境任务。这方世界的职业者不会存在职业进阶问题，但每隔10级都会有一个破境任务。像李云就卡在49级，
不是因为对方不去练级，而是被破镜任务卡住了。只有完成了破镜任务，才能继续获取经验值，提升等级。想要上青龙学院，至少需要15级，而且中间还要完成一次破镜任务，半个月的时间还是很紧迫的。楚辞倒是不太担心，只要自己的破镜任务别太稀奇古怪，在如今伤害增幅了近300倍的情况下，对他来说倒是没有什么难度。很快，一中所有参加此次新手副本的学生都到齐了，来到校外，坐上学校早就联系好的大巴车，朝着新手副本驶去。新手副本就在临城内，1个小时后，众人也来到了这里。除了他们一中外，另外3个学校的学生也陆续到来，总共400多人。同学们，废话就不多说了，这是你们第一次进入新手副本，一旦进入里面就有死亡的危险。如果现在害怕了，就可以站出来，没有人会嘲笑你们。进入副本后，如果发现自己不敌，也可以随时退出副本，不过需要脱战后才能退出。另外，新手副本只限等级不超过5级才能进入，所以当你们之中有人达到5级后，可以先将等级卡5级的极限，然后退出副本再次进入，相当于可以多刷一次副本。李云最后看着楚辞几人认真的交代道，虽然每年都会有学生死在新手副本之中，但他不希望是自己的学生。众人也认真的听着，这些在课堂上被翻来覆去的讲，甚至让他们有些厌烦的知识，如今却可能让他们保命。好了，要说的就这么多了，没有武器的可以来我这里领。李云说着，取出了几人对应职业的武器，都是新手武器。虽然众人早就准备好了武器装备，但还是都领了一件，以防万一。你小子运气不错，听说咱们临城有个家伙昨天疯狂的购买新手剑，把几个店铺的库存都给买光了，还好我半个月前就准备了，否则还真没有你的。轮到楚辞的时候，李云笑着道。楚辞摸了摸鼻子，如果没有意外，那个把店铺的新手剑买光的应该就是自己了。随后众人来到副本门口，开始排队进入副本。楚辞，咱们都是普通职业，比一比谁升级快怎么样？周明看着楚辞道。他回家后，家里给他准备了不少通用技能，而且还有一本极强的范围性技能。刘长河他是不敢比的，但楚辞他还是可以比一比。楚辞笑了笑，没有说话，直接进入了副本之中。第12章秒杀，快速练级。副本分为普通、困难、噩梦以及地狱4种难度模式。新手副本倒是没有这些。楚辞在进入副本后就打量着周围，此时他正在一个石台上，石台周围被一层流光笼罩。当他走出石台范围，这层流光就会消失，意味着副本正式开始。石台外则是一片森林，此时正有10只兔子在50米外蹦蹦跳跳。新手副本只有一条路，所以只需要沿着那条路一直往前就行了。楚辞走出石台，流光也随之消失不见，一直来到50米外的10只兔子面前。新手副本之中的野怪，只要你不主动攻击，对方也不会攻击你。长牙兔，普通级，等级1，生命值100，攻击24，物理防御14，魔法防御6，技能冲撞。楚辞丢了个探查术，只是最低级的怪，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咻！下一瞬，楚辞换出一柄新手剑，直接发动攻击。负7679，击杀长牙兔，经验值+5，额外获得2.5经验值。秒杀！没有任何意外，近300倍伤害加成下，一级小怪自然是秒杀。额外获得的经验值就是异象的效果触发了。这方世界之中，猎杀同级的野怪获得5点经验值，野怪的等级超过自身1级则增加5点经验值。若是野怪等级低于自己，每低1级就会减少1点经验值。猎杀低于自己5级的野怪不会获得经验值。当然，猎杀 BOSS 会获得额外的经验值奖励。在这方世界之中，越级杀怪的收益其实并没有多大。就算楚辞现在击杀一只100级的普通野怪，也只是获得500经验值而已。所以越到后面，升级的难度越高。继续，楚辞没有停下，剩下的9只长牙兔全部被他秒杀。击杀长牙兔，经验值+5，额外获得2.5经验值。击杀长牙兔，经验值+5，额外获得2.5经验值。一道道提示音响起，楚辞看了一眼等级，等级1级75100，还差25点经验值就能升级，只需要再杀4只1级野怪就足够了。想着，楚辞沿着眼前的路往前走，数十米外又多了10只长牙兔。如法炮制，楚辞将这10只长牙兔全部秒杀，等级也随之提升。你的等级提升至2级，你的每项属性增加5点，并且获得10个自由属性点。楚辞直接将10个自由属性点加在了力量上，毕竟是物理系职业，自然是要加攻击的。而且他还有剑仙天赋的加持，1点力量现在可以当300点用，以后还会更多。姓名楚辞，职业9剑仙，为1，等级2级41200，生命150，法力150，力量35，敏捷15，
体质15，精神15，智力15，物理攻击70，法术攻击30，物理防御15，魔法防御15。技能探查术、御剑术、剑斩、回柳身法、归心剑阵、万物可破、剑盾、修养、回灵之法、烈焰斩击、剑法精通、闪身、割裂强击、蓄力一击、连击。天赋九仙、剑仙、坠凡。10级以前，每提升1级，4项属性都会自动增加5点，获得10个自由属性点。10级到20级之间，每提升1级，4项属性都会自动增加10点，并且获得50个自由属性点。等级越高，每1级提升后，属性点差距也越大。加完属性后，楚辞看向地面，爆出来了2件装备：铁剑，普通级，力量+1，佩戴要求1级；铁质手镯，普通级，精神+1，佩戴要求1级。手镯楚辞直接戴上，他进入副本前就没有买过其他装备，买的全部都是新手剑。铁剑的属性和新手剑一样，对别的职业者来说是垃圾，但对他来说正好可以用来施加剑仙印记。爆率果然提升了。想着，楚辞看了一眼异象效果。异象效果，所有间隙攻击伤害提升 50%， 获得经验值提升 50%， 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50%， 爆率提升 50%， 攻击速度提升 50%。 新手副本的爆率是极低的，一般来说击杀100只野怪可能才会爆1件装备。现在他才杀了20只野怪就爆出来2件装备，除了自身运气不错外，异象的效果也发挥了作用。接着楚辞继续往前走去，基本上每隔50米左右就会有10只野怪。现在他已经2级，击杀1只1级的长牙兔只能获得4点经验值，不过在异象的 50% 经验值加成下，一只也有6点经验值。后面又击杀了26只长牙兔，楚辞的等级来到3级，同时击杀1级长牙兔的经验下降到1只 4.5 经验值。好在总共只有50只长牙兔，当所有长牙兔全部击杀后，楚辞的等级为3级21-400。接下来就是2级野怪了。楚辞看向前方50米是2级的红眼兔，也懒得看对方的属性了，反正对他来说都是秒杀。就这样，楚辞横冲直撞一路向前，只要遇到野怪就杀。同时随着他的等级提升，御剑术的等级也在提升。3级的他已经能够同时操控30柄剑，并且对30米范围内发动攻击。楚辞正在练级，副本外面在等待的老师们也在闲聊。老李，听说你们班上出了一个稀有职业啊，说不定有机会能够考入清华大学。隔壁班的班主任给李云递了根烟，笑着道：你可别打趣我了，你们班不是也有一个稀有职业吗？而且还是主战类的职业，我们班上那个稀有职业更偏向于肉盾，练级速度肯定比不上。李云接过烟，将其点上道：嘿嘿嘿，同喜同喜嘛。你说今年咱们4个学校，谁的学生先达到5级出来？要知道另外3个学校也是有稀有职业的。这谁知道呢？稀有职业在前期的优势虽然不小，但也有限，往年也不是没有普通职业和高级职业先达到5级出来。那倒也是，说起来职业等级也是咱们人族自己划分的。去年我还听说有人靠着普通职业战胜了同级的稀有职业。很快1个小时过去，副本入口处一阵扭曲，一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第13章。什么？你已经5级了？终于出来了，差点就死在里面了。随着一阵后怕的声音响起，一名男生从副本之中走了出来。王凯，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见到这男生，一名2中的老师走了上去。你已经2级了，难不成你去招惹3级甚至是4级的怪物了？这老师一脸疑惑，虽然对方也只是普通职业，但却是前期很有优势的弓箭手，在他想来，对方还是很有机会达到5级再出副本的。那倒没有，我觉得练级速度太慢了，所以就尝试同时猎杀3只野怪。刚开始还好，结果有一只野怪在临死之前突然对我释放了技能，当时我大意了，没有闪，直接被打乱了节奏。王凯一脸的后悔，然后另外2只野怪也杀了过来，我慌乱之间又将剑击中了几个没有仇恨的野怪身上，还好我跑得快，不然就死定了。听到王凯的话，这名老师脸色难看，之前他就和对方说过不要群刷，稍有不慎就会死在里面。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听他的，才2级就离开了副本。现场这么多老师看着，他丢脸倒是小事，万一对方死在副本里怎么办？你跟我过来。这名老师冷声道。王凯一脸畏惧地跟在对方身后。很快，不远处传来了一阵竹笋炒肉的声音，其他老师也摇了摇头。每年都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觉得学了群攻技能就可以群刷，然后付出惨痛的代价。时间继续流逝，之后的时间里，陆陆续续有学生开始离开副本，这些学生都是遇到了各种危险无奈之下退出的副本。本来无聊的老师们都动了起来，开始详细了解自己学生遇到的情况，然后将解决的办法告知，这也是老师们一直留在这里的意义。课堂上讲的再多，也不如让学生们亲自尝试一次，
然后再针对性的讲解有用。副本入口再次变得扭曲，又是一人走了出来，正是楚辞。楚辞，怎么样？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一直盯着副本入口处的李云走了上来。目前他班上的学生倒是都还没有从副本里面出来，所以他比较闲。但同样他也更加紧张，没有学生提前出来虽然是好事，但换个角度也有可能是出事了。如今见到楚辞出来，李云心中稍微松了口气。楚辞一脸疑惑，他能有什么麻烦？要说唯一的麻烦就是他杀怪太快了，导致大部分时间都在赶路找怪物。不过当看到周围那些提前出来的学生，他心中恍然大悟。李老师，我是达到5级了，所以才出来的，没有遇到麻烦。楚辞说着主动亮出自己的等级，等级5级，9981千。什么？你竟然5级了？看着楚辞的等级，李云一脸的震惊。本来在他的预料之中，班上最先达到5级的应该是刘长河，虽说对方的职业偏向肉盾，但也意味着更加抗揍，刷怪会更加轻松。但他没有想到楚辞竟然率先达到了5级。要知道那2个主战的稀有职业现在都还没有出来，意味着他们2个还没有达到5级。李云的声音虽然不大，但现场这些老师最低都是40级，自然也听到了，纷纷看了过来。我去，真的已经有学生达到5级了，这才2个小时吧？按理说就算是稀有职业，至少也要4-5个小时才能到5级。是一中的学生啊，不愧是咱们临城最好的中学。奇怪了，这个学生怎么这么面生？好像不是一中那几个稀有职业吧？不少老师小声议论起来，而那些提前因为各种原因出副本的学生也惊异地看着楚辞。在他们都还只是1级，少数达到2级的情况下，竟然有人已经达到5级了。李老师，还有什么事情吗？没事的话，我要继续进副本了。楚辞不喜欢被围观，决定还是继续刷副本。你要不休息一下？我不累。楚辞摇头，然后再次进入了副本之中。卧槽，老李，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你的学生拔得头筹了。这学生什么情况？他不是你们班的酒神吗？怎么这么厉害？之前和李云交谈的那名老师凑了上来问道。另外3个中学可能不知道楚辞，但一中的很多人都知道楚辞，就算没有见过，也知道学校有这么个酒鬼。是他，叫楚辞，觉醒的是剑客职业。至于为什么这么快就5级了，可能是因为他学习了什么强力的技能吧。李云道，他也不知道楚辞为什么这么快，但心中还是很开心的。全班他最担心的就是楚辞，如今见对方不但再次努力，而且还走在了所有学生的前面，作为老师，心中很欣慰。这孩子刚来我班上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可造之材，要不是后来他因为家里的事情，也不会变成那般。现在好了，他振作起来了。李云笑着道，如果他能够保持这个势头，上一个不错的大学还是没问题的。楚辞可不知道，李云正在副本和其他老师诉说着自己以前的事情。再次进入副本后，他轻松斩杀2只1级的长牙兔，获得了3点经验值，等级也随之达到了6级。姓名楚辞，职业9剑仙，为1，等级6级，1-2000，力量95，敏捷35，体质35，精神35，智力35，物理攻击190，法术攻击70，物理防御35，魔法防御35。技能探查术、御剑术、剑斩、回柳身法、归心剑阵、万物可破、剑盾、修养、回灵之法、烈焰斩击、剑法精通、闪身、割裂强击、蓄力一击、连击。天赋9仙、剑仙、坠凡。果然越到后面升级越难，5级还只要1000经验值，6级直接翻倍了。目前我已经6级，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进入新手副本，不知道刷通整个副本能够达到多少级。楚辞想着，直接沿着大路朝着前方跑去。这些长牙兔已经让他无法获得经验值，只有2级的野怪此行。敏捷的提升让他速度比之前快了不少，很快就来到2级野怪区域。楚辞也不看这些野怪，身周浮现出20柄利剑，其中10柄利剑瞬秒眼前的10只2级野怪，另外10柄利剑则朝着50米外的10只野怪杀去，同样是瞬秒。总共获得30点经验值。已经达到6级的他，已经能够同时操控60柄利剑，并且范围也达到了60米。继续，将新手副本刷通之后，就该离开这里，去找其他练级的地方了。楚辞身形如风，所过之处的野怪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他秒杀，化作他的经验值。第14章，老李，你这枸杞都泡得没味了。时间一点点过去，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副本之中出来，最高的也只是达到了4级，还没有达到5级。周明也出来了，不过他并没有达到4级，只是3级。李老师，楚辞还没有出来。本来周明见到自己班上另外2人已经出来，以为自己坚持的够久了，却发现除了刘长河外，楚辞竟然也不在。刘长河不在，他没有觉得意外，毕竟对方可是稀有职业，
对方应该能够达到5级再出来。但楚辞明明也只是和他一样的普通级职业，怎么可能会比他坚持的还久？楚辞1个小时前就出来过了，然后又进入副本了。李云道。周明恍然大悟，脸上露出了笑容，原来楚辞早就出来了，这么说这一次是他赢了。但他的想法刚刚冒出，李云就继续道，他是达到5级后才出来的，这都1个小时过去了，按照他之前的速度，这会儿可能已经7级了。周明脸上的笑容消失，不知道转移到了谁的脸上。怎么可能？他不是普通级职业吗？怎么可能已经5级了？而且还是1个小时前。周明不敢置信地问道。要知道他有范围性技能，目前也才3级而已，距离4级都还差了1/3的经验，结果你告诉我楚辞现在可能快7级了。周明，刚才李老师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被震惊到了，但当时有很多人看到楚辞的等级，所以这件事的确是真的。周明，之前进入副本的时候，你不是还说要和楚辞比一比谁练级更快吗？现在还比吗？班上另外2个同学笑着道。周明脸色阴沉，比个屁！我3级和人家7级怎么比？虽然震惊，但周明倒没有说出楚辞作弊这种脑残的话。对方就算真的作弊，那也是对方的本事。好了，你们都是同学，有什么好攀比的？若是楚辞以后出了名，你们作为同窗不也是与荣有焉吗？李云道，周明，说说你什么情况吧，遇到了什么麻烦？你们2个也听一听，正好学习一下，避免出现这种事情。周明也不再想楚辞为什么升级这么快，虽然他的确有点受打击了，但很快振作起来。先吃不算胖，迟早有一日，他周明也要执剑扫天下，镇压万千魔，成为无数人仰慕的大英雄。又是1个小时过去，基本上所有学生都离开了副本。400多名学生参加新手副本，目前几个稀有职业基本上全部达到了5级，高级职业也达到了4级的程度，还有一些少数拥有普通职业却也达到4级的学生。老李，你说2个小时前老楚就出来过了，而且那时候他就已经5级了。刘长河看着李云点头，忍不住嘿嘿嘿的发笑。他倒是不像其他人那么震惊，毕竟目前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楚辞拥有了唯一职业。按照网上所说，楚辞这个职业至少也是传说级，有这样的表现才算是正常的。还好我没有和他组队，不然就拖他进度了。刘长河一阵庆幸，虽然他知道楚辞不会在意，但他会在意。好兄弟好不容易雄起，他怎么能拖后腿？先休息一下吧，吃点东西，恢复好状态再进去。李云说着，从储物戒里取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食物。他们早上8点出发，9点左右学生们进入副本，如今已经过去了6个多小时，差不多下午2点了。行，虽然我在副本里也吃了点东西，不过的确要调整一下状态。刘长河笑着道，昨晚他就把炖的汤装好，他和楚辞都各自带了不少，这汤不但能饱腹，还有恢复生命值的效果。老李，你说老楚如果把副本打穿，能够达到多少级？刘长河一边吃东西一边问道。6级到7级需要2000经验值，7级到8级要4000，8级到9级要6000，9级到10级更是要1万。李云道，新手副本里的 BOSS 也才6级而已，随着他的等级提升，获得的经验值也会减少，所以就算他杀穿了，最多达到8级。你不好奇为什么我说楚辞能够把副本打穿？刘长河惊讶道。好奇啊，不过职业者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作为你们的老师，除了在生活上照料一下你们，就是在你们弱小的时候保护你们，指导你们变强。如果你们遇到麻烦，倒是可以来找我，或许我能提供一些帮助。李云笑着道，扭开保温杯递给刘长河，又没人和你抢，慢点吃。刘长河也不客气，接过保温杯喝了一口，咽下口中的食物，一脸嫌弃地看着李云。我说老李，你这枸杞都泡得没味了，明天我把我爸的枸杞送你一包。臭小子，你还嫌弃上了？嘿嘿嘿，老李，我休息的差不多了，先进副本了。老楚要是等会儿出来了，就让他自己去忙，用不着等我。刘长河嬉笑着朝副本入口跑去。哎，我的保温杯都没味了，你喝着没营养。说话间，刘长河已经进入了副本之中。李云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储物戒一亮，手中又多了一个保温杯，喝了一口，咀嚼了一阵。臭小子，骗我一个保温杯！击杀6级火狼王，经验值加3，额外获得1.5经验值。你成功击杀 BOSS， 获得经验值100点，额外获得50点。副本内，随着 BOSS 倒下，也意味着这个副本对楚辞没有了意义。姓名楚辞，职业9剑仙，唯一，等级9级，4517-10000，生命500，法力500，力量140，敏捷50，体质50，精神50，智力50，物理攻击280，法术攻击100，物理防御50，魔法防御50，伤害加成295.35倍。技能
探查术、御剑术、剑斩、回柳身法、归心剑阵、万物可破、剑盾、修养、回灵之法、烈焰斩击、剑法精通、闪身、割裂强击、蓄力一击、连击。天赋：九仙、剑仙、坠凡。李云说的没错，若是正常情况下，新手副本之中的怪物数量根本不够楚辞达到9级。但是楚辞有 50% 的经验加成，所以只是新手副本就让他直接达到了9级。除了等级提升外，他的技能也各有提升。在刷副本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喝酒，所有技能都已经达到了2级，有些更是达到了3级。等9级的经验值满了，就能触发破境任务了。接下来该换个地方练级了。楚辞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看向了 BOSS 爆出来的东西。虽然新手副本的 BOSS 不知道被多少人杀过，但他有意向的 50% 爆率加成，所以还是爆出来了不少东西。第15章高级装备：野猪鳞、狼火箭，普通级，力量加10，敏捷加3，装备要求5级。坚韧皮甲，普通级，体质加12，精神加1，装备要求5级。爆出来的东西不少，能用的装备楚辞全部穿上。这狼火箭先留着吧，刘妈应该能用上。将狼火箭收入储物戒之中，楚辞又看向另外2个道具。首先是一枚拳头大小的石头，技能石，普通级，使用后有 50% 的几率获得一个对应职业的技能。竟然爆出了技能石，可惜只是普通级。所有等级的技能石都只有 50% 获得技能的概率，不过等级越高的技能石，一旦获得了技能，其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史诗级以上的技能石更是有几率获得天赋，这也是为何就算是普通级职业也有机会变强的原因。说到底，职业等级是人族自己划分出来的，这方世界从未对任何职业划分等级。将技能石收起了，这件道具对他没用，他要是想获得技能，直接喝酒就行了，没必要去赌这 50% 的概率，还是留给刘妈吧。然后楚辞看向最后一件道具，任务提升卷轴，普通级，使用后有 50% 的几率将自身任意一个任务难度提升一个等阶。注：使用该物品后，任务难度将无法再提升。任务提升卷轴，这件道具倒是不错。这方世界并没有 NPC 这种存在，也导致职业者想要获得任务并不容易。一般只有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才有可能触发任务，比如魔物工程、新的副本出现等等。很多人一辈子唯一接触到任务的机会，那就是等级提升后的破境任务。任务难度分为普通、困难、噩梦以及地狱4个等级。大部分人得到的破境任务都是普通或者困难级，对于普通人来说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任务越简单，他们就越是容易完成，也能快速破境继续升级。不过越是简单的任务，也意味着奖励会非常少。对那些实力不弱的人来说，任务太简单了，反而会让他们不满，因为破境是最容易获得任务的方式，可谓是完成一个就少一个。他们自然想完成一个高难度的任务来获得更好的奖励，提升自己的实力。这个时候任务提升卷轴就发挥了作用，觉得自己任务难度太低的人就可以使用这件道具来提升任务难度。不过普通级的任务提升卷轴一旦使用了，这个任务就无法继续提升等级了。据说传说级的任务提升卷轴甚至可以让自己挑选任务，虽然只是普通级也还不错了，拿去卖的话也能卖个几万金币。若非我的爆率提升，怕是也无法爆出来。楚辞将卷轴收起来，他距离接到破境任务也不远了，说不定到时候用得上这件道具。检查完所有收获，楚辞这才选择退出了副本。楚辞怎么样？见到楚辞出来，李云当即走了上去。李老师，这个副本我无法再进去了，所以我想单独去练级。楚辞没有再展示自己的等级，否则他怕再次被现场这些老师和同学围观。行，你自己注意安全。李云说着取出一柄长剑，这件武器你拿着吧，应该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金光剑，高级，力量加46，特性无视目标 5% 的防御，装备要求5级。楚辞看着这把剑的属性不由得眼睛一亮，没想到竟然是一件高级装备。高级装备和普通级装备最大的区别不是属性加成，而是具有了一条特性。稀有级装备具有2条特性，史诗级武器不但具有3条特性，更是拥有技能，传说甚至是神话级装备就更别说了，只会更加强大。这件跟了我很多年了，也是我当初运气好在野外遇到了个 BOSS 爆出来的。我当了老师后，每年有出色的学生都会把这件借给他们用。李云笑着说道。5级的高级武器在临城还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对于刚转职的学生来说，和神器没有区别。不用了，李老师，我用不着这件装备，你还是给刘长河用吧。楚辞本来还想把狼火剑给刘长河用，不过现在看来是用不着了，没想到老李手里还有这种好东西。行吧，既然你这么说，那肯定是有底气的，那老师就给刘长河留着。李云犹豫了一下，还是听了楚辞的话。对了，他刚才进入副本的时候说让你不用等他。行，
那我就先走了，等他出来，让他给我打个电话。楚辞道，他打算先去一趟商场，虽然他刷怪都是秒杀，但使用御剑术也会消耗法力，他之前购买的恢复药剂用的差不多了，正好补充一下。你自己注意安全。放心吧，李老师。看着楚辞离开的背影，李云叹了口气，虽然每年他都会看着孩子们离开的背影，但此时心中还是有些伤感。孩子们长大了，该自己去翱翔了。1个小时后，楚辞坐车来到商场，刚下车，刘长河就打来了电话。老楚，你在哪儿呢？我从副本出来了，在商场准备买点恢复药剂，你怎么样？多少级了？我6级了，后面的怪物太难杀了，差点死在里面。行，那你去野猪林等我，等会儿带你刷副本，不用担心会拖累我。我已经9级了，很快就会触发破境任务，到时候吃不了经验。那行吧，正好试试老李刚才给我的金光剑。野猪林是指林城内的另外一个副本，需要达到5级才能进入。不过和新手副本不同，野猪林副本已经可以自己挑选难度，并且里面的野怪也会主动攻击。楚辞在商场内补充了不少药剂后，便再次打车朝着野猪林而去。当他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老楚，先吃点东西。刘长河递过来一个手抓饼，这还是他昨晚亲手做的。楚辞也不客气，拿过手抓饼咬了一口，同时将那枚普通技能石给对方。这技能石你用了吧？我用不上。好。刘长河也废话，接过技能石后直接使用。怎么样？成功了吗？运气不错，得到了一个位移技能。刘长河笑着道：冲锋，向前方快速移动3米，并有10%的几率对目标造成击飞效果，冷却时间1分钟，1/10级，0-100熟练度。不但有位移，而且还有控制效果，算是个不错的技能。那就行，咱们进副本吧。楚辞丢了个组队邀请，然后和刘长河来到了野猪林副本的入口处。此时这里除了逛街的人外，倒是没有其他人，毕竟野猪林副本等级不高，每年都只有学生会来这里练级。不过今天才是第1天，很多学生还在新手副本鏖战，至少也要2-3天后，这里的人才会多起来。想着，楚辞也和刘长河进入了副本之中，同时一道界面弹出：你是队长，请选择该副本的难度：1. 普通， 2. 困难， 3. 噩梦， 4. 地狱。第16章地狱难度，依然秒杀。看着弹出来的难度选择，楚辞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地狱难度。野猪林副本和新手副本不同，新手副本只有等级要求，只要等级不超过5级就可以进入无数次，但野猪林副本每天只能进去1次，所以楚辞不想浪费副本机会。卧槽，老楚，你怎么选了地狱难度？里面最差都是高级野怪啊！刘长河也得到了信息，顿时惊呼起来。不用担心，我带你就行了。楚辞摇头道。说话间，两人也进入了副本之中，出现在了石台之上。野猪林副本同样是一片森林，而在石台外正有10头野猪在拱着泥土。尖牙野猪高级，等级5，生命值1000，攻击141，物理防御39，魔法防御17，技能突袭。不愧是地狱难度副本里面的怪物，只是5级，属性比普通级野怪强多了。楚辞暗暗想到。老楚，你确定咱们能打过吗？刘长河也看到了这些尖牙野猪的属性，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若是1只，他们还能拉扯一下，可问题是，只要攻击了1只，另外9只也会被吸引仇恨。楚辞没有说话，一步踏出石台，顿时保护他们的流光消失不见。紧接着，楚辞右手一挥，石柄利剑随之飞了出去。下一瞬，一个个恐怖伤害出现：-142358暴击，-71179。-71179，10只尖牙野猪甚至来不及惨叫一声，便被直接秒杀。你的队伍击杀了5级尖牙野猪，高级，经验值+1，额外获得 0.5 点经验值。你的队伍击杀了5级尖牙野猪，高级，经验值+1，额外获得 0.5 点经验值。提示音不断响起，楚辞也不意外，高级野怪经验值会比普通级野怪多1倍，稀有级野怪经验值又会比高级野怪多1倍，以此类推。不过因为他和刘长河组队，所以经验值会减半，否则他杀1只野怪能够获得3点经验值，还不错。楚辞还算满意，这一次副本除了自己练级外，最主要的还是帮刘长河练级。而另一边，刘长河见到10只尖牙野猪竟然被秒杀，更是爆出3万多的伤害，直接呆在了原地。同时他也得到了提示音：你的队伍击杀了5级尖牙野猪，高级，经验值+4。你的队伍击杀了5级尖牙野猪，高级，经验值+4。刘长河目前是6级，所以击杀5级怪物只能获得4点经验值。虽然高级怪物经验值翻倍，但因为是在组队的情况下，经验值也会被减半。如果是在没有组队的情况下，
他能够获得8点经验值，不过他也没有这个能力。老楚，这……刘长河震惊地看着楚辞，虽然他知道楚辞很强，但也没有想到这么恐怖，3万多伤害，确定是9级能打出来的。别愣着了，我负责杀怪，你负责捡爆出来的东西。楚辞拿起紫灵葫芦喝了一口，刘长河这才发现那10只野怪死后爆出了东西，顿时也不纠结了，急忙跑去捡东西。他也是看出来了，虽然这是地狱级难度的副本，但根本就用不着他出手。本来他还想试试老李给的金光剑，现在看来他还是躺着吧。谁叫我兄弟这样牛逼呢？两人继续往前走，一路上遇到了不少野怪，但都扛不住楚辞一剑，全部被他秒杀。而且这还是他没有使用技能的情况，否则伤害还会更高。你的等级提升达到7级。老楚，我升级了。当击杀了100头尖牙野猪时，刘长河的等级也达到了7级。打通这个副本，说不定能够让你达到9级满，触发破境任务。楚辞道，也就是你能秒杀这些怪物，才能这么轻松的刷地狱级难度的副本。其他人进来看到堵在门口的10只尖牙野猪就得跪。刘长河道，别看他升级快，但那都是建立在楚辞一路秒怪的基础上，其他人根本办不到。两人说话间，地面突然震动起来，随后只见100米外正有一头高达5米的黑毛野猪正朝着他们冲来。尖牙野猪，稀有级，等级5，生命值1万，攻击247，物理防御142，魔法防御105，技能挑刺、强壮、撞击。是 BOSS， 竟然还有3个技能。不是最终 BOSS， 咱们这可是地狱级副本，最终 BOSS 是史诗级的。楚辞说着，利剑齐齐朝着尖牙野猪王杀去。尖牙野猪王察觉到危险，虽然躲避了2道剑光，但还是有一道利剑落在了他的身上。负40710，伴随着一个高额伤害飘起，还在奔跑之中的尖牙野猪王哀嚎一声，随即血量清空。巨大的身躯在惯性的作用下，向前方继续前进了10几米，才摔在地上不再动弹。你这伤害，就算遇到最终 BOSS 也能秒杀吧？虽然刘长河已经有了准备，但还是暗暗咂舌。干活了。楚辞没有回答，9级的他已经能够操控90柄利剑，秒杀最终 BOSS 并不难。好嘞。刘长河搓了搓手，来到尖牙野猪王的尸体身边，开始摸尸。老楚，爆出来2件不错的东西。查看完所有爆出来的东西，刘长河开口道：任务提升卷轴，高级，使用后可以将自身任意一个任务难度提升1个等阶。注：使用该物品后，任务难度将无法再提升。第一件楚辞已经熟悉了，不过之前的普通级只有 50% 的几率，而高级则是 100%。蛀牙魔杖，高级，精神加35，特性有 5% 的几率让自身的攻击造成爆裂效果，装备要求5级。卷轴留着，魔杖咱们也不适合，离开副本后卖了吧。楚辞道，这件装备对法系职业来说算是不错了，虽然 5% 的几率不高，但总比没有好。行，都听你的。刘长河点头，帮楚辞收了起来，然后两人继续前行刷怪练级。第17章，史诗级 BOSS 通关副本。1个多小时很快过去，楚辞带着刘长河一直在副本里面刷怪练级。这个过程中，他也不知道杀了多少怪，只知道野怪等级从开始的5级逐渐提升到6级、7级、8级。一开始更多的还是高级野怪，但随着他们深入，偶尔开始出现稀有级野怪。赤密林深处，随着一道剑光闪过，一头红毛野猪应声倒下。你的队伍击杀了8级赤眼野猪王，稀有级，经验值加8，额外获得4点经验值。你的经验值达到上限，无法继续获取经验值，完成破境任务后才能继续升级。看着提示，楚辞深吸一口气，终于要开始做破境任务了。正在为你随机破境任务。由于你的职业属于唯一职业，破境任务难度提升至地狱级。怪物杀手，地狱级，击杀100头不低于自身等级，品质不低于史诗级的怪物。该任务可组队，队友最多1人，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5级。任务完成奖励：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 X1，职业专属装备可成长 X1，自由属性点 X500，当前进度0100。看着自己的破境任务，楚辞眉头紧皱。他没想到，因为自己的唯一性职业，破境任务的难度竟然直接达到了地狱级。这个任务有点麻烦了。楚辞暗道，不是他完不成，就算是史诗级怪物，他也有自信能够斩杀。可问题是，他到哪里去找100头史诗级怪物给他杀？就拿这野猪灵副本来说，副本最终 BOSS 就是史诗级，但也只有1头。但野猪灵副本每天只能进入1次，而整个灵城之中也只有这么一个5级副本。若是靠着野猪灵副本，他需要3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可半个月后就是高考了，时间根本不够。其他城市倒是也有5级副本，但每个城市也就那么1-2个。
想要在高考之前完成破镜任务，他至少每天需要刷6、7个副本才行，一个副本至少需要2个小时，再加上赶往其他城市的时间，根本就来不及。10级以上的副本，史诗级怪物倒是会多一些，可问题是他才9级，根本就无法进入10级以上的副本，所以楚辞才觉得麻烦，不是完不成，而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难怪有很多人被卡等级，遇到这种任务，就算不想被卡也不可能。不过再麻烦任务还是要完成的，一是为了能够继续升级，二是这任务奖励的确丰厚。若是能够完成，属性点倒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职业专属天赋。他有3个职业天赋，每一个都很强大，若是能够再获得一个，对他的实力将会有巨大的增幅。而且还有一件能够成长的专属装备，这种装备可以随着自身等级提升而提升，据说最终甚至能够成长为神话级，他自然不可能错过。老楚，怎么了？刘长河见楚辞站在原地皱眉，好奇地问道。此时他的等级也已经达到了8级，我经验值上线了，触发了破镜任务，地狱级。地狱级私卧槽，这么恐怖？难度对我来说倒是不高，但做起来很麻烦，要花不少时间。楚辞说着不再多想，就算他无法在高考前完成破镜任务也没事，以他的伤害，应对高考还是没有问题的。继续练级吧，先让你达到9级满，看看你的破镜任务是什么。说着，楚辞便继续带着刘长河练级。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野猪林副本的最深处，稀有级怪物也是越来越多，但对楚辞来说没有区别。一剑若是杀不死，那就2剑，至少现在还没有怪物能够抗住他1剑。终于，他们来到了副本的最后，这是一个山谷，而在山谷的中央则站着一个高达3丈的猪头人，手中还拿着一根狼牙棒。猪头人首领，史诗级，等级10，生命值40万，攻击887，物理防御181，魔法防御94，技能暴怒、震慑、猛击、强壮身躯。看着对方的属性，楚辞知道这就是野猪林的最终 BOSS 了。不愧是史诗级怪物，这属性也太恐怖了，不但血量高，就连攻击也这么高。刘长河咽了咽口水道，若是他一个人，怕是要被对方砸成肉酱。楚辞倒是一脸平静，普通级的副本最终 BOSS 只有5万血量，但地狱级的野猪林副本可是100人本，最终 BOSS 自然不会弱。好，猪头人首领自然也看到了楚辞2人，怒吼一声便提着狼牙棒一跃而起，狠狠地朝着2人砸来。楚辞自然也没有闲着，当看到对方的那一刻，90柄利剑便已经漂浮在他身周。剑斩！为了稳妥起见，楚辞这一次更是动用了技能剑斩，对目标造成350%的物理伤害，冷却时间30秒，5级7511000熟练度，-20040435暴击-102217，-204435暴击。这就是楚辞现在一剑的伤害，其中还触发了2次暴击。轰隆！没有任何的意外，还在空中的猪头人首领只看到剑光划过，血条瞬间被清空，庞大的身体一僵，随后便砸落下来。哗啦！下一瞬，庞大的尸体上爆发出各种光芒，大量的装备道具被爆了出来。你的队伍击杀10级猪头人首领，史诗级，经验值加40。你的队伍击杀野猪林5到9级，副本 BOSS， 获得经验值1000点。你的队伍成功刷新野猪林5-9级副本记录，通关时间为2小时45分钟31秒，获得奖励特性卷轴，史诗级，金币 X10万。也在楚辞击杀猪头人首领时，刘长河眼前弹出一道道提示，他的等级也达到了9级满。第18章盾铠的守护。老楚，你这也太猛了，史诗级 BOSS 你竟然直接秒了，我的等级也上线了。此时刘长河也回过神来，一脸激动地看着楚辞。别激动了，去看看爆出来什么东西吧。行，你休息着，摸尸这种事情我来就行了。楚辞也不拒绝，他知道这是对方想找点事情做，同时他也查看起刚才刷新副本记录给的奖励。特性卷轴，史诗级，使用后给装备附加3条随机特性，有10%几率附加额外技能。还不错，如果运气好的话，普通级的装备会直接变成史诗级装备。楚辞点了点头，不过没有打算使用。武器他用不上特性，毕竟拥有剑仙印记的武器将不会给他提供属性，也包括特性效果。至于身上的其他装备也没有必要，都是5级的过渡装备，等他破镜后就要更换了。老楚，大爆啊！你这爆率也太恐怖了。这边刘长河也将BOSS 爆出来的东西也清点了出来，金币10万，技能书6本，装备13件，药剂32瓶，杂七杂八的道具25件。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市面价格，差不多在200万金币左右。这并不多，毕竟这是地狱级的100人副本，这个 BOSS 平均下来只能给每个人带来2万金币左右的收益。
当然，这只是这个 boss 带来的收益，整个副本的价值自然不止这点。楚辞道：把你能用上的东西选出来，没用的离开副本后去卖掉。金币他还是需要的，一坛稀有级09就要20多万金币，更别说更好的史诗级、传说级09，只怕价格都是上百万，甚至是上千万上亿。对了，你的破金任务是什么？楚辞问道。他的破金任务暂时不好完成，不过倒是可以先看看能不能帮刘长河完成。等一下，我看看。刘长河打开面板操控起来，很快就得到了他的破金任务。盾铠的守护，困难级，你将被传送至考核空间之中，接受守护考核，请在一头10级史诗级怪物的攻击下坚持10分钟，或者将其击杀。该任务可组队，限制队友5人，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5级。任务完成奖励：防御型技能时稀有级 X1， 随机职业装备稀有级 X1， 自由属性点50点。楚辞道：这个任务难度对你来说不小。史诗级怪物的属性刚才他们已经见过了，刘长河想要坚持10分钟并不容易，就算能找5个队友也同样不容易。好在破金任务是没有时限要求的，而且可以尝试无数次，一旦觉得扛不住可以随时退出考核空间。当然这是正常情况下，如今有楚辞在，对方想要完成这个任务会无比的简单。不对，我的任务是杀100头史诗级怪物，能不能和刘妈这个任务一起做？楚辞眼睛一亮，毕竟刘长河现在的任务只是困难级，如果提升至噩梦级甚至是地狱级，说不定面对的史诗级怪物将会增多。他完全可以卡 bug 来完成他和刘长河2个的破金任务。就算最后对方的任务难度提升，史诗级怪物没有增多，增多的是坚持时间，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影响。当即楚辞将自己的破金任务以及想法和刘长河说了一下。没问题，老楚，咱们就试试。刘长河当即答应，反正他都是楚辞带堂，如果自己的任务能够帮到楚辞，那当然是最好的。不急，我手里现在只有高级的任务提升卷轴，咱们出去后看看能不能买到稀有级甚至是史诗级的提升卷轴。说着，楚辞也和刘长河选择退出副本。你们的小队刷新了该副本记录，请设定小队名字，否则将会直接展现小队成员名字。这时提示音响起，楚辞想了想，设定了一个小队名字，隐藏。设定成功，你的小队正在退出副本。很快，楚辞和刘长河就出现在了副本门口，此时也才晚上8点多。走吧，咱们先去商场问问有没有稀有级和史诗级的任务难度提升卷轴。来到路边，楚辞打了个车，就和刘长河一起朝着商场驶去。在两人离开没有多久，5个学生也来到了野猪林副本入口处。各位，咱们都是今年林城最优秀的学生，以我们的实力，完全有机会打通野猪林的普通级副本。为首一名男生笑着说道。赵猛，2中的学生，职业是稀有职业重工弩手，拥有极强的远程攻击能力。而其身边的4人也来自2中，虽然没有稀有职业，但都是高级职业，有辅助有坦克，等级最差也达到了5级。这几人都是赵猛聚集起来的，为的就是组队刷野猪林副本，尽快升级。有赵哥带着我们，咱们肯定没有问题。是啊，一会儿都听赵哥的指挥，都别乱跑。听说今年咱们林城一中出了个厉害的角色，只是普通级职业剑客，竟然第一个达到5级，离开副本的时候说不定都7级了。只是普通级职业而已，随着等级提升，今后和赵哥的稀有职业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听着几人的恭维，赵猛脸上带着笑容，以他的实力和稀有职业，完全可以找其他稀有职业一起组队，但他并没有，而是带着这些高级职业的人组队，为的就是在队伍之中能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行了，咱们不和别人比，有那个心思还是尽快提升等级吧。赵猛道。他自然也知道有个普通职业率先达到5级，震惊自然是有的，但不爽倒是没有。人家普通职业能够先他们稀有职业达到5级，那说明对方有本事。再说了，普通职业的上限不高，根本比不上他的稀有职业，他需要做的就是尽快让自己发育起来，为半个月后的高考做准备。咦，你们快看记录石碑，怎么突然多了一个记录？众人正打算进入副本，其中一人却看到了一旁记录石碑上的异样，其他人也齐齐看去。第1名，隐藏小队，地狱级难度，时间2小时45分钟31秒。第2名，天狐小队，地狱级难度，时间8小时59分钟41秒。第3名，猛龙小队，地狱级难度，时间9小时47分钟02秒。第19章，任务难度提升。卧槽，第1名竟然只花了不到3个小时就通关了地狱级难度，这也太恐怖了吧！我昨天还来看了，第1名明明是天狐小队，今天怎么成了这个隐藏小队？也就是说，这个隐藏小队是昨天或者今天来刷新记录的？不会是今年咱们林城的学生吧？不可能，那可是地狱级难度100人副本，如果真的有100人来这里组队刷副本，咱们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
赵萌也看到了记录，不由得瞳孔一缩。他还在想着刷通普通级副本，结果已经有人打通地狱级副本了，而且副本时间还不到3个小时。他可是了解过，这野猪林的地狱级副本记录，上一次刷新还是100年前。那时候神话级职业出世，整个大夏天才辈出，就连灵城都出现了数位史诗级职业。第2名的天狐小队就是当时那几位史诗级职业联合了众多稀有级职业组成了100人小队。就这种情况下，才将副本记录刷新到9个小时内。可如今记录再次刷新了，而且还被刷新到了3个小时内。这赵猛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灵城有隐藏的传说级职业，还是有其他城市的传说级职业来到了他们灵城，顺路刷了这个副本。他不知道，但在震惊之余，赵猛也将本来有些膨胀的心思收拢起来。之前觉醒了稀有职业，他还沾沾自喜，可如今看来自己算个屁呀！人家都在刷地狱级副本了，他还在指望将普通级副本打通关，双方差距太大了。走吧，进副本了。赵猛深吸一口气，打击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动力。他赵猛的未来才刚开始书写。另一边，楚辞和刘长河来到了商场之中。先生你好，请问这次有什么需要？店铺内的会客室中，金海一脸堆笑地看着楚辞，这位可是大客户。你们这里有稀有级甚至是史诗级的任务提升卷轴吗？楚辞问道。先生，我们店里倒是有稀有级的任务提升卷轴，至于史诗级的倒是没有。金海说着也取出了一个稀有级的任务提升卷轴。任务提升卷轴，稀有级，使用后可以将自身一个任务难度提升一个等阶。稀有级的任务提升卷轴最大的变化就是使用后还能继续使用任务提升卷轴，不像普通级和高级的使用后任务难度就固定了，无法再次提升。行，买了。楚辞点头，一张稀有级加上一张高级，足够让刘长河的任务难度达到地狱级。接着刘长河把之前从副本之中获得的东西拿了出来，这些都是他们用不上的。算算这些东西总共多少钱？楚辞道。看着这么多东西，金海心中一惊，这些东西可不简单，里面甚至有高级和稀有级的道具。虽然惊讶，但他也没有多问，而是计算起这些东西的价值。先生，这些物品总共价值332万金币。很快金海便算好了，楚辞也不意外，这些东西可不止最终 BOSS 爆出来的，而是整个副本的收益。看起来多，但若是按照100人计算，平均每个人也才收益3万多金币。当然，这是因为还有不少用得上的东西他们没有售卖，比如史诗级的特性卷轴，这玩意儿至少价值100万以上。稀有级的任务提升卷轴价值35万金币，金海给了一些优惠，最终楚辞收获了300万金币。这些钱刘长河自然没有要，毕竟副本都是楚辞刷的，他就是躺的。给我290万金币就行了，那10万金币当做定金，你帮我收一些新手件，如果有稀有级甚至是史诗级09就更好了。楚辞道。新手件和稀有级09倒是没问题，不过史诗级09就太过珍贵了，我只能尽力。不知先生需要多少新手件？金海不知道为何楚辞要那么多新手件，但他也不会去过问。没有上限，有多少要多少。楚辞道。虽然近300倍伤害已经不低，但若是能再高一些，自然是最好的。完成交易后，楚辞和刘长河也离开商场后，打了个车回家。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9点多，两人坐在沙发上，楚辞将稀有级任务提升卷轴拿了出来。用了吧，看看提升后的任务是什么情况。楚辞道，心中也有些期待，他能不能尽快完成自己的破境任务，就看刘长河了。刘长河也没有犹豫，直接使用稀有级任务提升卷轴。很快他的任务发生了变化。盾铠的守护，噩梦级，你将被传送至考核空间之中，接受守护考核，请在5头石级史诗级怪物的攻击下坚持20分钟，或者将其击杀。该任务可组队，限制队友3人，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5级。任务完成奖励：自选技能卷轴，史诗级 X1，自选装备，史诗级 X1，自由属性点100点。噩梦级的破境任务难度比困难级强太多了，不但面临的史诗级怪物从之前的1头提升到5头，就连坚持的时间也从10分钟提升到20分钟。除此之外，之前的队友数量是5人，现在却最多只能有3个队友。看着自己的噩梦级任务，刘长河也忍不住深吸一口气。如果不是有楚辞在，他几乎没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将这个任务信息告诉楚辞，楚辞却是眼睛一亮，有机会，他完全有机会通过刘长河的任务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要不要试试地狱级任务？楚辞又将高级任务提升卷轴取出来问道。嘿嘿，反正有你在，我没什么不敢的。刘长河接过卷轴再次使用，任务也再次变化。盾铠的守护，地狱级，你将被传送至考核空间之中，接受守护考核，请在10头石级史诗级怪物的攻击下坚持30分钟，或者将其击杀。该任务可组队，
限制队友1人，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5级。任务完成奖励：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 X1， 守护者勋章，自由属性点 X500。地狱级的破境任务就没有简单的，楚辞的破境任务是要击杀100头不低于自身等级的史诗级怪物，而刘长河的任务虽然只是在10头史诗级怪物的攻击下坚持30分钟，但难度不比楚辞的低。毕竟楚辞可以选择单独击杀，而刘长河的任务却是要同时面对10头史诗级怪物的围攻。不过这个任务却让楚辞露出了笑容，如果和自己之前预料的一样，那就意味着他们2个人的任务都能完成。刘妈，咱们来试一下。楚辞道，他要确定一下击杀对方任务之中的史诗级怪物后，是否会提升自己的任务进度。行，刘长河直接给楚辞一个组队邀请，等楚辞接受后，点开任务考核。你即将进入考核空间，是否进入？刘长河和楚辞都接到了提示，2人都选择了进入。随着2人确定，一股力量将2人包裹，数秒后，2人已经消失在客厅，出现在了另外一片空间之中。第20章，刘妈忘我。考核空间内，楚辞和刘长河站在石台上打量着四周，眼前是一片存在了不知道多久的古战场，地面上随处可见破损的武器装备，曾经这里必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你已经进入考核空间内，当你走出石台，意味着考核正式开始。当你重新回到石台上时，可以选择退出考核，你和你的队友都将会被传送离开。由于为考核任务，若是将怪物击杀，将不会获得任何奖励。你就待在石台上。听着提示，楚辞说道：那你小心点。刘长河点头，反正他也帮不上忙，只要别给楚辞添麻烦就行了。随后，楚辞直接踏出石台，顿时本来平静的空间震动起来。吼吼吼！伴随着一道道吼声，远处一头背生双翼的白色老虎快速袭来，右侧的空间撕裂，一道幽暗身影踏出，地面也随之裂开，一头庞然大物钻出。只是数息的功夫，便有10头庞然大物出现在了战场之上。双翼白虎，史诗级，等级10，生命值50万，攻击1085，物理防御184，魔法防御157，技能扑杀，虎啸震天，烈火天炎，双翼护卫，空间刺杀者，史诗级，等级10，生命值50万，攻击1241，物理防御144，魔法防御111，技能空间撕裂，背刺瞬杀，阴暗身躯，暴怒连刺，地龙首领，史诗级，等级10，生命值65万，攻击689，物理防御204，魔法防御178，技能钻地突袭，毒液喷射，分裂，顽强生命。10头史诗级怪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地下钻的，法系、物理系、肉盾、远程、近战、刺客、增益几乎囊括了所有方面。不愧是地狱级任务，这难度也太恐怖了。楚辞暗暗咂舌，若是刘长河一人，别说击杀这些怪物了，能在这些怪物下存活1分钟都算对方牛逼。龟心剑阵，楚辞90柄灵剑飞出，直接组成龟心剑阵，朝着那些史诗级怪物杀去。而他也不看结果，放出技能后就大喊道：退出！一直做好准备的刘长河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选择了退出。下一瞬，2人眼睛一晃，已经离开了考核空间，回到了客厅之中。见回到现实中，楚辞心中松了口气，那10头史诗级怪物，他想要同时秒杀还做不到。双翼白虎飞在空中，距离他有上百米，不在他的攻击范围内。还有那空间刺杀者，对方直接隐藏在空间之中，他也根本找不到，所以他才选择放个技能就跑。毕竟他的伤害虽然高，可若是被那些怪物击中，也是有可能丧命的。现在还不至于拼命，他主要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任务进度有没有反应。老楚杀了5头。这时刘长河道，他得到了提示音，刚才楚辞那一击斩杀了5头怪物，不过他的考核任务自然是失败了。楚辞也得到了提示，同时也打开了自己的破境任务。怪物杀手，地狱级，击杀100头不低于自身等级，品质不低于史诗级的怪物。该任务可组队，队友最多1人，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5级。任务完成奖励：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 X1，职业专属装备可成长 X1，自由属性点 X500，当前进度6100。看着自己的任务进度，楚辞心中一喜，竟然真的有用。刘妈忘我。楚辞看着刘长河笑着道，本以为自己没有机会在高考前破境，没想到刘长河竟然获得了这么个破境任务，看来是有用，那就好。刘长河也露出了笑容，心中也松了口气，他也一直在担心帮不上楚辞。咱们继续。暂时不行，这玩意儿需要1个小时的冷却，到时候才能再次进入。1个小时吗？倒也不长，正好咱们吃点夜宵，1个小时后再来一次。可以，那我去随便弄点吃的。
刘长河进厨房了，楚辞一边喝着酒，一边提升着技能熟练度。你的技能剑斩提升至6级，你的技能龟心剑阵提升至6级，你的技能闪身提升至7级。半个小时后，刘长河将做好的干锅端了出来。来点，不了，我还是喝这个吧。本来楚辞想给对方倒点酒尝尝，不过刘长河却拿出了钙奶，插上吸管喝了起来。老楚，咱们这升级速度应该是整个灵城最快的了吧，甚至可能是整个云中省最快的了。吃着干锅，两人也随意的闲聊起来。就算是现在，刘长河都有种做梦的感觉。一天的时间，自己不但9级了，还刷新了地狱级副本记录，更是连破境任务也是地狱级。这在以前他是想都不敢想。也不一定，云中省这么大，每年的高3学生超过50万，其中肯定少不了天骄。楚辞道，有些学生或许觉醒的是普通级职业，但背景强大，一天9级并不难。如果对方的破境任务还是普通级，说不定现在已经破境达到10级了。等级咱们可能不是最高的，但要说实力，你绝对是今年高3学生之中最强的。刘长河道，这一点楚辞倒是不反驳，毕竟300倍伤害加成可不是开玩笑的。吃完夜宵，刘长河的任务考核冷却时间也到了，两人也再次进入考核空间之中。和之前一样，楚辞在放完技能后都不用他开口，刘长河直接选择退出。你击杀了6头史诗级怪物，任务进度提升，目前为12-100。看着提示，楚辞露出笑容，再来那么10几次，自己和刘妈的地狱级任务就都能完成了。不过如今已经挺晚了，楚辞倒是没有继续，和刘妈各自洗漱了一番，准备养好精神，明天再继续。第21章，完成破境任务。第2日一早，刘妈早早起床做好早餐，随便吃了点后，两人便开始了继续任务。两人这一天都待在家里刷任务进度，1个小时一次，每次杀5至7只史诗级怪物。楚辞的任务进度也在快速增长，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当楚辞和刘长河再次从考核空间之中出来，楚辞也终于得到了任务完成的提示音。你击杀了6只史诗级怪物，任务进度提升，目前为100-100。你成功完成破境任务，等级提升达到10级，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任务奖励已经发放。随着提示音落下，楚辞的等级也随之达到了10级，同时也获得了系统奖励。楚辞先是打开职业面板，此时他能够分配的属性点达到了510点，直接全部加在了力量上。姓名楚辞，职业9剑仙，为1，等级10级02000，生命550，法力550，力量655，敏捷55，体质55，精神55，智力55，物理攻击1310，法术攻击110，物理防御55，魔法防御55，伤害加成295.35，技能探查术、御剑术、剑斩、回柳身法、龟心剑阵、万物可破、剑盾、修养、回灵之法、烈焰斩击、剑法精通、闪身、割裂强击、蓄力一击、连击。天赋9仙、剑仙、坠凡。这是没有算身上装备的面板。看着自己的属性，楚辞露出了笑容，不愧是地狱级的破境任务，光是奖励的500属性点就足以让他和无数人拉开差距。若是再加上他的300倍伤害加成，在对方没有任何防御的情况下，他一个平 A 都能打出近40万的伤害，而他现在也才10级。接着楚辞又看向了另外2个奖励，首先是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使用后可以获得一个本职业的专属天赋，楚辞没有犹豫，直接使用。你使用了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你获得了职业专属天赋剑心。剑心，你重拾剑道，明悟剑心，你手中的灵剑与你心神相连，将会为你提供额外的视野，暴击率提升 1%， 暴击伤害提升 1%， 你的职业等级每提升1级，效果增加 1%。 看着新的天赋效果，楚辞眼睛一亮，如今他已经10级了，意味着暴击率提升了 10%， 暴击伤害也提升了 10%。 要知道他的伤害本来就恐怖，若是加上这个天赋的效果，他现在一个平 A 能够打出80多万的伤害，若是再加上技能的威力，上百万的伤害轻轻松松。接着他又看向了那件专属装备，你获得了职业专属装备先锋剑袍。先锋剑袍普通级，可成长，体质+1，装备要求9剑仙。楚辞直接将其穿上，同时这件装备的信息也发生了变化。先锋剑袍高级，9剑仙职业专属，体质+50，特性减少 10% 所受到的伤害，可成长，会随着拥有者的等级提升而提升，成长为稀有级要求达到30级。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现在还看不出这件装备的厉害，那是因为它等级太低了，
这可是能够成长为神话级的装备，越到后期越是厉害。老楚，你这一身也太帅了，还真有了剑仙的样子。刘长河打量着楚辞如今的模样，一袭白衣银边的剑袍让本就帅气的楚辞更多了几分特殊气质。我已经破境成功，等会儿该帮你完成任务了。楚辞道。刘长河点头，心中也期待起来。等完成了地狱级任务，他的实力也会提升。虽然比不上楚辞，但比大部分人肯定是强多了。很快考核冷却时间到达，两人也再次进入了考核空间之中。和之前一样，楚辞刚刚踏出石台，那10只史诗级怪物就随之出现。去！楚辞没有犹豫，他率先攻击的就是空间刺杀者，只要将对方干掉，剩下的怪物就对他没有威胁了。空间刺杀者刚刚从空间之中走出，迎面来的就是10柄利剑，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只是慌乱间举起手中的匕首格挡，但一切都是枉然。-648574暴击，只是一个暴击直接将他的50万血量清空，最终不甘的倒下。见解决了空间刺杀者，楚辞露出了笑容，接下来就简单多了。剑阵-345175 -302587 -325474，一个个恐怖伤害浮现，在剑阵之中的8只史诗级怪物都还未攻击就全部被秒杀。10只史诗级怪物如今已经死了9个，楚辞望向了天空，现在只剩下了双翼白虎。而双翼白虎看着9个同伴的尸体，眼中也闪烁着畏惧的光芒，一时间竟然不敢靠近。楚辞也不着急，静静的等待起来，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过去，双翼白虎一直飞在空中，就是不进入100米范围。虽然楚辞很无奈，但好在也完成了刘长河的任务。你完成了任务，3秒后将会和队友一起退出考核空间。刘长河那边接到了消息，3秒后他和楚辞再次回到了客厅之中。老楚，我的任务完成了。刘长河激动道，这可是地狱级任务，之前他想都不敢想，没想到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就完成了。把任务奖励领了吧。楚辞一脸笑意。刘长河感谢他，他也同样感谢对方，若非对方这个任务，他想要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行。刘长河点头，急忙领取了任务奖励。首先是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之前楚辞也获得了这个奖励，刘长河在使用后也获得了一个天赋。第22章职业者工会。顿凯的愤怒，作为守护者的你也有一颗愤怒的心，你受到所有伤害的1%将以真实伤害回敬给对方，你的等级每提升1级，效果将会提升 0.5%， 目前为10级，回敬的伤害为 5%。 当楚辞看到对方这个天赋，不由得眼睛一亮，这玩意儿就是顿凯的神级天赋啊！若是刘长河能够达到100级，反伤也会达到 50%， 而且这是直接以真实伤害返还，意味着敌人再后的护盾都没有用，必须要承受伤害。我还以为能够多一个攻击性的天赋呢。刘长河道，你可别不知足了，这玩意儿不比攻击性天赋香。楚辞道，本来对方的另外3个天赋就已经让其很肉了，如今再加上一个顿凯的愤怒天赋，脆皮根本就打不死刘长河。也是，反正有你在，也用不着我打伤害，我负责保护你就行了。刘长河点了点头，随后又看向了另外一个奖励，守护者勋章普通级，你是天生的守护者，你的血量上限提升 10%， 可指定一个目标开启守护之光，你将承受对方受到的 10% 伤害，可成长提升至高级要求等级10级。刘长河直接佩戴，然后效果就发生了变化。守护者勋章高级，你是天生的守护者，你的血量上限提升 20%， 可指定3个目标开启守护之光，你将承受对方受到的 20% 伤害，有 5% 的几率免疫伤害，可成长提升至稀有级要求30级。高级的守护者勋章效果比普通级的强了很多，不但血量上限提升了 20%， 而且能够保护的目标也增加到了3个。虽然承受的伤害也提升了，却多了一个免疫伤害的几率。如今只是高级，等之后达到稀有级、史诗级，甚至是传说级和神话级，其效果必然更加恐怖。这装备直接让你成血牛了。楚辞笑着道，血是挺多的。刘长河点头，然后直接给楚辞丢了3个探查术，然后楚辞就看到了对方的面板。姓名刘长河，职业顿凯战士，等级10级02000，生命7860，法力550，力量55，敏捷55，体质655，精神55，智力55，物理攻击110，法术攻击110，物理防御655，魔法防御55，技能阵地、探查术、劈砍、斩击、横扫、重击、冲锋。天赋不屈，超强恢复，顿凯守护，顿凯的愤怒。
虽然刘妈经常抱怨自己不是主战职业，但加点的时候还是乖乖加在了体质上，再加上守护者勋章的效果，对方的血量足足有7000多。要知道，楚辞现在才550点血量，根本就没法和对方比。而且对方的物理防御还达到了655点，意味着物理攻击没有超过655就无法对刘妈造成破防。虽说现在他还怕法系，但有了盾铠的愤怒这个天赋，就算遇到法系也有反抗之力。这面板还是没有算上刘妈穿上装备，否则各方面的属性还会更高。不错不错，再提升几级，你的血量就能破万了。楚辞满意的点头，这一波地狱级任务也是让对方一波肥。他估计就算是史诗级甚至是传说级的肉盾职业，在10级的时候血量也没有刘长河高，除非对方也做的是地狱级任务或者一身的稀有级装备。好了，时间不早了，休息吧，咱们明天出城去练级。楚辞道10级就可以自由出城练级了，而且10级的副本也在城外。刘长河点头，要是没有之前副本和这2天考核空间的经历，他还是希望楚辞去单刷，自己就不去吃经验了。但现在啊，兄弟这样牛逼，一剑几10万伤害，刷的还是地狱级副本，我刘长河躺一躺怎么了？一夜无话，这已经是觉醒职业的第3天，距离高考还剩下14天时间。清晨依然是刘妈做好早餐，两人吃饱喝足后就打了个车朝着城外驶去。临城的城门口，街道两边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这里同样有大量的店铺，武器店、药剂店、道具店基本上都有。楚辞和刘长河并没有去这些店铺，之前他们已经在商场里买了不少东西，足够他们出城使用了。而且这里的武器店卖的都是10级以上的，毕竟能够出城至少需要达到10级才行，城外的怪物最差都是10级。走吧，咱们先去职业者工会等级。楚辞看着一座巨大的建筑物道，而职业者工会则隶属于大夏官方，只有达到10级后才能来登记。刚觉醒职业只能算是准职业者，只有达到10级，意味着完成了第一个破境任务，再在职业者工会完成登记，才算正式职业者。成为正式职业者的好处很多，比如可以接取委托任务赚取金币，能够使用城内的传送阵组建帮会。这一次楚辞不但要登记成为正式职业者，同时也打算出城之前接取点任务，顺便完成。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打算挂个收购09的任务。和刘长河进入职业者工会内，里面的人不少，能够出现在这里的最差也是10级。楚辞和刘长河的到来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都惊讶地看着两人，毕竟看楚辞和刘长河稚嫩的面容，明显还是学生。今年职业觉醒才过去3天，已经有孩子达到10级了。这些人也只是好奇，倒是没有人来打扰两人。楚辞和刘长河也径直来到了登记的窗口。由于职业觉醒才过去3天，达到10级的学生还很少，甚至是没有，所以这个窗口并没有人。这位大哥，我们来登记正式职业者。刘长河看着窗口后面正无聊的青年道：你们是临城今年的学生？这么快就10级了？青年惊讶地看着楚辞和刘长河，因为这还是他今年第一次遇到来登记的。没有意外的话，眼前这两人应该是今年整个临城最先达到10级的学生。刘长河笑着点头，随后将学生证和身份证递给对方。第23章出城野外练级。原来是一中的同学，刘长河是吧？不错嘛，还是稀有职业，展示一下等级。青年很快在电脑上查到了刘长河的信息，刘长河也直接显示出自己的等级。果然已经10级了。青年说着又看向了楚辞，这位同学也是来登记的吧？楚辞点头，也将自己的学生证和身份证递给对方，同时显示出自身的等级。一中的楚辞同学虽然是普通级职业，但既然能够这么快达到10级，将来不可限量，后面可要继续努力。青年也查到了楚辞的信息，脸上带着笑容，你们还是今年前2位来登记的学生，干得不错，去年咱们临城第一个达到10级的，花了5天。说话间，青年也开始为两人办理登记的手续，倒是没有任何麻烦，只是几分钟就搞定了。这是你们的职业者徽章，恭喜你们成为正式职业者，距离高考还有不到半个月，你们好好加油，为咱们临城争光。如果有什么麻烦，也可以来我们职业者工会反馈，我们会尽力解决你们的问题。青年将2枚职业者徽章从窗口递给两人。职业者徽章，特殊装备，佩戴后经验挣 1%， 佩戴要求10级。楚辞看着手中徽章的信息，没想到还有加经验的效果，虽然只有 1%， 但也算不错了。对了，你们扫一下旁边的码，下载一个职业者工会 App， 注册之后里面有详细的工会介绍，上面可以接取任务，当然完成任务后还是需要来工会提交的，如果要委托任务也是要来工会的。青年继续道。随后楚辞和刘长河下载了一个 App， 注册之后登录，首先弹出的就是新人介绍，大概说明了工会的各种功能。先去那边发布个委托任务。
楚辞说着，来到另外一个窗口前，领取了一张委托任务表，填写收购稀有级和史诗级的灵酒，最后交给工作人员，留下了100万任务金币。楚辞在手机上看了一下，任务已经发布了，不过暂时还没有人接，楚辞也不意外，毕竟才刚刚发布。走吧，事情办完了，咱们该出城练级了。楚辞道，随后和刘长河离开了职业者工会，朝着城外走去。刚刚来到城门口，一道身影正站在这里。爸，你怎么在这儿？刘长河开口道，对方正是他的老爹刘云。果然已经10级了。刘云直接给刘长河丢了个探查术，确定对方的确达到10级，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你们不是说要出城练级吗？我给你们准备了一点东西。随后刘云取出2个储物戒给2人，这里面有一些药剂装备，正好适合你们10级用，另外还有一份地图，记录着咱们灵城周围怪物的分布，标注了绿色区域的你们可以去练级，但是红色区域绝对不能去，那里最少也是20级的怪物，偶尔还会出现30级的怪物。听着刘云的话，楚辞也才意识到自己的准备不足，之前竟然都没有想到去搞一份地图。对了，我还给你们各自准备了5把信号枪，还有2张特殊制造的面具，城外不比城内，不但要小心那些怪物，也要小心其他职业者，如果遇到什么危险，立刻发射信号枪，我们会及时去救援。他没有阻止自己儿子出城练级，孩子已经长大了，也该去自己闯荡。你小子多听听小楚的，小楚，你可要看着他，别让他一出城就放飞自我了。刘云看着楚辞道，他猜到自己儿子能够这么快达到10级，应该是和楚辞有关，但没有询问的必要。刘叔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看着他的。楚辞笑着点头，行，我还要去那边巡视，就不多说了，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刘云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本就是城卫军的队长，请了假才来见2人一面，还是我爸考虑的周到，不然咱们出城后都不知道该去哪里练级。刘长河笑着道。楚辞点头，随后取出了刘云刚才说的面具，一个黑脸，一个白脸。隐匿面具普通级，能够遮掩你的面容，并且屏蔽等级不超过你10级的职业者探查。2个面具都是一样的效果，楚辞选了白脸，刘云则选了黑脸。戴上面具后，2人来到城门口，在出示了职业者徽章后便出城了。随着逐渐远离灵城，2人也陆续感受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氛，空气之中都飘散鲜血的气味，偶尔还能听到兽吼声，看到有人在远处打怪，也有人发现了他们，但双方都保持着安全距离，这是在城外，没有法律的约束。好在一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很快2人就来到了地图上标注的练级区域。老楚，快看前面有怪物。刘长河也早就收起了嬉皮笑脸，指着前方小声道。楚辞看去，果然看到5只状如猎狗的怪物正从一个小山坡后面走出来。当2人发现这些怪物时，对方也发现了2人，几乎没有任何犹豫，5只怪物就朝着2人扑杀过来。和新手副本之中那些怪物没有仇恨之不同，野外的怪物只要看到了你，那就会主动进攻。疾风猎狗，普通级，等级11，生命值2000，攻击254，物理防御64，魔法防御38，技能撕咬。看了一眼属性，楚辞直接操控5柄灵剑飞出，负367570，负808654。5个恐怖的伤害出现，纵然刘长河早有准备，还是被吓了一跳，这特么也太猛了。你的队伍击杀了11级疾风猎狗，经验值加5，额外获得 2.5 经验值。5只怪物全部死亡，让楚辞获得了 37.5 经验值，刘长河则获得了25点，毕竟楚辞还有 50% 的经验值加成。继续前进，楚辞道，同时也将10柄灵剑散出去，悬浮在100米范围内。拥有剑心天赋的他，已经可以让这些灵剑给他提供视野。100米的距离，若是发现了怪物，也能提前将其击杀，免得发生意外。荒野上，2人的速度不快，但也没有任何的停歇。一路上只要发现了怪物，还不等怪物反应过来，就全部被楚辞击杀。有时候刘长河都还没有看到怪物的踪影，就得到了获得经验值的提示。老楚，我突然感觉好废。2个小时后，再次得到经验值提示，刘长河叹了口气道：虽然他已经做好了躺着的准备，但这种怪物都看不到就被楚辞击杀的感觉，还是让他有些不自在。你好好保护我就行了，我的攻击虽然高，但的确太脆了。楚辞笑着道，同时取出了地图，别愣着了，前面就是10级副本。说着，2人继续前进，1刻钟后来到了10级副本前。第24章，鸡哥的请求，噩梦级任务，哥布林地堡。这是灵城外10到19级的副本。当楚辞和刘长河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正聚集着上百个职业者，大部分都在15级以上。这些职业者基本上都是去年高考失利，没有考上大学，留在灵城的。当楚辞和刘长河2人到来，顿时吸引了这些人的目光。哟，这是来新人了？不会是今年的高3学生吧？不会吧，
距离今年职业觉醒不是才过去3天吗？怎么可能有人这么快就达到10级？谁知道呢？说不定咱们凌城出天才了。众人说着，便是一阵嬉笑。之所以看出两人是新人，还是因为两人戴着面具，毕竟现场其他人都没有戴面具。楚辞并没有理会，倒是刘长河一脸的不爽。你们两个是今年凌城的高3学生？这时，一名留着鸡冠头的男子拦住了两人的去路。是鸡哥，这两个家伙要倒霉了。这鸡哥2年前也是高3学生，可惜差了1分，导致没有考上大学。之后鸡哥就一直待在凌城，明明已经19级，却不去做破镜刃，反而每年喜欢堵在哥布林地堡这个副本门口，就是想欺负一下那些刚走出校园还未成长起来的学生，以此来获得满足感。鸡哥虽然考不上大学，但那些能考上大学的还不是要被他欺负。听说去年这家伙堵住一个小女生，不知做了什么，把人家都气哭了。要说还是鸡哥关系硬，这都没有被程卫军抓走关起来。一旁看戏的众人诉说着鸡哥这些年来的历史，同时也同情地看着楚辞和刘长河。有事？楚辞抬眼道：你们两个别紧张，我可是好人。鸡哥露出和善的笑容。楚辞和刘长河看了一眼对方那5颜6色的鸡冠头，虽然没有说话，但眼神却说明了一切。嘿嘿，这不是当大哥都要有点特别的标志吗？鸡哥说着，双掌合十，抚摸了一下自己的鸡冠头。怎么样，帅吧？楚辞和刘长河一脸无语，但此时也看出对方的确是没有恶意，只是不知道为何拦住他们。两位小兄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纪元。本来他们是叫我季哥的，结果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叫着叫着就成鸡哥了。纪元说着，一脸的不爽。楚辞和刘长河表示没有觉得你很讨厌这个称号，毕竟你这鸡冠头都搞出来了。你找我们有事？刘长河问道。的确有事，咱们能不能去那边聊几句？纪元指了指不远处的大树。楚辞思索了一下，便点头答应。他倒要看看对方想做什么，若是想对他们动手，正好在僻静的地方干掉对方。很快，3人来到了大树下。说吧，什么事情？刘长河问道，半个身体也挡在楚辞前方。实不相瞒，鸡哥我心里苦啊，大学没考上就算了，结果特么的达到19级后，竟然得到了一个噩梦级的破镜任务。老子只是个普通级职业啊，竟然给老子噩梦级任务，这不是让我送死吗？没办法，谁叫我这么衰呢？只能想办法去做这个任务，所以我每年都会在这个副本入口等着，就盼着咱们凌城有天才出现，能够帮我把这个任务给做了。他们都说老子心理变态，因为没考上大学，专门卡在19级，就为了欺负新生，这特么都是放屁。老子这么做不是有病吗？我要是能升级，还卡在19级干嘛？接下来就是鸡哥声泪俱下的诉苦时间。楚辞和刘长河也算是明白了对方的目的。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楚辞道：没错，往年咱们凌城的高3学生至少也需要5天才能达到10级，结果这才第3天你们就来了，肯定是天才。你们放心，鸡哥我这些年还是有些积蓄的，只要你们能够帮我完成这个任务，我直接给你们100万金币。当然了，我也不可能完全相信你们，至少在高考前你们要达到15级才行，证明你们有这个实力。到时候就算最后任务失败了，我也可以给你们10万金币当辛苦费，你们觉得怎么样？鸡哥期待地看着楚辞和刘长河，这19级卡的他太难受了。噩梦级任务虽然困难，但咱们凌城这么多人，刚才那边还有不少等级都比我们高的，应该有机会帮你完成任务吧？刘长河疑惑道。兄弟，你这话就错了。你想想，现在能来10级副本的都是些什么人？除了你们这些新生外，其他人至少都觉醒职业1年了，还来10级副本，你指望他们有什么战力？帮忙？他们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我这任务可是一个不慎就要死人的，我也不能让他们去送死吧？纪元认真道，所以我才找到你们这种天才，或许还有机会能够帮我完成任务。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们就会帮你？楚辞道：200万，只要你们帮我完成任务，我给你们200万金币。鸡哥直接涨价。楚辞兴趣不大，200万金币他刷一次地狱级副本也不止赚这么点，不过还是随口道：我对钱没兴趣，有09吗？原来兄弟你好这口啊，没问题，只要你帮我完成任务，高级09管饱。鸡哥道。楚辞不说话，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鸡哥讪笑一声，也知道就算高级09管饱也比不上200万金币。史诗级09，你要是有的话，我可以帮你。楚辞直接道，这话已经算是他拒绝了，毕竟他也不相信对方有史诗级09。当然，他也没有指望对方能够拿出史诗级09，而是觉得对方在凌城职业者圈子里混了这么久，说不定能有史诗级09的消息。兄弟，你这可就为难我了，那可是史诗级09，这玩意儿我都没听说谁有过。不过你要是想要稀有级09，做完任务后我还能给你。鸡哥无奈道。本来打算直接走人的楚辞听到这话顿了一下，你有稀有级09？现在还没有，不过
我这任务奖励稀有级09。说着，鸡哥也将自己的任务展示给了楚辞两人。剑手绿影，噩梦级，你将会被传送至绿野营地，这里隐藏着100至20级稀有级怪物，请将它们全部击杀。该任务可组队，队友最多3人，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任务完成奖励：绿野酿，稀有级 X50，自选技能卷轴，史诗级 X1，自由属性点 X500，随机职业装备，稀有级 X1。绿野酿，稀有级，据说是某位生存在野外的强者采集花草雨露酿制而成的零酒，饮用后在1个小时内暴击率正 30%， 暴击伤害正 30%， 攻击速度正 30%， 有 10% 的几率获得永久属性点。第25章，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楚辞眼睛一亮，绿野酿这效果明显比之前他喝的稀有级青鱼酒好太多了，在稀有级的零酒之中都属于极品的那种。这也正常，青鱼酒明显是职业者自己酿造出来的，而这绿野酿却是世界意志制造的，效果自然天差地别。怎么样，兄弟，你要是真能帮我完成任务，我可以全部给你。纪元咬牙道，他也知道绿野酿有多极品，放在市面上至少也要50万金币一坛，50坛就是足足2500万金币了。但只要能够完成这个卡了自己快2年的任务，一切都是值得的。当然，一切都建立在楚辞能帮他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下。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楚辞点头，也看出对方的确很有诚意。2500万金币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也可以看出20级的破境任务的确更值钱。什么要求？把这个用了。楚辞说着，将一件东西扔给纪元。纪元接过后一看，直接呆愣在原地，然后震惊地看着楚辞：“你疯了还是我疯了？这可是噩梦级任务，你竟然还让我用任务提升卷轴？”没错，楚辞给他的正是任务提升卷轴。噩梦级任务就奖励稀有级09了，如果是地狱级任务，说不定能有史诗级09。但纪元却是差点没崩溃，噩梦级任务就差点把他逼死，更别说地狱级任务了，这特么是完全不给他活路啊！我给你考虑的时间，等我们刷完副本出来后，你给我答案。楚辞也知道，就这么让对方把任务提升到地狱级不可能，毕竟对方又不了解自己，而眼前这个10级副本正好是对方了解自己的机会。说完，楚辞就带着刘长河朝着副本走去，但刚走出2步，楚辞又转头对着纪元伸出手：“任务提升卷轴的钱给我。”最终纪元还是将钱给了楚辞，看着楚辞和刘长河离开的背影，又看了看手中的任务提升卷轴，只感觉一片茫然。现在的新人都这么狂了吗？噩梦级任务看不上，还想完成地狱级任务，这家伙不会是想坑我吧？纪元忍不住想到，这要是真的提升到地狱级，对方又帮他完不成，自己这辈子不就毁了？他也看出楚辞是想用副本来证明实力，可10级的副本而已，又能证明什么实力？难不成你还能刷地狱级难度的副本不成？地狱级，随着楚辞选择了难度，他和刘长河也进入了副本之中。而看到2人进入副本之中，副本门口闲着没事的众人也热闹起来。鸡哥怎么回事？竟然放过他们2个了？这还不明白？肯定是看他们身上没有什么好东西，让他们去刷副本搞点东西出来。2个新人能刷到什么好东西？你们说他们能够在副本里面坚持多久？我估计最多半个小时就得出来。那可不一定，这2个新人能够这么快达到10级，估计有稀有级职业。如果是普通级副本的话，我觉得1个小时还是没有问题的。开盘了，开盘了！而在外界热闹之际，楚辞和刘长河也已经进入了副本之中。和之前的副本一样，2人出现在了石台上，而周围则是一副地窟模样。在距离石台10米外，正有50只哥布林手持大棒巡逻。哥布林战士，高级，等级10，生命值5000，攻击387，物理防御141，魔法防御94，技能猛击。10级的地狱级副本难度果然强，不但怪物属性高，而且门口就堵着50只怪物，实力不强都出不了门。不过这些对楚辞来说都不是问题，50柄灵剑飞出，伴随着一个个恐怖伤害升起，50只哥布林战士全部被秒杀。你的队伍击杀了10级哥布林战士，由于是地狱级副本，经验值提升8倍，你获得20经验值，额外获得10经验值。前面说过，普通级副本获取正常经验，也就是击杀同级怪物获得5点经验值。困难级在普通级上翻倍，噩梦级在困难级上翻倍，地狱级在噩梦级上翻倍，也就是地狱级获得普通级的8倍经验。但是因为组队所以减半，不管是几个人组队都只是减半，所以要么不组队，组队的话人越多，性价比越高。再详细说一下，免得大家不知道怎么算的。你的队伍击杀了10级哥布林战士，由于是地狱级副本，经验值提升8倍，你获得20经验值，额外获得10经验值。看着一道道提示，楚辞和刘长河都露出了笑容，果然还是刷副本
获取经验值最快。走吧，咱们加快速度，争取再刷一个记录。刚才我看了一下地狱级副本的记录，第1名的小队花了15个小时才通关，咱们争取在4个小时内搞定。楚辞说着，便和刘长河加速跑起来。刘长河虽然是来躺的，但也没有完全躺，至少把守护之光给楚辞加上，防止出现意外。两人的速度很快，楚辞直接将100柄灵剑放出去，这些灵剑也能充当他的眼睛，只要发现了怪物就直接秒杀。一路刷怪，只是半个小时不到，楚辞的等级率先达到了11级，535000。你的等级提升至11级，你的每项属性增加10点，获得50点自由属性。10级之后，每提升1级，每项属性增加10点，获得50自由属性点。20级之后，每提升1级，每项属性增加50点，获得100自由属性点。楚辞和之前一样，将属性点全部加在自己的力量上。姓名：楚辞，职业：九剑仙，为1，等级11级，035000，生命1250，法力650，力量715，敏捷65，体质125，精神65，智力65，物理攻击1430，法术攻击130，物理防御125，魔法防御65，伤害加成295.35倍。技能：探查术、御剑术、剑斩、回柳身法、归心剑阵、万物可破、剑盾、修养、回灵之法、烈焰斩击、剑法精通、闪身、割裂强击、蓄力一击、连击。天赋：九仙、剑仙、坠凡、剑心。第26章秒杀 BOSS，300万伤害。因为有先锋剑袍的缘故，增加了50体质，所以让他的血量破1000了。不过看着11级所需要的经验值，楚辞也忍不住深吸一口气，这经验值需要的太恐怖了。他现在刷的是地狱级副本，有8倍经验，再加上异象提供了 50% 经验值加成，相当于12倍的经验值。想要提升到12级，只需要再击杀近600只同等级的怪物就行了。但那些只能刷普通级副本的学生，足足要杀7000只同级怪物才能升级，差距可谓是恐怖。难怪每年能够达到15级，基本上都会被青龙学院招收，这升级难度还真不小。楚辞暗道。随后他带着刘长河继续刷怪，此时他们碰到的都是12或者13级的怪物，经验值获得的更多。同时他也发现自己达到11级后，御剑术的效果发生了变化。10级的他只能操控100灵剑，范围也只是100米，但11级的他却能够操控200灵剑，范围也达到了200米。这一变化让楚辞感到欣喜，没想到10级之后，御剑术的效果会提升的这么强。他估计等他达到20级后，每提升1级能够操控的灵剑应该能够增加1000，范围也会增加1000米。若是按照这种提升，等他8、90级了，岂不是能够操控上千万上亿的灵剑，攻击范围也能达到1000万1米。想到那时候的画面，楚辞升级的动力更强了，这也导致不到半个小时，刘长河也达到了11级。时间一点点过去，两人遭遇的怪物等级和实力都是提升，但却依然无法阻挡两人的脚步。任何怪物在楚辞恐怖的伤害下都不够看，只要血量没有超过30万，都会被他秒杀。就算超过30万，触发暴击也能秒杀。在猎杀怪物的过程中，楚辞也没有闲着，时不时的拿出酒葫芦喝一口，提升技能熟练度。虽然他现在还用不上技能，但若是需要用到，也不能没有。时间缓缓过去，1个小时、2个小时，在楚辞两人疯狂刷怪的时候，副本外的众人却有些不耐烦了。什么情况？都2个多小时了，他们竟然还没有出来，这就是天才吗？第一次进副本竟然就坚持了2个小时，也有可能是他们死在里面了。别乌鸦嘴，虽然咱们都是废物，但我们能这么废物的活着，还不是靠着这些天才撑着。纪元也在人群中，他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盯着副本入口。时间继续流逝，一晃便是3个小时过去，楚辞和刘长河也来到了副本深处。这里有一个成为废墟的城堡，而在城堡外的广场中心，正有一头较小的拿着法杖的哥布林。哥布林牧师，10级，等级20，生命值240万，攻击3487，物理防御1041，魔法防御1254，技能治疗光环、减速光环、防御光环、圣光冲击。看着最终 BOSS 的属性，楚辞也是稍微有些惊讶，没想到这 BOSS 竟然还是个牧师，而在 BOSS 的身边还有100只哥布林守卫。狂暴哥布林，稀有级，等级19，生命值10万，攻击1587，物理防御658，魔法防御284，技能狂暴猛击，哥布林弓手，稀有级，等级19，生命值8万，
攻击1387，物理防御447，魔法防御210，技能流矢精准，哥布林盾位稀有级，等级19，生命值15万，攻击787，物理防御1247，魔法防御874，技能流矢精准。100只哥布林之中，狂暴哥布林有50只，弓手20只，盾位30只。这10级的地狱级副本难度还真是恐怖，就算是19级的百人队，稍有不慎也会在这里全军覆没。刘长河暗暗咂舌，本身100只稀有级怪物就很难杀了，再加上 BOSS 又是个牧师，难度更是直线飙升。楚辞没有说话，看了一眼自己的等级，一路杀了不少怪，如今他已经13级，力量达到了835点，物理攻击也达到了1670。在不触发暴击和使用技能的情况下， BOSS 和哥布林盾位还秒不了，但其他怪物倒是能够一剑秒杀。而此时这些哥布林也发现了楚辞两人，在 BOSS 大叫一声后，顿时那50只狂暴哥布林就提着大刀朝两人冲杀而来。哥布林弓手也没有闲着，躲在狂暴哥布林后面拉弓，哥布林盾位则护卫在 BOSS 身边。楚辞自然也没有犹豫，已经达到13级的他已经能够同时操控300柄零件，攻击范围也达到了300米。当那些狂暴哥布林冲入攻击范围时，一柄柄零件在空中化作一道道流光飞出。-298540， -656788，暴击。-298540，一道道恐怖的伤害飘起，50只狂暴哥布林在距离两人还有200米远的地方全部被秒杀。躲在哥布林盾位之中的 BOSS 看到这一幕，似乎也呆了一下，刚举起的法杖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这依然没有结束，零件继续飞出，转眼间就来到了那些哥布林弓手眼前。这些弓手的攻击距离是200米，但楚辞根本没有在攻击范围内，这就造成他们只能承受楚辞的攻击。-360785，哥布林弓手可比狂暴哥布林脆多了，随便一剑就是30多万的伤害。随着一道道经验获取提示出现，30只哥布林弓手也转瞬间全军覆没。最终楚辞的目光看向了 BOSS 和那20只哥布林盾位。剑斩，这一次楚辞使用了技能剑斩，这个技能在他坚持不懈的喝酒下已经达到了8级，可以对目标造成600%的伤害。本身他的伤害就高，再加上技能又提升了6倍的伤害，结果自然是恐怖的。-748,710， -1692084，暴击。20只哥布林盾位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恐怖的伤害一波带走，其中更是出现了上百万的伤害。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快的 BOSS 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释放技能。看着自己的手下倒在地上， BOSS 眼中露出了人性化的茫然。到底谁才是 BOSS？ 但他的茫然并没有持续多久，楚辞也不准对方茫然，没有了盾位保护的 BOSS 就是案板上待宰的鸡。-1676083，暴击，万物可破。一剑落下，直接展示血条消失术， BOSS 的生命值瞬间便只剩下了不到100万。就在 BOSS 打算反抗之际，又是一个更加恐怖的伤害从其身上飘起。-301650，暴击，万物可破，连击。万物可破，被动技能，你对目标造成伤害时，有 10% 的几率无视对方 20% 的防御，5级。连击，连续对目标造成2次攻击，第2次伤害提升 80%， 冷却时间40秒，6级。吼！一道吼叫声从 BOSS 喉咙之中发出，最终不甘的倒下。憋屈，作为 BOSS 的他第一次这么憋屈，一个技能都没有放出来，竟然就被秒了。而随着 BOSS 倒下，一道道提示音也在楚辞和刘长河眼前弹出。第27章通关副本，史诗级09，你的队伍击杀20级哥布林牧师，史诗级，经验值加140，额外获得70经验值。你的队伍击杀哥布林地堡10到19级，副本 BOSS 获得经验值2000点。你的队伍成功刷新哥布林地堡10-19级地狱级副本记录，通关时间为3小时27分钟06秒，获得奖励致命徽章，史诗级，金币 X50万。致命徽章，史诗级，当你受到致死攻击时，将会免疫此次伤害，解除自身所有负面状态，并恢复 10% 生命值和法力值，使用次数1。看着副本的奖励，楚辞眼睛一亮，虽然这致命徽章是一次性道具，但其效果无疑是非常强大的。有了这玩意儿，相当于多了一条命。毕竟这不是真正的游戏，一旦死了，那就是真的死了，不会给你泉水复活。老楚，你是真牛逼啊！20级的史诗级 BOSS 竟然都被你秒了。你看到你刚才的伤害了吗？300万啊！我他妈打 BOSS 都不破防，你竟然有300万伤害！刘长河一脸的激动，这伤害太恐怖了，他感觉在伤害方面，就算是自己那49级的老爹都比不上楚辞。机操物6，看看 BOSS 爆出了什么东西。
楚辞笑着道：“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也是正好碰上了暴击，否则也就100多万伤害而已。”随后，刘长河开始捡 BOSS 和那些稀有级怪物爆出来的东西，数量不少，有上百件，技能书、装备、怪物材料、稀有道具基本上都有。装备他们两人穿戴不了，最差都要达到15级才行。BOSS 爆出来的装备更是需要20级才能穿戴。把咱们能用的装备选出来，之后等级到了就能穿，一些有用的道具也可以留着。楚辞道。刘长河点头，然后清点分类起来，其中有些道具还是不错的。随机传送卷轴，稀有级，随机传送到方圆100公里任何地方。生命复苏药剂，史诗级，服用后瞬间恢复100%的生命值，并在之后的半个小时内获得每秒恢复1%生命值的效果。鉴定时，稀有级，能够对未知物品进行鉴定，物品等级越高，鉴定成功率越低。像这些比较珍贵的道具，楚辞自然准备都留着，不一定能用上，但要用的时候也不能没有。将用不上的东西清点出来后，两人计算了一下，这些东西卖个上千万金币没有问题。如果再加上他们留下的东西，楚辞和刘长河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金币，估计光是一个史诗级的生命复苏药剂就能价值几千万。这就是地狱级副本的含金量啊，刷一次一辈子吃喝不愁。刘长河笑着道，但能够刷通地狱级副本的职业者太少了，更别说像他们这样2个人就刷通了，而且其中一个还是来躺的。走吧，该出去了，今天是没法刷了，只能等明天。楚辞喝了口酒说道。这一次副本收获很大，除了各种装备道具外，他的等级提升了3级，达到13级。刘长河稍微差一点，但也达到了12级。距离高考还有14天，意味着他们还能刷13次，应该能让等级达到20级。而且还有一个地狱级任务在等着自己，相信此时鸡哥已经做出了选择。随后，楚辞和刘长河就退出了副本。而在副本门口，此时正在等待的众人正一脸呆滞地看着记录石碑。我没看错吧？这上面的记录是不是刷新了？卧槽，这个隐藏小队也太猛了吧！3小时半竟然就通关了地狱级副本。地狱级副本啊，上一次的记录还是几十年前刷新的，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还能看到记录刷新。话说好像就那2个人在副本里吧？也就是说，那2个新人就是这个隐藏小队。这话一出，现场所有人沉默了，但心中的震撼却更加浓烈。100人的地狱级副本被2个新人刷通关了，不但通关了，而且还刷新了记录。这2人应该不是咱们灵城的吧？有人忍不住道，灵城有这妖牛逼的存在。也在这时，副本入口一阵扭曲，2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正是楚辞和刘长河。当2人一出来，现场上百人齐齐行注目礼。虽然这些人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楚辞和刘长河还是从这些人瞪大的双眼读出了特别的情绪。楚辞没有理会这些人，目光扫视一圈，最后落在了纪元的身上。接着在众人的注视下，楚辞朝着纪元走去，所过之处，众人纷纷让开道路。考虑好了吗？楚辞问道。纪元本来还在愣神，但听到这话也反应过来，随后直接取出任务提升卷轴当场使用。剑手绿影，地狱级，你将会被传送至绿野营地，这里隐藏着100至20级史诗级怪物，请将他们全部击杀。该任务可组队，队友最多1人，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任务完成奖励：清风雨露，史诗级 X1，随机职业天赋卷轴，史诗级 X1，自由属性点 X1000，随机职业装备，稀有级 X1。清风雨露，史诗级09，由精灵族采集春日清风、夏日雨露酿制而成，饮用后在6个小时内生命值正 50%， 攻击伤害正 30%， 技能冷却时间负 60%， 暴击率正 40%， 暴击伤害正 40%， 第一次饮用时所有技能提升1级。楚辞露出了笑容，对于史诗级09的效果他并不在意，因为他饮用之后是无法获得这些效果的。相比于这些效果，他更在意的还是饮用史诗级09后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技能。大佬，求带！纪元一脸期待地望着楚辞，心中也充满了紧张。如果这会儿楚辞转头就走，他还真没有办法，同时他这辈子也要毁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吧。没问题，大佬稍等。纪元说着急忙朝着一旁跑去，很快开着一辆越野车出现，大佬上车。随后楚辞和刘长河一起上车，纪元则开着车子快速离开。而副本门口的100多人面面相觑，在安静了几秒后才有人开口。你们不去抢吗？有人问道。这话一出，顿时收获了所有人鄙夷的眼神。他们当然对楚辞2人在副本的收获感兴趣，那可是地狱级副本，而且还是刷新了记录，必然有额外的奖励。若是能够得到对方的收获，必然会一波肥。可他们更加清楚，2个人就打通地狱级副本是什么概念。在座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加起来估计都不够别人一个技能杀的。他们可不想去送死。第28章，这些怪物还挺讲规矩。就这儿吧。当车子开到一处山坡前，
楚辞开口道：“大佬，咱们还是直接回灵城吧，野外不安全，毕竟那可是地狱级任务，肯定要花1-2个小时才行。”纪元道：“没事，很快的，就在这里吧。”楚辞摇了摇头，20级的史诗级怪物虽然抗揍，但在他的伤害面前还是不够看。见楚辞坚持，纪元最终还是停下了车。组队吧，刘妈你在这里等会儿。刘长河点了点头，同时取出了一枚徽章递给楚辞，这玩意儿你带着，以防万一。这徽章正是致命徽章，楚辞和刘长河都有一枚。本来楚辞觉得不用，不过想了想，还是带着吧，万一真的遇到危险就麻烦了。有2枚致命徽章在身上，楚辞的安全感拉满。大佬，咱们现在就开始。开始吧。随后纪元便开始了地狱级任务，楚辞也接到了提示，点击同意后，2人消失在车内。随着白光一闪，楚辞和纪元出现在了石台上，而他们的面前则是一片森林。大佬，这片森林之中一共有20个营地，每个营地都有5只怪物，如果能够逐个击破还好，我也不至于被卡了这么久。可只要攻击了一个营地，就会惊动剩下19个营地的怪物前来支援，我试过很多次，根本就没法打。当然，这些信息都是噩梦级的，现在任务已经达到了地狱级，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就不清楚了。纪元将自己之前了解的信息都说了一遍，楚辞的目光看向了石台100米外的一个绿色帐篷。这帐篷不大，大概5米长，3米宽，而那些怪物就藏在帐篷之中。后面来支援的怪物是一起到，还是中间有一定的间隔？有一定的间隔，大概5分钟会来一批，地狱级的我不清楚。行，我知道了。楚辞说完，在纪元震惊的目光中，一柄灵剑快速飞出，朝着100米外的帐篷飞去。灵剑落下后，倒是没有伤害飘起，不过帐篷却直接炸裂开来，同时5头史诗级怪物出现。大佬小心！纪元神色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随时打算退出，毕竟这可是史诗级怪物，比之前他噩梦级任务时遇到的稀有级怪物强太多了。楚辞没有说话，只是又有99柄灵剑快速飞出。归心剑阵，这99柄灵剑和刚才那一柄灵剑直接组成剑阵，将5头怪物围困在其中。吼！5头怪物纷纷咆哮怒吼着，声音响彻天地，而远处也同样响起一道道吼声回应。看来其他怪物已经朝着这里赶来了，那你们就没有作用了。楚辞想着，100柄灵剑直接展开攻击。100柄灵剑化作一道道流光，在这些怪物身上穿梭，每一道剑光都会带起高额的伤害。-125847， -158471， -324876，暴击！几乎是瞬间的功夫，5头史诗级怪物便在一声不甘的长鸣之中倒在了地上。这种属于考核的任务，击杀怪物后并不会爆出任何东西，也不会有经验值，否则职业者完全可以卡着任务不完成，天天在里面疯狂刷怪了。5分钟才来一波，有点慢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怪物快点？楚辞开口问道，主要是他担心外面的刘长河。本来以为进来后就能全部瞬秒，哪里想到这些怪物还挺讲规矩，还一波一波的来。啊，这我也不知道啊。纪元已经彻底懵逼了，他知道能够刷地狱级副本的大佬很牛逼，但也不至于这样牛逼吧。刚才那5只怪物，他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每一只长什么样，结果就被秒了。那可是史诗级怪物啊，不是普通级，这玩意儿是能瞬秒的吗？同时他也对那飞在空中的灵剑震惊不已，大佬这是什么神仙职业啊，竟然还能让剑飞起来，还是这么多剑一起飞。而听到大佬竟然觉得怪物来得太慢，更是差点给他干沉默了。之前还是噩梦级任务的时候，他是想尽办法希望其他怪物慢点过来，结果到大佬这里全反着来了。可想到大佬刚才瞬秒5只史诗级怪物的风采，又突然觉得挺合理的。行吧，那就等等。楚辞无奈，虽然他可以主动去找那些怪物，但深入森林之中难免会出现意外，他又太脆了，没必要去冒险。至于刘妈，对方应该不至于这么被遇到危险，真要遇到危险，对方也能抗一段时间。而且之前在副本里爆出来的很多道具都在对方身上，大不了用传送卷轴离开。很快5分钟过去，随着地面一阵颤动，密林之中顿时冲出5只怪物。纪元正要看看这5只怪物是什么样，却看到剑光闪过，然后是密密麻麻的伤害，5只怪物应声倒下。大佬真快！纪元心中在感慨之际，同时也兴奋起来。他知道这一次任务应该是稳了，而现在他可是地狱级任务，这要是完成了，光是那1000自由属性点就能让他在同级之中成为顶尖的存在，更别说还有天赋觉醒卷轴，这玩意儿完全能够让他这个普通职业成为高级职业。若是获得了一个强力的天赋，甚至不输那些稀有级的职业。看着楚辞的背影，要不是现在不合适，纪元都想给楚辞跪下来，直接拜为义父了。有这样的义父在，今后的破境任务岂不是能够全部都是地狱级？若是每个破境任务都是地狱级，自己这个普通级职业完全有机会比肩神话级职业啊！
义父，你说什么？楚辞转头一脸怪异的看着对方，应该是自己听错了吧？纪元脸一红，妈的，明明只是在心里想了想，自己怎么直接就喊出来了？嘿嘿，大佬，我是想问你这衣服哪儿买的？看起来真帅。纪元急忙道：任务奖励。楚辞恍然，果然是自己听错了，这家伙比自己还大，怎么可能叫自己义父呢？原来是被自己这身衣服吸引了，合理。大佬，你的破镜任务应该也是地狱级吧？虽然纪元知道自己说的是废话，但他宁愿让对方觉得自己蠢，也不想让对方知道刚才的真相。楚辞点头，这是根本用不着隐瞒，毕竟自己这伤害要说完成的不是地狱级任务，对方也不信。大佬，以后我还能请你帮我做破镜任务吗？纪元小心翼翼地问道。义父他是不好意思拜，但若是有其他办法，自然更好。可以，不过我需要09，至少是史诗级。楚辞随口道。不过他觉得对方应该是没有机会的，别看对方现在等级比他高，但以他的升级速度，很快就会超过对方。更何况史诗级的09也不是那么好获得的。纪元虽然不知道为何楚辞需要09，但他不在意，只是将这件事记在心中，打算之后就多关注一些09方面的消息。第29章，新的技能御剑飞行。时间一点点过去，基本上每隔5分钟就会有5头史诗级怪物从密林之中冲出来，结果自然都是一样的，全部被楚辞击杀。很快1个多小时过去，当再次击杀了5头史诗级怪物后，纪元也接到了任务完成的提示，两人退出考核空间，出现在了车上。怎么样，通过了吧？刘妈见两人出现问道。完成了。楚辞点头，感谢大佬的帮助，这是说好的史诗级09，另外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金币了，还请大佬笑纳。纪元一脸的兴奋，这可是地狱级任务，以前他是想都不敢想，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然能够完成这种顶尖任务。楚辞接过史诗级09，对于金币倒也没有拒绝，总共也就500多万金币。大佬，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在高考之前我可以给你们当司机，随叫随到，而且以后如果我得到了史诗级09，也能联系到大佬。纪元期待地看着楚辞。行。楚辞想了想同意了，有辆车的确方便很多，当然主要还是纪元的人品还不错，之前还叫他义父了，不会真以为他没听到吧？三人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纪元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义父他是不好意思拜，但有了联系方式，今后和大佬可以常联系。随后楚辞看向了手中的史诗级09，然后直接打开，仰头便灌了起来。刘长河倒是一脸平静，纪元则看得一阵愣神。那可是史诗级09，虽然他没有尝过，但也知道其效果，不应该刷怪的时候再喝吗？可想到大佬的伤害，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很快，楚辞将一坛09喝完。你引用了清风语录，史诗级，触发九仙天赋，获得技能御剑飞行。御剑飞行13级9剑仙专属技能，你可以操控灵剑进行飞行，该技能无熟练度，效果随着你的等级提升而提升，无上限。当看到提示，楚辞心中一喜，难怪之前无法御剑飞行，原来还有专门的技能。想到这里，楚辞当即下车，然后在刘妈和纪元震惊的目光中，直接踏上一柄灵剑，朝着天际之上飞去。卧槽，卧槽，大佬飞了，这特么是御剑飞行啊！纪元一阵惊呼，刘妈在短暂的震惊后则兴奋起来。老楚，快带我，我也要试试！刘长河下车后大喊道。听到刘妈的声音，楚辞也唤出一柄灵剑落到对方身前，刘长河带着激动站了上去，随后感觉一股特殊的力量将自己包裹，让自己不至于掉下去。下一秒，灵剑便带着他飞了出去。飞了，真的飞了！哈哈哈！刘妈飞在空中不断的大叫，兴奋的像200斤的孩子一般。纪元也下车了，看着在天际之上御剑飞行的两人，眼中充满了羡慕。但他并没有提出试试的想法，毕竟双方才认识不久，还没有资格提要求。可下一秒，一柄灵剑来到他眼前，然后他听到楚辞的声音：“你也上来试试。”多谢大佬。纪元眼睛一亮，御剑飞行啊，这谁能拒绝？当即纪元也踏上灵剑飞上天际，果然又增加了1倍的消耗。楚辞则看着自己面板的法力值，刚才他独自飞行的时候，每秒大概消耗1点法力值，当刘长河加入后，每秒则消耗2点法力值，如今加上纪元，则每秒消耗3点法力值。现在他的法力值是650点，独自飞行的情况下，大概能够维持10分钟左右，如果是2个人则只能飞5分钟，还算不错，毕竟我才13级，飞行能力可是60级的职业者才能做到。楚辞暗道，60级职业者被称为超凡强者，其最大的原因就是能够飞行。如今他才13级就获得了飞行能力，速度肯定比不上60级的超凡强者，但在60级以下的职业者中，一定程度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1分钟后，三人也回到了地面。
刘长河和纪元脸上都还带着意犹未尽。走吧，咱们去练级。楚辞坐上车，现在用御剑飞行赶路不太现实，还是坐车更好，去20级的练级区域吧。好嘞，大佬。纪元点头，他知道这是对方要带他练级。楚辞也的确是这个想法，反正带不带对方经验值都是减半，根本无所谓。随后纪元开车，楚辞则使用御剑术，让石柄灵剑环视在车子的方圆100米范围内，只要发现了怪物就直接杀，都不用下车。第一次感觉练级这么简单。开着车子的纪元感慨，虽然因为他达到20级，楚辞现在击杀的都只是15级以下的怪物，他无法获得经验值，但这种坐在车里就能练级的方式太爽了。老楚，咱们要不还是捡一下爆出来的东西吧。刘妈子还是那么节俭持家，虽然他也知道爆出来的东西比不上他们在副本的收获，但就这么扔着不管，他还是心疼。没必要浪费时间，咱们现在最主要的还是练级。楚辞摇头道，他倒是不心疼，他的意向还剩下不到4天的时间，他要趁着这段时间加紧练级。纪元对城外很熟悉，随着车子继续行驶，他们遇到的怪物等级也越来越高，就算他达到了20级也能吃到经验，这让纪元心中感慨，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被比自己等级低的带飞。1个小时后，车子也来到了20级区域，这里是一片密林，已经不适合再开车。大佬，咱们进去。纪元停下车后问道，你有办法将怪物引过来吗？楚辞问道，他不想进入密林之中冒险，万一怪物躲在暗中给他来一下怎么办？有。纪元点头，随后取出一根红色的香，这玩意儿叫引魔香，只要点燃之后散发出来的味道会吸引怪物过来，不过需要等一段时间，毕竟气味需要时间来扩散。你有多少？我身上倒是有100多根，这玩意儿不算多值钱，还是我以前买的。先点10根试试吧。10根？那引来的怪物数量可能会很多。点吧。楚辞还怕怪物不够多呢，多点怪物正好，可以更快的练级。随后纪元也不犹豫，直接取出10根点上，很快楚辞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第30章引魔香，刷20级怪物。随着引魔香点燃，3人也等待起来。中间也有零星的20级怪物从密林之中跑出来，不过全部都被楚辞秒杀。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本来还算寂静的密林变得热闹起来，地面开始震动起来。来了！楚辞打起精神，目光盯着密林，从地面的震感来看，怪物的数量绝对不少。熟悉后，率先有怪物从密林之中跑了出来。独角犀牛，普通级，等级21，生命值8000，攻击747，物理防御651，魔法防御547，技能撞击。这是一头独角犀牛，一出来对方就盯上了插在密林边缘的引魔香，红着眼就冲了过去，甚至对不远处的楚辞3人不管不顾。不过这独角犀牛刚刚动身，一道剑光出现，伴随着一个30多万的伤害飘起，直接变成尸体倒在了地上。但这还没有结束，独角犀牛刚刚倒下，密林之中又跑出来30多头怪物，至少都是20级，还有几头23级的。和独角犀牛一样，这些怪物也是朝着那些引魔香冲去，通红的双眼就好似见到了杀父仇人一般。楚辞可不管这些，如法炮制，剑光不断闪过，收割着这些怪物的生命。接下来就是正常的刷怪时间了，一头头怪物从密林之中冲出，全部被楚辞击杀。看着不断获得的经验值，本来还有些担心的纪元也露出了笑容。有大佬带就是爽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获得经验值，咱们也别闲着，弄点吃的吧。刘长河道，他知道自己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做好后勤工作。好嘞，刘哥。纪元屁颠屁颠地打开车子的后备箱，取出锅碗瓢盆、煤气罐子，开始生火做饭。别看纪元顶着个机关头，但在做饭方面还是很在行的，手艺不比刘妈差。在2个大厨的合力之下，半个小时就做好了5菜1汤。这时候引魔香也燃烧殆尽了，不过依然还有不少怪物从密林之中跑出来。又是1刻钟过去，或许是引魔香的余香散尽了，出来的怪物数量开始锐减，直至最后1头都没了。老楚，过来吃点东西休息会儿。刘长河喊道。楚辞点了点头，来到已经搭好的桌子前吃了起来。纪元吃得很快，楚哥、刘哥，你们歇着，我去把那些怪物尸体给收拾一下。我学了分解技能，你们放心，所有东西我都不要。纪元还是很懂人情世故的，刘长河跟着躺那是对方和楚辞关系好，但他要是心安理得的躺，他自己心里也不自在。清理一下也好。楚辞点头，那些怪物尸体可不少，这1个小时他至少杀了上千头，都堆成小山了。那我就去了，你们吃完后放着就行，等会儿我来写。说完，纪元就屁颠屁颠的朝着那些怪物尸体跑去。一个分解技能下去，怪物的尸体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材料。当然，也可以不用技能手工分解，如此还能保留怪物的肉，只是现在肯定不合适。这分解技能还挺好用，等回去后我也学一个。刘长河道。纪元不可能一直跟着他们，以后刷怪是楚辞的事情，
那处理怪物尸体就该他来了。楚辞点头，也打算学一个多门手艺，总归是没有坏处。等楚辞和刘妈吃完饭后，刘妈去洗碗了。这种小事总不能真的等纪元回来再洗吧？对方又不是他们的仆人。同时，纪元这边也差不多将那些怪物尸体都分解了。这些材料你都交给刘妈吧，我继续刷怪了。没问题，楚哥，咱们晚上就在野外还是回城？晚上的野外应该挺危险吧？的确挺危险的，很多怪物都喜欢夜间行动，而且晚上的怪物属性都有一定的增强。那就在野外吧，正好刷怪。说完，楚辞就再次点燃了10根引魔香，开始刷怪。这一天晚上，他们都在野外度过。晚上遇到的怪物虽然强了一些，但也有限，反正没有抗住楚辞一剑。或许是因为等级提升，属性增强，所以也没有多少疲惫。这一夜的收获是喜人的，报了多少东西，收获了多少材料，楚辞不知道，但他的等级却从13级提升到了14级，距离15级也不远了。刘妈也达到了13级，至于纪元，对方20级需要的经验值太多了，并没有升级。早上8点多，吃了口热乎的早餐后，楚辞决定回一趟灵城。一是他们需要将身上的东西卖掉，储物界实在是有些装不下了，另外也需要再买一些恢复法力的药剂，楚辞使用御剑术也是需要消耗法力的。然后就是购买引魔香了，一晚上基本上全部用完了，需要去采购一番。纪元和刘长河自然没有意见，纪元也打算去多买点菜，之前他只是准备了自己的口粮，现在3个人肯定不够吃。反正他是已经决定这几天就跟着这2位，虽然自己刷怪帮不上忙，但生活总要照顾好。有车的确方便很多，而且这车还是被纪元改装过的，只是2个小时不到，3人就回到了灵城。中途楚辞也看了一眼自己的委托任务，发现并没有人接，楚辞也不意外。在知道史诗级09的效果后，他就明白一般人就算有史诗级09也不会愿意买。直接去商场吧。楚辞道，他刚才接到了金海的电话，对方已经收购了不少新手剑，让他过去取。很快，纪元开着车子来到了商场，金海早就在商场门口等待了。见到3人出现，顿时脸上堆满了笑容，迎了上来。楚哥、刘哥，你们先忙你们的事情，我也正好去买点东西，等会儿咱们在停车这里汇合。纪元知道楚辞2人和金海有事情要谈，很识趣的没有打算跟着去。楚辞点头，随后和刘长河跟着金海来到了对方的店铺会客室之中。第31章养剑术。楚先生，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店铺立刻进行了新手剑的收集，目前已经收集了31471柄，不知道这个数量是否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后续是否还要继续收集？来到会客室，金海开口道。新手剑虽然是最低级的装备，但也是因为太低级了，很少会有店铺弄大量的存货，因为只有每年职业觉醒的时候才会有学生购买，而且购买的数量还不多。比如灵城，今年高3学生大概在5000人左右，但其中大部分人都只是生活职业，去练级的学生总共才400多人，而这400多人之中，又有一部分人因为职业的原因，并不会用剑类武器。每年灵城能够卖出去200-300柄新手剑，就算是不错了。之前楚辞买了2万多新手剑，这些新手剑都足够灵城用上几10年了。这也是为什么楚辞之前购买新手剑的时候，很多店铺都很开心，因为终于可以把这些垃圾给清仓了。不仅灵城是这种情况，其他城池也是这种情况。没有人会专门去制造1级的新手剑，一般只有那些觉醒了锻造师职业的学生，在一开始会制造出新手剑来练手，继续收集，一直持续到高考前吧。好的，楚先生，我会继续帮你收集。金海笑着点头，收集新手剑对他来说倒是不难，但他也不敢收集的太多了，万一楚辞要不了那么多，不就砸在自己手里了吗？随后，金海将那3万多的新手剑交给楚辞，而楚辞查看后也确定没有问题。09有消息了吗？楚辞问道。有了，我们帮您找到了一种09，名为秋风爽，史诗级。您说笑了，史诗级09岂是那么容易获得的？这秋风爽是稀有级，不过数量并不少，有30坛。楚辞眼睛一亮，虽然只是稀有级09，但这数量的确不少。这些09我都要了。听到这话，金海露出了笑容，心中也松了口气。进货30坛稀有级09，成本也花了500多万金币，这要是卖不出去，他可就亏大了，还好自己赌赢了。另外，恢复法力的药剂给我多来一些，还有引魔香、解毒药剂、解除负面状态的药剂都来一些。没问题，这些东西我会尽快让他们准备好。那接下来你就算一下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吧，刚才我买的东西就在里面扣。楚辞说着对刘长河点了点头，然后刘长河取出数个储物戒指，大量的物品出现。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帮你分好类了，不过具体价值还是需要你来评估的，慢慢来，我们不着急。楚辞道。而看着眼前的几座小山包，金海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在短暂的呆滞后就兴奋起来。2位稍等，我这就亲自清点，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纰漏。金海激动地说着，又对外面吼了一声：“小李，给2位上茶，再去弄点上好的点心。”很快，楚辞和刘长河吃着点心，喝着茶，金海则在一件件物品核算。天哪，这是稀有级项链，这效果和神器有什么区别？这是稀有级铠甲，肉盾职业穿上，谁还能打得动？法师的闪烁技能书，这玩意儿比稀有级道具还稀有。清点着一件件物品，金海心中的震惊更是难以遮掩。这2位是去刷了地狱级副本吗？怎么会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这还是他看到的东西，那些没有被2人拿出来看不到的好东西又是什么样的价值？压制着心中的震撼，金海清点的极为仔细。这么多东西，若是出现了纰漏，后果将会极为严重。这一清点就花了足足1个多小时。中途纪元也来了，对方早早买好了东西，在车上等着。见楚辞和刘长河一直没回来，就打了个电话，然后被叫过来一起喝茶吃点心。终于，当金海将最后一件物品清点完后，心中也如释重负。他可是足足清点了3遍，就是防止出现问题。先生，东西都清点完了，里面有稀有级，不用再介绍了。有什么东西我们很清楚，你就说多少钱吧。楚辞摆手道：“总共价值4532万8900金币，就算做4533万金币好了。你们店能吃得下吗？”能。1刻钟后，楚辞3人离开了商场，金海笑着相送。咱们凌城是真的出妖孽了。看着3人离开的背影，金海心中暗暗想到。本来他之前还不确定，但现在彻底确定了，刷新野猪林地狱级副本和哥布林地堡地狱级副本的绝对就是楚辞。这2个副本的记录被刷新，已经被凌城很多人知道了，尤其是哥布林地堡的地狱级副本。昨天消息一传回来，可谓是震惊了不少人。开始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还亲自去哥布林地堡副本的入口查看，最终被证实都是真的。金海之前还以为是某个路过的妖孽干的，可在今天看到楚辞拿出那么多东西后，就知道对方就是那个妖孽。虽然知道了这一点，但金海也只是藏在心里，并没有打算告诉别人。他知道如今最重要的是高考，他可不想凌城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妖孽，因为他暴露了消息而耽误高考，那他将会是凌城的罪人。地狱级副本都刷通了，今年咱们云中省的状元10有8九是咱们凌城的了。金海本来也是凌城人，一想到这里也是露出了笑容，有一种与荣有焉的感觉。楚辞可不知道金海的想法，此时他们在采购了所需要的东西后，再次离开了凌城。刚离开凌城，楚辞就拿出了刚才买的稀有级09秋风爽，直接喝了起来。之前已经见识过一次的纪元，这一次倒是没有惊讶，依然平稳地开着车子。等喝完一坛09，楚辞便查看了一下提示：你饮用了秋风爽，稀有级，触发9仙天赋，获得技能养剑术。养剑术，你可以运养自身的灵剑，当使用该灵剑攻击时，伤害提升 50%， 1/10级，0100熟练度。第32章，伤害再次提升600倍。看着自己新的技能，楚辞也是露出了笑容。要知道，他现在其实拥有近3万灵剑，这还没有算上刚才买来的3万多灵剑。但实际上，因为自身等级只有14级，他现在只能操控500灵剑，剩下的灵剑都被他收在体内，平日里根本用不上，纯粹是叠加伤害用的。但有了这个养剑术就不同了，他完全可以把平日里用不上的灵剑都养起来，若是遇到强敌直接爆发，相当于是底牌了。而且他养的灵剑越多，底牌也就越多。当敌人以为他只能爆发1次的时候，实际上还能爆发几万次，估计敌人会当场懵逼。当然，能逼他爆发的敌人肯定也不是简单货色。这还只是1级的效果就能提升 50% 的伤害，满级的效果肯定更加恐怖。想着，楚辞又喝了一坛秋风爽，然后熟练度增加100，养剑术也达到了2级，提升的伤害从 50% 提升到 100%。楚辞满意的点头，若是能够达到满级，伤害能够提升 500%， 不过还剩下28坛秋风爽，肯定不够达到满级，之后还要找金海多买一些才行。楚哥，咱们是继续去野外练级吗？纪元开着车问道。先去一趟副本吧。楚辞道，今天的副本还没有刷呢。好嘞。纪元点头，虽然他进不去哥布林地堡的副本，但他并不在意，以后练级的时间多了去了，现在最主要的还是给这2位爷当好司机，打好关系。很快，3人来到了哥布林地堡副本门口，楚辞和刘长河也早就戴上了面具。快看，是鸡哥来了，还有那2位大佬。我去，鸡哥竟然20级了，这是完成破境任务了。他的破境任务好像是噩梦级吧？噩梦级算什么？有那2位的帮助，我看就算是地狱级任务都能过。鸡哥这是巴结上2位大佬了呀，羡慕了。副本入口的人比昨日还要多几倍，除了昨天那100多人外，更多的还是听到消息前来这里查看的人，同时也想试试能不能蹲到楚辞2人。见到楚辞2人到来，顿时人群之中就有人快速挤了出来，来到2人面前。2位先生，我是风雨商会的经理，
我们老板在听说了你们的事情后，愿意今后为你们提供60级以内的所有装备。我是青山商会的经理，我们不但愿意免费为你们提供60级之前的装备道具，每年还愿意给你们1亿金币随意支配。我是黑风帮会的管事，我们帮主说了，若是2位愿意加入，可以直接成为我们帮会的副帮主，不用做什么事情，还能随意支配帮会的资源。很多人取出名片递给楚辞和刘长河，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想要拉拢2人。这可是2人就刷通了地狱级副本的存在，而且还刷新了记录，未来不可限量。我们没兴趣，请让开一下，我们要去刷副本。楚辞摇头道：先生，我们真……这些人还想说些什么，树柄灵剑出现在楚辞身周，楚辞也不说话，和刘长河稳步朝着前面走去。这些人看着靠近的利剑，虽然觉得对自己应该没有威胁，但还是忍不住倒退，毕竟他们是来拉拢楚辞2人的，不是来得罪的。竟然没有愣头青。纪元看着这一幕暗道，他可是知道楚辞的恐怖伤害，若是有人不满继续阻拦楚辞，下场可想而知。很快楚辞2人来到了副本入口，也不理会其他人，直接选择地狱级就进入了副本之中。等2人消失后，其他人面面相觑，倒也没有多失望，毕竟他们本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才来的。不过很多人却盯上了纪元，刚才他们也看到纪元和楚辞2人是一起的，若是能够通过对方打探一下2人的情况，或许就能对症下药，将其拉拢过来。然后正在看戏的纪元直接被众人包围了。副本里因为已经刷过一次，所以楚辞和刘长河都十分熟悉。楚辞先是将门口的哥布林战士击杀，就带着刘长河继续深入副本。在刷怪的同时，楚辞也取出刚才从金海那里买来的新手剑。如今他14级，能够同时操控500灵剑，其中100灵剑用来杀怪，剩下400则用于标记仙剑印记，几乎是5秒左右就能标记400柄。3万多新手剑只是花了不到2分钟就全部标记完了。灵剑数量60956，伤害加成6095600分号加50百分号，异象6万多灵剑数量，再加上异象提升的伤害，让他的伤害加成达到了610.06倍。楚辞看向不远处的一只哥布林，一剑落下，负873520，80多万直接将这只哥布林带走。而这仅仅只是楚辞的一个平 A 而已，若是使用技能的话，伤害能够直接达到300万以上。若是再触发暴击、连击以及万物可破的效果，伤害将会直接破1000万。14级就能打出上千万的伤害，应该算是少见吧。楚辞笑了笑，随后便继续刷副本。刷副本的速度并没有比昨天快，毕竟就算是昨天，他的伤害也同样是将这些怪物秒杀。依然是3个多小时后，地狱级副本被打通，同时记录也刷新了几分钟，但并没有特别奖励。毕竟楚辞和刘长河组成的小队已经是第1名了，而这一趟副本下来，楚辞也达到了16级，已经满足青龙学院的招收标准。刘长河则达到了14级，今晚估计就能达到15级。姓名楚辞，职业九剑仙，唯一，等级16级，2154100000，生命2350，法力1150，力量1015，敏捷115，体质235，精神115，智力115，物理攻击2030，法术攻击230，物理防御235，魔法防御115，伤害加成610.06倍。技能养剑术、御剑飞行、探查术、御剑术、剑斩、回柳身法、归心剑阵、万物可破、剑盾、修养、回灵之法、烈焰斩击、剑法精通、闪身、割裂强击、蓄力一击、连击。天赋九仙、剑仙、坠凡、剑心。看着自己的面板，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技能数量已经达到了17个，伤害加成足足有610倍。血量破2000，则是先锋剑袍的缘故。先锋剑袍高级，九剑仙职业专属，体质加110，特性减少10%所受到的伤害，可成长会随着拥有者的等级提升而提升，16级成长为稀有级要求达到30级。先锋剑袍会随着他的等级提升而提升，正因为增加了110点体质，才让他血量破2000。当然，这点血量和刘妈肯定是没法比的，对方的血量估计已经破万了。走吧，离开副本，咱们继续练级，争取今晚让你达到15级。楚辞对刘长河说完，2人也离开了副本。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他的异象加持也没几天了，自然是要抓紧时间练级。第33章19级新的破境任务。之后的时间中，楚辞带着刘长河以及几元继续练级，偶尔回灵城补充一些物资，并且将在副本之中爆出来的东西卖掉。3日后，楚辞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8级，但同样异象的时间到了，他也失去了50%的经验值加成。
18级到19级足足需要15万经验值，就算他带着刘长河刷地狱级副本，但因为他的等级提升，副本之中低于14级的怪物已经无法给他提供经验值，这也导致他想要提升等级，至少需要击杀上万怪物才行。不过升级速度依然比其他人快很多。又花了3日，他的等级达到了19级，刘长河的等级也来到了17级，就连纪元也提升了1级，达到了21级。此时距离高考还剩下6天时间，中途纪元也打听到了一些消息。今年临城的学生之中，目前等级最高的才13级，和楚辞以及刘长河之间的差距不可谓不大。对此楚辞并不在意，他更想抓紧时间，在高考之前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19级满。如果有机会话，最好能够完成破境任务，达到20级。时间继续流逝，这一天，当楚辞再次击杀一只稀有级怪物，他的经验值也达到了19级满。你的队伍击杀了19级哥布林弓手，稀有级，经验值加20。你的经验值达到上限，无法继续获取经验值，完成破境任务后才能继续升级。姓名：楚辞，职业：九剑仙，唯一，等级19级，200000020000，生命2950，法力1450，力量1195，敏捷145，体质295，精神145，智力145，物理攻击2390，法术攻击290，物理防御295，魔法防御145，伤害加成610.06。技能：养剑术、御剑飞行、探查术、御剑术、剑斩、回柳身法、龟心剑阵、万物可破、剑盾、修养、回灵之法、烈焰斩击、剑法精通、闪身、割裂强击、蓄力一击、连击。天赋：九仙、剑仙、坠凡、剑心。看着提示，楚辞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19级满，接下来需要做破境任务才能继续提升等级。想着，楚辞也开始查看自己的破境任务，若是刷怪的任务，对他来说倒是很容易完成。正在为你随机破境任务，由于你的职业属于唯一职业，破境任务难度提升至地狱级，该任务无法变更。楚辞没有意外，他估计自己今后的破境任务都是地狱级。也在这时，破境任务显示了出来，极致伤害，地狱级。作为唯一性职业，未来的强者，你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请打出10000次1点伤害。任务完成奖励：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职业专属装备可成长，自由属性点 X1000。当前任务进度0，10000。看着自己的破境任务，楚辞直接愣在了原地。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特地多看了几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后，楚辞倒吸一口凉气。这任务也太他妈变态了吧！若是让他打出10000次破千万，甚至是破亿的伤害，对他来说有点难度，但难度不高，大不了想办法多搞一些间谍伤害就行了。可这任务竟然让他打出一点伤害。成为职业者也有半个月了，他就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打出过这么低的伤害。就算当初还在1级的时候，他打出的伤害也有7000多。这任务怎么完成？楚辞眉头紧皱，这个任务对别人来说可能不难，但对他来说极为困难。这方世界可不存在什么强制一点伤害，只要你攻击力没有对方的防御力高，那就是不破防也无法造成伤害。至于让对方的防御力比自己高一点，如此就能打出一点伤害，这种方法对普通职业者倒是能用，可对他根本没用，因为他有600倍的伤害加成，就算攻击力只比对方高一点，打出来的伤害也有600多。用法系伤害也无法完成任务，因为他的伤害加成也包括了法系伤害在内。他也无法抹除剑仙印记，因为剑在人在，只要烙印了印记的灵剑，除非他死才会被解除印记。而且这个任务还无法变更，也就意味着他就算是有史诗级甚至传说级任务提升卷轴，也只能做这个任务，无法更换。这就让他很头疼了，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因为伤害太高而烦恼。若是找不到完成的办法，他这辈子恐怕都只能停留在19级。老楚，怎么了？一旁的刘长河见楚辞皱眉，好奇地问道。楚辞也不隐瞒，将自己的破境任务展示给对方。刘长河看完后也惊呆了，他见过楚辞打出上千万的伤害，但一点伤害那是见都没有见过。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实在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帮楚辞完成这个任务。要不咱们回临城去问一下老李，说不定会有办法。刘长河想了想道，先刷副本吧，也不用担心，既然这个任务出现了，那就意味着是有机会完成的，只是咱们不知道办法。楚辞点头道，就算老李不知道，青龙学院作为咱们大夏的顶尖学府，肯定也有办法。又是半个小时后，两人离开了副本，直接回临城吧。坐在车上，楚辞道，纪元也不问为什么，直接开车回了临城。2个小时后，车子来到了一中。楚哥、刘哥，车子不让开进去，
我在外面等你们。纪元说了一声，就将车子开入旁边的停车位。楚辞和刘长河则进入了学校。虽然高3的学生都已经进行了职业觉醒，在外面刷怪练级，但高1和高2的学生还是需要继续上课。此时正是上课时间，学校里并没有多少人。两人径直来到了李云的办公室。你们两个来了，先坐。办公室内见到楚辞和刘长河到来，李云笑着起身给两人接了杯白开水。在来之前，刘长河就已经打电话给李云知会了一声：“老李，咱们都算是毕业了，你怎么还在办公室里？”刘长河将白开水一饮而尽，然后又拿起李云放在桌上的保温杯给自己倒了一杯，还示意了一下楚辞。不过楚辞摆了摆手，表示不用。你们可不算毕业，等你参加了高考才算正式毕业。我现在也还是在上班，留在办公室里就是等你们有问题了来找我。李云也不介意刘长河的行为，毕竟这臭小子还顺了他一个保温杯。怎么样，距离高考还有3天时间，你们都多少级了？嘿嘿，老李，说出来你可别被吓住了。刘长河一笑，然后直接展示了自己等级：18级35147150000。看着这个等级，纵然早有准备的李云也是愣住了，但随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18级啊！据他所知，目前凌城其他学生最高好像也才14级，没想到自己的学生足足超过了4级。这个等级考上青龙学院基本上是稳了。楚辞多少级了？李云带着期待，既然刘长河都18级了，楚辞肯定也不差。楚辞也没有藏着掖着，将自己的等级展示了出来。19级20000020000。第34章神话级道具天地禁令。当看到楚辞的等级，李云愣了愣神，随后深吸一口气。19级，而且还是19级满经验，算起来应该是20级，只是因为破镜任务没做才卡在19级。他教了20多年的书，以前遇到过的最强学生也只是在高考前达到了16级，可现在距离高考还有3天，楚辞竟然已经19级满，刘长河也达到了18级。你们两个是我带过最牛逼的学生。李云过了半晌忍不住道，但眼中的笑意更甚，这妖牛逼的学生竟然是他教出来的，后半辈子都有和别人聊天的资本了。野猪林副本和哥布林地堡副本不会就是你们两个干的吧？李云突然想到什么，开口问道。正常情况下，只是在野外刷怪是很难提升这么多等级的，也只有去刷地狱级副本才有可能。楚辞和刘长河点头。李云直接起身在办公室内走了2圈，这才平复了心中的震撼。这段时间野猪林副本和哥布林地堡副本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凌城，可谓是家喻户晓了。当时他还好奇哪里来的过江龙竟然这么猛，但没想到是自己的学生干的。想着想着，背对着两人的李云嘴角疯狂翘起，根本压不住。要不是2个学生还在这里，他早就开心的锣鼓敲出现在的喜悦了。嗨嗨，所以你们2个来找我，应该是楚辞在破镜任务上遇到了麻烦吧？过了一会儿，李云才忍住心中的兴奋，拿起保温杯喝了一口，问道：“这也不难猜，就眼前这2个家伙的练级速度，也就破镜任务能够阻挡一下了。”没错，老李，我的任务有点麻烦，所以想来问问你有没有办法。楚辞点头道。李云笑了笑，这小子还是第一次叫他老李，看来对方的确是变了。什么麻烦？就算我解决不了，我也可以去找校长，他肯定不会拒绝拥有一位在高考前达到20级的学生这种诱惑。李云道。现在的楚辞和刘长河几乎板上钉钉，是他们一中未来1年甚至是几年的宣传对象了。如果楚辞能够在高考前达到20级，这将会直接创造一中的历史，必然会被写进校志之中，被未来凌城的无数学子崇拜。听到李云的话，楚辞也直接将自己的破镜任务展示了出来。本来还带着笑意的李云当看到这个任务也是一致，然后陷入了沉默之中。刘长河见李云半天不说话，忍不住问道：“老李，怎么样？有办法吗？”办法自然是有的，而且还不止一种。不过听到李云的话，楚辞和刘长河眼睛一亮，果然还是老李给力啊！这种对他们来说无能为力的任务，对方竟然这么快就有办法了，而且还不止一种。但听到李云话中的转折，楚辞心中一蹬，不过什么？不过都比较麻烦，咱们凌城没有条件满足，反正是在高考之前，你是别想完成这个任务了。李云说着叹了口气，你小子也是倒霉，竟然碰到了地狱级任务，不然就能高考前达到20级，创造历史了。楚辞心中松了口气，原来对方是在遗憾这个，他对此倒是并不在意。老李，有哪些办法？楚辞问道。第一个办法就是你找一群辅助职业，给你施加各种负面效果，以此来降低你的伤害，直至最后满足要求。听到第一个办法，楚辞眉头一皱，他之前也想过这个办法，但觉得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他的伤害是增加了600倍的，这要多牛逼的强者才能把他的伤害降低600倍。这个办法可行性不强，不过可以留作备用。楚辞道，大夏这么大，说不定真有这种猛人能够把他的伤害降低这么多呢。那就来说说第二种办法，
有一种特殊道具，名为天地禁令，其效果就是被天地禁令针对的目标，在3分钟内造成的所有伤害都是1点。李云继续道。楚辞眼睛一亮，这道具好啊，别说3分钟了，给他5秒都能完成破境任务了。毕竟他现在19级，足足可以操控1000柄灵剑，5秒攻击10轮轻而易举。老李，这道具哪里能买到？大概多少钱？楚辞问道。他现在有不少钱，就算不够，以后他也可以每天刷地狱级副本凑钱。天地禁令，神话级道具，咱们大夏国库里面肯定有。李云道。楚辞脸上的笑意一滞，张了张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没想到这东西竟然是神话级道具，而且还在大夏国库里，那就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了。老李，你这不和没说一样吗？就没有普通级或者稀有级的天地禁令吗？刘长河不满道。没有，这玩意儿一出现就是神话级，而且还是咱们大夏的底蕴战备资源。李云摇头道。你们可别觉得只是3分钟伤害降为1点很鸡肋，当初咱们大夏就是用这件道具击杀了一尊半神强者，半神也就是100级强者。被李云这么一说，楚辞和刘长河也明白了这件道具的恐怖效果。这件道具能够发挥多大的价值，完全取决于面对的敌人是什么层次。你想要获得这件道具会很难，不过若是你进入青龙学院，机会应该会大一些。青龙学院有这件道具？不清楚，不过青龙学院作为我们大夏最顶尖的4个学府之一，应该是有机会接触到的。楚辞点头，正好过几天就是高考，等进入青龙学院后可以打听一下。还有其他办法吗？楚辞继续问道。有。李云点头，随后一拳落在刘长河身上，刘长河根本反应不过来，头顶上顿时飘出了一个85的伤害数值。卧槽，老李，你干嘛？吓我一跳。等刘长河反应过来，揉了揉胸口，发现并不疼痛。看到了吗？李云看着楚辞道。楚辞眼睛明亮，李云可是49级狂战士，对方的攻击绝对是上了2万的。虽然刘长河之前完成了地狱级任务，加了500属性点在体质上，但防御力最多也就1000多一些。正常情况下，李云一拳能够瞬秒刘长河，可如今只是打出了85点伤害，这说明对方有控制伤害的手段。这是怎么办到的？是特殊的技能？楚辞问道。第35章，老李的办法。刘妈19级，不是技能，而是一种技巧。李云解释道。当你们进入大学后，会有一门名为力量掌控的必修课程，就是教你们如何掌控自身的力量。咱们这方世界虽然与游戏相结合，但本质上还是现实，随着等级提高，属性也在增长。属性的增长的确在提升我们的实力，但不代表我们能够掌握自身的实力。如果是面对敌人自然没事，不怕伤害高，就怕伤害不够。可如果面对亲友呢？就比如你和刘长河，如果你随手就能打出上千万伤害，对方却只能打出几百点伤害，然后你们握个手，对方说不定就死了。楚辞和刘长河对视一眼，暗道老李真乃神人也，对方怎么知道自己能打出上千万伤害的？不对啊，老李不是有攻击判定吗？刘长河反驳道。并不是任何行为都属于攻击，否则人与人之间都不敢相处了，相处之前还要先了解一下对方的攻击和防御。没错，的确有攻击判定，可有时候难免会出现意外，比如楚辞一激动拍了你一巴掌，很不幸通过了攻击判定，然后你死了，这种误伤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在一些绝境之下，我们人类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的力量，可面板反而限制了这种爆发力。如果你无法掌控自身的力量，任由你如何爆发，也只是无能狂怒，造成的伤害也是以面板数据为准。掌控力量后，你就可以根据目标的情况选择用多大的力量将其斩杀，而且对自身的消耗也会更低。比如你能打出上千万伤害，面对的是1级小怪，血量只有100，难不成你也用上千万的伤害去杀？新人职业者会觉得牛逼，但老牌职业者会觉得你有病。李云说着，拿起保温杯喝了一口。这些知识等你们上了大学之后就会有老师教你们，我这里也只是简单的提一下，你们有个了解就是了。两人点头，尤其是楚辞，之前刷怪的时候一剑打出几十万伤害，结果就为了秒一个血量几千几万的怪物。当时他觉得自己这伤害挺牛逼，可听李云这么一说，也突然觉得有点浪费这伤害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无法掌握自己的力量，完全是面板数据能打出多少伤害他就打出多少伤害。所以老李你说的第3个办法就是让我进入大学后再学习这种掌控力量的方法。楚辞道。没错，学习掌控力量大概要多久？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天赋异禀，可能1年内就能掌控，有的人可能要3、4年，至于像你这种要把伤害控制在1点，那就更难了。本来还以为有办法的楚辞脸色一沉，1年他还是能接受的，但要是3、4年就有点太长了。如今他再次深刻的明白，为何很多人会卡在一个等级几年，甚至是10几年，他现在就要面临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第一种方法最靠谱，
你进入青龙学院肯定没有问题的，那里聚集着咱们大夏无数强者和天才妖孽，或许能够解决你这个问题。李云也看出楚辞的想法，而且这些办法只是以我的见识能够想到的。青龙学院之中那么多强者，应该能为你提供更多的办法。楚辞点头，看来一切都需要等进入青龙学院。如果青龙学院没有其他办法，那他也只能老老实实的掌控力量，只是花的时间长一些。楚辞和刘长河没有继续逗留，和李云又闲聊了几句后就离开了。来到校外，走吧，继续去练级。楚辞道，距离高考还剩下3天，自己的破镜任务是暂时别想了，不过可以抓紧时间帮刘长河达到19级。很快三人再次来到了灵城野外，今天的副本已经刷过了，所以只能去20级区域练级。至于30级区域，楚辞倒是没有打算去，虽然他的伤害也能秒30级怪物，但万一出现什么危险就麻烦了，所以为了稳妥起见，还是在20级区域练级就行了，没必要去冒险。接下来的3天，楚辞三人都在副本和20级区域练级。虽然刘长河的等级达到18级，击杀低于14级以下的怪物将无法获取经验值，3天时间还是让他成功达到了19级。不过想要达到19级满就不太可能了，时间也不够了。明天就是高考了，咱们回城吧。楚辞道，虽然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但也没有必要继续在野外逗留。行，老楚，这一次咱们绝对都能进青龙学院。刘长河脸上带着兴奋，之前他觉得能够在高考之前达到15级就算不错了，没想到现在已经19级了，而且还完成了一个地狱级任务，这在以前他是想都不敢想，如今却出现在他身上了。楚哥，刘哥，你们这等级要是都进不了青龙学院，别人就更别想了。纪元也是笑着道，心中还是颇为羡慕的。青龙学院啊，大夏最顶尖的学府之一，能进入里面的都是天之骄子，哪里像他连大学都没有考上。不过他也只是有些遗憾罢了。这段时间跟着楚辞和刘长河，他的收获也不少，等级也达到了22级，而且之前完成了地狱级任务，还获得了一个强力天赋，未来可期。这段时间也辛苦你了。楚哥哪里的话，我有什么辛苦的？你们能让我跟着混经验就不错了。三人说说笑笑，很快回到了灵城。不过楚辞没有急着回家，而是先来了一趟商场，出来的时候又多了3万多柄新手剑。不过这些新手剑楚辞不急着标记剑仙印记，至少也要等自己破镜任务完成后再说。离开商场后，纪元将车子开到了楚辞居住的小区门口。楚哥，刘哥，明天高考，我一早来接你们。不用麻烦，学校离我们这里就几步路。行，那我就祝2位金榜题名了，争取拿下今年咱们云中省的状元。借你吉言。纪元开车离开了，楚辞和刘长河也回到了住处。10多天没有回来，家里依然干净无比。楚辞知道这是因为刘长河的母亲昨天来特意打扫过。老楚，我妈还买了不少菜放在冰箱里，你歇着，正好也下午了，我先准备晚饭。刘长河说完就戴上了围裙，在厨房里忙碌起来。第36章高考入场。第二天清晨，楚辞和刘长河早早起床，吃了早餐后就朝着学校走去。今天是大夏高3学子参加高考的日子，当2人来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生来了，在学校门口还有不少家长，都是来送自己孩子的。2人来到校门口，经过核实身份后，这才进入了学校之中。也在2人进入学校时，校外2道身影正看着2人的背影。他们进去了，我就说他们不会错过高考的，这不是担心吗？总要来看看才行。既然进去了，咱们也回家吧，高考可要不少时间，正好回去给他们做点好吃的。行，好久没有做饭了，就让这2个臭小子尝尝我的手艺。一男一女说着也离开了，他们正是刘长河的父母。楚辞和刘长河一路来到教室之中，班上总共50个学生，已经到了30多个，剩下的人也在陆续到来。你们都多少级了？我已经12级了，青龙学院是不敢想，不过考上大学应该没有问题。嘿嘿，我运气不错，跟了一个团队，昨天刚好达到13级。听说咱们学校有2个人达到了15级，只要表现不错的话，很有机会上青龙学院。教室里众人小声议论着，也有人询问楚辞和刘长河的等级，不过2人只是笑着说能考入不错的大学，没有说具体等级。咦，周明这是怎么了？刘长河突然道。楚辞也看去，只见周明正低着头，脸色颇为阴郁。你们还不知道吧？周明和几个人组队刷副本，结果因为他太冲动了，导致一个队友差点死了，估计这会儿还在自责呢。坐在楚辞和刘长河前面的一个同学解释道。楚辞和刘长河恍然，这种差点导致别人死掉，就算放在他们身上，心情也不会好。今年咱们灵城应该没有学生出事吧？刘长河问道。死亡的倒是没有，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受了重伤，咱们一中都有2个。所谓的重伤就是缺胳膊断腿，这种伤势并不是恢复生命值就能治疗的，虽然能够治好，但肯定无法参加这次的高考了，而且也没有复读的说法，
意味着这些人已经失去了进入大学的机会。众人说话间，班上所有学生也都到齐了，李云也从外面走了进来，班上顿时变得安静下来。同学们，相信大家都听说有不少人因为受伤导致无法参加高考，所有老师很高兴咱们班的学生都到齐了。距离高考开始还有10分钟，你们有5分钟的时间调整好状态。5分钟后，我将会给你们分发传送石。通过传送石，你们将会传送到真正的考场。在考试的过程中，虽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也同样会受伤。不要盲目的对自己自信，觉得有危险立刻停止考试。如果你们连自己的实力都认不清，那么就算受伤了也是自找的，没有人会为了你们自己的莽撞去负责。李云说这话的时候很严肃，语气也颇为冰冷。20年前的高考可是有死亡指标的，100年前的一场高考，整个大夏数百万学生，足足死了50多万人。相比起来，如今的学生已经够幸福了，至少死不了。众人听到李云的话也冷静下来，开始调整状态，迎接一会儿的高考。很快5分钟过去，李云也开始为众人分发传送石。距离正式考试还有3分钟，不同的职业类型将会传送到对应的考场。记住，进入考场后，不管看到什么，都给我保持安静。如果你们连自己的嘴巴都管不着，那也就没有必要参加高考了。李云道：现在你们可以激活传送石进入考场了，等考试结束后会传送回原来的位置，老师在这里等你们回来。随着话落，班上50个学生纷纷激活传送石。楚辞和刘长河互相给了一个鼓励的眼神，也都激活了传送石。你激活了高考传送石，是否确定传送至主战考核区域？是。随着楚辞确定，一股特别的力量将其笼罩。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已经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场上。除了他之外，陆陆续续有人传送出现，只是几秒的时间，整个广场上就出现了上万人。这些都是云中省参加高考的学生。所有人都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但没有人开口说话，都是被自己老师交代过的。这时，在广场的上空出现一道屏幕，距离考核开始时间0点02分12秒，人数25478。今年云中省有多少人参加高考？楚辞不知道，但根据去年的数据，大概在40万人左右。不过因为这里是主战职业的考场，所以人数并不算多。在生活职业的考场，人数估计能有个20-30万人。时间还在流逝，人数也在快速的增加。当只剩下1分钟的时候，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入场时间到，停止传送。随着这道声音响起，接下来果然没有再有学生传送进来。与此同时，在外界还不少还没有来得及传送的学生脸色大变，因为他们发现传送时没有了反应。这些学生的老师也是一脸无奈，每年都交代尽快进入考场，但每年都有那么几个显眼包因为各种原因错过。而在主战考场中，随着没有人再进来，人数也维持在31587人。这意味着今年云中省40多万学生之中，有3万多人觉醒了主战职业。考官可不管有多少学生没有进来，此时再次开口：接下来宣布今年考核规则，请所有考生仔细聆听。你们将会参加3轮考核，第1轮为基础考核，你们将会遭遇10波怪物，每一波有5只怪物，间隔5分钟出现，每击杀1只怪物将会获得1点分数，这些分数将会是各个大学招生的参考。在考核过程中，有2种淘汰方式，第一种是考生自觉实力不够自己退出，第二种是你们被怪物攻击，生命值下降到1点，将会自行被传送离开。在考核的过程中，你们的所有装备都可以正常使用，就算你们穿着神话级装备都不会违反考试规则，但任何道具都不能使用，一旦发现将会直接驱逐，考试成绩作废。恢复生命值和法力值的药剂会免费发放，每个人3瓶，这是整场高考你们能够使用的药剂数量，所以什么时候使用需要计划好。考官将规则详细的说了一遍，所有人都在认真的听着，免得自己不经意间违反考试规则。10秒后，你们将会被传送进入考核场景，你们可以做最后的准备。同时，广场上的屏幕上也出现了倒计时。3万多人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都只是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很快10秒倒计时结束，所有人被一道金色光柱笼罩，随即便消失在原地。但楚辞不同，因为在光柱笼罩他的时候，一道界面突然弹出，高考空间正在探查你的信息，触发坠凡效果，是否同意？看着这道提示，楚辞愣了一下，没想到自己的坠凡天赋对高考空间都能有效。见其他人都已经传送走了，自己还留在原地，楚辞明白若是不同意的话，是无法进行高考了。楚辞直接选择同意，同时他的身影也消失在原地。也在众人消失之后，广场上空出现了50多道人影，全部都飞在空中，这意味着这些人最差也是60级的超凡强者。第37章，恐怖伤害，震撼所有考官。高考是大夏每年最重要的事情，不仅是云中省，全国都在进行，自然是引起大夏高层的高度重视。
而眼前这50多人全部都是云中省的高层，没有一人低于60级。今年的高考又开始了，不知道这一批学子如何。今年这些学子都有意象大河之剑天上来的加持，等级肯定比去年高一些。没想到咱们云中省今年还出了这么个妖孽，竟然引动了覆盖全省的天地异象。刚才好像有个学生传送出现了问题，比其他学生晚了1秒。你看错了吧？高考空间怎么会出现问题？众人正说着，又是2道身影出现，这让众人都闭上了嘴。这2人分别是云中省的太守吴军以及青龙学院的校长冯云，2位都是80级以上的传说级强者。冯老，没想到此次你还亲自来了。吴军也曾经是青龙学院的学生，那时候冯云就在当校长了，还指点过他。没办法，云中省出了妖孽，我不来可就要被另外3个学院抢走了。冯云哈哈笑道，就是不知道这个妖孽是否也参加了此次高考，必须要尽快找到他，保护起来，免得发生意外。吴军道，作为云中省的太守，自然是知道那天地异象并不是沈家的沈江云引动的，但没有办法，因为找不到楚辞，所以只能先让沈江云顶着，以此来吸引外域强者的注意。倒也不必如此，若是连我们都发现不了他，外域强者就更难发现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时间。冯云摇头道，冯老，沈家小子如何了？暂时没事，不过他最多再坚持3年，也是苦了这小子了。3年，希望那个妖孽能够尽快变强。如今想这么多也无用，还是先看看此次高考吧。说着，2人也看向了广场上的光幕。这些光幕分裂成了3万多份，每一份对应1位考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型光幕，这个光幕是用来罗列学生们的分数排名。先看看等级吧，不知道今年有异象加成，这一届的学生等级如何？吴军说着，光幕随即一阵变化，从高到低将所有学生的等级排列了出来。第一，19级楚辞九剑仙；第二，17级赵武林冰舞猎手；第三，17级孙震毁灭法师；第47级李宇龙枪霸王；第五，17级杨云鹏暴徒召唤师；第100冒号15级刘苗苗寒冰弓手。看着等级排行，吴军和冯云都愣了愣，竟然有一个学生达到了19级，这是怎么做到的？吴军语气之中带着惊讶，往年的学生之中，在高考前最多也只是达到18级。九剑仙这个职业倒是未曾听说过，你说会不会是他？冯云挑眉道，我们瞎猜也没用，还是先看看这个叫楚辞的学生在考核之中的表现吧。吴军摇头道。与此同时，其他考官也发现了楚辞的等级，都是带着惊讶，毕竟他们还没有遇到过在高考之前达到19级的学生。当即就有考官直接将楚辞考核的画面放在最大的屏幕上，所有人齐齐看去。楚辞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在一片草原上，同时在远处也出现了5头草原狼，并且正在朝着他杀来。草原狼普通级，等级5，生命值1000，攻击81，物理防御38，魔法防御19，技能扑杀。5头草原狼都只是5级，对楚辞自然是没有什么威胁的。但楚辞也明白，这只是第一项的基础考核，还需要照顾大部分考生。若是刚开始就出现10级以上的怪物，那些只有9级的学生就很难获得分数了。楚辞看着距离他还有20多米的5头草原狼，一柄灵剑飞出，负1411200，负3358656，暴击，负1411200。你击杀了一头怪物，分数加1。你击杀了一头怪物，分数加1。你击杀了一头怪物，分数加1。伴随着5个破100万的伤害出现，提示音响起。5头草原狼提供了5分，而距离下一波草原狼到来还有5分钟。楚辞也不着急，直接坐下开始查看自身情况。首先是刚才考官说的生命值恢复药剂和法力值恢复药剂，正躺在他的储物戒之中。生命恢复药剂，高考专用，使用后瞬间恢复10%的生命值，在接下来的10秒内每秒恢复1%的生命值。法力恢复药剂，高考专用，使用后瞬间恢复10%的法力值，在接下来的10秒内每秒恢复1%的法力值。2种药剂的恢复效果都差不多，各自都有3瓶，总共6瓶。生命值恢复药剂对我来说应该用不上，不过也不一定。楚辞正想着，突然一顿，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储物戒上，竟然没有禁用储物戒。楚辞心中一惊，此时他才发现储物戒并没有被禁止使用，甚至里面的道具他都能拿出来用。可他没有一丝喜悦。考官们不知道这一点吗？肯定是知道的，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考验实力的同时，也是在考验品性。若是有人忍不住用了自己带的道具，就会被直接淘汰，而且还会让考试成绩作废。楚辞明白了过来，这就是在钓鱼执法，他估计肯定会有人上当。
看了一眼储物戒里面的酒葫芦，楚辞暗中给自己警醒，可不能这时候习惯性的喝一口，否则就会被淘汰。除此之外，楚辞也看到在他面前多了一道光幕，光幕上有不少名字，名字的后面则是分数，应该就是考生的排名。排名99加，考生楚辞，分数5。第一波怪物才5级，其他人想秒杀也不难，自己又晚进来了几秒，所以对这个排名楚辞并不意外。现在排在前面的也有可能无法坚持到基础考核结束。而在楚辞无所事事的等待着下一波草原狼到来时，外面的考官却是全部都呆愣在了原地。我看到了什么？一个学生竟然打出了300万的伤害，疯了吧？这特么确定是学生？你说他是超凡强者，我都相信。等我查一下，楚辞是0乘1中的学生，他不是觉醒的剑客职业吗？怎么这职业变成9剑仙了？还有这伤害是什么情况？所有考官都没有想到，这才刚开始高考，他们就见到了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第38章，不是他伤害太高了。吴军和冯云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不由得对视一眼。是他吗？不是他的话，我也很难理解他是怎么打出这么高的伤害。而且9剑仙这个职业以前也从未出现过，半个月的天地异象又与剑有关，这就是神话级职业的恐怖吗？他才10多级吧，这伤害也太高了。你要处理好后续的事情。冯老放心，这一次上面安排了陈老施展遗忘术，就算是我也无法泄露消息。冯云点头，陈老名为陈秉和，一位93级的神话级强者。上面既然安排了这种国之支柱前来，可见对此事有多重视。这小家伙才19级就有这么高的伤害，等他发展起来，或许我大夏在外域的疆土能够再往外推一推了。冯云想着露出了笑容，因为这妖孽很快就会成为他青龙学院的学生了。楚辞可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所有考官观看，恐怖的伤害还镇住了所有考官。在等待了5分钟，第二波草原狼也来了，属性比第一波强一些，但也有限，对楚辞来说依然是秒杀。排名5，考生楚辞，分数10。再看排名，直接到了第5，意味着他是第5个完成清场的。又是5分钟，第3波草原狼到来，这一波草原的等级都提升到了6级，血量也从之前的1000提升到1200，各项属性也有增加。刷刷刷！当这些草原狼刚刚出现，一柄灵剑飞出，所有草原狼再次全部暴毙。排名1，考生楚辞，分数15。看了一眼排名，已经来到了第1，说明他是最快清场的。不过也只是几秒的时间，就又有9人完成了清场，占据了前10。楚辞看着排名，计算着时间，发现第50名花了16秒，第100名也只是花了43秒就完成了清场。云中省这么大，自然是不缺天才的，不过越到后面也能看出一些学生之间的差距。第4波、第5波，一波波怪物出现，楚辞都懒得动，直接坐在地上，在那些怪物出现的时候就直接一剑秒杀。而看到楚辞如此无所事事，又看了看其他正在和怪物们奋战的学生，外面的考官们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考核依然在继续，很快第10波怪物出现，虽然还是草原狼，但等级都达到了10级。楚辞自然还是全部秒杀，继续占据着第1的位置，但其他学生就陷入了苦战之中。尤其是那些等级不到10级的学生，面对5头草原狼的围攻很是吃力，已经有学生开始喝血瓶了。在楚辞完成秒杀后，又等待了10分钟左右，基础考核才算正式结束。基础考核结束，所有人拥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在这段时间你们可以恢复自身的状态，同时也可以决定是否参加接下来的考核。考官的声音响起，很多学生都跌坐在了地上，同时在他们面前也出现了一道光幕。距离下一轮考核开始时间0点29分12秒，人数26214。看着这道光幕上的人数，不少学生心中一紧，没想到只是第1轮的基础考核就淘汰了5000人左右。这5000人中，有的是因为实力不济被淘汰的，也有被钓鱼成功，使用了自己携带的道具，以为不会被发现，结果刚用就被淘汰，而且成绩还直接作废。这休息的半个小时内，也陆续有100多人选择了退出，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是受了重伤，不得不退出。半个小时很快过去，考官的声音再次响起：所有考生请注意，第2轮考核即将开始。接下来你们依然会遭遇10波怪物，每一波依然是5只普通级，但这些怪物的等级会达到10级以上，并且每隔2波会出现一只高级怪物，而在最后一波之中，更是会出现一只稀有级怪物。击杀普通级怪物得1分，击杀高级怪物得10分，击杀稀有级怪物得50分，每一波怪物间隔10分钟出现。这一轮考核只会持续2个小时，2个小时后，不管你击杀了多少怪物，都会进入下一轮考核。在考核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自身实力不足，也可以选择停止考核，停止后依然可以参加第3轮考核。10秒后开始考核，倒计时开始。楚辞也明白了第2轮的考核规则，和第1轮差不多，
只不过第2轮考核若是选择停止考核，不会被直接淘汰，依然可以进入第3轮考核。毕竟第1轮只是基础考核，若是连基础考核都无法通过，就更别说参加第2轮和第3轮考核了，被淘汰也是正常的。2万多学生也打起精神，警惕地看向四周，等待着怪物出现。10秒很快过去，100米外5道身影出现。草原狼，普通级，等级10，生命值3000，攻击178，物理防御94，魔法防御69，技能扑杀、撕咬。10级的草原狼属性要比之前的5级草原狼强不少，但也有限，对楚辞来说都是一件的事情。当这些草原狼刚刚出现，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对楚辞发动进攻，一道剑光便率先落下。-1377600，-1388880，万物可破；-3333312，暴击，万物可破。5个高达100万的伤害从草原狼头顶飘出，5头草原狼也随之化作一道白光消失不见。楚辞也再次获得5分，依然是排名第1，总分数为55分。而在外面看着楚辞的考官们继续沉默。300多万的伤害，这竟然是一个学生打出来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很难相信会有这种妖孽。同时，这些考官也不是傻子，想起了半个月前出现的天地异象。虽然上面说是沈家的沈江云引动的异象，可这楚辞明显更加变态啊！而且对方的职业以前从未出现过，还有这御剑的手段和那异象也有些相似，这让不少考官怀疑，实际上引动天地异象的是楚辞。吴军和冯云自然也看出这些考官的怀疑，但并不在意。反正等高考结束后，不仅是这些考官，就算是吴军这位太守，也会被施加遗忘术，忘记高考期间发生的事情。这种手段并不是因为楚辞才出现的，而是每一届高考，包括太守之内，所有考官都会被施加遗忘术，也是为了保证一些天骄的信息不被外泄。第2轮考核依然在继续，在其他学生和这些草原狼浴血奋战的时候，楚辞很闲，直接坐在草地上，无所事事地数起了眼前绿草的数量。很快第2波怪物出现，除了5只普通级的草原狼外，还有1只高级草原狼。就在考官们觉得应该能够对楚辞造成一丝威胁的时候，依然是一道剑光飞过，5头普通级草原狼全部暴毙，高级草原狼同样饮恨。6头怪物甚至刚刚出现，都还没有来得及打量这方世界就丧了命。高级怪物竟然也是秒杀，那稀有级怪物别想了，300多万的伤害，就算是史诗级怪物也扛不住。难道是咱们今年的高考难度太低了？不是，他伤害太高了。然后一众考官又沉默了。第39章，第2轮考核结束，满分第1。第3波、第4波，随着时间流逝，一波波怪物出现。第1波怪物只是10级，但第2波怪物则是11级，之后以此类推。若是没有意外的话，第10波怪物应该是19级，而且那时候还会出现一头稀有级怪物，估计能够达到20级。这些怪物对楚辞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怪物一出现就会直接被他秒杀，但对其他学生来说却是艰难无比。当第7波怪物出现的时候，哪怕是那些达到15级以上的学生也感受到了压力。在楚辞无伤秒怪的时候，也有不少学生选择了停止考核，实在是有些扛不住了。毕竟不是每个学生都像楚辞那样能够秒怪，很多学生是上一波怪物还没有杀完，下一波怪物又来了，压力越来越大，直到顶不住压力，只能选择停止考核。这些停止考核的学生也并不失落，而是开始调整状态，准备第3轮的考核。当考核时间进行到100分钟的时候，第10波怪物也随之出现，除了5头普通级草原狼外，还多了一头稀有级的草原狼王。草原狼王，稀有级，等级20，生命值3万，攻击1158，物理防御514，魔法防御489，技能狂暴猛击。虽然都是稀有级，但这属性可比地狱级副本的稀有级怪物差太多了。楚辞说着，灵剑再次划过，-26789828，暴击，一个200多万的伤害出现，直接秒了这头稀有级怪物。而外界的考官们则面面相觑，过了半晌才有人开口说话。至少他面对稀有级怪物，就算是暴击，伤害也达不到300万。这话刚落下，又有一人开口，但是你不觉得他的暴击率有点太高了吗？差不多在20%左右。这么一说，其他考官也突然想到这一点，这暴击率的确有点太高了，而且暴击伤害也大概在20%左右，可能他有暴击方面的天赋或者装备吧。最终有考官道，对方还真没有猜错，楚辞的暴击率高，的确是靠着天赋。剑心，你重拾剑道，明悟剑心，你手中的灵剑与你心神相连，将会为你提供额外的视野，暴击率提升1%，暴击伤害提升1%，你的职业等级每提升1级，效果增加1%，目前效果暴击率19%，暴击伤害19%。
也是因为这个天赋的存在，才导致楚辞的暴击率不低，而且随着他的等级提升，暴击率还会提升。如果达到了100级，暴击伤害提升到100%，甚至可以做到每一击都是翻倍暴击。吴军和冯云则是带着笑容，他们不怕楚辞强，就怕楚辞不强，对方越强越好。也在楚辞将第10波怪物全部秒杀，又等了20分钟，2个小时的考核时间到达，第2轮考核也随之结束。第2轮考核结束，接下来你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休息，准备第3轮，也是最后一轮的考核。考官的声音响起，所有学生也开始调整状态，同时也打开了排行榜。排名1，考生楚辞，分数190。排名2，考生孙震，分数120。排名3，考生杨云鹏，分数110。排名4，考生赵武林，分数110。排名5，考生程宇，分数109。排名100，考生郑破，分数91。这是2轮的总分，满分是190，楚辞自然是全部都获得了。第2名和他的差距足足达到了70分，意味着对方并没有击杀稀有级怪物和2头高级怪物。也是从第2名开始，考生之间的分数差距才稳步下降，没有再出现像楚辞这种断崖式的差距。而很多人当看到排行榜也是面带惊讶，这个楚辞是谁？竟然达到了190分，岂不是意味着对方将稀有级怪物也杀了？有意思，本来以为只有其他几个人是我的对手，没想到又冒出来一个，竟然连稀有级怪物都杀了，莫不是放了大招？这些学生有人对楚辞的分数感到惊讶，但也有人面色平静，尤其是一些排名前列的天骄。第1轮的时候，很多人就注意到排名第1的楚辞，但也并没有太过在意，毕竟第1轮只是基础考核，排名只是暂时的，大家分数都是一样，也没有必要去抢夺第1。但第2轮就不同了，这一轮已经能够显示出学生之间的一些差距，没想到楚辞竟然还能排在第1。不过也有一些天骄只是惊讶，并没有放弃争夺第1的想法，因为对他们来说，击杀稀有级怪物也是能够做到的，不过却需要放大招，甚至是耗费免费发放的6瓶恢复药剂。大招冷却时间太长，若是在第2轮用了，第3轮可能就无法使用了。恢复药剂也是为第3轮准备的，若是提前使用，就有些得不偿失了，所以才没有在第2轮拿下满分。在他们看来，楚辞的实力或许不弱于自己，但在第2轮应该是用了大招或者消耗了恢复药剂。第2轮对方虽然暂居第1，但第3轮他们有信心能够反超。外面的考官自然也看出了这些学生的想法，却是颇为无语。若是这些学生知道楚辞从一开始就只是凭 A， 连个技能都没有用过，不知道会不会直接被打击的丧失信心。半个小时不长，但也能够让学生们调整一下状态，尤其是保证一些技能冷却时间结束。休息时间到，接下来所有学生开始第3轮考核。在第3轮之中，你们依然需要猎杀怪物，普通级怪物1分，高级怪物10分，稀有级怪物50分，史诗级怪物200分，传说级怪物1000分。在考核的过程中，依然可以选择停止考核，这一轮考核将会持续6个小时。10秒后开始考核。考官的声音再次响起，但所有人听到第3轮的情况都是心中一颤，不但会有史诗级怪物，竟然还有传说级怪物，纵然是那些在第2轮排在前列的学生也是神色一紧。10秒很快过去，草原之上顿时降下万道光柱，1万头怪物浮现出来。第40章第3轮考核，归心见阵。草原之上，当看到那密密麻麻的怪物出现，所有考生心中一惊，这第3轮的考核怎么会这么变态？这么多怪物足以将他们撕成碎片。但很快众人就发现，明明考核已经开始，这些怪物却并没有对他们主动攻击。难道这些怪物只有我们攻击了才有仇恨值？当即就有学生壮着胆子朝着距离最近的一只怪物走去。可当进入这只怪物10米范围，怪物就对他发起了攻击。看来第3轮考核之中，只有当进入怪物10米范围才会发动攻击。明白了这一点，考生们也松了口气，他们可不想被这么多怪物撕成碎片。安全刷怪倒是没有问题，而且还要保证在和怪物的战斗过程中不要进入其他怪物的10米范围。明白了这一点，很多学生都开始控制和怪物的战斗区域，有能力的自然可以多只怪物一起刷，实力差一些的则只找一只怪物战斗。第3轮开始了，今年的学生素质都还不错，已经有人发现隐藏的规则了。这可不算隐藏规则，等会儿他们就会发现，每杀10只普通级怪物会刷新1只高级怪物，每杀100只普通级怪物会刷新1只稀有级怪物，每杀1000只普通级怪物会刷新1只史诗级怪物。至于传说级怪物，那需要将所有的1万只普通级怪物才会出现。今年的考生等级比往年要高一些，肯定有学生能够击杀史诗级怪物。至于传说级怪物，别忘了那个叫楚辞的学生，你们觉得就对方的伤害还击杀不了传说级怪物吗？这话一出，很多考官都顿了顿。是啊，
今年出了一个变态。我看也不一定，他的伤害的确高，但御剑应该也会消耗法力值，想要将1万只怪物全部击杀，法力值根本不够，都不一定能够遇到传说级怪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有能够恢复法力值的技能或者天赋。快看，那小家伙也开始出手了。所有考官看向最大的屏幕，这个屏幕如今已经被楚辞霸占了，上面正显示着楚辞考核的画面。楚辞看着草原上出现的这些怪物，自然也发现了这些怪物不会主动攻击。看着这么多怪物，楚辞没有急着攻击，这些怪物都没有超过20级，所以对他来说依然是秒杀。但和考官说的一样，他操控御剑术也是需要耗费法力值的，这么多怪物若是一个一个杀，就算将法力恢复药剂用了也不够。之前和刘长河刷副本的时候，他消耗最多的就是法力恢复药剂，反倒是生命恢复药剂没有用过。既然一个一个刷不行，那就群刷。楚辞暗道，正好他有群刷技能。归心剑阵，操控灵剑形成剑阵，灵剑数量越多，形成的范围越大，至少需要10柄灵剑，攻击速度提升 20%， 剑阵内的目标所受到伤害提升 15%， 冷却时间3分钟，7/10级。这个技能最是适合群刷，尤其是已经19级的他，已经可以操控1000柄灵剑，若是能够将这些怪物聚集在一起，一个技能下去就能全部秒杀。先试试这些怪物的仇恨值。楚辞想着，一柄灵剑飞出，将20米外的一只怪物秒杀。但等了几秒，其他怪物却并没有反应，这让楚辞眉头一挑，不会这些怪物都没有仇恨值吧？那他还怎么聚集怪物？沉思了几秒，楚辞朝着其中一只怪物走去，当进入10米范围，这只怪物顿时朝着他攻击过来。楚辞脸上露出了笑容，原来要在10米范围内才能吸引怪物的仇恨值。现在测试一下这些怪物脱离仇恨的范围。想着，楚辞快速朝着后方跑去，虽然他没有给敏捷加过属性点，但这只怪物只是10级，速度还是比不上他。一直和怪物拉开200多米的距离，对方竟然还穷追不舍，这让楚辞明白，或许这些怪物并没有脱离仇恨的机制，或者说范围很大。不管如何，足够拉怪了。想着，楚辞当即再次跑动起来，不过这一次却是朝着那些怪物跑去。当来到一只怪物10米范围内，对方顿时盯上了楚辞，然后追了上来。楚辞也不理会，继续在其他怪物10米范围内跑过，越来越多的怪物朝着他追杀而来。而在外面看着这一幕的考官们也是愣了愣，他这是想做什么？引怪？但也不用引这么多吧，都有300多了。看来他也明白自身法力值不够，应该是有强大的范围性攻击技能，想要引来足够多的怪物，然后群刷。就算他的技能范围再广，也不可能笼罩这么多怪物吧？谁知道呢？在这之前，你们能相信有不到20级的学生打出几百万的伤害吗？虽然这些考官有些质疑，但楚辞的这个行为却是引起了他们的关注，甚至都不看其他考生，齐齐等着楚辞引怪。与此同时，正在杀怪的考生也注意着楚辞的排名，尤其是排在前面的几个考生，他们都想看看楚辞在这第3轮是否还能像第2轮那般获得远超他们的分数。但等了半晌，却只看到楚辞增加了1分，之后就再也没有动静。甚至随着时间流逝，排在前面的几个考生分数已经追上楚辞，眼看着都快要超过了。奇怪了，就算他在第2轮用了底牌，但也不至于在第3轮只增加了1分吧？他在做什么？总不能是放弃考核了吧？排在前面的几个考生疑惑，但杀怪的速度却没有减慢。很快半个小时过去，楚辞的分数依然没有动静，但已经有考生的分数超过了楚辞，楚辞的排名也从一开始的第1掉出了前100。看来他是在第2轮为了强行击杀稀有级怪物受伤了，说不定真的停止考核了。不少考生暗暗猜测，也有幸灾乐祸的，第2轮第1又能怎么样？第3轮考核才是真正决定最终成绩的时候。而在这些考生猜测的同时，楚辞也停下了奔跑的脚步。不是他不想继续引怪，而是他已经被怪物包围了。以他为中心，四面八方全部都是怪物，足足有5000多。差不多了。楚辞看着这些朝自己杀来的怪物，脸上带着笑容。外面的考官见到楚辞终于停下，也是瞪大目光盯着，他们想要知道楚辞到底要如何解决这5000多怪物。下一秒，在所有考官震惊的目光中，楚辞剑指一并，以他为中心，1000柄灵剑快速飞出，一个剑阵印记浮现在天际之上。杀！伴随着楚辞一声轻语，剑阵之中爆发出大量剑光，朝着周围的怪物杀去。第41章，分数破万，被惊呆的众人。-14258575，-14358447，-369854-36985541，暴击，万物可破。剑阵之中，密密麻麻的伤害从5000多头怪物头顶上冒出，大片大片的怪物倒下。本来楚辞周围还显得十分拥挤，但如今却直接被清场。而随着这些怪物倒下，楚辞也看到自己的分数快速上涨。1000、2000，只是几秒的功夫，分数就已经达到了5000多，再次来到第1名。这
外界看着这一幕的所有考官直接呆滞在原地，虽然他们早就有所准备，可亲眼看到楚辞在短短几秒内就斩杀了这么多怪物，还是让他们感到不可置信。吴军和冯云也是深吸一口气，对视一眼，都能看到彼此眼中的震撼。虽然他们知道神话级职业很强，但这也强得太过分了吧？一定要保证他的消息不会外传。冯云认真道，同时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他在激动，才19级的楚辞就这么强势了，若是对方成为80级甚至是90级的强者，岂不是有希望猎杀半神甚至神级强者？而且就对方这个表现，只要中途不陨落，将来甚至有可能成为神级强者。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从今以后大夏不再畏惧域外强者的希望。吴军也深深的点头，若是楚辞的表现传出去，被域外强者知晓了，必然会被对方想尽一切办法斩杀。夭折的天才不算天才，不好，他杀了这么多怪物，岂不是会瞬间刷新大量的高级和稀有级怪物，甚至还有5头史诗级怪物？这时有考官突然开口道，他们看了一眼楚辞的分数，目前为5658分，这意味着对方在第3轮之中击杀了5468头普通级怪物。按照怪物的刷新机制，对方接下来将会面对546头高级怪物、54头稀有级怪物以及5头史诗级怪物。他们自然是知道，以楚辞的伤害，就算是史诗级怪物也会被秒杀。可他们也看到楚辞放了这么个大招，法力值肯定消耗的差不多了，战斗力肯定不如刚才。想通这一点，所有考官再次提起心来。虽然就算楚辞现在停止考核，第一也基本上稳了，但他们还是更希望楚辞早就考虑到了所有方面，有应对的办法。可在所有考官担心之际，光幕之中的画面却是让他们愣住了。因为在5000多怪物都被击杀后，高级怪物、稀有级怪物以及史诗级怪物也紧跟着刷新。可这些怪物才刚刚出现，甚至他们这些考官都还没有看清怪物的模样，一道道剑光扫过，便将这些怪物再次全部秒杀。同时，楚辞的分数直接暴涨到14818分，而此时的第2名分数也不过才597分而已。所以我们刚才在担心什么？看着楚辞的分数，有考官忍不住道，其他考官也沉默以对。是啊，他们没事干，担心对方干嘛？还不如担心那些史诗级怪物呢。第3轮才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他就1万多分了。我记得第3轮考核要持续6个小时吧？6个小时，再给他半个小时，就把第3轮所有怪物全杀光了。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咱们竟然有幸见到在第3轮满分的学生。是啊，高考存在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在第3轮满分的。也不要期待太高，刚才那一招肯定消耗了他不少法力值。怕什么？先不说他的法力恢复药剂还没有用过，后面还有5个多小时，完全足够他的法力值恢复了。考官们纷纷讨论起来，对楚辞接下来的表现十分期待。同时，他们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每个人心中都明白，今年云中省出现的天地异象肯定是楚辞引来的。虽然高考结束后，他们肯定都会被施加遗忘术，可等将来楚辞成为强者，遗忘术的效果也会被解除，到时候他们会再次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些考官激动之时，其他考生却是被惊呆了。卧槽，这个楚辞什么情况？刚刚我看他才100多分，都已经掉出100名了，怎么就这么几秒的功夫，分数直接飙升到了1万多？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算有大招，也不至于这么猛吧？几秒就刷了5000多怪物？难道这第3轮还有其他考核的方式？不仅仅是考核我们的战力，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智力。所有考生也被楚辞这飙升的分数吓到了，实在是和第2名的差距太大，第2名的分数都还没有楚辞的零头多。这些考生倒是没有想过楚辞作弊，毕竟这可是高考，不知多少强者看着根本不可能作弊。楚辞这么高的分数，反而让很多考生怀疑自己硬生生的刷怪并不是这一轮考核的正确方式。或许这一轮可以靠智取，只是到底是什么办法，他们并没有发现而已。一时间竟然有不少考生减缓了刷怪的速度，仔细的打量起周围，想要找到那个可以快速刷怪的方法。这一情况自然也被外界的考官们注意到了，都是一脸无奈。没想到楚辞的高分反而误导了这些考生。若是这些考生知道真相，知道因为胡思乱想导致刷怪速度降低，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考核空间之中的楚辞自然不知道，因为他的恐怖分数导致大量的考生减缓了刷怪速度。此时他正坐在地上等着法力值恢复，他的法力值已经被榨干了，现在是一滴都不剩。好在结果是喜人的，以他现在的分数，就算后面不继续刷怪，应该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不过剩下的怪物肯定是要全部杀了的，还有一头传说级怪物也不能放过。我要以满分进入青龙学院，应该足够引起大夏高层注意，说不定能有机会获得天地禁令。楚辞暗暗想到，若是有了天地禁令，他的破境任务就能快速完成，届时就可以继续练级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楚辞就坐在草坪上等着法力值恢复。虽然还剩下4000多怪物，
但因为楚辞不在仇恨范围，所以也没有来攻击楚辞。一晃1个小时过去，楚辞缓缓起身，法力值已经全部恢复，可以将剩下的怪物全部解决了。随后楚辞朝着怪物奔跑而去，在大草原上再次出现了一个人在前面跑，一群怪物在后面追的画面。第42章传说级怪物不破防。草原上还剩下4000多的普通级怪物，半个小时后，随着最后一头怪物被他吸引了仇恨，所有怪物也再次聚集了起来。然后在外界考官的注视下，楚辞如法炮制，又是1000灵剑飞出，直接使用归心剑阵，剑光纵横，4000多怪物只看到一道白光闪过，血条就被直接清空。而在这些怪物死后，同样也有大量的高级、稀有级以及史诗级怪物刷新出来，可结果却是一样，这些怪物刚刚出现就被楚辞秒杀，成为了他的分数。纵然是之前已经见过一次了，可外面的考官们还是感到震撼，毕竟这种刷怪方法太恐怖了，也让他们明白为何楚辞能够在高考前达到19级。他们甚至猜到楚辞的经验值已经满了，之所以没有达到20级，应该是因为破境任务卡住了。这就结束了，不到2个小时，他就把第3轮考核打通了。考核时间可是足足6个小时，还没打通呢，还有一头传说级怪物。有什么区别吗？就他这个伤害，你们觉得会杀不了传说级怪物？那可不一定，如果他的运气不好，刷新出来的是防御类型的传说级怪物，他伤害再高也没用，根本无法破防。快看，传说级怪物出现了！考官们正说着，画面中一道光柱从天而降。楚辞挑眉，知道是传说级怪物刷新了，他并没有急着攻击，毕竟是第一次遇到传说级怪物，肯定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随着光柱逐渐消失，一个庞然大物也随之出现在草原上。金甲魔牛，传说级，等级20，生命值500万，攻击4358，物理防御2914，魔法防御2598，技能金甲护体，狂魔，震天撼地，猛烈撞击，怒吼，大地复苏。这头金甲魔牛足足有5丈高，和一座小山一般，全身披着金色铠甲，一对牛角更是锋利无比，在阳光下泛着寒光。最让楚辞心中一惊的还是对方的属性，这属性可比他之前在地狱级副本之中见到的史诗级 BOSS 强太多了。楚辞看了一眼自己的血量，才2000多，都还没有对方的攻击高，也就是说对方完全可以秒了自己，这防御力也太高了。而当看到对方的物理防御，楚辞更是无奈，对方的防御比自己的物理攻击高，这意味着他虽然有600倍的伤害加成，也根本无法做到破防，他的攻击落在对方身上只会是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杀不了对方，因为他还有一个无视对方防御的被动，万物可破。被动技能，你对目标攻击时有 12% 的几率无视对方 20% 的防御，7级。这个技能如果触发，它是可以对金甲魔牛造成伤害的。虽然只有 12% 的几率，但若是用出归心剑阵，攻击6000次还是没有问题的，意味着这个被动技能会触发720次。金甲魔牛在降低 20% 的防御后，只剩下 2331.2 点，而它的攻击是2390，正常情况下可以对其造成 58.8 点伤害，但它还有600倍的伤害加成，一击下去可以造成35000多的伤害。对方有500万血量，也就140多件的事情，能杀。不过楚辞没有急着动手，刚才那一波把他的法力值又耗空了，需要等恢复后再说。至于那3瓶还没有用的法力恢复药剂，他打算先留着，免得一会儿出现意外状况。好在就算是传说级怪物，也遵循着考核的规则，只要没有靠近对方10米范围，对方就不会主动攻击。不过楚辞还是和对方拉开了上千米的距离，万一对方发疯跑过来，自己也有反应的时间。一边恢复着法力值，楚辞也打开排行榜看了一眼，毫无意外，他依然排在第1，分数达到了27190分。若是将传说级怪物击杀，还能增加1000分，这意味着3轮考核的总分是28190分。现在他只差这头传说级怪物就能满分。接着楚辞又看了一眼后面的名次，第2名和他的差距非常大，目前也才1471分，第3名1452分，第4名1426分，第5名1411分。前5名之中，只有他拉开了断崖式的差距，其他考生的差距并不大，有时候一个眨眼，可能刚排在第2的就调到第5了。其他人也很努力啊，楚辞忍不住道。同时他也忍不住想到了刘长河，对方的职业是辅助类，和他不在一个考场，也不知道对方现在什么情况。不过对方都19级了，虽然经验值没有满，但应该在这一届中算是顶尖。而在楚辞等待着法力值恢复时，外界的考官们将金甲魔牛的技能展示了出来。金甲护体，被动技能，承受的所有伤害降低 30%。 狂魔，被动技能，当生命值下降到 5% 触发，陷入狂魔状态之中，
该状态下将会免疫所有伤害，持续10秒，每日可使用1次。震天撼地，使地面震动，对方圆100米范围内的目标造成300%的伤害，并且有20%的几率对目标造成击飞效果。冷却时间5分钟。猛烈撞击，朝着一个方向快速移动100米，对目标造成500%的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怒吼，愤怒地朝着天地怒吼，对方圆100米范围内的目标造成1秒僵直，有30%几率造成5秒眩晕效果，冷却时间5分钟。大地复苏，当血量下降至50%，将会引动大地之力处于霸体状态，瞬间恢复自身50%的生命值，并且之后每秒恢复1%生命值，持续10秒，冷却12小时。金甲魔牛，他遇到的竟然是金甲魔牛这头传说级怪物。之前还觉得他有希望击杀传说级怪物，但现在没戏了。金甲魔牛在同等级的传说级怪物之中，最强的就是防御和恢复，他的攻击太低了，都无法破防。不仅如此，金甲魔牛的狂魔和大地复苏更是绝配，相当于有2条命，想要击杀的难度太大了。考官们纷纷叹了口气。如果是防御比较低的传说级怪物，楚辞或许还能靠着极强的伤害击杀，但金甲魔牛却不是那么好杀的。考官们唉声叹气，但所有考生看着楚辞那恐怖的分数，再次呆住了。第43章，被刺激的考生们战金甲魔牛。此时排在第2名的孙振一脸懵逼，看了看楚辞的分数，27190分，再看自己的分数1490分，足足相差了25700分。他是怎么做到的？竟然都快满分了。孙振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他仔细算了算，发现楚辞只差一头传说级怪物就能满分，甚至他认为楚辞这分数和满分没有任何区别，毕竟传说级怪物岂是那么容易杀的，至少他想都不敢想。第3轮总共6个小时，这才过去不到2个小时，他就将除了传说级的怪物全部都杀了。孙振深吸一口气，他觉醒的是史诗级职业毁灭法师，刷怪速度不慢，但和楚辞比起来，他这和龟速根本没有区别。正想着，孙振突然发现自己从第2名掉到了第5名，看来其他家伙也被刺激到了。孙振看了看草原上的怪物们，本来他是想着等最后1个小时的时候再爆发，而且其他人似乎也有这种打算，但楚辞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第1名他们是不敢想了，那就只能争夺第2。看来我也要努力一把了。孙振想着，便引来了10多头怪物，然后一个群体技能落下，数秒后，这些怪物全部死亡，他的分数也得到了提升，但也只是前进了1名。孙振不再理会排行榜，全身心的投入到刷怪之中，分数也开始快速增加。除了孙振外，其他考生也被刺激到了，刷怪的速度比之前提升了数成。虽然他们知道已经不可能超过楚辞，但第2名还是可以争夺一下的。考官们也发现了这一幕，都露出了笑容。这些家伙被楚辞刺激到了，都加快了刷怪速度，有些人之前舍不得放的技能也拿了出来，这才有点意思。第1名是没有悬念了，但这第2到底是谁，咱们都看不出来。没想到今年的第3轮考核，第1名在1个多小时内就确定了，其他学生只能争夺第2，也是有趣。考官们饶有兴趣地看着其他考生，暂时没有再关注楚辞，因为他们不觉得楚辞能够将传说级怪物也击杀。时间一点点过去，很快又是1个小时过去，楚辞的分数依然没有动，但第2名却已经达到了3000多分。后面的考生紧追不舍，分数相比于1个小时前都有巨大的提升。就在考官们讨论着哪位考生能够获得第2名时，楚辞缓缓站了起来，然后朝着1000米外的金甲魔牛走去。快看，楚辞朝着金甲魔牛走去了，难不成他还想尝试能否击杀金甲魔牛？虽然考官们的注意力都在其他考生身上，但楚辞的考核画面一直都在最大的光幕上，所以一动就被考官发现，根本没有意义。他的伤害虽然高，但无法对金甲魔牛破防。或许是有什么办法呢？什么办法？就算他真的能破防，但金甲魔牛相当于有2条命，他的法力值只能打1轮，第2轮怎么办？那时候有了金甲魔牛的仇恨，可不会给他恢复法力值的机会。先看看吧，若是他真的能够将金甲魔牛击杀，也算是创造历史了。考官们议论纷纷，大部分人并不看好楚辞，实在是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金甲魔牛可以被攻击很多次，但楚辞最多挨1次就会失去战斗力。不过一想到楚辞的分数，好像对方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冯老，您觉得他能成功吗？吴军看着画面之中的楚辞，出声道：不清楚，但这小家伙若是没有把握，应该不会这么做。神话级职业的强大，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冯云笑着道：不过我倒是希望他能够成功。吴军点头，他也希望楚辞能够成功，对方越强，大家的希望也就越大。楚辞自然不知道外面这么多人正看着自己，就算知道也不会在意。他在距离金甲魔牛还剩下500米的距离时停了下来，这个距离能够和对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同时也在自己的攻击范围内。
就让我试试这传说级怪物有多强。龟心剑阵，楚辞剑指一并，1000灵剑刷刷刷的飞出，直接将正趴在草地上小气的金甲魔牛包围。紧接着，1000灵剑彼此联系，一道剑阵印记浮现在金甲魔牛的头顶。杀！楚辞话落，剑阵爆发，剑光纵横，朝着金甲魔牛席卷而去。负零，负24696，万物可破。负零，负58776，暴击，万物可破。剑光落下后，金甲魔牛身上也飘起无数的伤害，有的伤害因为楚辞没有破防，只有0，但若是触发了万物可破的效果，就会造成伤害。外界正在看着的考官们本来还觉得楚辞没有机会，可当看到楚辞竟然对金甲魔牛造成了伤害，而且还是上万点伤害，再次被震惊到了。他竟然真的对金甲魔牛造成伤害了？难道有无视防御的技能？应该是的，我就知道他若是没有把握，绝对不会乱来。这伤害虽然没有之前上百万那么恐怖，但也已经很客观了，还真有机会击杀金甲魔牛。不一定，别忘了金甲魔牛有2条命，他这一招用完后，法力值也会耗尽，如何应对金甲魔牛的第2条命？话说他知道金甲魔牛有第2条命的事情吗？应该不知道吧。听到这话，考官们刚刚升起的期待又逐渐消失。若是楚辞知道金甲魔牛有第2条命还敢出手，那他们觉得有很大的希望。可既然不知道，那希望就不大了。楚辞的确不知道金甲魔牛有第2条命的事。探查术虽然可以看到怪物的属性面板，但也无法查看对方的技能效果。不过就算楚辞知道，也依然会出手。能不能成功击杀金甲魔牛，他并不在意，毕竟他的分数已经足够高了，第1也已经稳了。但这种能够和传说级怪物战斗的机会，他可不想错过。毕竟在这里战斗，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死。可要是今后遇到传说级怪物，失败了很有可能会死。不过此时，楚辞看着金甲魔牛飘起来的伤害，皱了皱眉，因为这伤害比他之前计算的要少很多。看来是有减伤的被动技能。楚辞明了，但剑光却没有丝毫停顿，继续攻击金甲魔牛。而正在睡觉的金甲魔牛也在遭受了第1道攻击时醒了过来。等他爬起来寻找敌人的时候，血量已经下降了1/10。哞！随后，金甲魔牛锁定了楚辞，吼叫一声后，便快速朝着楚辞奔跑而来。第44章，斩杀传说级怪物金甲魔牛。看着杀来的金甲魔牛，楚辞面色平静。虽然对方的速度很快，但500米的距离也需要10秒左右才能到达，而这10秒足够他将对方击杀了。楚辞看着对方的血条，剑光肆虐，让对方的血量在疯狂下降，80%、50%、30%，只是5秒左右，金甲魔牛的血量已经下降到了10%，而且还在快速下降。而此时，金甲魔牛距离楚辞还有300米的距离。又是1秒过去，金甲魔牛的血量下降到5%。就在楚辞以为能够拿下对方的时候，突然奔跑之中的金甲魔牛突然吼叫一声，哞！声音响彻天地，金甲魔牛的双眼瞬间变得通红起来，身上的金甲更是浸染着一丝血气，极为恐怖的压迫感朝着四周扩散而去。负零，负零，负零。灵剑虽然还在攻击对方，但伤害却全部变成了0。这就是狂魔技能，竟然可以免疫伤害。楚辞眸光闪动，暗道不愧是传说级怪物，竟然还有锁血技能。但这还没有结束，进入狂魔状态下的金甲魔牛身上的血气直接没入地底，紧接着楚辞就看到对方的血量瞬间恢复了50%，达到55%，而且每1秒过去，对方的血量还会恢复1%。刚刚已经被他打得濒死的金甲魔牛，此时正在快速恢复状态。楚辞眉头一挑，知道这应该就是对方的大地复苏技能，可惜看不到对方的技能效果，不然也能提前想办法应对。楚辞摇了摇头，同时剑阵也在这个时候溃散，所有灵剑被他收回体内。他的法力值耗空了，果然是这样，若是他的法力值足够，或许还有机会击杀金甲魔牛。别忘了他还有3瓶法力值恢复药剂，还有机会。那可不一定，金甲魔牛的仇恨值已经锁定了他，如今金甲魔牛正处于免疫伤害的状态，他就算恢复了法力值也没用。金甲魔牛的狂魔状态还剩下6秒，这个时间足够金甲魔牛进入楚辞的100米范围发起攻击了。外面的考官看到这一幕纷纷道，也的确和这些考官所说的一样，金甲魔牛在使用了大地复苏技能后依然没有停下，继续朝着楚辞冲来。3秒后，金甲魔牛便距离楚辞只有100米远的距离，这个距离已经足够金甲魔牛的技能覆盖楚辞了。吼！没有丝毫犹豫，金甲魔牛直接使用了吼叫技能，一股音波顿时朝着四周扩散而去。完了！外界的考官们暗道，一旦楚辞被僵直1秒，紧跟着金甲魔牛就会发动猛烈撞击技能将楚辞秒杀。可下一秒，本来已经觉得没有希望的考官们突然瞪大了双眼，
因为画面中的楚辞竟然踩在了一柄灵剑上飞了起来。空中，楚辞刚将一瓶法力恢复药剂喝完，他的法力值也恢复了一些。法力恢复药剂，高考专用，使用后瞬间恢复 10% 的法力值，在接下来的10秒内每秒恢复 1% 的法力值。在发现自己的龟星剑阵无法将金甲魔牛秒杀后，楚辞就取出法力值恢复药剂喝了起来，也是靠着恢复的法力值直接飞到空中，躲避了金甲魔牛的控制技能。60级之前，飞行技能果然是降维打击。楚辞看着下方距离他足足200米的金甲魔牛，脸上露出了笑容。而金甲魔牛望着天际之上的楚辞，眼中也露出了茫然的神色。他想要攻击楚辞，可他根本无法飞行，而且对方距离他太远，他的吼叫技能也没有任何效果。几秒后，金甲魔牛眼中的血红色褪去，身上的金甲也恢复正常。看来免疫伤害的效果已经消失了。楚辞之所以没有攻击，就是等着对方的狂魔状态消失，否则任由他如何攻击都无法对对方造成伤害。还有 65% 的血量，能杀。想着，楚辞心神一动，白柄灵剑浮现在身周。但这白柄灵剑却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些灵剑都有一层淡淡的灵光。这些剑正是楚辞使用了养剑术运养出来的。养剑术，你可以运养自身的灵剑，当使用该灵剑攻击时，造成 250% 伤害，5级1400、1600熟练度。之前在得到30坛稀有级09秋风爽后，楚辞就将其全部喝完了，这也让养剑术的等级达到了5级。既然御剑飞行都用了，他也正好看看这养剑术养出来的灵剑是什么效果。去！咻咻咻！楚辞剑指一挥，100柄灵剑飞出，化作道道灵光，朝着金甲魔牛杀去。负0，负61740，万物可破；负146941，暴击，万物可破。100柄灵剑有10柄灵剑造成了攻击，其中还有2柄灵剑更是造成了暴击伤害。只是这一轮就给金甲魔牛造成了近80万伤害，让对方的血条从 65% 下降到了 41%， 还不错，比我之前的伤害高不少，再来2波就能搞定。楚辞一边说着，也再次取出一瓶法力值恢复药剂喝下，本来快要见底的法力值也再次恢复了一截。轰轰轰！而下方只能被动挨打的金甲魔牛则焦躁不已，朝着楚辞不断怒吼，甚至不断的用脚踏着地面，可对楚辞根本毫无用处。10秒后，恢复了 20% 法力值的楚辞又取出了100柄运养过的灵剑，再次朝着金甲魔牛杀去。金甲魔牛想过躲避，可灵剑且速度极快，而且还是被楚辞控制着，就算躲过一次，灵剑也会转个弯继续攻击。这一波楚辞运气不错，触发了13次万物可破被动，其中还有3次造成了暴击，总共造成了100万的伤害。此时金甲魔牛的血量也只剩下了 18%。 最后一轮，楚辞喝下最后一瓶法力值恢复药剂，等着10秒后药剂效果消失，又是100柄灵剑击出， 15%、10%、5%、1%，负146941，暴击，万物可破。伴随着一个暴击出现，金甲魔牛的血条也被清空，庞大的身躯也随之一僵，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庞大的身躯砸在草地上，响起一阵轰鸣声。而楚辞眼前也出现了一道提示：你击杀了传说级怪物金甲魔牛，分数加1000。排名1，考生楚辞，分数28190，满分。第45章高考结束。楚辞回到地面上，看着自己的分数笑了笑，这一趟高考算是圆满了。不过传说级怪物的确强大，金甲魔牛只是比我高了1级，属性却高了这么多，也就是我有600倍的伤害加成，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御剑飞行这个技能，否则绝对不可能杀了对方。楚辞收起笑容，若是他没有御剑飞行，而是在地面上，早就被对方杀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好在最后是他赢了，而且他也让了解了传说级怪物的强大。接下来似乎没事了。楚辞看了一眼时间，距离第3轮考核结束还有4个多小时，他这相当于提前交卷了。而在楚辞无所事事，等着第3轮考核结束时，外界的考官们却是鸦雀无声。他成功了。过了半晌，才有考官开口，但没有人回答，毕竟他们又不是瞎子，都看到了。而且此时他们关注的是另外一件事，神话级职业果然强大，才19级竟然能够飞行了，而且还是御剑飞行。是啊，你们是不知道，当时我都以为他死定了，哪里想到他直接踏剑飞了起来，还他妈飞了200多米，我小脑都差点萎缩了。他能够击杀传说级怪物，主要也是靠着这招御剑飞行，欺负金甲魔牛没有飞行能力。他这御剑飞行的能力优势太大了，至少在60级之前，他要是想跑，没有人能够拦得住。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攻击范围太远了，他完全可以飞在天上攻击，只要不遇到60级以上的强者，谁都拿他没办法。咱们云中省
是真出妖孽了。最后这话引起了所有考官的赞同，他们虽然震惊楚辞的强大，但更多的是兴奋。这样的妖孽，他们只希望越多越好。真是让我惊讶了一番，19级就能飞了，不知道以后还有多少强大的手段。吴军也是连连感慨。放心，我们青龙学院会好好培养他的。冯云则是一脸开心，这么妖孽的学生即将是他们青龙学院的了。而在外界考官们兴奋的议论时，正在考核的学生们却是懵逼了。卧槽，这个楚辞什么情况？他的分数怎么又增加了1000？满分，这家伙击杀了传说级怪物！我的天，咱们这一届学生之中怎么会出现这妖牛逼的存在？牛逼啊，连传说级怪物都能杀，这家伙至少也是传说级职业吧？这才是真正的大佬啊！距离第3轮还有4个多小时，他已经满分提前结束考核了。所有考生都被楚辞的分数惊呆了，虽然只是增加了1000，但其意义每个学生都懂。这1000分的含金量比他们几千分都要高，毕竟那可是击杀了传说级怪物才能获得的1000分。一时间，楚辞反而收获了不少迷弟迷妹。若是差距小，还会引起别人的嫉妒，觉得我上我也行。可一旦差距太大了，那就会让别人崇拜，至少也知道这个人自己比不了。这家伙本来还想追一追的，没想到根本不给机会。孙振看着楚辞的分数，面露苦涩。经过他的努力，他的分数已经突破4000，再次排名第2。可楚辞增加的这1000分数，比之前增加上万分数都要更加震撼他。他很清楚，至少以自身的实力，是绝对不可能击杀传说级怪物的。或许你会成为我大夏未来的神话，那我也不能松懈，至少要能看到你的背影，也算是成为你背后的男人了。孙振笑着，随后挥动法杖，大片的陨石、火雨落下，将一只只怪物击杀，分数快速提升。其他一些排在前面的考生也是加快了刷怪速度。在他们的学校内，他们都是顶尖的学生，是别人要追赶的存在。可如今他们发现，他们也有了要追赶的目标，打击是有的，但更多的还是动力。他们的未来同样可期。时间缓缓流逝，楚辞虽然提前结束了考核，但其他考生还在努力。不过也有考生因为实力不济或者运气不好，吸引了太多怪物，无奈停止了考核。而此时楚辞自然是无聊地躺在草坪上，看着这方空间的蓝天白云。他已经询问过能否结束考核，但考官告诉他，在所有人结束考核之前，还是需要继续待在空间之中，除非身受重伤需要救治。楚辞自然不可能为了提前离开把自己搞成重伤，所以就无聊地躺着。不过也不是单纯的躺着，因为他突然想到3轮考核有点不太合理。第1轮和第2轮考核加起来才190分，可第3轮足足有28000分，这差距太大了。楚辞思索着高层这么设定的目的。第1轮是基础考核，是为了淘汰实力不足的学生，所以分数的多少并不重要。至于第2轮，目的也不是为了淘汰学生，毕竟就算在第2轮停止考核，也能参加第3轮。那目的应该是消耗考生身上的药剂，或者消耗一些考生的底牌技能。如果是真的，估计那些在第2轮就用了恢复药剂的考生，在第3轮看到满地的野怪会后悔的哭死。楚辞想到自己若不是那3瓶法力恢复药剂，还真不一定能够击杀金甲魔牛。接着楚辞又开始思考，如果他不是9剑仙职业，没有那么高的伤害，只是一个普通级的剑客职业，该如何应对第3轮的考核，取得足够多的分数？先刷普通级怪物。楚辞恍然，普通级职业也是有机会获得高分数的。击杀高级、稀有级和史诗级怪物很难，但击杀普通级怪物却没有多大的难度。要知道，这第3关可是有足1万只普通级怪物，若是能够全部击杀，也能获得1万分了。所以最佳的办法是先击杀普通级怪物，高级怪物看情况，至于稀有级、史诗级怪物，那就不要想了，直接放弃。同时他也明白，为何每只怪物需要进入对方10米范围才会吸引仇恨，肯定是考官故意这么设定的，否则对普通级职业的考生太不友好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发现了这一点。楚辞摇了摇头，反正他是已经结束考核了，至于其他人是什么情况，他也管不着。想着想着，楚辞直接睡了过去。本来他还想喝口酒润润喉，但想了想还是算了，万一被考官判定违反规则，那他都没地方说理去。很快4个小时过去，第3轮考核结束，所有考生将会在1分钟后传送离开。醒醒！考官的第1句话是对所有考生说的，至于第2句则是对楚辞说的。声音直接在楚辞耳边炸开，睡着的楚辞一个机灵翻身起来。结束了。楚辞看了一眼考核时间，果然已经结束了。趁着还没有传送离开，他也打开排行榜看起来。第46章，我先抢你3年风头。排名1，考生楚辞，分数28190。排名2，考生杨云鹏，分数12787。排名3，考生孙振，分数12345。排名4，考生陈谷，
分数12101，排名5。考生赵武林，分数12003，排名100。考生刘生，分数9514。楚辞排在第一并不意外，不过当看到第4竟然是一个叫陈谷的学生，眼中却是有些惊讶，因为在他的记忆中，这个陈谷之前甚至都没有进入过前百，没想到这4个小时对方竟然后来居上，果然是先吃的不算胖，谁能笑到最后才是最关键的。也在这时，一道光柱落下，楚辞只感觉眼前一花，当再次睁开眼睛，已经回到了广场之上。2万多人出现在广场上，但现场却极为安静，所有人都想说话，却又不敢，毕竟这都结束了，若是因为说话导致取消了考试成绩，那就太冤了。不过每个人都在四处张望，不是在寻找熟人，而是想到底谁是楚辞。高考结束10秒后，所有考生将会传送离开。考官的声音再次响起，很快10秒结束，所有人再次被光芒笼罩，消失在原地，回到了自己的班级上。可楚辞再次睁开眼睛时，却是愣住了，因为他没有回去，而是来到了一个明亮的空间之中。楚辞，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龙学院的校长冯云。这时，一名老者出现，对着楚辞道：“见过冯校长。”楚辞心中一惊，没想到青龙学院的校长会亲自到来，不过想到自己的高考成绩似乎又很正常。你很不错，半个月前云中省的天地异象是你引动的吧？冯云笑着道：“没错。”楚辞点头，这是没有隐瞒的必要，毕竟他在考核空间的表现，对方肯定是知晓的。有兴趣来我青龙学院吗？小子之前就打算考入青龙学院，何况您老还亲自来了。听到这话，冯云哈哈一笑，总是要问问你的意见，如果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提出来，我们青龙学院也会尽全力培养你。楚辞心中一动，要说其他需求他还真没有，可天地禁令却是需要的。就算对方无法给他天地禁令，若是能够想办法让他完成破境任务，也是极好的。对方好歹是青龙学院的校长，80级以上的传说级强者，眼界肯定比老李强很多。冯老，不知如何获得天地禁令？楚辞开口问道。他也没有直接要，万一对方也拿不出来，那不就尴尬了吗？可若是对方能拿出来，他这么问，对方肯定也能明白他的潜台词。天地禁令，这可是神话级道具，你需要这东西做什么？本来还带着笑意的冯云愣了愣，虽然他是说对方有需求可以提，但也没必要一上来就是神话级道具吧。为了过破境任务，楚辞说着也将自己的破境任务展示给对方。看着楚辞的破境任务，冯云面色不断变化，但随后又恢复了正常。你第一个破境任务也是地狱级吧？没错，果然如此的模样，神话级职业的所有破境任务都会是地狱级。冯云说着开始思索起来，你这个破境任务的完成方式很多，我现在甚至可以告诉你至少10种方法。楚辞眼睛一亮，不愧是传说级强者，这才几秒就能给出这么多方法。他也不是非要天地禁令，毕竟他也觉得用这种能够击杀半神的神话级道具，只为了过自己的20级破境任务，实在是有些浪费。若是有其他办法，自然是最好的。不过其他办法耗费的时间很长，最短也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而以你的成长速度，花费1个月在破境任务上有些浪费了。冯云继续道：“1个月倒也不长。”楚辞道：“就算他被卡1个月，后面也有信心能够追上其他人。”冯云摇了摇头，若是正常情况下，1个月完成地狱级任务的确不长，但楚辞没有那么多时间，还是用天地禁令吧，我会向上面申请，7天后你来青龙学院报到，我会交给你。冯云道。楚辞懵逼地看着对方，这可是神话级道具，真的要用来给他过20级破境任务？但很快楚辞就察觉到，对方似乎很想自己快点成长起来，甚至连1个月时间都不想耽误。冯老，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楚辞道。冯云沉默了几秒，本来这件事想等你至少60级后再告诉你，不过毕竟你是当事人，现在告诉你也没事。半个月前你引来了天地异象，我们对外称是沈家的沈江云觉醒了传说级职业，目的也是为了蒙蔽域外强者。但域外强者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知晓我们大夏有神话级职业出世，让我们将其交出。冯云道：“我们自然不可能答应。最后经过双方友好的磋商，决定摆擂台，我们派出神话级职业，他们派出各族天骄厮杀。”楚辞敛了敛眼，知道对方所说的友好磋商肯定是互相干了一架。那我们派出的是沈江云，那小子的确觉醒了传说级职业。说着，冯云顿了顿，不过他觉醒的不是主战职业，而是生活类职业。楚辞心中一震。生活类职业，让一个生活类职业去和域外天骄厮杀？放心，他的生活类职业很特殊，战力不比主战职业弱，我们不可能让他去送死。不过生活类职业毕竟不是主战职业，他这个职业在前期极为强势，可越到后面越弱，所以按照我们的估计，他最多坚持3年。
3年后，他不但会有生命危险，同时域外强者也会看出他并非神话级职业。这3年对你来说是最佳的成长时间。冯云道，这也是为什么宁愿让你用神话级道具，也不想耽误你1个月时间的原因。楚辞沉默不言，他没想到背后还有这么多事情。说白了，沈江云就是他的替死鬼。好了，你也不用有心理压力，那孩子是自愿的。他还说，若是我见到你，给你带句话。什么？冯云没有说话，而是一道光幕出现在楚辞面前。楚辞看去，光幕之中出现了一个面容坚毅的少年。楚辞知道对方就是沈江云。沈江云看起来也是一个不太喜欢说话的人，画面中的他沉默了数秒才开口：我先抢你3年风头。第47章，温馨的一家。楚辞回到了教室中，其他同学正在讨论着这一次高考有多难，自己得了多少分，只有楚辞显得有些沉默。沈江云，楚辞将这个名字记在心中。从冯云口中，他得知对方比他还小3个月，可在对方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却充满了坚定。对方不仅仅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整个大夏。总有人会顶在前面。老楚，怎么了？从高考结束后就不说话？刘长河也已经出来了，看着楚辞好奇地问道。没事，你高考成绩怎么样？楚辞摇头问道。嘿嘿，没给你丢脸，获得了13102分，辅助第1名。刘长河笑道，咱们都能进青龙学院了。楚辞点头，这个结果不算意外，毕竟对方的等级也达到了19级，远超其他考生。不过对方是辅助类的考核，和他们主战类考核肯定不同。不得不说，咱们云中省的天才是真多啊！别看我得了第1，但实际上第2也就比我低了7分，对方可才17级。刘长河感慨道，他能获得第1纯属侥幸，一是等级优势，二是之前的破镜任务获得了不错的天赋。两人正说着，李云拍了拍手，所有学生都安静下来。同学们，高考已经结束了，至于成绩如何，大家心里都有数。明天官方会公布此次高考排名，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排名填报志愿学校。记住，只有1天的时间填报志愿，3天内你们会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7天后你们就需要去考入的高校报到。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学校找老师，老师会一直在办公室等着你们。好了，话就说这么多，此次高考大家应该也累了，现在可以收拾一下东西回家，好好休息一下。高考结束后可没有假期的说法，就算是学生们也不想放假，只想快点进入大学变强。你们2个怎么样？李云拦住了准备离开的楚辞和刘长河。老李，第1。刘长河嘿嘿一笑，老楚也是第1。虽然早有准备，李云听到这话还是压不住嘴角的笑容。这可是省状元啊，一共3个省状元，他的学生竟然就占了2个，在以往他是想都不敢想。干得不错，想要去哪个学校了吗？李云说着，还将自己的保温杯拧开递给刘长河。当然是青龙学院，我和老楚之前就决定好了。刘长河接过保温杯喝了一口，发现今天的枸杞十分饱满。李云看向楚辞，楚辞点了点头，至于和冯云见面的消息，他并没有说出来。好，如果这2天有什么麻烦，可以给我打电话。李云笑着道。3人一边说着，也走出了校门，又说了2句，才各自离开。楚辞和刘长河并没有去楚辞家里，而是来到了刘长河家。小辞来了，快进来，就等着你们回来了。刚刚进门，一名妇人便热情地拉着楚辞来到沙发上，对方就是刘长河的母亲李希云。回来啦，都先坐呀，马上就开饭了。厨房里正系着围裙的中年男子也探头笑着道，对方是刘长河的父亲刘云。老楚，给。刘长河进门后也从冰箱里取出2瓶钙奶，其中1瓶递给楚辞。你们肯定饿了，你叔炸了点酥肉。这时李希云又从厨房里端出1盘金黄的小酥肉，你们先填填肚子。谢谢李爷。楚辞点头道。嗨，何以客气什么，这段时间多亏了你照顾长河了。李希云笑着道，你和长河先看会儿电视，我去给你叔打个下手。他也知道楚辞的性格，也就没有待在这里，免得对方不自在。老楚，吃啊，我爸的手艺可比我强太多了。刘长河拿起一个酥肉就放入嘴里，嘎嘣脆的吃了起来。楚辞也没有客气，拿起酥肉吃了起来，味道的确很好。没等多久，饭菜就做好了，刘长河和楚辞也没有闲着，纷纷进入厨房端菜。爸，今天也太丰盛了。饭桌上看着眼前的这些菜，刘长河道，足足有10多个菜。这不是你们高考结束吗？该庆祝一下。刘云也正好放下围裙，小辞，喝点。那就喝点。随后刘云抱出一个酒坛子，暗香银高级领酒。叔，我来吧。楚辞起身将酒坛子接过来，然后给刘云倒了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至于刘长河和李希云母子，则喝着钙奶。小辞和以前相比，变化可不小。刘云笑呵呵道，以前楚辞也经常来他们家里吃饭，但很少说话，
更别说像现在这样主动倒酒了。李希云也笑盈盈道：“孩子们长大了，来，我提一杯，祝贺两位同学高考结束，即将进入大学生活。”刘云说着举起杯子，楚辞也跟着举起，刘长河和李希云则拿起盖奶碰了一下。一杯喝完，楚辞又拿起酒坛子给刘云满上。都是自家人，别搞得这么客气，先吃菜。你叔我也有段时间没下厨了，看看这手艺有没有退步。是啊，小慈，你叔他要喝自己倒，别管他，来吃个大鸡腿。李希云说着，直接给楚辞夹了一个大鸡腿放入对方碗里。楚辞笑着点头，吃起了大鸡腿。这一顿饭吃得很是温馨。刘云和李希云夫妻也没有问高考成绩怎么样，只是说着两人以后上大学后该注意什么。1个多小时后，这顿饭才算结束。楚辞也没有闲着，和刘长河一起洗碗收拾厨房。小慈，你放着让长河来就是了，你可是客人，哪里有让客人洗碗的道理？礼仪都说是自家人了，怎么你自己还客气起来了？听到楚辞这话，李希云这才笑盈盈的作罢。花了半个小时，楚辞和刘长河才将厨房收拾好。刘云和李希云夫妻正在看电视，是云中省的电视台。电视上正播放着关于今年高考的消息。观众朋友们，今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此次云中省主战考核一共有3轮，分别是。而在第3轮的考核之中，为了发掘更多的人才，所以官方第一次尝试设置特殊的快速清怪方法，用来考验学生们的观察能力。不过这个方法一般人很难发现，据说只有1个人发现了这个方法，因此获得了远超其他考生的分数。当楚辞看到最后，不由得愣了愣，心中顿时明白这是上面在打补丁，因为他的分数太高了，肯定会有考生疑惑是怎么得到这么高的分数。而云中省很多考生也恍然大悟，难怪那个楚辞分数那么高，合着是官方设置了特殊清怪方法。本来对楚辞还有诸多猜测的考生，也只能感慨自己运气不好，竟然没有发现那个方法。不过想想也正常，这办法竟然可以连传说级怪物都击杀，若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岂不是每个人都能满分了？第48章，我家2个省状元。客厅内，李希云将2个削好的苹果递给楚辞和刘长河。小辞、长河，这次高考觉得怎么样？难不难？看完新闻后，刘云这才开口问道。我还以为你能忍住不问呢。刘长河笑着道。刘云也笑了笑，他早就想问了，但又觉得孩子刚考完就问又不太好，一直憋到现在。不过看自己儿子还能笑着，楚辞更是一脸平静，就知道两人的成绩应该不差。爸妈，现在我先不告诉你们，明早就能查成绩了，到时候给你们个惊喜。刘长河道。臭小子，还学会卖关子了，把苹果还给我。李希云说着伸出手。刘长河哪里会听话，直接在苹果上咬出一圈牙印，看得李希云一脸嫌弃，自己这儿子真埋汰，也不知道以后哪个的女孩子瞎了眼能看上他。妈，放心吧，我和老楚的成绩都很不错，保证不会让你们失望。刘长河笑嘻嘻道。行吧，那我们也不问了，你小子也是，多少级了也没告诉我们，现在连考了多少都不说。刘云摆了摆手，成绩再好能好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是省状元吧？之后的时间，一家人放着电视，一边闲聊着，一直到晚上10点多，李姨又去煮了碗醪糟汤圆当夜宵。吃饱喝足后，各自洗漱了一番，便回房间睡觉了。一夜无话。第2日清晨，刘长河和楚辞7点多就起来了，打算去准备早餐，可刚来到客厅就吓了一跳。爸妈，你们坐在这儿干嘛？看着坐在电脑前的刘云和李希云，还有2人的黑眼圈，刘长河皱眉。你们不会一晚上没睡吧？这不是想着你们的高考成绩睡不着吗？还有10多分钟就8点了，那时候就可以查成绩了。刘云打了个哈欠道。为人父母的怎么可能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高考这种重要的事情。你们真想知道给我说啊，我还能不告诉你们吗？刘长河苦笑道。等都等了，你现在还是别说了，还是让我们自己解密吧。刘云说着摆了摆手，早餐给你们2个小子做好了，放厨房了，我们2个吃过了。刘长河和楚辞对视一眼，随后去厨房将早餐端出来吃了起来。很快8点到来，刘云一见时间到了，当即打开教务系统，输入刘长河的学号查了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卡顿，因为其实很多家长已经从自己的孩子口中知道了成绩。随着网页跳转，刘云和李希云顿时紧张起来，虽然自己儿子说着给他们惊喜，但不看到结果还是不放心。终于网页跳转结束，考生刘长河，学号2023545112，学校临城一中，职业盾铠战士，类型辅助类，分数13102，排名1。当看到网页上的信息，刘云和李希云全部都呆住了。然后刘云拿起手中的小本本，上面写着刘长河的学号，他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对照起来。没错。奇怪了，怎么会没错呢？刘云一脸疑惑，
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了猜测，但还是不敢确定。有没有可能这就是咱们儿子的成绩？李希云则小声说道：“你觉得他能考上第一？辅助类的省状元？”刘云说完，两夫妻悄悄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吃早餐的刘长河，只见对方正一口一个包子。两夫妻摇了摇头，怎么看自己儿子也没有状元之姿啊？爸妈，怎么了？刘长河也注意到父母的眼神，说着也三两口咽下包子，又拿起一个包子来到父母身边，看到电脑上的页面笑了笑，这不是查到了吗？你们怎么这个表情？你确定这是你的成绩？当然了，这不是你们查到的吗？名字、学校、学号都对得上，你们总不能怀疑是我搞了个网页骗你们吧？刘长河一脸奇怪道：“怎么自己拿了辅助类省状元，父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呢？”两夫妻对视一眼，眼睛逐渐明亮起来。我儿子是省状元。刘云深吸一口气，怎么感觉这么梦幻呢？李希云更是起身仔细地打量着刘长河，实在是有些想不通，这小子怎么就成省状元了？长得也不像啊。对了，你多少级了？李希云突然问道。高考之前他们就问过刘长河多少级，但刘长河没说，只是让他们放心。儿子不愿意说，他们夫妻也不好用探查术，所以就干脆由着对方。可现在儿子竟然成了省状元，那等级肯定不差啊。刘长河嘿嘿一笑，然后展示了自己的等级，19级。李希云惊呼，刘云更是心中一震，自己儿子竟然在高考之前达到了19级。你确定你的职业是盾铠战士？刘云在震惊之后就疑惑了，他知道自己儿子是稀有职业，但也只是辅助类的，练级不可能这么快吧？都靠老楚了，他带我的。刘长河指了指楚辞道。刘云这才反应过来，是啊，这两个小家伙这段时间一直在一起练级，既然自己儿子达到了19级，那楚辞，小辞，你李希云开口。我也19级。楚辞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等级。看着这个等级，刘云和李希云猛了猛，如果他们没有记错的话，楚辞好像只是普通级职业吧。爸妈，你们还是先查查老楚的成绩吧，会让你们更加惊喜的。刘长河笑着道。刘云和李希云也回过神来，听到儿子这话，眼睛一亮，难道他们家要出2个省状元？想到这里，刘云再次拿出小本本，上面同样记着楚辞的学号，这3年来的家长会都是他们夫妻给楚辞开的。输入楚辞的学号，很快页面再次跳转。考生楚辞，学号20235451，学校临城一中，职业剑客，类型主战类，分数28190，排名1。虽然早有准备，可当真的看到楚辞的成绩，两夫妻还是被震撼了一番。咱们家有2个省状元。刘云一边说着，嘴角都快咧到耳朵坡了。他想要让自己冷静下来，可一想到全省每年就3个省状元，结果今年有2个都是他们家的，冷静？冷静个屁，都给我笑。而刘长河在看到楚辞的分数后，也是被吓了一跳。卧槽，老楚，你竟然满分！第49章，临城震动，别人家的孩子。刘长河知道楚辞是主战考核第一，但到底多少分数却不知道。如今看到楚辞的分数，也是被吓了一跳，没想到对方竟然是满分。什么？满分？刘云突然想起昨晚看到的新闻，难道昨晚的新闻说有一个考生发现了快速刷怪方法，那个人就是小慈？是我。楚辞点头，至于所谓的方法，那就是他的超高伤害。同时他也发现页面上自己的职业是剑客，应该是上面没有打算暴露自己的真正职业。刘长河则眉头一挑，他可是知道楚辞的情况，对方需要那所谓的方法吗？还是说这所谓的方法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因为楚辞的分数太高，所以官方才给了这么个解释？哈哈，好好好，咱们家2个省状元，这么多年来咱们也算是头一份了。刘云可不管那么多，脸上的笑容就没有停下过。李希云则心细一些，知道楚辞肯定是有些秘密的。不说高考，光是带着刘长河在高考前达到19级，这一点就不是普通学生能够做到的。不过他也没有说出来，反正家里2个小子争气就是了。随后2人也开始填报志愿，自然是选择青龙学院。也在他们2人都填报了志愿，还不到1分钟，2人的电话就响起了。是青龙学院的招生老师打来的电话，目的也很简单，通知他们已经成功被录取。这速度让楚辞和刘长河都懵了，对方不会一直就在等着他们吧？既然已经确定被录取了，楚辞和刘长河在收拾了一番后就出门了。他们自然是去练级。楚辞虽然已经无法获得经验值了，但刘长河还没有19级满，在进入青龙学院之前，说不定还能帮对方将破境任务完成。而刘云和李希云也没有闲着，嘱咐2人注意安全，他们则去了菜市场，打算晚上再庆祝一番。与此同时，临城一中也挂上了横幅，热烈祝贺我校楚辞同学获得云中省主战考核第一，
成为省状元。热烈祝贺我校刘长河同学获得云中省辅助考核第一，成为省状元。一届2个状元，当校长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脸都快笑烂了。而作为楚辞和刘长河的班主任，李云也得到了校长的接见，除了一揽子夸奖赞美之词外，自然好处也是少不了的。反正当李云离开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同样咧着嘴笑，这可把其他老师羡慕坏了。可也只能羡慕，一个班上2个省状元，他们可学不来。同时，临城所有人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卧槽，今年2个省状元都是咱们临城的，咱们临城这是要起飞啊！不愧是咱们临城最好的学校，一中这一次可是露大脸了。上一次咱们临城出现省状元还是30年前吧，没想到这一次直接出了2个。你们还记得之前野猪林和哥布林地堡2个副本记录刷新的事情吗？我估计就是这2个省状元干的。破案了，之前还以为是其他城市的天骄路过，合着是咱们临城自己人，还是一中的学生。牛逼啊！明年我的孩子也要上高中了，希望能够考入一中，说不定也能成为省状元。一城2个省状元，刚知道这个消息，临城很多人都是懵逼的，但紧接着就是狂喜，心中也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咱们临城的孩子就是这么有出息。当然，这也苦了临城那些考得差的学生。看看别人，再看看你，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这是你距离省状元最近的一次，咱们临城今年主战考核总共才400多人，结果你们之中出现了1个省状元，也就是说，这400多分之一的几率你都没有把握住。老公，咱们再生一个吧，这个是废了。一时间，不少学生都被自家老爹老妈说教了一番，同时正在上高2的学生也被家长们灌了一波鸡汤，希望自家孩子明年能够也成为省状元。除此之外，临城教育局也是欢呼雀跃，局长更是狂喜。这已经是他在临城担任教育局局长的第5个年头了，过错倒是没有，但亮眼的成绩也的确拿不出来。眼看着就要换任了，还在惆怅会被安排到哪里去，没想到今年出现了省状元，而且还是2个，这让他直呼楚辞和刘长河是他的福星。2个省状元啊，还是同一年，只要以后他不犯错，后半辈子靠着这个政绩可太稳了。想到这里，教育局局长哪里还坐得住，当即带着人先去了一趟一中，结果等他到了后，发现城主早就来了。城主同样坐不住啊，这政绩不但对教育局局长有用，对他同样有用，甚至整个临城的高层都会因此受益。最后，城主和局长一起在一中校长和李云的陪同下去拜访一下他的2个大福星，可结果是失望的，他们扑了个空，被刘云夫妻接待了一番。在得知2个福星去练级了，城主和局长表示万分理解，虽然有点失望，但比起和他们见面，省状元练级提升实力自然更加重要。同时在得知刘云是城卫军队长，李希云在职务培养部门工作后，2人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都有了提拔一番的心思。省状元的家人，而且还是2个省状元的家人，这要是还不提拔，他们也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了。另外，云中省的媒体也蜂拥来到临城，想要对楚辞和刘长河进行采访，不过最后被城主和局长拦住了，我们都没见到，你们还想见？这不是想打扰我们的省状元练级吗？都给我滚蛋！临城这一天都和过年一样，临城电视台更是循环播放楚辞和刘长河成为省状元的事情。对此，楚辞和刘长河自然不知道，他们在离开家后就提前给纪元说了一声，对方接着他们2人去练级了，一直练级到下午10分，刘云打来电话让他们回去吃饭。正好这时候，刘长河的等级也终于达到了19级满，接到了他的破境任务。第50章，刘妈破境，史诗级装备。最佳队友普通级，请组队与队友一起完成1次副本，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队友数量不限。在副本过程中，你的承受伤害达到全队 20%， 任务完成奖励自由属性点 X50。这就是刘长河的破境任务。这任务也太简单了吧？刘长河开口道。楚辞也是第一次见到普通级的破境任务，没想到简单到了这个程度，但奖励也没有那么丰厚。普通级任务没什么意思，我提升试试。刘长河摇了摇头，已经做过地狱级任务的他，已经看不上普通级任务了。而且这个任务就算提升到地狱级，也可以组队，完全可以让楚辞带他躺。随即，刘长河取出一张稀有级任务提升卷轴直接使用，任务也随之变化。最佳队友困难级，请组队与队友一起完成1次困难级副本，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队友数量不得超过10人。在副本过程中，你的承受伤害达到全队 60%， 任务完成奖励随机职业装备高级 X1， 自由属性点 X200。困难级的任务难度提升了很多，同时奖励也提升了，就算没有楚辞的帮忙，想要完成也是有机会的。但刘长河自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又是一张稀有级任务提升卷轴用出，任务也达到了噩梦级。最佳队友噩梦级，请组队与队友一起完成1次地狱级副本，
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队友数量不得超过3人。在副本过程中，你的承受伤害达到全队 50%。任务完成奖励：自选技能卷轴、史诗级 X1、随机职业装备、稀有级 X1、自由属性点 X500。噩梦级后，难度直线上升，一般人根本就别想完成。刘长河依然没有停下，又取出了一张高级任务提升卷轴，直接将这个任务的难度达到地狱级。最佳队友地狱级，请组队与队友通过一次地狱级副本，并且副本时间达到前10，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队友数量1人。在副本过程中，你的承受伤害达到全队 100%。任务完成奖励：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职业自选装备、史诗级、自由属性点 X1000。看着达到地狱级的任务，刘长河深吸一口气，这个任务的难度太恐怖了。承受伤害达到全队 100%，也意味着队友绝对不能受伤，一旦受伤任务就失败了。不但对自身的要求很高，同样对队友的要求很高。老楚，这个任务……刘长河眼巴巴地看向楚辞，他就指望着抱楚辞的大腿了。明天来刷一次就是了。楚辞笑着道：“无伤刷地狱级副本，对他来说不难，之前又不是没有试过。”随后纪元开着车子送两人回到了家中，还是在刘长河家里。吃饭的时候，楚辞和刘长河也得知了城主和局长前来拜访的事情。楚辞也不意外，2个省状元，这个政绩可不差。对了，这些都是城主他们带来的，说是给你们2人的奖励。刘云说着，取出了2枚储物戒指，都是稀有级的，空间达到了100×100×100立方米，而在里面也放着不少东西。而在每个储物戒中都放着100万金币，技能书、20级稀有装备、魔法卷轴，足足有上百件，都是很适合他们这个阶段用的东西。都收下吧，就算你们用不上，也能换成金币。等上了大学，你们需要钱的地方肯定不少。刘云道。楚辞和刘长河点头，虽然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的确算不了什么，毕竟他们刷一次地狱级副本获得的东西比这还多，但总归是城主他们的一番心意。很快第2日到来，纪元也早早来到了小区外，接2人再次去刷副本。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进入这个副本了。来到哥布林地堡副本之中，刘长河笑着道。楚辞点头，对方很快就会完成破境任务，达到20级，那时候对方就无法再进来了。你先上。楚辞看着门口的哥布林战士说道。好嘞。刘长河一笑，随后直接走出石台，冲入了哥布林战士群中。这些哥布林战士见到刘长河也是没有任何的客气，直接展开了攻击。很快刘长河就开始掉血，当还剩下一半的时候，楚辞出手，直接将这些哥布林战士秒杀。老楚，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刘长河笑道。楚辞点头，随后走在前面，带着刘长河在副本之中横冲直撞。这个副本他们刷过太多次了，所以非常的熟悉。以楚辞的伤害，怪物在数百米外就直接被秒了，所以他根本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此也能保证刘长河的成伤达到 100%。3个多小时后，当楚辞将哥布林牧师击杀后，提示音响起，你的队伍成功刷新哥布林地堡10-19级地狱级副本记录，通关时间为3小时01分钟41秒。副本记录再次刷新，不过已经没有特殊奖励，楚辞和刘长河也不在意，这一点他们之前就知道了。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楚辞问道。完成了。刘长河点头，随后对着楚辞用了3次探查术，他的面板也出现在楚辞眼前。姓名刘长河，职业盾铠战士，等级20级025万，生命27060，法力1550，力量155，敏捷155，体质2255，精神155，智力155，物理攻击310，法术攻击310，物理防御2255，魔法防御155。技能：阵地、探查术、劈砍、斩击、横扫、重击、冲锋、血气护盾。天赋：不屈、超强恢复、盾铠守护、盾铠的愤怒、绝地反击。完成破境任务的刘长河血量直接达到了2万多，对比起楚辞2000多的血量，差距不可谓不大。除此之外，刘长河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天赋，绝地反击。当血量下降到 10% 时，你获得10秒霸体状态，所有体质属性将会临时以1:5的比例转化为力量属性，持续1分钟，每天可使用1次。看着对方这个天赋，楚辞也是惊讶。刘妈虽然是一个合格的肉盾，但攻击力的确太低了。可有了这个天赋，对方也能临时充当主战职业，在某些时候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除此之外，刘长河也选了一件史诗级装备，蛮熊狂甲，史诗级，体质加500，特性：1，受到的所有伤害减少 10%；2，
当目标对你造成伤害时，有1%的几率产生僵直状态。3. 所有负面效果减少20%。技能蛮熊护体，在接下来的10秒内，你可以免疫所有不超过自身血量上限的伤害，冷却时间1小时。这还是楚辞第一次见到史诗级装备，其效果也是惊人的，不但有3个特性，还附带了一个主动技能，而且这个技能还非常强势，要么无法对刘长河造成伤害，要么就将刘长河秒杀。在刘长河将这件装备穿上后，血量也直接突破了3万，彻底成为血牛。第51章到达青龙城。之后的几天时间中，楚辞带着刘长河以及纪元在野外刷怪，至于副本倒是没有再去了。这一天，刘长河的家里，李希云和刘云正大包小包的收拾东西，因为明天就要去青龙学院报道了。妈，差不多就行了，学校里什么都有。刘长河无奈道。行，再给你装个酱菜，这东西学校总没有吧？李希云说着，拿出2罐子自己腌制的酱菜，给楚辞和刘长河的箱子里都放了一个。这一次，刘长河没有拒绝，这酱菜可不简单，是老妈用培养的特殊植物腌制而成，味道极好。一直忙活了大半个小时，足足6个皮箱也收拾了出来。这个2箱子里面都是你们2个的衣服，想着你们要去大学，这些衣服都是我们新买的。还有这个箱子，李希云又交代了一番。楚辞和刘长河将这些箱子收入储物戒中，极为的方便。好了，孩子都长大了，他们知道该怎么生活，走吧，该去传送阵那边了。刘云掐灭手中的香烟说道。随后刘云开着车子，带着楚辞、刘长河以及李希云朝着传送阵的方向驶去。传送阵位于临城的中心广场，周围有专门的守卫看守，平日里其他人去其他城池都是乘坐传送阵，毕竟野外都是怪物，稍有不慎就会遇到危险。当众人到来时，广场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都是来送孩子去上大学的。楚哥、刘哥，你们来了！刚刚下车，纪元就跑了过来，对方知道楚辞和刘长河今天离开，所以特意来送别。纪哥，你这发型怎么变了？刘长河看着纪元一脸诧异，昨天对方还留着机关头呢，今天已经变成寸头了。嘿嘿，这不是要来送你们吗？总不好顶着个机关头毁了你们的形象。纪元笑着解释了一下，还是留寸头吧，看着精神。楚辞道。行，听楚哥的。3人聊了几句，随后一行人从不远处走来，为首的正是临城城主，后面还跟着教育局局长以及一中校长和班主任李云。2位就是楚辞和刘长河同学吧？果然是英雄出少年，这一次我们临城可都是沾了你们的光。虽然你们要去大学了，不过若是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鼎力支持你们的。城主一脸的和蔼，这一次他可是露大脸了。几天前他们整个云中省的城主开会，他可是被特别表扬了一番。这段时间给城主和局长添麻烦了。楚辞客气道。城主和局长都是人精，自然知道楚辞说的是那些媒体的事情。哈哈，楚辞同学别和我们客气，这算什么麻烦？我们还希望每年都有这种麻烦呢。局长大笑道。城主和局长都很有分寸，双方又客套了一番便离开了，给楚辞、刘长河和家人道别的时间。我没什么好说的，只能祝你们万事顺遂。李云说着走上前，拿出2个保温杯递给楚辞和刘长河。诺，钢炮的。嘿嘿，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刘长河接过保温杯，将其中一个塞到楚辞怀里。李云也没有多待，毕竟现场除了楚辞和刘长河外，还有他的其他学生。接下来就是和刘云以及李希云告别的时间。刘长河虽然平日里没心没肺的，可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父母，情绪也有几分低落。在一阵不舍后，楚辞和刘长河踏入了传送阵之中，随着一道白光闪过，2人消失不见。也不知道他们2个在青龙学院习不习惯。李希云红着眼眶，放心吧，青龙学院可是咱们大夏最顶尖的学府之一，别人想去还没有机会呢，说不定等他们回来就已经超过我了。刘云揽着李希云的肩头安慰道，孩子们总会长大的。另一边，当楚辞和刘长河再次睁开眼睛，发现已经来到了另外一座广场上。眼前这座广场比临城的广场更加宏大，光是周围的传送阵就有上百个。此时这些传送阵时不时就会有人从里面走出。2位是楚辞和刘长河同学吧？你们好，我是青龙学院2年级学生郑光，欢迎你们来到青龙城，接下来将会由我带你们进入青龙学院。这时一名身穿法袍的青年带着和煦的笑容走了上来。学长你好，我是刘长河，他是楚辞。刘长河开口道。郑光点头，虽然之前他没有见过这2人，但教务系统之中都有2人的信息。这里是青龙城的东区广场，距离咱们青龙学院没有多远，我先带你们在这附近逛逛吧，顺便去学院。郑光问道。楚辞和刘长河自然没有意见。大夏有4座主城，分别是青龙城、玄武城、朱雀城、白虎城，每一座城之中都有一座最顶尖的学府。
青龙城作为4大主城之一，自然是极度繁华，光是马路都比临城的马路宽2倍。路上车来车往，两边街道店铺林立，商店、超市、购物中心等各种商业场所云集于此。路过时能够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放在货架上。因为这里距离咱们青龙学院不远，所以会比其他地方繁华很多。那边是小吃街，那家鸭腿也是100年老字号了，味道不错，有时间你们可以尝尝。这边是商业街，如果你们想要买什么东西，平日里可以来这里，学院是不限制外出的。另外，咱们学院虽然不限制使用金币，但真正的硬通货还是学分，一个学分大概价值1万金币。不过学院规定了，学分可以换取金币，但金币是无法换取学分的。郑光边走边说，学分的获取方式并不少，最常见的就是做任务，比如我现在接待你们就是我接的任务，完成之后能够获得10个学分。你们可能会疑惑，既然学院内也能使用金币，那学分的意义在哪里？这就不得不说咱们学院的兑换处了。兑换处里面的好东西太多了，最差都是稀有级物品，只要你们的学分够多，就算是史诗级、传说级物品都能兑换。在兑换处只能使用学分，据说兑换处直接连接咱们大夏国库，连神话级物品也有。不过我在学校待了1年，倒是没有见谁兑换过神话级物品。第52章，青木梧桐，传说级。郑光很负责，将很多楚辞和刘长河不知道的东西都详细讲解了一番。对于青龙学院的兑换处，两人都极为感兴趣，毕竟那可是能够兑换到神话级物品的地方。走走停停，楚辞和刘长河也对青龙学院周围有了些了解，不至于外出逛街出现迷路的情况。半个多小时后，3人来到了一座高达30米的巨型白石门前，上书青龙学院4个大字。只是一座门户，就让人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气势。学长，怎么青龙学院呢？怎么只看到门啊？刘长河张望着四周，周围空空荡荡，只有这么一座门户矗立在此地。看到这扇门户了吗？咱们青龙学院在一座异空间中，只要佩戴了青龙学院的校徽，就会被传送进入学院之中。郑光笑着解释，若是外人想要进入，也是需要有人带才行。那若是有心人得到了校徽，岂不是就能随意进入学院？刘长河继续问道。别忘了，青龙学院不仅仅是学府，也是强者聚集地，除非找死，否则一旦进入，估计就算是传说级强者也要殒命。楚辞却摇头道：楚辞学弟说的没错，别说我们4大学院了，就算是其他高校，也有各种反制手段，外人可没那么容易闯入。郑光点头，高层怎么会不考虑这些呢？至于有什么反制手段，他也不清楚。随后郑光便带着楚辞2人踏入门户之中，而当穿过门户后，两人便看到了一条宽阔的石板路出现在眼前，两边则是20多米高的梧桐树。在这些梧桐树下，楚辞2人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卧槽，这些树都是传说级！刘长河突然开口，楚辞也愣了一下，随后扔了个探查术。青木梧桐，传说级。楚辞也是感到惊讶，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传说级物品，竟然是在进入青龙学院。对于两人的反应，郑光很是满意。他第一次进入青龙学院的时候也被吓到了。谁能想到，在外面珍贵无比的传说级树木，在青龙学院只是当个迎宾树。你们可别对这些青木梧桐有想法，这些青木梧桐乃是咱们学院一位传说级强者培养而成，一位传说级阵法大师以此布下阵法，算是咱们青龙学院的第2道防线。郑光解释道。第2道防线？那第1道？郑光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的门户。楚辞和刘长河也急忙丢了个探查术，结果什么都没有探查出来。他们当然不会觉得郑光在说谎，既然他们探查不出来，反而说明了这门户的不简单，甚至可能是神话级物品。郑光也没有解释，因为他也不知道这门户到底达到了什么品级，反正去年他入校的时候，带他的学长也是这么告诉他的。好了，走吧，继续给你们介绍一下青龙学院，还要带你们去报道。郑光招了招手，带着两人进入学院之中。青龙学院很大，或者说这处异空间很大，外界有的这里有，外界没有的这里也有。与其说这里是一座学院，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座城市。基础设施我就不多说了，这些你们都了解，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特殊的东西吧。看到那边了吗？那是副本区域，咱们青龙学院的副本有500多个，各个等级的都有，基本上都放在那边。在这些副本之中，有一个特殊的副本，叫做属性副本。这个副本里面击杀怪物后不会爆装备，也没有经验，但会爆出一种属性药剂。这种药剂服用后可以直接获得自由属性点，不过想要进入副本需要20级。楚辞和刘长河眼睛放光，不愧是青龙学院，竟然还有这种福利副本。看到那座塔了吗？那是通神塔，每闯过1层都会获得奖励，学院也会给学分奖励。据说有人曾经获得过可以成长的装备，有时间你们可以试试。还有技能训练室，在里面使用技能获得的熟练度会翻倍，不过想要进去需要花费学分。力量掌控室，用来让咱们掌控力量的，不被面板完全限制，进去也要学分。之后
郑光足足介绍了20多种青龙学院比较特殊的地方，有些地方并不适合他们，而是适合生活类职业的。不过大部分地方想要进去都是需要花费学分的，所以郑光之前才说学分在青龙学院是硬通货。差不多就这些，有些可能我没说到的，你们也不用担心。等会儿带你们报到后，会有小册子给你们，上面记载的也很详细。郑光说着，三人也来到了一栋教学楼前，这里就是新生报到的地方。你们就是楚辞和刘长河同学吧？之前是我给你们打的电话，我叫冯辉。报到处一名中年男子笑着道：“冯老师。”楚辞和刘长河纷纷喊道：“欢迎你们加入我们青龙学院，把身份证取出来吧，我来给你们办理入学手续。”冯辉道：“入学手续办理并不复杂，只是几分钟冯辉就搞定了，同时给了他们2样东西，分别是青龙校徽、学院介绍小册子。你们2位同学都是省状元，等会儿你们可以去兑换城领取你们的奖励。”冯辉最后说道：“麻烦冯老师了。”客套了几句后，郑光就带着楚辞和刘长河离开了。你们的校徽要好好保管，这东西就像你们高中时候的校园卡一样，很多地方都要用。走出来后，郑光说道：“如果弄丢了，要尽快补办。不过第1次补办需要1000学分，第2次补办2000，第3次5000。至于第4次，我也不清楚，因为目前还没有人把校徽丢了4次，所以有人把校徽丢了3次。不过这补办的价格的确不低，毕竟郑光带着他们逛了这么久，也才获得10个学分而已。走吧，带你们去兑换处，你们都是省状元，是有特别奖励的。”随后，郑光又带着楚辞2人朝兑换处走去。第53章，来，给个5星好评吧。前往兑换处的路上，也遇到了不少青龙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见到郑光都纷纷打招呼，可见其在学院之中的地位并不低。刘长河道：“学长，没想到你在学院的人缘这么好。如果你也是年级前3，你的人缘也会很好的。”郑光笑道：“年级前3？”刘长河震惊了，就算是楚辞也惊讶了一番，没想到对方还有这层身份。郑光还是带着笑容，不过笑意比刚才更甚了一些，这种在学弟面前装逼的感觉竟然还挺不错。可刘长河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的笑意一滞：“学长，咱们学院的年级前3这么穷吗？10个学分你都看得上？”刘长河震惊道：“年级前3都混得这么差，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郑光的笑容僵硬了，虽然他的确看不上10个学分，但也没有刘长河说的这么穷。这家伙什么脑回路？学长不会是专门为了我们吧？楚辞问道：“年级前3会为了10个学分给新生当向导？反正他不信。”“没错，我也来自云中省，我是云中省去年的生活类状元。”郑光点头道。楚辞和刘长河恍然，难怪没有听过对方名字，原来是生活类状元。虽然也是状元，但实际上大部分人更关注的还是主战类和辅助类状元，生活类状元的存在感就要薄弱很多。至少楚辞和刘长河都不知道今年的云中省生活类状元是谁。学长找我们有事？楚辞问道：“等你们达到20级之后再说吧，放心，不会让你们为难的。”郑光笑了笑，三人也来到了兑换处。兑换处就和银行一样，有很多窗口。郑光则带着2人来到了最角落里的一个窗口前，这里坐着一名老人，这位是吴老，管理兑换处。郑光介绍道：“吴老，这2位是楚辞和刘长河，是云中省今年的状元，来领取奖励。”“校徽给我。”吴老看了楚辞和刘长河一眼，点头道。2人也纷纷递上自己的校徽，没等多久，吴老又将校徽还给了2人。状元的奖励很简单，那就是你们高考的时候所得的分数会1点10分转化为学分，第2名是1比5倍，第3名是1比2倍，其他学子都是1比1转化。吴老说道：“毕竟学院也不知道你们自己需要什么，所以就干脆转化学分，让你们自己去买。”楚辞恍然，自己高考可是28190分，1点10分转化为学分，那就是281900，近30万学分。另外，作为高考状元，会有一处单独的住处。你们2个住在东区7号和8号。郑光小子，你带他们过去吧。是，吴老。随后3人也离开了兑换处。楚辞和刘长河暂时没有兑换的想法，毕竟他们现在也没有特别需要的东西。很快，郑光带着2人来到了东翼区，这里都是独栋别墅，能够住在这里的都是青龙学院顶尖的存在。东翼区是你们新生居住的地方，2年级在西区，3年级在南区，4年级在北区，我就在西区4号别墅，有事可以来那里找我。你们可以在这里住1个月时间，每个月学院都会有考核，到时候会根据你们年级排名重新分配你们的住处。你们的校徽就是别墅的钥匙，除非你们主动邀请，否则外人是不能硬闯的，否则后果很严重。另外就是你们的课程，等会儿你们可以自己登录教务系统查看。好了，差不多就这些，咱们加个好友，有什么疑惑可以随时问我，我就不打扰你们了。郑光说完，取出自己的手机，来，给个5星好评吧。
郑光离开了，楚辞和刘长河也纷纷进入自己的住处，开始收拾起来。别墅之中各种家具、生活用品都很齐全，可以直接居住。等行李收拾的差不多了，两人又给刘云打了个电话，算是报平安。老楚，出去逛逛。挂断电话后，刘长河问道：正好再熟悉一下学院。楚辞点头，和刘长河一起出门，在青龙学院之中闲逛起来。今天来青龙学院报道的人很多，都是来自其他省的天骄。每年青龙学院只会招收5000新生，这些新生最差也是稀有级职业，其中更是不乏史诗级甚至是传说级职业。能够进入青龙学院的，就算是最差的，在外面也是天才。两人在青龙学院逛了1个小时，也没有将整个学院逛完，可见青龙学院有多大。中午两人则是直接去了食堂，在这里吃饭是不用花钱的，而且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食物的种类也极为繁多。下午楚辞和刘长河闲着也没事，干脆离开了青龙学院，在青龙城闲逛起来，倒是见识到了不少好东西，扩展了眼界。到了晚上，两人才回到青龙学院，又好好的干了一顿饭，这才回到住处准备休息。毕竟明天就正式开学了，到时候肯定还要上课。而在楚辞躺下没多久，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楚辞房间之中。楚辞若有所感，睁开眼睛看去，借着异空间的人造月亮，看清了来人。冯老。楚辞起身，来人正是校长冯云。还不错，14秒就醒了，虽然比之战场上的战士们差了很多，但总归是有些警惕性。冯云笑着道：换身衣服吧，天地禁令我给你带来了。楚辞心中一喜，自己总算是可以破境了。换了一身衣服后，冯云便带着楚辞直接消失在原地，当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一座广场上。这就是天地禁令。随后冯云取出一枚紫金色的令牌，上面只有1个令字，不过巴掌大小，却是一件神话级道具。接着冯云右手一挥，只见一头20级的史诗级怪物出现，一会儿使用后就直接攻击。冯云道：20级的史诗级怪物，楚辞足够破防了。1000柄灵剑随之飞出，楚辞点头道：冯老，我准备好了。冯云也不犹豫，直接使用了天地禁令。楚辞也得到了提示：你受到天地禁令的限制，接下来3分钟内，你造成的所有伤害将会降至为1点。刷刷刷！也在提示出现的那一刻，1000柄灵剑飞出，化作道剑光落在了那头20级的史诗级怪物身上。这怪物想要反抗，却被冯云禁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剑光袭来，眼中充满了绝望。无命休矣。第54章新的天赋剑意负1负1负1。灵剑落下，密密麻麻的伤害出现，全部都是1点。怪物本来都做好了受死的准备，结果却发现这些攻击只是让他有一些酥麻的感觉，心中顿时升起了希望，看着楚辞的目光也多了一份嘲笑。就这伤害还想杀我？楚辞可不知道这怪物的想法，在他攻击后就查看自己的破境任务。5841年1月万，当看到任务进度上涨，楚辞露出了笑容。若是一件神话级道具都无法让自己完成破境任务，那他真的会吐血。数秒后，任务进度达到了100%，提示也随之弹出：你成功完成破境任务，等级提升达到20级，所有属性增加10点，获得50自由属性点。任务奖励已经发放，你获得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你获得职业专属装备仙剑种可成长，你获得1000自由属性点。听着提示，楚辞将所有属性分配到力量上，然后取出卷轴使用。你使用了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获得新的天赋剑意。剑意，剑心通明，明悟剑意。你的攻击之中将会蕴含剑道真意，每一次攻击将会有1%转化为真实伤害。职业等级每提升1级，效果增加1%，目前为20级，效果为20%。看着自己的新天赋，楚辞双眼放光，竟然是真伤。这玩意儿再配合他的超高伤害，就算敌人的防御超过他的物理攻击也没用。这个天赋和万物可破可不同，万物可破只是能够无视20%的防御，但真伤却是能够直接无视所有防御的。哪怕对方的防御有1000万，他一剑下去也能让对方掉血。若是之前在和金甲魔牛的战斗中，他有这个天赋，完全可以一波将其给秒了。这天赋可太强了，一件神话级道具不亏。楚辞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之前他虽然也能越级杀怪，但越的不多，毕竟高级怪物的防御太高了，就算有万物可破，无视20%的防御，也有可能不破防。但真伤一来，哪怕是神来了，挨他一剑也要掉血。看样子你获得了很不错的新天赋。冯云笑着说道。楚辞沉默了2秒，随后将这个天赋展示给了对方。大夏高层既然愿意用神话级道具帮他完成20级的破境任务，那他也要展现一些让高层放心的潜力才行。本来带着笑容的冯云，当看到楚辞的天赋效果，脸上的笑容一僵，取而代之的是震惊。
作为80级以上的传说级强者，他自然更加清楚楚辞这个天赋的恐怖。这可是能够随之等级提升而提升的天赋，一旦达到100级，那可是能够完全无视对方防御，所有伤害都是真伤。而且真伤在职业者之中是极为稀有的效果，以他的见识，也从未见过有人获得真伤天赋，就连附带真伤的技能都没有。只有一种真伤药剂可以在30秒内获得 5% 的真伤效果，这种药剂达到了传说级。与楚辞现在 20% 的真伤效果相比，那真伤药剂算个屁啊！好，值，太值了。冯云大笑道，区一个神话级道具，直接让楚辞拥有了斩杀神明的能力，实在是太值了。若是神明不反抗，楚辞还真能杀掉。紧接着，冯云面色又变得严肃起来，关于你的信息，今后绝对不可外泄，就算是我也不能说。冯老放心，小子知道轻重。楚辞点头道，我知你意思，此事我会告诉上面的。今后你若是遇到任何麻烦，都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大夏只要有的，任你使用，就算是没有的，也会想办法给你弄来。冯云认真道，他在楚辞身上看到了希望，大夏崛起的希望，甚至他在猜测楚辞真的是神话级职业吗？据他的了解，神话级职业虽然变态，但也没有这么变态啊。楚辞点头，随后又查看剩下一件奖励，那是一枚不过指头大小的白银丸子。仙剑种，9件仙专属，剑重成，仙剑出，需要消耗10万灵剑方能让其成长。10万灵剑，而且还没有限制灵剑的品级和等级，多吗？不多，但楚辞身上现在没有这么多灵剑，身上只有3万多新手剑。冯老，我需要10万件。楚辞看向了冯云，他现在肯定搞不到这么多件，但冯云可以。10万件，倒不是大事，有等级和品级要求吗？冯云点头道，他也看出楚辞需要这些剑是为了其手中的那个白色丸子，他不知道这丸子是什么，毕竟他没有使用探查术，没有经过主人同意，随意的使用探查术，这是不礼貌的行为。没有等级和品级要求，10万新手剑就行了。楚辞摇头道，听到这话，冯云反而眉头一皱，你要是需要20甚至是50级的剑，我还能现在给你带来，但你要1级的新手剑，还是10万，就算是我现在也拿不出来。1级新手剑，他都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了。青龙学院作为大夏的4大顶尖学府之一，入校的学生最差也在10级以上，怎么可能会有1级新手剑这种东西？青龙学院周围繁荣吧，但你别说1级的新手剑了，低于10级的剑都见不到。楚辞也反应过来，1级的新手剑的确不是那么好弄的，不是有多珍贵，而是需求少，自然也就没有产量，何况这还是在青龙学院，那就随便什么等级的吧。楚辞道，等我10分钟，一会儿你的天地禁令效果消失后，顺便把这怪物也解决了，正好试试你的新天赋。冯云说完便离开了。3分钟很快结束，天地禁令的效果也消失不见。唰，一柄灵剑飞出，直接朝着那头史诗级怪物袭去。而这怪物见楚辞再次攻击，眼中充满了不屑。刚才打了他那么多下，才掉了1万血，难不成现在就能杀了他？-1703120。下一秒，一个恐怖的伤害出现，史诗级怪物心中一颤，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只是一剑，他就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下降的只剩下1丝了。怎么可能？这个人类刚才不是只能给自己造成一点伤害吗？为什么？可此时他已经没有思考的机会了，又一个伤害飘起。-547780真伤。第55章，本命仙剑，伤害900倍。你击杀了20级史诗级怪物，获得5点经验值。击杀史诗级怪物，获得奖励100点经验值。看着50多万的真伤，楚辞露出了笑容。真伤效果就是恐怖，50多万的真伤已经足够高了。如今他身上还有3万多新手剑，等全部烙印剑仙印记后，他的伤害将会再提升300多倍。不到10分钟，冯云去而复返，同时一枚储物戒出现在楚辞面前，这里面有10万件，都是20到50级的。楚辞看了一眼，果然如同冯云所说，虽然都是普通级，但也无所谓了，反正这仙剑种也没有要求品级。随后楚辞取出仙剑种，又将一柄剑取出，刚刚靠近仙剑种，这柄剑便瞬间被吞噬。剑真的有用，楚辞也不再浪费时间，直接控制2000柄剑飞出，齐齐朝着仙剑种落下。御剑术20级，9剑仙专属技能，你能操控手中的灵剑进行远程攻击，目前可操控数量为2000柄，操控范围为方圆2000米。该技能无熟练度，效果随着你的等级提升而提升，无上限。20级的他，御剑术的效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够操控的数量从之前的1000达到了2000，就连攻击范围也增加到了2000米。这2000柄剑一靠近仙剑种，仙剑种便快速吞噬，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了几分，其上的灵光也越发的璀璨。冯云在一旁看到这一幕，心神一动，
顿时方圆100米范围内出现一道隐秘的屏障，外人无法窥伺。6000、10000，一柄柄剑被仙剑种吞噬，仙剑种也从一开始的指头大小成长到了鹅蛋大小。半个小时后，当最后一柄剑被吞噬，仙剑种顿时爆发出一道冲天光柱，无数剑光席卷而出。若非冯云早早的用了手段施展了一道隐秘屏障，此时定然会惊动整个青龙学院的强者。半生异象，神物出世。冯云深吸一口气，心中也充满了期待。楚辞本来就很强了，如今再有如此宝物在手，实力必然会更加恐怖。这异象只是持续了10多息，所有剑光重新没入仙剑种之中，而仙剑种也变得虚幻起来，逐渐化作一柄3尺长剑。本命仙剑，高级9剑仙职业专属，力量加150，特性造成伤害的1%将会转化为自身生命值，可成长会随着拥有者的等级提升而提升，成长为稀有级要求达到30级。竟然是吸血效果！楚辞也是讶然，要知道他一剑就是上百万的伤害，就算只有1%的吸血效果，那也意味着上万血量。这个特性对我好像用处不大，能秒他的吸血没用，不能秒他的，他也将对方给秒了。不过他也不至于失望，可以用不上，但不能没有。好了，若是没有其他事，老夫就先走了。你也回宿舍吧，明日还要上课。冯云开口道，他也没有探查楚辞的本命仙剑是什么属性，自己都不知道，那敌人就更加不可能知道了。麻烦冯老了。楚辞感谢道，若不是对方，他想要破境还不知道要多久呢。冯云笑了笑，随后便离开了，而楚辞也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一边走一边也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姓名楚辞，职业9剑仙，为1，等级20级，105 25万，生命3150，法力1550，力量2395，敏捷155，体质315，精神155，智力155，物理攻击4790，法术攻击310，物理防御315，魔法防御155，伤害加成610.06倍。技能养剑术、御剑飞行、探查术、御剑术、剑斩、回柳身法、归心剑阵、万物可破、剑盾、修养、回灵之法、烈焰斩击、剑法精通、闪身、割裂强击、蓄力一击、连击。天赋9仙、剑仙、坠凡、剑心、剑意。20级的他，属性相比于19级时强大了1倍。若是之前在和金甲魔牛战斗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属性，只需要几剑就能秒了对方，越来越强了。回到住处后，楚辞取出之前在凌城购买的3万新手剑标记起来。只是几分钟，这3万多的新手剑全部有了剑仙印记，而他的伤害加成也达到了 935.14 倍。以我现在的伤害，随便一击就能造成300万以上的伤害，真伤也达到了90万左右。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以他的伤害，就算是遇到50级甚至是60级的怪物，也有机会将其斩杀。也只是有机会，毕竟有些怪物可是有免伤技能的，杀不了对方就容易被反杀。清晨，楚辞和刘长河早早起床，去食堂吃了早餐，然后就各自前往了自己的教室。他和刘长河并不在一个班上，毕竟他是主战职业，刘长河是辅助职业。1年级主战一班，这是楚辞的班级，能够进入这个班级的基本上都是各省的天才。他们班上总共30个学生，每个学生的职业至少也是史诗级。当楚辞到来时，班上已经有10多人了。听说今年云中省高考出现了一个满分大佬，不知道有没有来咱们青龙学院。厉害啊，虽然咱们每个省的考核方式不同，但分数都是一样的。我高考也才拿了13000多分，满分是想都不敢想。运气而已。听说是云中省今年在高考之中设置了快速清怪的方法，只是被那家伙发现了。那么多人都没有发现，就他一个人发现也很厉害了。众人正说着，突然见到楚辞到来，纷纷投来了目光。不过也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多说什么，毕竟能够来到一般都是天骄，没有人会不长脑子去结仇。楚辞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等待的过程中班上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8点左右，30个人全部到齐了。这时候门外走进来一名中年男子。同学们大家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们接下来在青龙学院4年的班主任魏涛，76级，职业是狂暴拳王。接下来大家也互相介绍一下吧，毕竟要相处3年，总要互相认识一下。魏涛笑着道，从第一排的同学开始吧。随着魏涛话落，第一排的第一个男生站了起来。第56章，掌控力量的必要性，绝技。张宇，18级，职业撕裂使徒，来自天青省。宁兰，17级，职业暗影游侠，来自漓江省。杨云鹏，18级，职业冰舞猎手，来自云中省。所有人开始按照秩序互相介绍起来，
楚辞则看了一眼杨云鹏，对方和他都来自云中省。很快轮到楚辞，楚辞20级，职业剑客，来自云中省。说完，楚辞便坐下了，可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楚辞，他就是云中省的状元，20级？不会吧，他练级这么快，怎么就20级了？最可怕的是他的职业好吧，我记得剑客这个职业只是普通级吧，他怎么成云中省状元的？众人都带着震惊，尤其是对楚辞的职业。如果说楚辞是史诗级甚至是传说级职业，他们还不会有这么惊讶，可普通级职业竟然能够成为高考状元，这才是真正的恐怖。不过很快众人想到云中省之前说的高考中有快速清怪方式，心中的震惊也消散了一些。虽然觉得可能是楚辞运气好，但也没有人小瞧，毕竟那么多人都没有发现，就对方发现了也是一种本事。继续吧。魏涛也看了楚辞一眼，然后拍了拍手道。随后剩下的人继续自我介绍，很快所有人介绍完，大家互相之间也多了一些熟悉。不过楚辞听完所有人的介绍后，发现班上所有人都是物理职业，而且都是近战职业，看来远程职业和法系职业是在其他班上。好了，大家也自我介绍完了，之后有的是时间互相熟悉，接下来我就来说一说青龙学院的一些规矩。学院并不会限制你们的自由，平日里你们想来上课就来，不想来也不会有老师去叫你们。不过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月考，过关了自然没事，可若是没有达到标准，那就要算总账了。除此之外，你们也看过课表了，有一些理论课你们不要觉得没用，有时候这些你们看起来没用的理论或许能够救你们的命。老师，我作为你们的班主任，会教导你们掌控力量。有些同学应该已经听说过这门课了，或许会好奇为什么要掌控力量，和怪物厮杀不是伤害越高越好吗？伤害越高自然是越好，但掌控自身力量是必须的过程。在你们成为职业者之前，或许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愤怒的情况下，你们能够爆发出远超平时的力量。可当你们成为职业者后，就算你们再愤怒，在没有掌控力量之前，任由你如何爆发，你的面板是10点力量，那你就只能打出10点力量的伤害。职业面板的出现虽然让我们更加清晰明白自身实力，但同样的也限制了我们的潜力爆发。当然也没有完全限制，这个时候就要说一个特殊效果了，那就是暴击。暴击这个效果实际上就是在平衡我们本身的爆发潜力，让我们也能发挥出远超平时的实力，只是不稳定而已。但若是学会掌控自身力量，那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身的暴击率。理论上来说，如果完全掌控了自身力量，就算你只有1%的暴击率，也能做到次暴击。这话让所有人眼睛一亮，他们本身伤害就高，若是能够做到次暴击，可想而知实力将会有多大的提升。除此之外，掌控自身的力量也与你们的技能有关。魏涛继续说道，同学们应该都知道，技能等级是10级，需要不断使用来获得熟练度提升等级。那同学们觉得10级就是技能的等级上限了吗？班上30人，有人面色平静，明显是知道一些东西，但也有人一脸疑惑，其中就包括楚辞。技能达到10级后是还能提升的，被称之为绝技。不过想让技能成为绝技，其难度非常大，但若是能够掌控自身力量，不完全被属性面板束缚，几率就会大幅度提升。说到这里，魏涛露出笑容，既然说到这里，那就说说你们1年级期末考的内容。拥有1个绝技算合格，2个绝技算良好，3个绝技算优秀。你们有1年的时间努力。至于4个绝技，魏涛没有说，毕竟1年时间能够拥有3个绝技就极难了。众人面面相觑，没想到突然就知道了1年后的期末考内容。而楚辞则微微挑眉，他的技能提升方式和其他人可不同。其他人需要释放技能才能增加熟练度，但他只需要喝酒就行了。只是不知道喝酒能否让技能成为绝技。楚辞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众多的技能之中，目前很多技能都已经达到了8级，距离9级也没多远了，等达到10级后可以试试。咱们继续来说。魏涛继续讲解关于力量掌控方面的知识，一堂课很快就过去。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下午2点大家在教室集合，我会带大家去力量训练室感受一下。魏涛说道，这堂课也只是让所有人了解一下力量掌控的重要性，真正想要掌控力量，还是需要去训练室的。对了，我多说一句，同学们应该都知道咱们学院有一个属性副本，20级、29级可以进入，不过我建议大家达到20级后先不要急着进去。魏涛道，因为这个副本并不简单，每个人1年之内进入10次，所以最好是等你们29级了，再寻找一些不错的队友进去，免得浪费机会。这话让众人忍不住看了一眼楚辞，毕竟他们目前最高也才18级，就楚辞达到了20级，很明显魏涛这话实际上是给楚辞说的。楚辞点头，说是每个人1年只能进入10次，但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这辈子只有10次机会。他们不可能为了一个属性副本一直停留在29级，
1年时间足够他们这些人达到30级以上了。好了，下课。见楚辞听进去了，魏涛也直接宣布下课，然后离开了教室。等魏涛一离开，其他人纷纷看向了楚辞，他们都想和楚辞交谈，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等了几秒，还是同样来自云中省的杨云鹏起身来到楚辞面前。第57章，这是精灵？也太露骨了吧！楚辞同学你好，我叫杨云鹏，咱们都来自云中省。杨云鹏来到楚辞面前，很是官方的介绍了一下自己，说着还伸出了手。楚辞无奈的起身和对方握了一下手。你好。双方松开手后，楚辞看着杨云鹏，杨云鹏也看着楚辞，两人相顾无言。杨云鹏虽然身材高大，但明显也是个不善言辞的家伙。有事？楚辞都感觉尴尬了，忍不住开口问道。那个啥，我想问问你是怎么在高考得到那么多分数的？杨云鹏不好意思地问道。班上的其他人也竖起了耳朵，他们都很想知道楚辞一个普通职业剑客到底是怎么获得那么多分数的。官方不是说了吗？有快速刷怪的方式。楚辞说着一顿，至于是什么方式，抱歉我不能说。让他瞎编一个方式，还真编不出来。理解，保密协议吗？这时，一名男同学笑着走了过来。楚辞记得对方叫张宇。话说楚辞，你这也太猛了吧！我没记错的话，剑客只是普通职业吧？你竟然这么快就20级了？张宇笑着说道。运气比较好。楚辞回道，也的确是运气好。如果没有天地禁令，恐怕这些家伙都20级了，他还在19级。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以后大家都是一个班的，互相照应。张宇的性格就比较跳脱了，说着还看向了班上的其他人，众人也纷纷点头，同时气氛也活跃了不少，彼此也开始闲聊起来，没有之前那么陌生了。大家有没有兴趣一起练级？楚辞都20级了，咱们可不能落后。张宇开口道，正好我认识几个辅助，拉过来一起。他们只有上午这一堂课，另外就是下午还有一堂课，此时才上午9点多。虽然班主任魏涛没有安排，但他们还是很有自觉性的。算我一个，争取今天升到18级。还有我。其他人纷纷响应，大家都是天骄，若是一起练级的话，速度会快很多，而且都是一个班的，也正好可以通过练级变得更加熟悉。我就算了。楚辞道，你想来也没用啊，你都20级了，咱们去的副本你都进不去。张宇双手一摊无奈道，其实班上这么多人，他还是挺想和楚辞一起练级的，因为他想看看对方一个普通职业到底是怎么练级这么快的。眼下是没有机会了，只能等他们20级后再说。随后众人结伴行，打算去辅助班级拉几个人一起。楚辞也没有待在班上，和刘长河打了个电话，然后来到1楼找到对方。老楚，他们都去练级了，咱们怎么说？本来还有人想拉我一起，但一听我都20级了，然后就都走了。刘长河笑着问道。清晨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楚辞也破境成功了。咱们也去练级吧。楚辞道，反正闲着也没事。行，咱们就去见识一下青龙学院的副本有多厉害，还有那个属性副本，没想到1年只能进10次，还以为可以一直进呢。两人说着也很快来到了副本区域。这里的副本很多，根据副本的等级不同，各自划分了区域。楚辞和刘长河来的是20级、29级的副本区域。这片区域的学生并不多，毕竟目前新生估计只有他们2人达到了20级，至于老生也一般不会来这个区域，因为老生的等级至少也在30级以上。不过这个区域还是有一些人，都是大2的生活职业学生。楚辞和这些人不熟，只是发现这些人看过来，点头示意了一下，然后和刘长河开始挑选副本。这个区域的副本数量也不少，足足有30多个。老楚，咱们刷这个。正思索该刷哪个副本，刘长河突然指着一个副本道，语气之中还带着一丝激动。楚辞看去面色变得怪异了几分，因为这个副本名字叫精灵聚集地。嗨，你别这种眼神看我，你不想看看精灵长什么样？注意到楚辞的眼神，刘长河闹了个大红脸，但还是强装镇定。不是在书上看到过吗？楚辞道，高中的时候学校就会教导他们分辨各种怪物，包括怪物的特性以及普遍的技能，其中就有精灵。书上看到也算见过，咱们要看就看真的。楚辞沉默了几秒，随后点头，既然刘妈想看，那就去见识一下。先说好啊，他只是想满足刘妈的小心愿，可不是他自己想看，绝对不是。随后他和刘长河组队，然后来到精灵聚集地副本门口，直接选择地狱级，然后进入。那2个家伙是新生吧？你怎么看出来的？废话，只有新生会老实的把校徽佩戴在胸前，以前咱们不也是这么过来的？说的有道理，不过新生今天才正式开学吧，他们竟然就已经20级了，这也太快了吧。的确有点太快了，估计这2人是这一届新生之中的顶尖强者。咦，他们这是进了精灵聚集地这个副本？哦哟，同道中人啊，想当年咱们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
不也是选了这个副本吗？也没必要想当年，也就去年的事儿。你这家伙不拆我台能死啊！不过这个副本的精灵可是非常露骨的，希望他们能够顶住。你们说他们能坚持多久？我估计最多10分钟就会出来。那可不一定，我赌5分钟。几个大二的学生说着，都忍不住发出了嘿嘿嘿的笑声，声音之中带着几分坏笑。甚至他们都不急着去练级了，打算等一等。唯一可惜的是，他们看不到现场画面。而此时，楚辞和刘长河也来到了副本之中，还是熟悉的石台。卧槽，这特么是精灵，也太特么露骨了吧！楚辞都还没有来得及打量周围的环境，刘长河便惊呼出声。楚辞循着看去，在10多米外，正有50只精灵扇动着翅膀飞行，而这些精灵非常露骨。第58章，你们确定他们是新生？楚辞和刘长河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这个副本的精灵竟然是这样的。眼前这些精灵身躯形如骷髅一般，一层皮囊腐烂不堪，甚至能够看到裸露出来的黑色骨架。一对蜻蜓翅膀也是漆黑色，还十分残破，也不知道这种翅膀怎么帮助这些精灵飞起来的。这可和他们想象中的那些胸有丘壑、目有山川的精灵完全不同。腐烂精灵弓手，高级，等级20，生命值6000，攻击1547，物理防御651，魔法防御647，技能弓箭精通，黑暗之剑。很明显，这是一群偏向亡灵系的精灵，虽然是高级怪物，但属性对楚辞来说只能算是一般。不过他也知道这些精灵最麻烦的就是可以飞行，飞行这个能力在60级之前有多大的优势，楚辞已经体会过了。之前击杀传说级的金甲魔牛，他就是靠着飞行。若是其他近战职业遇到这些精灵，很容易会被风筝死。走吧，刷怪了。虽然楚辞对这些精灵也有一些失望，但如此模样，他杀起来反而更加没有心理负担了。随着楚辞话落，顿时50柄灵剑飞出，负309592，负895730，真伤。恐怖的伤害从这些怪物腐烂精灵头顶上飘起，当这些精灵反应过来自己受到攻击时，已经全部身死。你的队伍击杀了20级高级怪物，经验值加20。一道道提示弹起，瞬间的功夫就收获了1000点经验值，还是地狱级副本刷起来舒服，经验值也多。楚辞想着，便和刘长河继续深入，对精灵他们是没有其他想法了。反而为了不看这些精灵狰狞的面容，楚辞直接在1000米之外就展开杀戮。而在楚辞和刘长河刷着副本的时候，等在副本门口的几个大二学生则是一脸疑惑。奇怪了，这都20分钟过去了，他们怎么还没有出来？从他们的装备来看，应该都是近战职业。那些精灵可是近战的克星，他们竟然坚持了这么久，不会是出事了吧？要不要去找老师过来看看？万一真的出事，可就麻烦了。他们2个新生能够这么快达到20级，在这一届肯定是天骄一般的存在，可不能折损在这副本中。几人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虽然刚才他们想看热闹，但也没有想楚辞2人死在副本之中。人族天骄死在副本里，太不值了。你们在这里盯着，我立刻去找老师过来。其中一名男生说着，便急忙朝着外面跑去。很快这名男生回来，在其身后还跟着一名青年。什么情况？他们还没有出来？寒山看着几人沉声问道。他是专门负责20到29级副本的老师，听到消息就立刻赶来了。韩老师，他们2个还没有出来，这都过去20分钟了，他们会不会？寒山没有回答，而是取出了一面石镜。虽然他无法查看副本之中的情况，但还是有手段能够知晓学生是否真的在副本之中出事了。随着石镜亮起荧光，寒山眉头一挑，有些不太敢确定看到的情况。除了他们2人之外，这段时间还有其他人进入精灵聚集地这个副本吗？寒山问道。几人面面相觑，随后摇了摇头。我们在这里大概有半个小时，在这期间除了他们2个外，没有其他人进入这个副本。至于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应该就是他们了，放心吧，他们没事，副本还在运转。寒山点头道。这面石镜虽然无法看到副本之中的情况，却可以看到有多少个副本空间在运转。目前精灵聚集地只有1个副本空间还在正常运转，意味着楚辞和刘长河并没有事。对了，你们确定他们是新生？寒山继续问道。应该没错，毕竟只有新生才会将校徽带在胸前。其中一人点头道。寒山点头，面色平静，可心中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因为他在石镜上看到楚辞2人选择的是地狱级副本，2个新生竟然选了地狱级难度，而且还是精灵聚集地这个极强的副本，和找死有什么区别？也就是他无法干扰副本，否则肯定要亲自进去将2人带出来。行了，我在这里守着，你们去练级吧。寒山道。没事，韩老师，我们想看看他们能坚持多久。几人摇头道。听到楚辞和刘长河没事，
他们也松了口气，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随你们吧。寒山也不再多说，一边和几人闲聊，一边等待着。可这一等，却让众人逐渐傻眼，因为1个小时过去了，楚辞和刘长河竟然还没有出来。还好寒山通过实境看到副本空间还在正常运转，否则真要以为两人出事了。这是哪里来的大神啊？明明是2个近战，竟然在精灵副本之中坚持了快1个半小时了。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第一次就直接通关？不可能吧，普通级难度也不是那么容易通关的，至少不是地狱级难度。听说这个副本的地狱级难度根本就无法通过。几个学生小声讨论着，而寒山则深吸一口气，因为只有他知道那2个新生根本就不是在普通级副本之中，而是在地狱级副本。但他同样不认为这2个新生就能通关地狱级难度。至于原因，自然是因为最终 BOSS 的手段太变态了，和无敌差不多。他现在只能希望这2个新生能快点出来，前往别区找死。时间继续流逝，副本外的几人还在等待。不过等待总是枯燥的，几个学生取出了桌椅，摆上瓜子花生，还拿出了一副扑克牌。几个学生还叫寒山一起，但寒山可没心情，他时刻盯着实境，只想确定2个学生是否还活着。楚辞和刘长河可不知道外面还有人在等着他们。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一棵古树下面，这棵古树足足有数百米高，需要20几个人手牵手才能环抱。而在古树上则有一个个木屋，有上百个，不过都残破不堪。最显眼的还是古树顶端，那里同样有一座木屋，却要豪华很多。当楚辞和刘长河踏入此地时，那座豪华木屋的房门缓缓被打开，一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第59章，献祭者的诅咒，通关副本。依然是一只精灵，但这只精灵却更加的露骨。其他精灵至少还有一层腐烂的皮肤，可这只精灵完全就是个骨架，而且骨架也和其他精灵不同，紫色的骨架之上镌刻着细小而又繁杂的纹路，密密麻麻的布满全身。空洞的眼眶之中散发着黑气，一对翠绿色的翅膀和其气质完全不搭，而且这翅膀还缺了一只。楚辞知道对方就是这个副本的最终 BOSS 了。这只精灵 BOSS 看了楚辞和刘长河一眼，手中的法杖顿时亮起耀眼的紫光，咔嚓咔嚓。下一瞬，只见古树之上的100个木屋，其中99个木屋缓缓打开，一只精灵从里面飞了出来。这 BOSS 是法系，或者召唤系？楚辞想着，一柄柄灵剑也随之飞出，其中一柄灵剑更是来到 BOSS 身前，依靠灵剑提供的视野，他使用了探查术。姓名布塔，种族精灵，职业献祭者，等级30，生命值1，攻击1，物理防御1，魔法防御1，技能献祭者的诅咒。看着这只精灵的属性，楚辞瞳孔微缩。如果对方有几千的属性，他还不觉得什么，毕竟是30级的怪物。可这属性竟然连1级的普通怪物都比不上，血量更是只有1点，走路摔一跤都可能丧命。不正常，太不正常了！谁家30级 BOSS 是这种属性啊？但随后楚辞一愣，他突然反应过来，这只精灵竟然有名字。要知道之前刷了那么多精灵，可没有谁有名字。虽然疑惑，但楚辞手中的动作却没有停顿。当那99只稀有级精灵刚刚从木屋之中走出，灵剑便随之落下。与此同时，副本门口的寒山眉头紧皱，因为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了，那2个新生竟然还没有出来。都这么久了，他们2个在里面干什么？怎么还不出来？不会再打 BOSS 了吧？不太可能，普通级难度的副本 BOSS 也是30级，他们才20级吧？遇到 BOSS 不是找死吗？他们不会没有刷怪，而是在副本里面待着等时间过去。不至于做这种事吧？这不纯纯有病吗？几个大二的学生正围着桌子嗑瓜子，等了这么久，他们打牌都打得没了兴趣。寒山没有说话，但也同样不觉得2人在打 BOSS， 毕竟才过去3个多小时， BOSS 的面都见不到。而且那 BOSS 也不简单，虽然看起来属性比1级的怪物还垃圾，但对方那唯一技能却极为变态。献祭者的诅咒，你可以将其他生灵献祭，让其成为你的随从，你承受的所有伤害将会100%转移到随从身上，随从死亡后会在1分钟后复活，但你也会受到诅咒，所有属性强制为1点。 BOSS 足足有100个随从，全部都是29级的稀有级怪物。想要击杀 BOSS， 就需要在1分钟内将这100个稀有级怪物全部击杀。但这可能吗？这只是一个20到29级的副本，就算是100人的队伍，面对的还是飞行怪物，根本不可能在1分钟内击杀这么多怪物。在没有达到60级之前，几乎没有职业者能够飞行，而能够飞行的60级职业者又无法进入这个副本。就算真的有人能够在1分钟内将所有怪物击杀，但 BOSS 只需要飞在天上等1分钟，那些怪物又会重新复活。BOSS 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当然了，也不是没有办法通关。
曾经他们青龙学院的很多学生就研究过这个副本，最终也找出了不少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特制的火油放火烧树，那些木屋是怪物的复活点，只要烧了就无法复活了。不过就算有特制的火油，想要烧完古树也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所以这方法想要用出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在100只稀有级怪物手中存活至少半个小时，否则大火还没有把树烧完，就被那些怪物给撕成碎片了。寒山可不觉得这2个新生有能力在100个稀有级怪物手中存活，甚至他怀疑这2个新生恐怕连放火烧树这一点都不知道。楚辞和刘长河的确不知道这个副本的通关方式，但就算知道也不会在意，因为他们根本就用不上。-2386120-895730真伤。随着楚辞的灵剑落下，一个个恐怖的伤害从99个精灵头顶出现。这些精灵虽然都是稀有级，达到了29级，但血量也就30万左右，自然是扛不住楚辞的伤害。几乎是瞬间的功夫，99只精灵全部丧命，爆出了大量的东西从古树上洒落下来。而站在古树顶端木屋门口，正想要看戏的布塔，脸上的笑意直接僵硬，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什么情况？自己99个随从才刚刚出场，竟然就全部被秒了，而且那些伤害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么高？到底谁才是 BOSS？ 就在布塔愣神之际，一道剑光直接落在了他的身上。复灵，这个伤害一出现，楚辞眉头紧皱，以对方的属性，自己这一击竟然没有造成伤害，而且连真伤都没用。难道他的那个技能是免疫伤害的？楚辞眯了眯眼睛，他就知道对方不简单。不过就算有免疫伤害的手段，持续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正想着，一个伤害却突然从古树上一个木屋内飘起。-3582920 -895,730真伤。这个伤害一出现，楚辞直接懵了，他好像没有对这个木屋攻击吧？但随后他就想起，除了古树顶部的 BOSS 木屋外，古树上还有100个木屋，可刚才却只有99个木屋出现了精灵，所以这剩下的木屋之中也有一个精灵。那 BOSS 的技能效果是转移伤害。楚辞心中顿时有了猜测，按道这 BOSS 还挺狡猾，竟然还藏了一个精灵在木屋中。再次看向 BOSS， 却发现对方正一脸的惊慌，已经扇动着残缺了一只的翅膀往上飞了200多米。想跑？楚辞冷笑一声，既然知道了 BOSS 的底牌，那对方就可以死了。此时布塔正距离楚辞2人有700多米，飞在空中的布塔看着下方2个黑点，心中松了口气。这么远的距离，对方应该拿他没办法了。只要等1分钟，他的随从就会全部复活，届时他就再次立于不败之地。可正想着，布塔突然发现下方正有一道灵光快速的靠近。等他看清这道灵光时，面色大变，因为那是一柄剑。可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这柄剑的速度太快了。赤，寒光闪过，利剑直接洞穿了布塔的身躯。-3582920 -895,730真伤。400多万的伤害用来收割布塔那一点生命值，实在是有些奢侈了。布塔感受着生机的消失，面容先是有些愕然，但紧接着又露出了一抹笑容，目光看向了下方的楚辞，又看了一眼自己的木屋，最后双眼一翻，彻底死亡。同时一道光芒从其身上爆发，爆出来的东西如同下雨一般从天上落下。楚辞和刘长河也得到了副本通关的提示。第60章献祭晶石，触发任务，你的队伍击杀30级 BOSS， 经验值加200，你的等级提升至21级，每项属性增加50，自由属性点100。你的队伍击杀精灵聚集地，20到29级，副本 BOSS， 获得经验值5000点。你的队伍成功刷新精灵聚集地，20到29级，地狱级副本记录，通关时间为3小时41分钟16秒，获得奖励百青古叶史诗级。百青古叶史诗级由精灵一族采集100种不同的古树绿叶制作而成，放置于身上，每秒恢复1%的法力值，直接使用将会在接下来的3分钟释放技能，不会消耗法力值，并且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减少20%。看着刷新副本后的奖励，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这玩意儿倒是不错，正好他的法力值不高，而且直接使用后3分钟内释放的技能不消耗法力值，这个效果对他来说更是底牌一般的存在。目前他有10几个技能，但他的法力值根本无法支撑他释放一轮，给他3分钟无限火力，再加上他的伤害，估计就算是6、70级的强者都扛不住。老楚爆出来不少好东西。楚辞分配完属性点，刘长河也将 BOSS 爆出来的东西捡了回来。东西不少，金币、技能书、装备，不过其中他能看上的并不多，也就一张史诗级的定向传送卷轴不错。老楚，咱们离开了。清点完东西后，刘长河问道。不急。楚辞的目光看向了古树顶端的豪华木屋，布塔临死前的神情他注意到了，尤其是对方最后还看了一眼木屋。
这让他感觉那木屋之中或许有什么秘密，就算什么都没有发现，也不过是耽误一些时间而已。走，我们上去看看。楚辞说着，两柄灵剑飞出，直接御剑飞行，来到了古树顶端的木屋前。刘长河虽然疑惑，但也没有多问。这木屋的房门是关闭的，四周也没有窗户，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楚辞正打算过去，刘长河将其拦了下来。我去开门，放心，我有致命徽章，有危险也能跑出来。楚辞沉默了一下，然后将自己的致命徽章也给了对方，这样保险一些。刘长河也没有犹豫，将徽章收起后便朝着房门走去。楚辞也操控100柄灵剑护卫在对方身前，防止出现意外。来到门前，刘长河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而楚辞则操控着10柄灵剑飞了进去。借着灵剑反馈的视野，楚辞也看到了屋内的情况。屋内很简陋，一张床，一张靠着墙壁的桌子，桌上放着一个巴掌大小的圆盘玉石，玉石下方压着一只翠绿色的翅膀。楚辞突然想到 BOSS 之前的翅膀是残缺的，原来还有一只在这里。没有危险，咱们进去吧。楚辞说着便和刘长河直接走了进去。因为屋内太过简陋，所以最显眼的就是木桌上放着的2样东西。楚辞拿起圆盘玉石，丢了个探查术。献祭晶石，史诗级，使用后可以将一个生灵献祭成为自己的随从，自身受到的所有伤害将会转移到随从身上，直至随从死亡。要求目标不超过自身等级，品级不超过史诗级。看着这件道具的信息，楚辞心中一震，他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这件道具十有八九就是 BOSS 制造出来的，出神器了。楚辞心中暗道，他不缺攻击伤害，但生命值一直都是极缺的，他又舍不得将自由属性点加在体质上，也就是有致命徽章在，可以免疫一次必死伤害，给他提供了一些安全感。但致命徽章只有1枚，就算加上刘长河的也才2枚，所以在刷怪的时候他都会先手攻击，不给怪物靠近的机会，否则挨一下他也扛不住。而这个献祭晶石却可以完全解决他的问题，他完全可以献祭一个血高防高的怪物成为自己的随从，就算受到攻击也会由怪物承担。这件道具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的确和神器差不多。老楚，快看，这竟然是任务道具。这时刘长河开口道，楚辞也看向了对方手中拿着的翠绿色翅膀。随着他一接触翅膀，一道提示随之弹出：回乡的期盼，陌生的朋友你好，我是精灵一族的王子布塔，当你得到我的翅膀时，意味着你的实力远超过我，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带着我的翅膀前往精灵族，将其交给我的母亲精灵族的女王凯莉丝陛下。相信你已经发现了献祭晶石的效果，这是我给的报酬。而且这枚献祭晶石只是我用残缺的力量制造而成，所以只是史诗级，在精灵族有我留下的1枚完整的传说级献祭晶石。如果你能帮助我，我的母亲会将其赠送给你，并且还会有其他丰厚的报酬。你获得了特殊道具，触发新的任务，是否接受？注意，该任务为唯一性，只能1个人接受。楚辞有些诧异，没想到这个布塔竟然是精灵族的王子，可对方是怎么出现在副本之中，还当了 BOSS 的呢？而且他虽然猜到这木屋之中或许有好东西，但也没有想到直接就触发了一个任务。这方世界可没有 NPC 这种存在，所以除了破境任务外，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获得其他任务。这也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个除了破境任务外的任务。老楚，这是唯一性任务，快接了吧，任务可不好找。刘长河笑着道，他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任务的，但他没有接取。先不说他就是来躺的，能够混经验就不错了，光是他的实力也不允许他接这种任务。行，楚辞点头，献祭晶石他还是很馋的，史诗级的献祭晶石就已经很不错了，更别说传说级的。而且既然去了精灵族，精灵族的生命之水、生命古树树叶都是好东西，说不定能够得到一些。不过这个任务也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精灵族在外域，那里强者众多，他现在可不敢去。任务先接着，反正也没有任务惩罚。你获得新的任务，回乡的期盼，该任务无期限。看着任务接取成功，楚辞也将布塔的翅膀收了起来，他也用了探查术，不过这翅膀只是被介绍为任务物品，并没有其他作用。也在他接取任务后，一道副本的提示音突然响起。第61章，这乃是新生，明明是2位大爷。你即将离开该副本，请设置你的小队名称，若是没有设置，将会默认为小队成员名字。看着提示，楚辞照常设置成隐藏小队，随后便和刘长河一起退出了副本。副本外，本来正等待的有些无聊的寒山几人，突然看到在副本旁边的石碑上闪过一道金光，随后之前的第1名掉落到了第2名。第1名，隐藏小队，难度地狱级，时间3小时41分钟16秒。第2名，22届战2班，难度地狱级，时间9小时12分钟47秒。第2名，21届战1班，难度地狱级，
时间9小时15分钟11秒。这什么情况？排行榜怎么突然变了？隐藏小队？奇怪了，咱们在这里也差不多有4个小时了，没看到有其他人来啊。不到4个小时就通关了，而且还是精灵聚集地这个副本，这是哪里来的大神？这通关时间是不是太变态了？不会是一群史诗级甚至是传说级职业吧？这个名称是什么情况？是不想暴露身份，还是不知道要设置成哪一届哪个班的？听着5人的话，寒山则是心中一惊，急忙拿起石镜查看起来，发现精灵聚集地只有1个副本空间在运转。难道？不可能吧？2个新生通过了地狱级副本，而且还刷新了记录。寒山咽了咽口水，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他的3观都将会被刷新。这里可是青龙学院，能够来这里的至少也是稀有级职业，史诗级只有不说一大堆，但也绝对不少。副本记录的含金量可比外界强太多了。可现在记录被刷新了，而且好像还是被2个新生刷新了。这……寒山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表达心中的震撼。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那2个新生干的？5人正在讨论，其中1人突然悠悠地说道。这话一出，另外4人一顿，紧接着瞳孔微缩。他们在这里待了这么久，除了那2个新生外，的确没有其他人进入过副本，而且这设置的名称太符合新生的风格了。可一想到只是2个新生，他们内心就不敢去相信。2个新生刷通地狱级副本，这说出去谁信啊？就算在青龙学院这种天才众多的地方，也从未出现过这种事情。韩老师，5人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寒山，虽然他们不敢相信，可眼中却有一些期待。副本里面只有1个副本空间在运转，而他们2个选择的是地狱级难度。寒山开口道，他没有说这个记录是不是那2个新生干的，因为他也不知道。可这话却让5人纷纷深吸一口气。虽然韩老师没有明说，但这话已经证明了一些东西。所以2个新生真的刷新了地狱级副本记录。5人在短暂的沉默后，眼中也爆发出炫目的神采。卧槽，牛逼啊！今年的新生也太他妈猛了吧！这才开学第1天就刷新副本记录，咱们青龙学院来大佬了。不但刷新了记录，而且时间还缩短到了4个小时内，这可是在飞行怪物的副本里面，时间比第2名少了1半还多。5人正激动地讨论着，副本入口一阵涟漪卷起，楚辞和刘长河走了出来。楚辞看了看时间，才12点多，快到1点了，可以先去吃个饭，下午2点还要去上课。正想着，突然发现有5人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们。这5人他们之前在进入副本之前也见过，正疑惑这些人想做什么，5人便快速跑了上来。2位学弟，我是大2生活5班的柳成，职业是装备增幅者，咱们加个好友呗，我能帮你们增幅装备强度。学弟，我是药剂师，想要各种药剂找我啊，我免费送你们，只要你们能带我练级就行了。还有我是5个大2的学生，热情无比地介绍着自己，不怪他们这么热情。2个新生刷通地狱级副本，还是难度最大的飞行怪物副本，更是刷新了记录。只要他们不傻，都知道这2个新生是大佬。如今就他们几个人知道这件事，自然要早早的结交。而且他们都是生活职业，虽然对等级的要求不高，但也还是需要练级的。目前整个大2所有生活类职业的学生之中，就他们5个没有达到30级。去练级吧，他们都是生活职业，刷怪不说没有效率，但也差不多。找别人带他们练级，可那些主战职业早就超过30级了，没法带他们进副本。找校外的人，他们又没有安全感。新生又才刚开学，很多人连20级都没有，更别说带他们了。所以他们现在的处境还挺尴尬的。可现在不同了，眼前这2位大爷可是刷通了地狱级副本，如果能够抱住大腿，说不定就能带他们练级了。好了，别围着他们了。寒山走过来，才让5人安静下来。2位同学，我是今天负责值班20到29级副本区域的老师寒山，你们跟我过来一下，有些事情需要问你们。楚辞和刘长河点头，至于那5个大2学长的好友申请，他们也都同意了。多个朋友多条路，他们还是知道的。你们5个出去后别乱说。寒山又看着5人道：放心吧，韩老师，我们都知道规矩，肯定不会乱说的。2位学弟，有空带我们练练级啊，我们就靠你们救命了。5人纷纷点头答应。而楚辞和刘长河也跟着寒山来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小屋中，这里就是寒山值班的地方。2位同学怎么称呼？哪个班的？班主任是谁？来到屋内，寒山给2人倒了杯水，笑着问道。楚辞，战一班，班主任是魏涛。刘长河，辅一班，班主任朱岩。2人各自说了一下自己的信息。寒山点头，能够在一班，那都是这一届学生之中的佼佼者。隐藏小队是你们吧？寒山问道。第62章，不忍直视的那种露骨。楚辞和刘长河点头，这事也没有隐瞒的必要，对方都看着他们从副本出来了。见2人承认，
寒山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的表情。我能问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吗？寒山道：当然，如果涉及到你们的一些核心秘密，不用告诉我。我只是想知道这个副本是不是有其他快速通关的方法。韩老师，我能问问这个副本有哪些通关方式吗？楚辞问道。其实他有一个疑惑，这个副本明显被通关了很多次，之前为什么没有人发现那个唯一性的任务？难道所有学生在通关后就没有一个人去那木屋之中查看？这个副本是10年前出现的，可一开始很多学生都无法通关副本，毕竟飞行类的怪物在20级几乎是无解的。直到有一个学生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使用特制的火油放火烧树，这才攻略了这个副本。寒山解释道，相信你们应该也看出那些精灵的复活点就是木屋，只要没了木屋，就只需要刷一次怪物就行了。楚辞恍然，难怪之前没有人发现这个唯一性的任务。古树都被烧了，上面的木屋肯定也没了，自然无法触发任务。至于寒山所说的木屋是复活点，他还真不知道这一点，毕竟他杀得太快了，1分钟都不到 BOSS 就死了，自然没有复活的可能。韩老师，我们的办法不适合其他人。楚辞道，这样吗？那就有点可惜了。如果你们的办法适合大多数人，就相当于提供了新的攻略方法，至少可以获得10万学分奖励。寒山道，当然，你们刷新了副本记录，也可以获得5000学分奖励，这件事我会记录的，明天你们就可以去兑换城领取这笔学分。他虽然有点失望，但也没有再继续询问，在他想来，这两人可能是用了什么强大的道具才快速通关的，这种方法的确不适合大多数人。其他没什么事情，你们可以离开了，你们下午应该还要上课。寒山道，对了，以后如果刷新了副本记录，最好是用你们的班级名字，算是一种班级荣誉吧。好的，韩老师。楚辞和刘长河点头，随后便离开了。两人来到食堂，吃完午饭后也1点多了，这才慢慢朝着各自的教室走去。当来到教室，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了。咱们学院的副本难度都不低啊，比以前刷的副本难多了。正常，咱们学院的副本都是上面精挑细选的，都挺有特色的。听说还有精灵副本，可惜那是20级的副本，咱们还进不去。咱们是进不去，但咱们班上不是有人能进去吗？众人正说着，齐齐看向正望着窗外的楚辞，察觉到众人的目光，楚辞茫然地看过来。楚辞，你上午也去刷副本了吧？有没有去精灵副本？张宇直接走上来问道。是，怎么了？楚辞疑惑道。还真是精灵副本啊，给我们说说里面的精灵都长什么样，是不是都胸怀若谷？张宇挤眉弄眼道。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但那期待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就连班上的几个女生都表面不关心，实则暗暗竖起了耳朵。长得都很。楚辞沉默了一下，吐出一个词：露骨。这话让众人纷纷眼睛一亮，脑海中似乎多了很多画面。真的假的？咱们学院会放这种副本给我们用？张宇嘴上质疑，可一双眸子贼亮。真的，非常露骨，不忍直视的那种露骨。楚辞点头道，他说的可是真的，最后的 BOSS 都直接是骷髅，胆子小的都不敢看。所有人嘴角都忍不住上扬了几分，如果不是还要上课，他们怕是已经冲出教室去练级了。楚辞不知道，正是因为他这句话，导致班上众人为了达到20级疯狂练级。只不过在真的达到20级，见到了那些露骨的精灵后，所有人心灵受到重创，用幽怨的眼神看了楚辞足足1个月。楚辞看着众人那激动的神情，嘴角也同样上扬。他能不知道大家误会了他的意思吗？他当然知道，因为在没有进去精灵副本之前，他也是那么想的。不过自己都淋过雨，那别人也就没有必要打伞了。很快时间到达2点，魏涛从外面走了进来。都跟我走，带你们去力量训练室。魏涛招了招手，又带着众人离开了教室，很快就来到了另外一栋教学楼前。刚进入里面，楚辞就看到了刘长河也在，不过两人只是点头示意了一下，然后各自跟着班级朝不同的房间走去。这些就是掌控力量的训练舱了。魏涛指着10个立起来的圆柱形设备说道，这些训练舱都是由我们大夏最顶尖的炼金师研究制作而成，进入里面后会自动根据你们的情况调节你们的面板属性，一共有10档，一档对应的是力量掌控0%至10%的，后面以此类推，不同的等级也需要消耗不同的学分。一档1个小时需要10学分，2档1个小时需要50学分。你们都是新生，每个月有100个小时的免费时间，这个福利在你们大2后就没了，所以好好珍惜。听着魏涛的话，众人也好奇地打量着这些训练舱。老师，这训练舱是用什么功能的？应该不是电能吧？有人好奇地问道。你们可以猜一猜。魏涛笑道。众人面面相觑，提出了不少猜测，但魏涛只是摇头。还是告诉你们吧，这些训练舱的能量来自于金币。魏涛宣布了答案。金币？众人惊讶，实在是想不出金币怎么用来功能。金币属于最常见的道具，杀怪都有几率爆出来，
如今更是成为了货币。而对于金币，我们大夏自然也会研究。早在数百年前，我们就发现了金币之中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能量，但一直无法提取，甚至是利用。经过多年的研究努力，在100年前，我们才拥有了提取金币之中能量的技术，并且加以利用。平时你们几乎遇不到消耗金币功能的设备，但如果你们去了外域的前线，就会发现那里的很多攻防设备都是消耗这种能量的。好了，这些你们了解一下就行了。接下来我来为你们演示如何使用训练舱。魏涛说完，也来到了一个训练舱的面前。第63章，暴击倍率训练室。进入训练舱后，将你们的徽章放在这里，会记录你们的信息，也会根据你们使用的时间扣除学分。魏涛来到训练舱里面，将一枚校徽放在一个卡槽之中。很快，训练舱内的一道屏幕亮起，上面就是有关魏涛的信息：姓名魏涛，身份23届战一班老师，掌控度73%，训练档级7档，训练消耗1万学分小时，免费时间100个小时。这是老师我的信息，在这个屏幕上你们可以选择消耗学分或者免费时间。免费时间每个月月末都会清零1次，所以我的建议是一开始你们先消耗学分使用，如果月末能够将掌控度提升到20%以上，进入2档后再用免费时间会比较划算。魏涛说着取出了自己的校徽，看向众人，还有什么疑问吗？老师，咱们在里面做什么？总不能站着不动吧？张宇好奇道。还记得你们高中时候学的军体拳吧？如果不想打军体拳，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跑步、仰卧起坐都可以，没有具体的限制，只要你觉得合适就行了。魏涛笑着道。接着其他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魏涛也详细的为众人解答。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提升自己对力量的掌控度，因为一旦掌控度提升上去了，对你们的实力将会有很大的提升，不仅会影响到暴击率，将技能转化为绝技，同时也会影响到你们的暴击倍率。比如老师我力量掌控度是73%，理论上我是能够爆发出8倍暴击的，但目前我只爆发出了1次8倍暴击，而且还是在绝境下。魏涛道，不过平时刷怪的时候打个4、5倍的暴击还是很轻松的。众人眼睛发亮，他们都是史诗级职业，战力本就高，若是再爆发出多倍的暴击，伤害将会更加恐怖。就连楚辞也是颇为心动，这可是暴击倍数，他的伤害加成了900多倍，若是触发暴击那就是1800多倍，3倍暴击就是2700多倍，如果再算上技能，打出个几千万的伤害，简直轻轻松松。好了，这里一共有10个训练舱，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先体验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是不计在免费时间里面的。魏涛道，我念到名字的同学开始第1轮的尝试，楚辞、杨云鹏、钱躺、张宇。楚辞和另外9人进入训练舱，按照刚才魏涛教的，将校徽放在卡槽上。姓名楚辞，身份23届战一班学生，掌控度0%，训练档级1档，训练消耗10学分小时，免费时间100个小时，教学体验30分钟。看完自己的信息，楚辞深吸一口气，点击了屏幕上的开始按钮。下一瞬，舱门关闭，一股奇特的力量逐渐在训练舱内弥漫开来。楚辞顿时感觉身体好似轻飘飘的，想着楚辞开始跑步，结果却发现跨出的右腿好似不听使唤一般，竟然跨出了1米的距离。当他想要收起左脚的时候，又感觉到一股阻力，可当他用力时，左脚又突然变轻，快速被收回。这是在模拟力量失控后的状态。楚辞朝着前方挥出一拳，发现同样如此，上一秒还感受到了阻力，但下一秒拳速又加快了几分。看来是要在这种力量失控状态下找到一个平衡点。楚辞心中明悟，当即一边跑步一边控制着自身的力量，这种时快时慢的感觉非常难受，而且很累，只是几分钟就让他开始喘气。除了楚辞外，另外9人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只有杨云鹏表现得很好。哦，这小子竟然有6%的力量掌控度。魏涛看着杨云鹏的训练舱，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但随后又恢复正常。有些学生来自传武世家，自幼便开始练武，对自身的力量增长很敏感，在转职成功后依然会保留一些对力量的掌控度。很明显，杨云鹏就是这样的学生。很快半个小时过去，10个训练舱也随之打开，除了杨云鹏额头只是渗出一层细汗外，其他人都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太折磨人了。半个小时，我连1%的掌控度都没有，说的好像谁不是一样。那可不一定，杨云鹏一进去就有6%的掌控度。卧槽，杨哥，求指点。我是从小就练武，所以才有一些掌控度，不过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技巧，不一定适合你们，但可以参考一下。看着学生们围着杨云鹏，魏涛一脸笑意的看着这一幕。技巧他自然也会，但这些技巧更多的还是自身的本能，若是指点一下就能学会，他也不会不教了。好了，下一轮同学可以进去了，
你们要讨论，可以等下课后再说。给了众人几分钟时间，魏涛才开口打断。又是10人进入训练舱中，和楚辞他们一样。当半个小时后，这10人走出训练舱，同样汗流浃背。最后10个同学进去吧。宁涛道。最后10人也进入了训练舱，但这一次却有些不同。10个人里面也有1个人有一定的掌控度。楚辞记得对方叫宁兰，一个很是沉默的女生，职业是暗影游侠。虽然只是达到了3%的掌控度，比不上杨云鹏，但比他们大部分人好太多了。好了，大家都体验结束了，之后想要再进去，就要消耗你们的免费时间或者学分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知道大家提升实力的心情很热烈，但也要注意合理分配休息时间。魏涛交代了几句后，就宣布下课了。他倒是不担心众人在训练舱内累到，因为训练舱也有检测生命状态的功能，若是晕倒了，值班的老师会立刻赶到。此时才下午4点左右，有10人打算留下继续训练，剩下的人准备去刷副本练级。楚辞则来到刘长河所在的班级，得知对方也打算继续训练，商量好一会儿在食堂集合后，楚辞便离开了，正好去兑换处看看有没有史诗级或者传说级09。想着，楚辞朝着兑换处的方向走去。第64章兑换4种史诗级09。来到兑换处，楚辞来到一个窗口前，里面坐着的正是之前见过的吴老。小家伙，想要兑换什么？吴老面带笑意的看着楚辞，对楚辞他还是有印象的，毕竟这么多年，就对方一进青龙学院就获得了20多万的学分。吴老，我想问问有没有09，最好是史诗级，甚至是传说级09。楚辞问道。吴老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虽然很多新生来了之后都会想要兑换好东西，但也不至于像楚辞这般开口就是史诗级、传说级，而且还是09。09自然是有的，不过现在咱们兑换处只能拿出史诗级09，毕竟这种东西很少会有学生会兑换。吴老道，至于传说级09也可以兑换，不过要先预定，3天内会到。史诗级以上的09效果都很强，不过提供的效果都有时间限制。09是属于战略资源，都是提供给外域前线的，学院内想要兑换的话，史诗级还能拿出来，传说级那就要向上申请了。听到传说级09也能兑换，楚辞露出笑容，不过是多等几天而已。吴老，能给我看看史诗级以上09有哪些吗？楚辞问道。吴老点头，取出一个平板操作了一下，然后递给了楚辞。楚辞看去，上面能够兑换的史诗级09种类一共有200多种，不过目前只有10多种有存货，能够立刻拿到，剩下的需要先预定。至于传说级09可以兑换的种类，则是42种，都没有存货，也是需要预定的。同时，平板上也有这种传说级09的效果展示。黄龙酒，传说级，采用传说级怪物黄龙逆鳞，配合上千种材料酿制而成，饮用后在3小时内所有伤害正1000%，受到的伤害负1000%，血量上限正1000%，可以施展一次技能黄龙变，有5%的几率获得黄龙的一项天赋。生命冰露，传说级，采用精灵族生命古树的根须，配合上千种材料酿制而成，饮用后在3小时内每秒恢复5%的生命值，可免疫神级以下所有的负面效果，有5%的几率获得来自生命古树的永久祝福效果。桑洛谷雨，传说级，采用神树扶桑千日晨露，配合上千种材料酿制而成，饮用后在3小时内每次受到神级以下强者的攻击都有10%的几率免疫，100%的几率将一个技能转化为绝技，50%的几率将2个技能转化为绝技，1%的几率将3个技能转化为绝技。虽然楚辞知道传说级09的效果会非常强，但也没有想到这么强。史诗级以上的09他只喝过2次，第一次是喝了神话级09，觉醒了九剑仙职业，第二次则是帮助几元完成破境任务获得的史诗级09清风雨露，但效果完全无法和传说级09相比。当然，这些传说级09的价格也不便宜，其中最便宜的都要100万学分，相当于100亿金币。这也就是在青龙学院，在外面别说100亿金币了，就算是1000亿金币也不一定能够买到。这种层次的东西一般都是强者才能拥有，人家也不缺金币，更多的还是以物易物。也就是青龙学院是大夏的顶尖学府之一，才让他们这些学生有渠道能够接触到传说级的东西。怎么样，要不要预定？你的学分可不够，不如看看史诗级09。吴老笑着说道，虽然楚辞的学分不少，但还不足以购买传说级09。楚辞沉默了一下，传说级09他自然是想要的，但学分的确不够。当然，他也可以直接找校长冯云，估计只要他提出来，对方会直接把传说级09送过来。不过他不太想去麻烦对方，上一次为了他的破境任务就已经用了一枚神话级的天地禁令。传说级09对他来说是必须的吗？至少对现在的他来说并不是，就算获得了一个强力的技能，他刷副本还是秒杀。为了一种自己并没有多急需的东西去麻烦别人，在楚辞看来是没有必要的。何况他自己又不是不能赚学分，100万学分而已，努力的话，1个月应该就能赚到。
吴老，我要这4种史诗级09。楚辞说着，指了指4种有存货的史诗级09。史诗级09要便宜很多，最便宜的5万学分，最贵的也不过20万学分。行，校徽给我。楚辞将校徽给了对方。4种史诗级09总共需要26万学分，在扣除后，楚辞也只剩下了2万多的学分。而在学分扣除后，吴老也将4种史诗级09交给了楚辞，没有精美的礼盒，都是酒坛子。还有什么需要吗？吴老继续问道。楚辞正想摇头，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吴老，咱们兑换处有神话级09吗？刚才他看了平板，并没有发现神话级的09。有，不过你买不起。吴老点头道，神话级物品可不是学分能够买到的，而是需要军功。军功？没错，在你们上大2后，有一次前往外域前线的机会，届时就可以获得军功。吴老道，不过只是军功还不够，还需要军衔，不同等级的军衔兑换权限也不同，想要兑换神话级物品，至少也是少将军衔。楚辞恍然，想想也是，神话级物品属于大夏底蕴，若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兑换才奇怪了。就算是之前冯云给他带来神话级的天地禁令，也是上面开会讨论过后才决定的。随后楚辞也没有继续逗留，离开兑换处后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不知道4种史诗级09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技能？想着，楚辞取出其中一坛史诗级09，打开之后便直接往嘴里灌，很快就将这一坛酒喝完。你饮用了留香史诗级，触发酒仙天赋，获得新的技能虚空凝剑术。第65章冯云的任务。虚空凝剑术，你能汇聚虚空之力，凝聚虚空之剑，虚空之剑无形无影，防不胜防，对目标造成伤害时可留下一层虚空印记，目标每多一层印记，在接下来的1分钟内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 1%， 可叠加5层，1/10级，0100熟练度。看着新的技能，楚辞心神一动，顿时一柄柄虚空之剑被凝聚而成。当法力值全部消耗完时，足足有100多柄虚空之剑，差不多10点法力值就能凝聚一柄。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别看就算叠加5层才提升 5% 的伤害效果，这才只是1级而已，随着等级提升，效果也会得到提升。而且虚空之剑无形无影，最适合偷袭，还没有数量限制，理论上只要他的法力值够多，就能凝聚出无数的虚空之剑。想着，楚辞又将剩下的3坛史诗级09取出，全部一饮而尽。你饮用了饶春苏史诗级，触发酒仙天赋，获得新的技能剑光遁术。你饮用了虎鞭酒史诗级，触发酒仙天赋，获得新的技能剑闪。你饮用了翠玉明珠史诗级，触发酒仙天赋，获得新的技能拔剑术。剑光遁术使用后，在接下来的5分钟深化剑光，速度提升1倍，有 5% 的几率获得霸体效果，冷却时间30秒，1/10级，0100熟练度。剑闪使用后，你能瞬移到任意一柄灵剑前，并在接下来的 0.5秒内免疫所有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1/10级，0100熟练度。拔剑术使用本命仙剑，蓄力3秒，你的下一次攻击将会对100米范围的所有目标造成 150% 的伤害，并对目标造成流血效果，冷却时间10分钟，1/10级，0100熟练度。3种史诗级09给楚辞提供了3个强力技能，剑光遁术和剑闪都大大的提高了楚辞的生存能力。前者非常适合用来跑路，若是触发了霸体效果，敌人的控制手段将对他完全没有效果。后者则适合用来战斗，他现在的灵剑操控范围达到了3000米，意味着可以瞬移3000米，而且还有 0.5秒的免疫伤害状态，完全避免了落地成盒的可能。至于拔剑术，则是一个极强的范围性技能，对100米范围所有目标造成伤害。以楚辞的伤害，意味着只要在他100米范围内，不管数量有多少，一剑就能全部解决，而且这些都还是1级的效果。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4种史诗级09给了他4个新的技能，让他的攻击手段也增多了。正想着，突然房门被敲响，楚辞打开门后，发现校长冯云正笑盈盈地站在门口。冯老，您找我有什么事情？楚辞一边说着，也将对方迎了进来。我听老吴那家伙说你需要传说级09。冯云走了进来后，笑着问道。楚辞一顿，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知道了。冯老，我的确需要传说级09，不过100万积分，我努力还是能赚到的。楚辞开口道。这一点我相信。冯云点头道，他已经知道楚辞带着刘长河将精灵聚集地这个副本刷通了，刷新一个记录就有5000学分的奖励，100万学分也只是刷新200个副本记录而已。而且史诗级以上的装备道具也是可以兑换成学分的。学院之中还有通神塔，每通过1层也是有学分奖励的。他知道楚辞的情况，100万学分对楚辞来说只是多花费一些时间而已。放心，我知道你的想法，这次过来是有件事想拜托你。冯云道。
冯老请说。楚辞心中好奇，对方可是80级以上的传说级强者，有什么事情需要拜托自己？前段时间在鱼岛出现了一个秘境，这个秘境再有半个月就会开放，不过只有30级以下的职业者才能进去。但除了咱们大夏外，倭寇那边也发现了这个秘境，他们自然不想错过。冯云道，最后双方谈了谈，各自派遣100人进入秘境之中，能够获得什么，全看本事。咱们大夏还怕倭寇？楚辞挑眉道，倭国虽然实力不弱，但和大夏比起来可差得太远了。如果大夏愿意，可以在1天内将倭国夷为平地，所有倭寇全部斩杀。当然不怕，曾经咱们大夏也和倭国同时发现过秘境，倭国想争，咱们派了几个神话级强者去他们的小岛上逛了一圈，他们就不敢放肆了。但这一次不同，近些年来倭国8届上了灯塔国，胆子也是越来越大了，这一次就有灯塔国的身影。当然了，就算有灯塔国的帮助，若是咱们不愿意，倭国也无法进入这个秘境。冯云看着楚辞道，不过这一次上面之所以退让，是因为你。我？没错，你的情况上面很清楚，虽然你的实力很强，但毕竟没有经过鲜血的洗礼，杀怪物和杀人可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参加这次的秘境。上面虽然没有给你任何要求，但……冯云说着咧嘴一笑，老头子我呀，不喜欢倭寇在咱们大夏的秘境之中晃悠。楚辞明白了，合着上面之所以答应倭国进入秘境，是为了给他送人头。冯老放心，我也不喜欢倭寇在咱们大夏的秘境内晃悠。楚辞点头道，杀人吗？怪物倒是杀了不少，只是不知道这杀人是什么感觉。你自己把握。本来上面是想让倭国派500甚至是1000个人进入秘境的，但倭国倒是精明，估计也是怕全部死在里面，只派了100人，倒是可惜了。冯云说着，眼中还闪过一抹失望。没有给楚辞说话的机会，冯云再次开口道，好了，半个月后我会带你去的，事情说了，那就来说说好处吧。其实好处只有一个，在秘境之中你获得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你，当然如果你有用不上的东西，也可以拿到兑换处换取学分。楚辞点头，这个好处已经很好了，毕竟若是没有大夏，他连进入秘境的机会都没有。除此之外，老头子我毕竟给你发了个任务，所以肯定是有任务奖励的。这是传说级灵酒青丝百年酿，现在是你的了。冯云说着，取出一坛灵酒放到楚辞面前。第66章传说级灵酒本命剑气青丝百年酿，传说级，以传说级植物青丝竹为容器，配合上千种材料酿造100年而成，饮用后在3小时内造成的所有属性伤害正1000%，属性抗性正99%，效果结束后100%随机一项属性抗性永久正20%，50%几率获得2项，1%几率获得3项。看着这坛传说级的灵酒，楚辞哪里还不清楚冯老是专门来给他送灵酒了。冯老，我别婆婆妈妈的，这可是老头子我以个人身份给你的任务，给你什么奖励自然是我说了算，那也可以等任务结束后再说。怎么着，你这是对自己没信心，觉得完不成这个任务？那倒不是，那不就结了，收着吧，这灵酒在我手里有10多年了，反正我也用不上。楚辞没有再矫情，将灵酒收了起来。好了，其他倒是没什么事情。冯云笑着起身，正要离开，又转过头来，对了，你小子打算什么时候去刷属性副本？我是计划明天去看看的。楚辞道，明天？你不会打算和刘长河2个人就去刷属性副本吧？的确是这么想的。冯云深吸一口气，还好他问了一句，不然真让对方2人去刷副本，那就太浪费了。3天后去吧，我会再给你找98个队友，凑齐100人队伍。好。楚辞点头，只是带个队伍刷副本而已，对他来说很容易。之后冯云离开了，而楚辞则将传说级灵酒拿了出来。本来以为至少要努力1个月才能赚到足够的学分，买到传说级灵酒，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打开酒坛子，楚辞抿了一口，味道很好，但比起神话级灵酒还是差了很远。将一坛酒喝完，楚辞也获得了新的技能。你饮用了青丝百年酿传说级，触发酒仙天赋，获得新的技能本命剑气。本命剑气，你感悟天地之力，使得自身剑气含蕴5行之力，你可以自由转换剑气属性。1. 木灵剑气，可使目标恢复你伤害的21%血量，有21%的几率清除目标的负面状态。2. 精灵剑气，可使目标处于重伤状态，使目标恢复生命值的效果减少21%。3. 水灵剑气，使目标产生迟缓效果，有21%的几率触发冰冻效果。4. 火灵剑气，可使目标产生灼烧效果，有21%的几率让灼烧目标产生爆炸。5. 土灵剑气，可使目标下一次攻击伤害减少21%。剑气攻击距离随着等级提升而提升，目前为3000米，等级21级。看着新的技能，楚辞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他知道传说级09获得的技能会很变态，但也没有想到这么变态。光是5种不同属性的剑气就已经很恐怖了，而且木灵剑气更是让他一个主战职业拥有了奶妈的能力，不但能够恢复生命值，还能解除负面状态。21%的伤害恢复效果有多恐怖？楚辞现在一剑下去就是300-400万的伤害，21%的效果也能恢复几十万的生命值了。目前楚辞接触到20级中最血牛的就是刘长河，可对方血量还不到4万，一剑下去对方直接就满血了，只要对方不被秒杀，以他的奶量对方绝对死不了。除此之外，攻击范围也很恐怖，他的御剑术如今操控范围也是3000米，如果再加上剑气的范围，相当于他可以一剑击杀6000米内的敌人。随着等级的提升，一剑光寒14周完全能够做到。我的职业真的是神话级吗？楚辞不由得怀疑起来。对于自己职业到底是什么等级，他自己也不清楚，神话级也是冯云告诉他的。但他这伤害还有各种强大的技能，怎么看都不像神话级职业。神话级职业要是有这样牛逼，大夏早就将外域给平推了。楚辞摇了摇头，不再多想，职业等级是人族自己划分了，并非世界意志划分。理论上来说，每一个职业都有成为神明的可能。看完了新的技能，刘长河也打来了电话，两人在食堂集合。老楚，这力量掌控也太难了，我都累成狗了，结果1%的进度都没有。吃着饭，刘长河说道：如果那么容易，学院也不会搞出那些设备出来了。楚辞笑着道：那倒也是，只能之后慢慢努力了。我们班上有3个人都有一定的掌控度了，最高的足足达到了7%，据说只要达到10%的掌控度，就有机会将技能转化为绝技。楚辞讶然，他们班掌控度最高的是杨云鹏，但对方也只是6%，没想到刘长河班上会有一个7%的。别看只是相差了1%，但越到后面提升的越慢，就像刘长河努力了1个多小时，连1%都没有。晚上没有课程，其实白天的课程也不多，一周7天时间，总共也就那么2-3节的理论课而已，其余时间都是学生刷副本提升实力。放假，没有学生会想着放假，所有学生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尤其是青龙学院的学生，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外域前线，他们将来是要成为大夏站在最前方的人。死亡，他们也是畏惧的，但一代一代人依然会奋不顾身地奔向前线，用自己的血肉筑成大夏的城墙，继承先辈们的意志。吃完晚饭后，楚辞和刘长河也没有浪费时间，而是来到了副本区域，打算继续练级。不过刚到这里，就发现了5人正聚集在这里，正是白天见过的5位大2的学长。2位学弟，你们是来练级吧？那个能不能带我们一个？5人在推搡了一阵，柳成不好意思地走了上来道：你们放心，不白让你们带，我们可以给你们学分当报酬，你们看一次2000学分怎么样？说完，5人期待地看着楚辞2人，他们已经大2了，半个月后就会进入外域。可进入外域之前也有一次考核，那就是必须要达到30级，否则就无法进入外域。虽然外域危险无比，但他们依然没有想过退缩。上不了战场没事，至少也可以当个后勤啊。带你们可以，不过学分就算了。楚辞摇头道：学院内带生活职业练级是不会收学分的，不过生活职业需要提供刷副本过程中的一些消耗。说完，楚辞给5人丢了个队伍邀请。学弟，你是真仗义。柳成竖起大拇指，然后5人都齐齐接受了邀请。而楚辞再看了一眼这些副本，最终选择了副本蜘蛛洞穴，依然是地狱级难度。第67章，青龙学院没有闲人。当7人进入副本后，柳成5人也得到了地狱级难度的提示。若是其他人，他们或许会觉得对方疯了，但亲眼见过楚辞和刘长河刷通地狱级副本，现在他们只有兴奋。地狱级难度的副本啊，对于他们生活类职业来说，基本上一辈子都不可能进来，因为就算有其他主战职业带，也不会带他们生活职业进来，多一个生活职业可就少了一份战力。学弟，蜘蛛洞穴这个副本最麻烦的就是那些蛛丝，一旦被蛛丝碰到，就有一定的机会出现僵直状态。这个副本的蜘蛛怪物种类不少，它们吐出的蛛丝也有不同的效果，中毒、火焰灼烧、冰冻 BOSS 的蛛丝更是有诅咒效果。另外，除了那些蜘蛛怪物吐出来的蛛丝外，路上也会碰到蛛丝，有些蛛丝甚至藏在泥土之中。柳成5人知道自己无法提供战力，所以就将对这个副本了解到的情况详细说了一番。当然，2位学弟也不用担心，有王亮在，那些负面状态根本没用。柳成说着拍了拍身边另外1人，嘿嘿，也没你说的那么夸张，不过我这儿的确有一种药剂能够针对这些蜘蛛怪物的负面效果。王亮说着取出了一份药剂，白光药剂，史诗级，饮用后受到的所有负面效果减弱20%，有10%的几率免疫负面效果，效果持续1个小时。来，2位学弟，这药剂都是我自己配置的，数量不多，
你们先各自拿3瓶，如果后面需要，我再想办法配置一些。王亮说着，取出了6瓶药剂，分别递给楚辞和刘长河2人。学长，你都能配置出史诗级药剂了？刘长河震惊地看着王亮，运气好配置出来了，不过成功率太低，大概在1/1000左右，后面还需要再改进一下。王亮摇头道，之前也有很多主战职业带我们练级，不过我们几个都是为了研究新的东西，一直没有去。柳成解释道，比如王亮，这白光药剂就是他自己研究的，成本比市面上大部分同类型史诗级药剂要低1/10。我是为了研究装备增幅卷轴，比王亮差一些，虽然也研究出了一种史诗级的增幅卷轴，但效果不太好，后面还要继续改善。还有他们3个正在研究一种适用于战场的范围性武器，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只是还需要去外域试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此次进入外域的机会。听着柳成的解释，楚辞和刘长河恍然，难怪他们5个都大2了，还没有30级，原来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之中了。都别愣着，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咱们总不能真的让2位学弟免费带我们练级吧？柳成笑着说道。2位学弟，我的职业和炼金师有关，这是我研究出来的雷爆弹，虽然只是稀有级的，但范围性伤害还不错，而且有一定几率让目标产生麻痹效果。史诗级的我还在研究。我的职业和机械师差不多，这是我研究出来的机甲护腿，穿上后能够可以增加移动速度，还能短暂的飞行。本来我是研究出一套机甲，但目前还没有成功，主要是能源问题不好解决。还有我，别看这圆盘只有巴掌大小，激活之后能够释放一道阵法，虽然对稀有级以上的怪物伤害有点低，不过里面的困阵就算是史诗级怪物，在短时间内都无法冲破。另外3人也笑着取出一件件道具，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虽然还不成熟，但在20级之中算是很不错了。楚辞看着这些东西，暗道青龙学院果然没有闲人，虽然这5位学长等级不高，可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不低。学长，东西收起来吧，咱们刷怪还用不着这些东西。楚辞道。学弟，你别客气。柳成正要劝说，却见50柄灵剑飞出，直接朝着不远处的50只蜘蛛怪物杀去。-3841744-9297020暴击-999421真伤。一个个恐怖的伤害出现，50只蜘蛛怪物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血量就已经全部被清空。而柳成5人也得到了获得经验值的提示。柳成5人看着倒在地上爆出了一些装备的怪物，一脸的呆滞。5位学长，这些东西你们留着去外域用吧，外域前线的战士比我们更需要。楚辞说道。刘长河也笑着将怀里的药剂还给了柳成，然后屁颠屁颠的跑去捡爆出来的东西了。柳成5人面面相觑，都能看到彼此眼中的震惊。如果不是知道楚辞是新生，他们还以为对方是60级的超凡强者呢，实在是这伤害也太恐怖了。学弟你放心，副本里面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外传。柳成随后严肃道，另外4人也纷纷点头，也就是他们不会遗忘术，否则等离开副本后肯定要给自己来一发。走吧，咱们继续刷怪。楚辞笑着点头，随后带着众人继续深入副本之中。虽然多带了5个人，但获得的经验值和带刘长河是一样的。众人一路畅通无阻，明明是地狱级副本，可除了一开始见到的50只怪物外，后面再也没有见到怪物了。这是地狱级副本，怎么突然感觉也就这样？废话，那是学弟带我们，不然我们几个人一进来，连门口那50只怪物都不一定打得过。难怪学弟能够那么快刷通精灵聚集地这个副本，原来伤害这么高，而且竟然还会御剑术，明明是个近战，却有远程攻击手段。柳成5人纷纷感慨，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轻松刷怪的情况。之所以见不到怪物，自然是因为楚辞直接操控灵剑去了1000米之外，发现怪物就提前击杀了。他们只要看到经验增加的提示，就知道有怪物被楚辞杀了。不过他们也没有闲着，学着刘长河去捡爆出来的东西，至少要找点事情做。蜘蛛洞穴这个副本的怪物对楚辞倒是没有什么威胁，全部都是一键解决。不过洞穴内错综复杂，经常需要绕路杀怪，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就算是这样，也就3个多小时左右，楚辞就带着6人来到了 BOSS 面前。第68章爆浆盛宴，炼级宝地。副本的最深处是一个巨大的溶洞，顶部被蛛网覆盖，其中还有上百个由蛛网凝聚而成的茧，而在里面则有一只巨大的身上布满了紫色纹路的蜘蛛。蜘蛛女王，史诗级，等级30，生命值450万，攻击4587，物理防御2001，魔法防御1784，技能分裂、蛛网喷射、毒液灌溉。这是楚辞第一次见到30级史诗级 BOSS 的属性，之前在精灵聚集地之中 BOSS 布塔的属性明显是个异类，属性不错，但能秒。这是楚辞看到 BOSS 属性的想法。学弟，你一会儿要小心了，那些茧里面都是稀有级的怪物，另外就是 BOSS 了，
一旦被毒液碰到了，不但会损失生命值，而且还会按照百分比掉血。还有一个很恶心的分裂技能，在血量被清空后 ，BOSS 会分裂成上千只小蜘蛛，这些小蜘蛛都只有高级，只有一个技能，那就是自爆。柳橙说道。楚辞点头，心中也有了一些警惕。上千只小蜘蛛如果自爆的话，他的血量的确扛不住。与此同时，溶洞顶部的那些茧也开始出现裂缝，一只只稀有级蜘蛛准备从里面跑出来。刷刷刷！楚辞自然不会给这些怪物机会，白柄灵剑飞出，剑光闪过，便瞬间将这些稀有级怪物秒杀。而本来在深处准备看戏的 BOSS 见到自己的小弟们胎死腹中，也是愣了一下。可下一瞬，一道道剑光也落在了他的身上。-46211144暴击-19036660真伤暴击。本来楚辞准备了5柄灵剑，没想到第一剑落下，便直接将 BOSS 的血量清空。柳橙五人也是看呆了，虽然知道这位学弟的伤害很恐怖，但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能够秒杀 BOSS。而 BOSS 也早就懵了，明明血量已经清空，竟然愣了2秒，才嘶鸣一声倒下。轰！也在其倒下后，其身体也炸裂开来，上千只小蜘蛛迸发出来。这些小蜘蛛带着 BOSS 的遗志，一出现就盯上了楚辞，直接扑杀了过来。拔剑术！但这些小蜘蛛才刚动身，一道半月形的剑光一闪而逝，噗噗噗！顿时上千只小蜘蛛直接上演了一场爆浆盛宴，各色液体洒落在溶洞的四方，看着极为的恶心。你的队伍通关蜘蛛洞穴，20到29级获得经验值5000点，你的等级提升至22级，每项属性增加50点，获得100自由属性点。你的队伍成功刷新蜘蛛洞穴，20到29级地狱级副本记录，通关时间为3小时01分钟32秒，获得奖励哀嚎卷轴史诗级。哀嚎卷轴史诗级，使用后发出一声哀嚎凄厉之声，对目标造成10秒眩晕。我升级了，这也太快了，终于29级了，有希望在半个月内达到30级。我还差一点就能升级，不过这速度也太快了，如果我们自己练级，半个月都不一定能够升级。多亏了学弟啊，这练级效率太恐怖了，估计学弟大2的时候至少也是50级，甚至是60级。柳橙几人欢天喜地，同时也将他们获得的副本记录奖励拿了出来。学弟，这些卷轴给你吧，我们也用不上。不用了，你们快要去前线了，有这卷轴在身上也能安全一些。而且你们就算用不上，也可以给其他将士用。楚辞摇头道，哀嚎卷轴虽然不错，但对他的作用确实不大，有一张防身就行了。走吧，现在才9点多，继续练级。楚辞不给对方拒绝的机会，直接选择退出了副本。同时在退出副本的时候，将小队名称设置为23届战役班，几人都没有意见，毕竟他们都是唐狗。退出副本后，7人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副本，难度依然是地狱级。又是3个多小时后，7人再次通关这个副本。5位学长全部达到了29级，这一次楚辞没有升级，倒是刘长河达到了23级。此时已经晚上12点多，所有副本次数也再次刷新。咱们还刷吗？柳橙问道。一晚上通关2个地狱级副本，而且还都刷新了记录，他们5人也非常激动。虽然他们参与感不强，但好歹参与了不是？我们明天没课，咱们去刷精灵聚集地这个副本。楚辞点头道，之所以还要刷这个副本，他是想看看在他接取了唯一性任务后，副本有没有其他变化。就算没有唯一性任务了，如果能够再得到1枚献祭晶石也不错呀。而且他心中还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想法没错的话，这个副本将会极为适合练级。见楚辞还要刷副本，柳橙5人自然没有意见，他们还担心自己多余呢。还好学弟人好，没有嫌弃他们。再次进入精灵聚集地副本之中，已经熟悉了这个副本的楚辞没有浪费时间，直接开始刷怪。对别人来说飞行怪物很难缠，但对他来说也就那样。看着这些精灵被秒杀，柳橙他们已经淡定很多了，毕竟之前见过太多这种场面。这一次只是花了2个多小时，楚辞就带着6人来到了古树之下。 BOSS 依然是布塔，这位精灵族的王子。虽然得到了对方的任务，但楚辞下手也没有任何的手软。那些刚从木屋之中出来的精灵直接被他秒杀。和之前一样，布塔见到这一幕大惊，疯狂地挥动着残缺的翅膀往天上飞。但这一次楚辞并没有击杀对方，而是在等待。很快1分钟过去，100个木屋再次打开，又是100只稀有级精灵怪物从里面飞了出来。楚辞如法炮制，将这些怪物击杀，同时看着提示面板，你击杀了29级稀有级怪物，获得经验值140。看着果然还能继续获得经验值，楚辞露出了笑容。100只怪物每隔1分钟就会复活一次，一次能够获得14000经验值。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等级，等级22级，13万40万，这意味着只要刷20波怪物，等待20分钟就能升级。他的想法果然没有错，
这个副本完全就是一个快速练级的宝地啊！第69章，墓园外的钟，快速练级。学弟，难道你是想在这里练级？柳成看出了楚辞的想法，不确定地问道。没错，本来我以为这些复活的怪物只有第一次死亡才有经验值，没想到复活后击杀依然有经验值。既然如此，咱们就在这里练级就行了。1分钟的时间也不长，这里还都是稀有级怪物，效率比刷其他副本快多了。楚辞笑着点头，目光不由得看了一眼天际之上的布塔，真是好人啊！不但给他送了个唯一性任务，而且还提供了这么一个练级宝地。这办法也就学弟你敢用？柳成苦笑道：“以前也不是没有人想过在这里练级，但最多坚持几波就扛不住了。毕竟其他人的伤害可没有楚辞这么变态，凭 A 都能秒杀，几乎没有消耗。在这里刷到几位学长达到29级满经验再出去。”楚辞道：“至于几人的破境任务，他的确帮不上忙。几人都是生活类职业，破境任务也和职业有关，肯定不是刷怪。不得不说，青龙学院的氛围很好。之前楚辞还以为进来后会遇到各种反派跳出来让他装逼打脸，结果是他想多了。大2的学长学姐在为了半个月后进入外域做准备，大3的学长学姐只是偶尔回一趟学院，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域战场。至于大4的学长学姐，有的去了各大城池任职，有的已经驻守在外域战场，最多毕业的时候回来待1-2日，还有的学长学姐已经陨落在了外域战场上，连尸骨都不一定能带回来。学院之中也就大1还能欢声笑语，大2备战，大3参战，大4死战，每一届都是这么过来的。20分钟后，楚辞达到了23级。练级是枯燥的，柳成5人已经搬出来桌椅板凳、瓜子水果，掏出了几副扑克牌玩了起来。咱们也就这几天还能玩玩了，过段时间就要去外域了，想玩都玩不成了。单 A。是啊，虽然学院已经放过外域的一些视频，但毕竟没有亲身经历。2压死。咱们还好，都是生活类职业，也就是搞搞后勤。那些主战的同学可是要上战场的，危险得很。王炸，你说的不对，咱俩是队友啊，你王炸个屁！我爆单。几人一边打牌一边闲聊，楚辞倒是没有参与，只是拿着酒葫芦喝酒，刷技能熟练度。学长，外域真的有那么危险吗？刘长河剥了个橘子递给楚辞，好奇地问道。很危险，以前的咱们不知道，但大4的学长学姐在入校的时候总共有5410人，可已经有1189人死在了战场上。大3好一些，但也有214人死在战场上了。你们还没有去过通神塔吧？在通神塔旁边有一座墓园，里面埋葬着我们青龙学院自建立以来所有陨落在战场上的学长学姐们。柳成面色变得严肃起来。你们在大2的时候有一次机会进去，除此之外，墓园只有在有学长学姐战死之时才会开放。知道我们在学院里最害怕的是什么吗？最害怕的是墓园外的钟声响起，每一次响起都意味着有学长学姐战死了，一声就代表1人。去年响了34次，其中一次更是足足响了41响，意味着那一次就有41位学长学姐战死。刘长河深吸一口气，要知道能够进入青龙学院的最差也是稀有级职业，史诗级职业都不在少数，没想到战损依然这么高，可见外域有多危险。你少说点，现在他们才大1，还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王亮见气氛有些压抑，转移话题道：学弟，你有女朋友了没有？这话题转移得太远了，让本来心中还有些沉重的刘长河直接愣住了。没有，怎么了学长？刘长河摇头，他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摸过。那可要抓紧了，大3的时候学院就会开始催婚了，没结婚的不准接危险任务。王亮笑着道：所以咱们很多学姐学长都会在大3的时候结婚。刘长河和楚辞对视一眼，没想到还有这种事情。家长不催婚，结果学院开始催婚了。你们也不着急，毕竟才入校，还有时间，说不定这1年就能找到女朋友。柳成笑着说道：找不到也没事，学院到时候会组织一场和其他学院的联谊，有的是机会。几位学长都有女朋友了？刘长河问道。当然了，我们女朋友就是在联谊的时候认识的。5人纷纷点头，都大2了，不会有人还找不到女朋友吧？我们还小，以后再说吧。刘长河讪笑道，他就没有考虑过女朋友的事情。楚辞沉默，说的好像他考虑过一样。哎呀，别害羞嘛，我来给你说说如何哄女孩子开心。当即柳成5人就开始现场传授经验，说到兴起还爆发了譬如放屁。我女朋友就不这样，你要是敢当你女朋友面这么说，算你厉害，别听她的，她太油腻了等等激烈的争论。很快5个小时过去，柳成5人早就已经达到了29级满。等级提升最大的还是楚辞和刘长河，他们的等级足足达到了27级。看着2人的等级，柳成5人暗暗咂舌，这练级速度太恐怖了，一晚上就提升了5级，再来5个小时就能29级满了。不过他们也知道这种情况也就楚辞能做到，换个人根本就不可能。
学弟，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柳成面带犹豫道。学长请说。楚辞道。学弟，你看你带我们几个人也是带99个人也是带，有没有考虑带一带你们大一这届的学弟学妹？如果有你带的话，他们最多1-2天就能达到29级满，或许你们这一届的学弟学妹会因为你的存在，成为咱们青龙学院历届最强的一代。柳成说着又有些忐忑，当然，我不是想道德绑架你，只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帮一帮他们，今后能让墓园外的钟声少响一些。楚辞沉默了几秒，随后认真的点头，我会考虑这件事的。第70章，学长的见面礼，29级破境任务。7人离开了副本，虽然楚辞还没有达到29级满，但还是暂时离开了，因为升级速度虽然快，可还是有点太单调了。等明天副本次数刷新后，再刷一次，差不多就能到29级满了。学弟，多谢你了，如果不是你的帮助，我们5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29级呢。副本外，柳成5人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学长不用客气，你们可是站在我们前面的人。楚辞摇头道，哈哈，可别把我们说的这么高大上，在战场上，我们这些生活职业还是需要躲在后面，你们主战和辅助才是真正站在我们前面的人。柳成笑着道，好了，咱们也别矫情了，这些东西你收着，说不定能够给你们一些帮助。说完，柳成5人就将之前本来就打算给楚辞2人的道具拿了出来。我们就先走了，还要去完成破境任务。将东西塞到楚辞2人怀里，柳成5人也不等2人说什么，便快步离开了，只给2人留下5道背影。老楚，这收着吧，都是学长们的心意。楚辞道，看了看时间，差不多早上6点左右，走，去食堂，咱们去吃第一笼包子。当2人来到食堂的时候，发现果然除了他们外，只有一些正在准备着早餐的叔叔阿姨们在忙碌着。2人正打算去窗口领一份今天的第一笼包子，突然一道风声在2人身后响起，还不等2人反应过来，一名男子就已经从他们2人身边窜了过去，瞬间来到窗口前，同时还喊道，钱叔，快快快，要死了要死了。随着这声音响起，一个包子精准无误地从窗口里面飞出，直接堵住了男子的嘴。多谢钱叔投喂，果然还得是钱叔的包子才能治愈我，在外面就想着这口呢。男子3-2口将包子吃下，脸上带着享受的表情。都毕业了，你这性子也该收一收了。窗口内的中年男子说着，又丢出来一个包子。这不还没有毕业吗？以后可就没那么容易尝到您的包子了。只要你回来，包子管够。钱叔说着，又给对方丢了一个包子。楚辞和刘长河对视一眼，也来到了窗口前，才看到这男子虽然只是青年模样，但脸上却有3道疤痕，而且对方的双手都没有手掌。哟，看着很面生啊，莫不是今年刚入学的小学弟？男子也看到了楚辞2人，打量了一番问道。学长好。楚辞和刘长河点头打招呼。还真是小学弟啊，不错不错，看着很有精神。第一次见面，这是学长给你们的见面礼。男子说着，取出2枚血色的晶石。赤血晶石，史诗级，使用后能够瞬间恢复生命值和法力值，解除身上的负面效果，并免疫接下来受到的3次伤害。楚辞和刘长河愣了愣，他们没想到只是第一次见面，这位学长竟然就送给他们这么贵重的礼物。好了，我也吃饱了，你们好好努力，以后来了外语报我名字。男子不给楚辞2人拒绝的机会，说完便咬着一个包子快速离开了。楚辞和刘长河看着对方的背影，很想叫住对方。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呢？他叫李天刀。这时窗口里的钱叔笑着说道。钱叔，他是大4的学长吗？去年他是大4学生，如今算是正式毕业了，这次回来应该是办理一些毕业后的手续。楚辞和刘长河恍然，他们进入大1了，也意味着之前的大4学长学姐们毕业了，是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吧？刘长河端起一盘包子递到楚辞面前。哪里有什么毕业典礼，就算举办毕业典礼，他们那一届的孩子们也凑不齐了。钱叔叹了口气道，随后又摇了摇头，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以后要是去了外域，遇到问题可以找那小子，别看他一副不靠谱的模样，却是他们那一届第一个成为60级超凡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楚辞和刘长河点头，取了一些早餐，找了个位置坐下。没等多久，越来越多的学生也来吃早餐了。而李天刀叼着包子走在校园里，脸上带着笑意。有意思，刚入学的新生竟然已经达到20多级了，可比我当初强太多了。李天刀想着楚辞和刘长河，他并没有对楚辞2人使用探查术，而是感知到了刘长河达到了20多级。至于楚辞，他发现自己竟然感知不到，这可就有意思了。也是觉得这2人不简单，所以他才给了2人史诗级道具，算是结个善缘吧。楚辞和刘长河并不知道李天刀的想法，在吃完早餐后，2人并没有去练级，而是来到了力量训练室。今天他们2人打算泡在训练室里，明天再去刷一次精灵聚集地，就能达到29级满。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两人在训练室待了一天，掌控度依然连1%都没有达到。第二天，两人上午有一节文化课，主要是讲解一些怪物的技能，包括传说级怪物。上完课后，两人再次来到了精灵聚集地副本之中，再刷了5个小时左右，两人的等级也来到了29级满。你的经验值达到上限，无法继续获取经验值，完成破境任务后才能继续升级。姓名：楚辞，职业：九剑仙，唯一，等级29级，80万80万，生命12150，法力6050，力量4195，敏捷605，体质1215，精神605，智力605，物理攻击8390，法术攻击1210，物理防御1215，魔法防御605，伤害加成935.14倍。技能：拔剑术、虚空凝剑术、御剑术、本命剑气。点击查看剩余18个技能。天赋：九仙、剑仙、坠凡、剑心、剑意。看着自己的面板，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现在只要完成破境任务，他就能达到30级了。届时不但能够获得一个新的天赋，他身上2件成长类型的装备也会从高级达到稀有级。正在为你随机破境任务。随着提示弹出，一个新的破境任务也出现在楚辞眼前。第71章，全是传说级职业，绝技掌控者，地狱级。作为唯一性职业，未来的强者，强大的技能可以让你爆发出更强的实力，拥有10个绝技。任务完成奖励：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职业专属装备可成长，自由属性点 X2000，当前任务进度0时。看着自己新的破境任务，楚辞挑眉，这个任务可不简单。按照班主任魏涛所说，只有力量掌控度达到10%才有几率将技能转化为绝技，而他现在的掌控度依然是0，又是一个耗费时间的破境任务。楚辞叹了口气，如果让他刷怪，就算是传说级，甚至是神话级怪物，对他都没有太大的难度，就怕这种需要耗费时间的任务。想着，楚辞喝了一口灵酒。你饮用了紫竹酿，技能剑斩熟练度+3，你的技能剑斩等级达到10级，效果提升。剑斩对目标造成700%的物理伤害，冷却时间30秒，10级转化为绝技，要求5%力量掌控度0.5万熟练度。这是他的第一个达到10级的技能，但当看到信息，楚辞不由得眼睛一亮，竟然有转化为绝技的要求。5%的力量掌控度比他预想之中的要低很多，至于熟练度他更是不在意，大不了就是喝酒。最重要的还是他有了明确的方向，不至于做无用功。接着楚辞心神一动，又取出高级灵酒暗香银，大口喝了起来。你饮用了暗香银，技能万物可破熟练度+7。你饮用了暗香银，技能万物可破熟练度+10。你的技能万物可破等级达到10级，效果提升。万物可破被动技能，你对目标造成伤害时，有35%的几率无视对方20%的防御，转化为绝技，要求10%力量掌控度0.5万熟练度。果然如此，剑斩是引用普通级09获得的技能，转化为绝技只要5%的掌控度，但万物可破是高级09获得的技能，转化为绝技的难度也提高了一些，掌控度需要10%。楚辞恍然，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技能，总共22个技能，其中有10个都是普通09获得的，正好可以将这10个技能转化为绝技，如此就能完成破境任务了。不过前提是先要有5%的力量掌控度才行，至于熟练度倒是好说，5%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努力还是能够做到的。楚辞心中轻松不少，如今他已经29级满，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全部用来提升自己的力量掌控度。刘妈，你的破境任务怎么样？楚辞问道。刘长河没有说话，而是将任务展示出来。辅助荣光，地狱级，刷新3个地狱级难度副本记录，并保持1个月。该任务可组队，队友最多1人，队友等级不得超过自身5级。任务完成奖励：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 X1，职业专属装备可成长 X1，自由属性点 X2000，当前进度0.3。这个任务对其他人来说很难，不过对有楚辞帮助的刘长河来说很容易。3个地狱级难度副本记录而已，楚辞带着刘长河1天就能搞定。走吧，我带你刷3个记录出来，再等1个月就行了。楚辞道。刘长河点头，随后两人随便选了一个副本，难度为地狱级，然后就进入了副本之中。由楚辞带飞，刘妈躺着就行了。当天晚上3个副本记录就新鲜出炉了，而且时间都比第2名快1倍多，想要打破这3个记录几乎不可能。不过因为要保持记录1个月时间，所以刘长河的破境任务并没有完成，还要等1个月的时间。休息了一夜，第2天楚辞本来打算去力量训练室，
尽快提升掌控度。不过冯云却找了过来。这几天你都在练级吧？冯云问道。没错。楚辞点头，随后展示了一下自己的等级。当看到楚辞竟然已经29级，纵然预料到对方等级提升会很快，冯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这才开学几天啊，对方怎么升级这么快？冯老，正好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楚辞随后将副本精灵聚集地快速练级的方法告诉了对方。你是想带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快速练级？没错，有我带的话，他们最多1天时间就能达到29级满。这件事我会考虑的，等从秘境回来后再说这件事。冯云还是很心动的，如果能够快速让这一届大一学生提升到29级满，学生们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提升实力。不过他没有直接答应，因为他不想耽误楚辞的提升进度。走吧，带你去见一些人。冯云说着便带楚辞来到了一个礼堂中，这里正有98人。当两人到来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楚辞身上。接下来10天你带着他们一起刷属性副本吧，先熟悉一下，到时候他们会和你一起前往秘境。放心，他们嘴巴很严，在副本之中的事情不会外传。冯云说着看向那98人，事情你们已经清楚了，接下来都听楚辞的。是。98人站立如松齐声道，声音让整个礼堂都是一震。冯老，他们来自军队。楚辞诧异道，这些人的年龄看起来和他差不多，但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干练的气质，光是坐在那里都能感觉到和普通人不一样。没错，说起来他们和你也是一届的，不过他们都是传说级职业，在觉醒后就直接被军部特招了，不会参加高考。冯云点头道。楚辞恍然，青龙学院的天才虽然很多，但根据他的了解，他们班上没有一个人是传说级职业。之前他还好奇，难不成青龙学院一个传说级职业都没有？原来是所有传说级职业直接去了军部。他没有去军部，也是因为在学校觉醒的时候，只是觉醒了普通级职业，九剑仙这个职业还是后面才觉醒的。同时心中也有些震撼，在外面见不到的传说级职业，这里竟然聚集了98个。如果没有意外，这些人将来都会是大夏的顶尖存在。好了，接下来你们自己行动吧，你现在就是他们的队长了。冯云说完就离开了。眼前这些人都是未来大夏的顶梁柱，而楚辞将来更是会成为领军者，如今也算是互相熟悉一下。等冯云离开后，98人的目光盯着楚辞，让楚辞都感觉有点别扭了。就在楚辞打算开口时，其中一人走了出来。第72章，放心，我会出手。报告队长，我叫傅安，临时小队副队长，28级，职业竞技法师，请队长指示。青年上前一步，对楚辞行了个军礼，然后说道。楚辞很想说不用这么严肃，但看着众人那认真的表情，想了想还是算了。楚辞，职业9剑仙，29级满。说着，楚辞还亮出了自己的等级。看着楚辞的等级，98人的表情顿时有了变化。对方怎么可能29级满了？他们可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军部的帮助下，很多人也才26级，最高的就是傅安达到28级。他们都是传说级职业，也是大夏顶尖的天才，心中自然是有傲气的。当听说青龙学院的一个学生会带他们刷副本的时候，他们内心还是有些不满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青龙学院的学生说不定连等级都没有他们高，根本不可能带他们练级。傅安站出来表明自身的身份以及等级，也是想压一压楚辞。他们会服从上级命令，跟着楚辞去刷副本，但不代表他们会盲目的听从楚辞的命令。可没想到楚辞的等级竟然比他们还高，这是一个学院新生能做到的。好了，咱们先组队吧，还有一个人没来。楚辞给众人发了个组队邀请，又等了几分钟，刘长河从外面跑了进来。老楚，他们是……刘长河一进来，看到这么多人，也是被吓了一跳，尤其是这些人身上自带的军武气质，让刘长河本能的警惕。说话间来到楚辞身边，不动声色地挡在楚辞身前。军部来的都是传说级职业，校长让我带他们刷属性副本。楚辞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刘长河心中一震，看着眼前98人，这些都是传说级职业。走吧，属性副本1年可以刷10次，1天之内刷1次，咱们需要10天才能刷完今年的次数。楚辞说完便朝着外面走去，刘长河急忙跟上，傅安等人也非常有秩序的跟在两人身后。100人的队伍出现在青龙学院内还是很显眼的，尤其是其中98人还踏着整齐的军部，更是吸引了很多学生的注意。这些人是谁啊？看着很面生啊，咱们学院有这些人？不是咱们学院的，应该是军部那边的。军部的？听说所有传说级职业都去了军部，这些人难道都是？有这个可能，不知道他们来我们学院做什么。在不少学生的注视下，众人很快来到了副本区域。你们来了，我接到了上面的通知，等会儿会给你们打开属性副本。众人刚来，值班的寒山就走了上来。麻烦韩老师了。楚辞点头道。寒山无所谓的摆了摆手，他没有多问，带着众人来到了一个副本门口前。
这就是属性副本，不过目前处于关闭状态，也是担心有些学生太早进入里面，浪费了次数。寒山取出石镜，在上面一阵操作，本来昏暗的副本入口逐渐亮起光芒，1分钟后便被彻底开启。属性副本没有攻略，因为每一次进入后都是不同的场景，怪物也是各种各样。另外，属性副本之中的怪物和其他副本不同，史诗级怪物只是小 BOSS， 传说级怪物才是最终 BOSS。刷怪不会获得经验值，不会爆装备，只会爆属性药剂，也没有副本记录，具体的进去就知道了。寒山道：“你们自己小心，我在外面等你们。”楚辞点头，来到副本入口处，在进入后弹出了难度选项，自然是地狱级。富安等98人也看到了地狱级难度，所有人面色正常，他们就是奔着地狱级难度来的。随着楚辞确定，一道道光芒落在众人身上，随后便齐齐消失在原地。当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副本之中，依然是熟悉的石台，但或许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石台也比之前楚辞见过的要大很多。队长，我们先来吧。富安来到楚辞面前说道。楚辞沉默了一下，随后点头，正好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了解一下这些人的实力，毕竟之后是要一起进秘境的。而且这才刚进副本，都是20级的高级怪物，对这些传说级职业的职业者来说没有什么危险。见楚辞点头，富安随便点了10个人走出石台，朝着不远处的50只怪物杀去。负54174，负32547，负38514。随着10人出手，一个个伤害出现，50只怪物连血量都没有破万，很快就被10人秒杀带走。而在10人杀怪的时候，不少人都悄悄看着楚辞的表情，他们想着这伤害会不会惊艳一下楚辞。结果他们失望了，楚辞面色平静，就连刘长河都很平淡。毕竟见惯了楚辞几百万上千万的伤害，这几万的伤害真的让刘妈很难有什么情绪波动。而随着50只怪物被击杀，也爆出了几瓶属性药剂。属性药剂普通级，服用后可以获得1点自由属性点，使用上限0时。只是普通级的属性药剂增加的属性太少了，不值得使用。属性药剂只有前10瓶有效果，所以最好是服用品级更高的。继续，楚辞道。众人开始深入副本之中。楚辞没有出手，有这么多传说级职业在，也暂时轮不到他出手。而且这些人都有表现一番的想法，他也不好阻止，干脆和刘长河在旁边划水。刘长河取出瓜子边走边嗑，楚辞则拿着酒葫芦喝酒，准备先把10个普通级09获得的技能全部达到10级。时间一点点过去，传说级职业的确强大，尤其是近100个传说级职业一起出手，就算是史诗级怪物也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被击杀。一路上也爆出来了不少属性药剂，普通级的增加1点自由属性点，高级的增加10点，稀有级增加50点，史诗级增加100点。至于传说级属性药剂，楚辞还没有见过，但肯定比史诗级的多。很快5个小时过去，在98个传说级职业的共同努力下，副本进度也来到了尾声。队长，接下来就是传说级怪物了。富安来到楚辞面前，虽然话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明显。毕竟说好的是楚辞带他们，结果一路上楚辞就没有出过手。放心，我会出手。楚辞说着，带着众人来到了最深处。一头正趴在地上睡觉的传说级怪物也睁开了眼睛。第73章，伤害破亿，一剑折服众人。地心龙兽，传说级，等级30，生命值1550万，攻击14214，物理防御4517，魔法防御3954，技能大地守护，龙炎吐息，亮银鳞甲。这就是30级的传说级怪物，也是这个副本最终的 BOSS。 在属性方面可比之前楚辞遇到的30级史诗级 BOSS 强太多了。对方光是技能就有9个，在传说级怪物之中都属于顶尖的存在。竟然是地心龙兽，这可有点麻烦了。这种种族拥有龙族的血脉，虽然比不上纯正的龙族，但实力也不容小觑。传说级怪物哪里有简单的，咱们倒是也能杀，可代价必然惨重。众人纷纷小声说道，传说级怪物他们是能杀的，可杀了之后他们能有多少人活下来就不清楚了。众人的目光看向了楚辞，他们可是听到楚辞刚才说过会出手，而且他们也很好奇楚辞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上面竟然让他们听对方的命令，就连之后秘境之行也是对方为队长。队长，要不……富安犹豫了一下，他虽然因为内心的骄傲不服楚辞，但也不愿意看着楚辞去找死。本想劝说对方离开算了，毕竟现在还隔着 BOSS 有很远的距离，可话还没有出口，楚辞却是剑指一并，咻咻咻！下一瞬，一柄柄灵剑飞出，不一会儿，天际之上就聚集了1万灵剑。看着那密密麻麻的灵剑，现场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楚辞出手，虽然猜到对方肯定不弱，但没想到这刚出手就这么变态。
这么多零件啊，哪怕一件只能打地心龙兽1000伤害，那加起来也有上千万伤害了。楚辞注意到众人的神情，脸上平静，内心则很满意。已经29级的楚辞已经能够操控1万柄零件了，攻击距离也达到了1万米。一个地心龙兽值得他动用所有零件吗？当然不值得，但他需要给这些人一点小小的震撼，毕竟之后还要去秘境之中，他是队长，那就要有身为队长的威信。接着，在所有人的注视下，1万柄零件之中，只有1柄零件朝着地心龙兽袭去。富安等人瞳孔微缩，队长什么意思啊？这么多件为什么不全部用？难不成还想一剑将 BOSS 秒杀不成？开什么玩笑，那可是传说级怪物啊！可就在众人刚刚冒出这个想法时，那柄零件也随之落下。剑斩，负8180万，暴击，万物可破；负2833万，暴击，真伤。2个伤害从还趴在地上的地心龙兽头顶出现，可那血红刺目的数据让富安在内的所有人都呆愣在原地。8000多万的伤害，不对，准确的说是上亿的伤害。众人看着楚辞的背影，心中的惊骇已经无法言喻。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上面让他们必须要保密在副本之中所见到的一切，也明白了为什么上面让他们听从楚辞的命令。一件上亿的伤害，这特么确定是个新生。说楚辞是大夏隐藏的神明级强者，他们都信。而且像这样的剑，对方还有上万柄。看着楚辞打出来的伤害，又想到这一路上他们颇为炫耀的打出几万伤害，所有人脸都红了。他们打半天都抵不上对方这么一剑来的震撼，一剑所有人都被折服了。而在楚辞一剑落下后，地心龙兽刚刚睁开的眼睛也再次闭上了。可以说地心龙兽最猛逼，只是睁眼的功夫，妈的血条就没了，招谁惹谁了呀？楚辞也松了口气，还好这地心龙兽没有免死的被动技能，否则自己难得装一次，岂不是要失败？地心龙兽死亡后并没有爆出任何的东西，不过副本提示却弹出了：你的小队成功击杀30级传说级怪物地心龙兽，你获得了一瓶传说级属性药剂。属性药剂，传说级，服用后可以获得200点自由属性点，使用上限0时。一瓶传说级属性药剂能够提供200属性点，服用10瓶也就是2000属性点。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而且除了他之外，所有参与了副本的人都获得了一瓶传说级属性药剂。难怪冯老让他带着这些人，如果他和刘妈进来，那就只能获得2瓶传说级属性药剂，的确有点太浪费机会了。走吧，出副本了。楚辞开口道，同时也将所有零件收了回来。已经震慑住了这些传说级职业的天才们，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显摆了。是，队长。富安率先回过神来，当即大喊一声。其他人也将心中的骄傲彻底收了起来，和队长比起来，他们有个屁的骄傲。这一刻，所有人彻底将楚辞当做了队长。楚辞笑了笑，没有说话，直接选择退出了副本。画面一闪，所有人便出现在了副本外面。出来了，没出什么意外吧？一直站在副本入口等待的寒山立刻清点人数，确定没有少人，也是松了口气。他可是知道这些人的一些底细都是传说级职业，损失一个对大夏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就算真的要牺牲，也要去前线战场上，而不是在一个副本里面。你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住在哪里？楚辞看着富安问道，毕竟后面还要刷9次，这些人肯定暂时不会离开青龙学院。报告队长，接下来我们会刷副本练级，学院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住处了，队长不用担心。富安认真的回答道。楚辞点头，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自由活动吧。他还要去力量训练室提升掌控度。是，队长。富安说着，脸上有露出一抹不好意思。有事就说。楚辞道。那个队长，能不能加个好友？富安讪笑道。其他的97人也是有点小尴尬，他们之前是什么态度，他们最清楚。没问题。楚辞点头，并不在意这点小事，大家都是妖孽天才，如果把他放在众人的位置上，一开始也不会对一个空降的队长有多服气。听到楚辞同意，所有人心中松了口气，还好队长没有计较。随后花了几分钟时间，不仅是楚辞，就连刘长河都和众人加上了好友。其实加好友的作用并没有多少，并不像游戏中那样可以私聊或者隔空交易，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看好友的头像是否亮着，算是一种确定生死的办法。第74章，所以他们是被队长嫌弃了。楚辞没有陪着富安他们练级，这些家伙都是传说级职业，伤害虽然比不上他，但其他地狱级副本可没有传说级怪物，所以刷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在和众人分别后，楚辞和刘长河便来到了力量训练室，开始加练起来。除此之外，所有大一新生也在努力练级。如今已经有不少人达到了19级满，只要完成破境任务就能达到20级。楚辞在努力练了一天后，看了看掌控度，还是0%。楚辞也不失望，
经过一天的苦练，虽然掌控度没有提升，但他也有了一些心得。很快第二天到来，楚辞再次带着傅安等人进入了属性副本之中。和寒山说的一样，属性副本的场景和怪物都是随机的。昨天他们进来时明明是一片荒野，但今天却是一处密林，怪物也不尽相同。队长，这些小怪就让我们来吧。傅安说道，言语中也比昨天多了一份尊敬。不用，还是我来吧。楚辞话落，上千柄灵剑飞出，直接朝着远处飞去。只要在他的1米范围内，没有一只怪物能够活着，全部被秒杀。而看着楚辞这变态的刷怪方式，傅安等人沉默了。队长不让他们来，似乎是觉得他们刷怪太慢了。他们被队长嫌弃了。一路走过，所有人都没有再见到过活着的怪物，只有尸体，并且在尸体旁边捡到了一瓶瓶爆出来的属性药剂。楚辞出手后，副本的进度非常快，只是1个小时左右，众人就来到了距离最终 BOSS 1米外的地方。你的小队成功击杀30级传说级怪物魔化白猿，你获得了一瓶传说级属性药剂。刚进入 BOSS 1米范围内，众人就看到了弹出来的提示。所有人面面相觑，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还没有见到 BOSS 就已经被杀了的情况。众人看着楚辞平静的神色，心中的震撼已经被崇拜取代了。都别愣着了，去捡爆出来的药剂。注意到众人的眼神，楚辞皱眉道：虽然 BOSS 已经被杀了，但距离 BOSS 1米的路上还是有不少怪物的，爆出来的药剂也掉在地上没有捡。是，队长。众人大喊一声，然后纷纷屁颠屁颠的去捡药剂了。这一幕若是让其他人知道，必然会震惊无比。毕竟这些可都是传说级职业的大佬，在外面都是当祖宗一般的供着，哪里敢让这些大佬干这种粗活？偏偏这种事情发生了，而且所有人还非常的乐意。对了，我还挺好奇你们是怎么练级的？捡药剂还需要一点时间，闲着无聊。楚辞看着傅安问道。冯老可是告诉过他了，这些家伙和他是同一届的，意味着他们都是在同一天觉醒的职业。可这些家伙的等级提升的也有点太快了，他不好做对比，但青龙学院目前除了他和刘长河，可是一个20级的新生都没有。难不成军部那边有什么快速练级的方法不成？听到楚辞的问题，傅安沉默了几秒，随后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楚辞。队长，我们之所以能够升级这么快，是因为我们拼命。拼命？楚辞可不认为对方想说的是努力，对方那坚定的眼神明显是在表达这个词语的表面意思。如何拼命？楚辞好奇道。军部有一些特殊副本，进入里面后刷怪获得的经验值会非常多，比青龙学院那些地狱级难度的副本还要多。不过这种副本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需要消耗寿命，也不算消耗寿命，准确的说是里面的时间流速比我们外面快。快多少？50倍左右。楚辞皱眉，所有职业者的寿命都是固定的，那就是100年。不管你是有什么先天性疾病，只要你成为了职业者，寿命都是100年。而等级的提升并不会增加寿命，至少在60级之前是不会增加哪怕1秒寿命的。只有到了60级，寿命才会增加，从100年提升到200年。这也是为何60级会被称之为超凡强者的原因，一是可以飞行，第二则是打破了固定寿命。按照傅安所说，那些特殊副本之中的时间流速是外界的50倍，而傅安他们现在还不是超凡强者，意味着如果一直待在副本里，对外界来说只会过去2年，相当于只有2年寿命。所以你们需要在2年内成为超凡强者。楚辞道。没错，我们需要在2年内成为超凡，那时候会再增加100年寿命。傅安说着笑了笑，队长你不用担心，2年时间虽然不长，但也不短了。军部这种培养方式的存活率高达 90%， 而且军部也是征求了我们的意愿，不愿意的话，军部会按照普通方式培养。90%？ 意味着100人之中依然会有10个传说级职业无法在2年内成为超凡，因此耗尽寿命陨落。可能是在练级过程中陨落的，也有可能是碰到了无法完成的破境任务被卡住了。外域前线这么紧张吗？需要使用这种激进的方式？楚辞好奇道。如果给这些传说级职业4-5年时间，依然有很大的几率成为超凡，总不能大夏在外域连4-5年都坚持不了吧？这个嘛，队长，涉及到保密协议，所以我不能说。傅安无奈道。楚辞心中明了，军部用这种激进的培养方式，果然是有其他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守卫前线。既然对方无法说明，他也不好再多问，今后也能知晓。两人闲聊间，其他人也将散落在各地的属性药剂捡了回来，楚辞也选择了退出副本。之后的几天时间，楚辞除了每天花1个多小时带众人刷一次属性副本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室之中。或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7天的时候，他的掌控度终于破蛋了，达到了 1%。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提升技能熟练度，在不断喝酒下，10个普通级09获得的技能也全部达到了10级。接下来只需要再让每个技能增加5万熟练度，掌控度达到 5%，
他的破镜任务就能完成了。很快10天过去，这一天也是楚辞最后一次带富安他们刷属性副本，和之前一样，依然是1个多小时搞定。所有人也获得了第10瓶传说级属性药剂，每个人的自由属性点也增加了2000。楚辞虽然也获得了2000自由属性点，但没有急着加点，他怕加点后自己的力量掌控度又从1%变成0弹，至少也要等破镜任务完成后再说。富安他们并没有离开青龙学院，因为过2日他们还要一起前往鱼岛的秘境。楚辞本来打算继续去训练室的，不过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学弟，好久不见。郑光笑着道。第75章天龙玉叶，仙风云体术。学长，有什么事吗？看着郑光，楚辞询问道。他还记得对方之前说过有事情需要他帮忙。学弟，你们应该已经刷完属性副本了吧？郑光问道。临时小队的事情他自然也听说了，也猜到那些人都是军部的传说级职业，毕竟100人一起行动还是很显眼的。他也知道楚辞在小队之中。今天刚刷完。楚辞点头道。这样啊，本来以为你至少要2-3个月后才会刷属性副本，没想到这么快。郑光感慨道。虽然他不知道楚辞到底多少级了，可能够让军部那些传说级职业一起行动，实力肯定不会差。学弟，还记得之前我和你说有事情请你帮助，就是希望你刷属性副本后能够卖给我1瓶史诗级的属性药剂。郑光继续道。史诗级属性药剂？学长要这个做什么？楚辞疑惑道。史诗级属性药剂虽然有些分给了富安他们，但他自己手头上还真有不少。毕竟他用的是传说级属性药剂，史诗级的对他已经没用，还想着之后拿去换成学分。而且郑光已经是大2，之前肯定用过属性药剂了，就算是传说级的属性药剂，对对方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用处。不瞒学弟，我的职业与药剂师有关，去年在了解到属性药剂这种东西，我就在想能不能将这种药剂的配方研究出来。如今咱们大夏已经有普通级、高级以及稀有级的属性药剂配方，我也研究了一番，有一些心得，所以就想着能不能逆推出史诗级的属性药剂配方。往年虽然也有人刷出史诗级属性药剂，但数量都不多，他们都自己用了，更别说给我用来研究了。所以我就想到了学弟你，以你的高考成绩，或许是有机会获得大量的史诗级属性药剂。现在你又和军部那些传说级职业一起，我就更加肯定了。学弟你也知道，刷怪虽然会爆出很多道具，但像药剂配方这种东西是不会掉落的，一般只有在秘境之中才有机会获得。郑光说着，脸上充满了无奈。除此之外，就是咱们生活类职业对爆出来的各种药剂进行研究，逆推出配方。楚辞点头，这些他还是知道的，像药剂配方、炼金配方、装备图纸这些东西，刷怪是不会爆出来的，都是通过现有的装备道具逆推。生活类职业其实更像一个个研究员，普通的生活类职业一般是拿着前人逆推出来的配方制造道具，像郑光这种史诗级生活职业，已经在想着逆推出新的配方，甚至是自己创造出一种新型药剂，不过难度很大。学长，逆推出史诗级属性药剂配方应该不容易吧？楚辞问道。他不相信只有郑光有这种想法，那些传说级的生活类职业肯定也做过这种事情，但却并没有成功。的确不简单，不过我有一个特殊的天赋，可以一定程度上对药剂进行解析，虽然几率还是不大，但我还是想试试。郑光道。楚辞知道对方不会因为困难就放弃，学长需要多少？一瓶史诗级属性药剂就足够了，给你5瓶吧。楚辞说着，取出5瓶给了对方。史诗级属性药剂虽然之前分给了富安他们一些，但他身上还有100多瓶。看着5瓶史诗级属性药剂，郑光愣了愣，他没想到楚辞能够拿出来这么多，难不成对方将属性副本通关，获得了传说级属性药剂？多谢学弟，史诗级属性药剂咱们学院要5万学分才能兑换，一共25万学分，我们去一趟兑换处，我将学分给你。郑光急忙说道。5瓶史诗级属性药剂可远超他的预期，对他的研究将会有巨大的帮助。楚辞则心中一动，他可是有100多史诗级属性药，如果全部兑换成学分，岂不是能有个500多万？原来学分这么好赚。对于郑光要花学分买下药剂，楚辞没有拒绝，虽然他有心帮对方一把，但也不会无脑付出。随后3人来到了兑换处，在吴老的见证下，一手交货，一手交学分，完成了交易。多谢学弟了，我就先走了，如果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拿到药剂后，郑光就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回去研究了。楚辞点头，等对方离开后，目光看向了吴老。吴老，麻烦把这些属性药剂都给我兑换成学分吧。楚辞说完，将大量的属性药剂取了出来，足足有数百瓶，其中史诗级的107瓶，稀有级558瓶，至于高级和普通级的属性药剂，楚辞全部给了富安他们。看来你小子收获很不错。吴老倒是没有太多的惊讶，笑呵呵的开始给楚辞核算起来。
史诗级的属性药剂兑换处收购价是 4.5 万学分，稀有级的则是4000学分，一共是 704.7 万学分。吴老道，对了，前2天来了一坛传说级09，价格是200万学分，你要不要？要。楚辞当即点头，传说级09给他带来的技能可太强了，自然不能错过。而且价值200万学分，意味着在传说级09之中都属于稀有的存在。随后，吴老将那坛传说级09取了出来。天龙玉液，传说级，采用未成年的天龙逆鳞，配以数千种史诗级材料酿造而成，饮用后在10个小时内获得龙威。传说级以下怪物将不会主动攻击你，并且有 50% 的几率获得一个天龙的天赋。天龙在龙族之中属于顶尖种族，比之前楚辞看到了黄龙九要强很多，而且 50% 的几率获得一个天龙族的天赋，光是这个效果就值得这么多学分。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吴老笑着问道。吴老，上次我买的4种史诗级09各来10坛吧，另外再买一个装酒的道具，还有储物戒也要再来一个。楚辞道，上次获得的4个技能都才只是1级，需要继续引用史诗级09来获得熟练度提升等级。很快，冯老将楚辞需要的东西都拿了出来。万叶酒葫芦，史诗级，内含100个独立空间，每个空间可容纳100坛09，价格5万学分。紫光戒指，史诗级，拥有100万立方米空间，对偷盗技能的抵抗正 50%， 自带屏障技能，当激活时会拥有一个与生命值等同的护盾，冷却时间1小时，价格6万学分。将东西买下后，楚辞也花了471万学分，还剩下200多万学分。吴老，下次有传说级09给我留着。说完，楚辞也和刘长河一起离开了。当2人来到训练室后，楚辞直接打开传说级09痛饮起来。你饮用了天龙玉液，传说级，触发9仙天赋，获得新的技能先风云体术。第76章路程，到达鱼岛秘境。先风云体术，你能更加容易地掌控自身力量，你将获得 29% 的闪避率，当你闪避失败1次时，将会恢复 5% 的生命值，当你闪避失败2次时，你将获得净化效果，持续1秒，当你闪避失败3次时，下一次必定闪避成功，该技能随着等级提升而提升，当前为29级。看着新的技能，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若是他达到100级，岂不是能有 100% 的闪避率，别人就算攻击他也无法造成伤害。不错的保命技能。关闭了面板后，楚辞和刘长河也来到了训练室，2人开始继续训练。一直苦练了1个小时，楚辞突然感觉到一丝不对，因为他发现今天训练起来轻松了一些，对自身的力量更加敏感了一些。难道是先风云体术？楚辞再次看了一遍这个技能介绍，最终目光落在了第1句上，这个技能似乎的确有帮他更加容易掌控自身力量的效果。如果是真的话，那我的掌控度应该很快就能提升。楚辞现在还无法确定，只能先练一段时间看看。之后的2天时间，楚辞基本上都在训练室中，刘妈则偶尔在训练室，偶尔在技能训练室提升熟练度。虽然累了一些，但效果很显著，他的掌控度已经达到了 2%。别看只是提升了 1%， 可楚辞已经很满意了，心中也更加确定是先风云体术的效果。按照这个速度，很快他就能将掌控度提升到 5%， 完成破境任务。今天他没有去训练室，而是和刘长河一起来到了青龙学院的一个广场上。当他们到来时，傅安等人已经在这里等待了。今天他们就要出发，前往鱼岛的秘境之中。好了，人都到齐了，那咱们也就不废话了。等会儿我会开启传送阵，先去距离鱼岛最近的路程，届时我们再乘坐非洲前往鱼岛。冯云这时候出现，说完便激活了传送阵法，一道光柱在广场上升起，将所有人笼罩。下一秒，众人只感觉眼前一黑，当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离开了青龙学院，来到了另外一个小型广场上。陆城城主赵元山恭迎冯老和诸位天骄。这时，一道声音响起，一名中年男子对着众人拱了拱手：“赵城主不用客气，鱼岛那边情况如何？”冯云摆了摆手问道：“倭国在2个小时前就到了鱼岛，带队的是传说级强者佐藤山，除此之外还有10个史诗级强者护送。带来参加秘境的100人之中，只有10个传说级职业，其他都是史诗级职业。”赵元山说道：“才10个传说级职业，看来他们是怕所有人都死在里面啊。”冯云说着也换了个话题：“最近路程没有什么异样吧？”“有，最近路程外的海域怪物突然减少，应该是出现了海洋霸主，将那些怪物聚集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会对路程发动进攻。”赵元山面色变得严肃起来：“这件事你不用担心，上面也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此次我才亲自来了，之后他们也会参与守城。”冯云点头，说着还看了一眼楚辞等人。此次他带着这么多传说级职业过来，真正的目的还是帮助陆城击杀海中那些怪物，秘境只是顺便的事情。听到冯云的话，赵元山心中也松了口气，有传说级强者坐镇，陆城的安全将会大幅度提升。若是陆城出现危机，立刻通知我，
我先带他们去鱼岛。是。随后冯云大手一挥，只见一座飞船出现在天际之上。云光飞船，传说集。走吧，登船，距离秘境开启还有半个小时。随着冯云话落，楚辞等人也纷纷上了飞船。随后飞船启动，朝着鱼岛的方向飞去。冯老，陆城要发生大战了。飞船上，楚辞看着下方陆城外正在建造防御工事，好奇地问道：鱼岛的秘境第一次开启，会溢散出很多能量，这些能量辐射了周边海域，让海中的怪物实力在这段时间得到了巨大的提升。那些怪物如今却沉寂了下来，应该是由海洋霸主将怪物聚集起来，准备进攻陆城。此次我们来除了秘境外，主要还是解决陆城的危机。等你们从秘境之中出来后，应该就可以直接参战。冯云道：这是你们第一次参与怪物攻城战，尤其还是面对海洋之中的怪物，虽然危险性不高，但也是一次不错的历练机会。就算是富安等人也没有参与过怪物攻城，他们在军部最主要的还是刷副本练级。冯老，秘境是怎么形成的？刘长河凑了上来问道。秘境的形成方式很多，比如咱们这方世界和外域世界接触之时出现了空间狭缝，久而久之就成了秘境，或者强者战斗之时崩溃了空间，经过多年的演变成了秘境。冯云解释道，也有些秘境是伴随着世界而自动诞生的，还有曾经的强者留下的空间演化成了秘境。这么说，咱们青龙学院所在的空间也是一个秘境？刘长河问道。没错，咱们学院所在的空间曾经就是一个秘境，若是多年后咱们青龙学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处独立空间或许会重新成为秘境。冯云点头道。众人说话间，很快就来到了鱼岛。在鱼岛的上空，同样有一艘飞船，挂着倭国的旗帜，远远看去能够看到船上人头攒动。不过这飞船的前段却有一道缺口，好似遭受过攻击。下方的鱼岛则盘坐着20人，围坐在一个巨大的门户周围，门户便是秘境入口。这些人则是大夏派遣来看守鱼岛秘境的强者。冯云没有搭理倭国的飞船，直接降落在了鱼岛上。你们还真是掐着时间来，秘境还有10分钟就会开启，好好准备一下。盘坐在门户四周的20人中，其中一名老者开口道：严老头，有你们在，就算秘境开启了，那些倭寇还敢先进去不成？冯云不在意地说道。姓严的老者笑了笑，没有说话。有他们在，倭寇的确不敢强闯。下方众人欢声笑语，但在天际之上的倭国飞船内，那些倭寇却是不爽了。第77章，秘境开启，进入秘境。佐藤阁下，大夏他们太嚣张了，我们都来了这么久了，竟然还不让我们登岛。一名梳着武士头的男子凑到一名老者面前，冷声说道。佐藤山看了一眼对方，又将目光落到下方的冯云等人身上。那怎么办？要不你去和他们说说。武士头男子脸色一僵，虽然他很不爽，但还真不敢下去。别看他是70级以上的史诗级强者，可若是真的赶上去，他敢保证无法活着回来。2个多小时前他们就已经到了，当时也想直接登岛，可大夏的强者直接出手，他们飞船前端的缺口就是这么出现的。佐藤阁下，那我们就这么等着？秘境快要开启了。另外一名史诗级强者开口问道。不然呢？此次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秘境，也是因为灯塔国的帮助，大夏给灯塔国面子，可不代表会给我们倭国面子。佐藤山道，不着急，大不了我们晚点进去就是了，虽然会失去一些先机，但也没有办法。众人对视一眼，随后叹了口气，纵然心中不爽又能如何？如果他们不是抱住了灯塔国的大腿，大夏完全有能力将他们倭国给灭了。还记得此行的目的吗？佐藤山问道。记得，此行进入秘境后，必须要抢夺到秘境核心，将整个秘境控制在我们倭国手中。武士头男子道。除此之外，也要注意大夏的那些年轻人，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将他们策反。佐藤山看着楚辞等人，眼中闪过一丝羡慕。大夏的天骄还真是多啊，他能够感觉到那100个年轻人最差都是27级，其中达到29级的更是不在少数。这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若是被大夏发现了，咱们倭国可能会有大麻烦。武士头男子面带难色，他们不是没有想过策反大夏的天骄，可这些天骄哪里看得上他们倭国这弹丸之地？曾经他们也尝试过用强制手段对大夏天骄记忆动手脚，结果却被大夏发现了。然后大夏派了10位神话级强者，斩杀了他们倭国3名神话级强者，最终在灯塔国的调解下，他们倭国让出了10个秘境，10多件神话级道具，大夏才罢手。而且当时灯塔国都差点没拦住，如果不是他们倭国在域外还有些作用，怕是大夏会直接将他们给灭了。小心行事就是了。我记得此次进入秘境之中的100人之中，有1人的职业是有女吟唱者，或许能够发挥一些效果。佐藤山道。佐藤阁下说的是英本加奈子吧？他的职业的确是有女吟唱者，有蛊惑心智能力。此事你去告知他一声，
让他见机行事就是了。是。倭寇们正说着，鱼岛之上的秘境门户突然亮起一道光芒，所有人的目光投了过去，他们知道秘境要开启了。嗡嗡嗡，时间一点点过去，门户上的光芒越发耀眼，直到完全被光芒包裹。哗啦，1分钟后，光芒随之消散不见，而门户的中间则出现了一道蓝色漩涡。秘境开启了，所有人准备进入。冯云看着众人道：“记住，进入秘境之后，尽快找到秘境的核心。这只是一个20级的秘境，正常情况下，里面就算有怪物等级，也只是20到30级。当然，也有可能出现30级以上的怪物。如果遇到了，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这个秘境是第一次开启，所以我们对里面的情况也不了解。有可能你们进入后会随机传送到秘境的各个地方。拿好这枚玉符，只要在10里范围内都能彼此感应到。另外就是小心倭国的那些家伙。”冯云交代了一番，同时将一枚枚玉符分发给了众人。冯老，如果进入秘境之后，我们没有分散，我能直接将倭国的那些家伙秒了吗？楚辞来到冯云面前问道。随你。冯云无所谓道，反正都是杀，早杀和晚杀都一样。至于对大夏有没有影响，外交部可能会发表一段长文，表达一下人族痛失天骄的沉痛之情。楚辞明了，从冯云的语气可以看出大夏很强势。好了，都进入秘境吧。随着冯云话落，在楚辞的带领下，100人齐齐进入了秘境之中。颜月阁下，秘境已经开启，我倭国可否进入其中了？这时佐藤山开口问道。颜月，也就是之前和冯云说话的那名传说级强者，听到佐藤山的话，只是瞥了一眼，等着。佐藤山虽然心中气愤，却也没有办法。不说两国的国力差距，光是大夏这边有2个传说级强者，他也不敢妄动。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佐藤山也急了。这么长的时间，若是秘境之中有好东西，都被大夏的那些人搜刮干净了。颜月阁下，我……砰！佐藤山的话音还未落下，一道流光便直接砸在了飞船上。让你们等着就等着，再废话那就别进去了。冯云冷声道。佐藤山心中冒火，可却无可奈何。他在冯云眼中看到了杀意。又是半个小时后，就在佐藤山已经想着要不要回去算了，颜月的声音响起：“进去吧。”这话让佐藤山心中松了口气。虽然迟了1个小时，但秘境核心可不是那么好得到的，他们还有机会。随后佐藤山一声令下，倭国的100人也纷纷进入秘境之中。这一次冯云和颜月都没有阻拦。冯云看着佐藤山带着笑容的表情，心中也同样在笑。不知道这一次倭国能有几个人活着出来，反正只要被那小子遇到了，肯定是活不了的。1个小时前，楚辞他们进入了秘境之中。楚辞出现在一片密林之中，取出冯云给他的玉符看了一眼，发现并没有反应。这意味着在他10里范围内并没有临时小队的其他人，看来是随机传送的。可惜不能在门口就先将倭国的那些家伙给全秒了。楚辞摇了摇头，先看看周围的情况吧。心神一动，直接御剑飞行，朝着天际之上飞去。第78章，这妹子战斗起来还挺狂野。天际之上，楚辞御剑飞行，环顾四周。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在一座小岛之上，而周围则是一望无垠的大海。而在万米之外，可以看到一些小岛矗立在海面上。这秘境内竟然是一片大海，不会有人被传送到海中吧？楚辞皱眉，所有人连30级都没有，根本无法飞行。若是真的传送到了大海之中，一旦遭遇了海中的怪物，纵然是传说级职业，也很容易丧命。接着楚辞又看向右前方，距离他不知道多远的地方，隐约间能够看到一抹蓝色光芒在闪烁，很有可能就是秘境核心所在的地方。先将其他人找到吧，若是真的落在了大海之中，就麻烦了。想着，楚辞直接使用技能剑光遁术，化作一道剑光，便朝着最近的一座小岛飞去。唐梦现在有点慌，因为在进入秘境之后，他就发现同伴都不在身边，而自己则落在了一片海滩上。最麻烦的是，他被一群蛇类怪物盯上了。这些怪物不过才20级，但数量却很多，有上百条。虽然他是传说级职业，可却是辅助类型的圣光祝福师，大部分技能都是给队友加 buff 的，战斗力几乎没有。还好老娘有准备，教官说的对，就算是辅助职业，也要有自保的手段。唐梦深吸一口气，趁着那些蛇类怪物还有300多米的距离，挥动法杖给自己叠加了10几个增益 buff。接着收起法杖，从储物戒之中取出了一挺加特林，还是粉红色的。加特林是他的一个小姐妹给他的，对方也是传说级职业，不过是生活类的，和机械制造方面有关。给老娘死！哒哒哒！唐梦话落，粉红色的加特林顿时喷射出一道道火舌。-1529，-1529，-1529，一个个伤害从那些怪物身上冒出。加特林使用起来虽然不会消耗法力值，但伤害也是固定的，一旦怪物的防御超过加特林的固定伤害，
也就无法造成伤害。好在这些蛇类怪物都只是20级，破防还是很轻松的。但唐梦没有丝毫的开心，蛇的速度本身就快，更别说还是怪物。300多米的距离对这些怪物来说也就10几秒就能到达。加特林在喷射了10秒后，虽然击杀了一些怪物，但同样也有怪物靠近了他100米范围。唐梦当即单手拎着加特林继续开火，还好小姐妹考虑到她是个女孩子，所以加特林比正常的小很多。同时她另一只手出现了一个球状的东西，直接扔到了距离她50米远的地方，然后转身就跑。轰隆，-4529，-4529。下一秒爆炸声响起，那些怪物刚好来到爆炸的区域，超过4/5的怪物当场暴毙。姐妹果然没有骗我，这玩意儿威力真大。刚才她扔出去的是小姐妹制造的高爆炸弹，同样也能够造成固定伤害，而且范围很广。唐梦一边想着，手中动作却没有停。加特林再次扫过，剩下的一些怪物全部被击杀。确定所有怪物都死了，唐梦也松了口气。虽然在军部的时候，教官有教导他们辅助职业该如何战斗，但这还是他第一次和怪物正面硬刚。以前他只需要在那些主战的传说及职业后面加 buff 就行了。就在唐梦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沙滩后面的密林发出了瑟瑟的声音，而且一些高大的树木更是摇晃起来。唐梦心中一颤，自己不会这么倒霉吧？不敢犹豫，唐梦又取出了一架高达3米的巨炮，他这1.6米的个头在巨炮面前显得十分娇小。紧接着又取出法杖给自己重新刷了一遍 buff， 目光紧紧地盯着动静越来越大的密林。数秒后，数百条蛇类怪物出现，但唐梦的目光却落在这些蛇类怪物的后方庞然大物身上。一头长达10几米的巨蛇正吐着信子，亮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泛着寒光，带着血色的眸子正冷漠地盯着他。赤铜银蛇，史诗级，等级30，生命值420万，攻击4214，物理防御2144，魔法防御1952，技能毒液注射、缠绕、银铃、冷血。看着对方的属性，唐梦脸色一白，自己这是什么狗屎运气，才刚落地啊，竟然就碰到了30级的史诗级怪物。虽然他是传说级职业，但作为一个辅助，也不可能打赢30级的史诗级怪物。至于身边的巨炮，威力是不小，可以造成固定的10万伤害，可最多攻击一次 ，BOSS 就会杀到他面前。何况对方还有那么多小弟，要不还是跑了吧。唐梦暗暗想到，打肯定是不可能打的，也打不赢，但跑还是没问题的。他身上也是有传送卷轴的，不过是随机的，到底传送到哪里就不确定了。万一被传送到另外一头怪物的老巢之中，他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运气了。嘶嘶嘶！而赤铜银蛇可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蛇信子一吐，数百个小弟纷纷窜了出来，朝着唐梦杀去。只能跑了。唐梦当即收起加特林和大炮，取出传送卷轴就要使用。铮！但下一瞬，一道剑鸣响起，负719万，负1855万，暴击，负719万。剑光纵横，一个个恐怖的伤害出现，那些朝着他袭来的怪物瞬间被击杀。灵剑在斩杀了所有怪物后并没有停下，而是朝着赤铜银蛇杀去，负584万。一剑下去，赤铜银蛇的血条瞬间消失不见，庞大的身躯也随之倒下。队长，你可终于来了！一切发生的很快，但当看到这伤害的时候，他就知道是楚辞来了。看伤师！唐梦急忙朝着四周看去，想要找到楚辞。抬头，唐梦抬头便看到站在一柄灵剑上御剑飞行的楚辞。队长，你会飞？唐梦愣了愣神，眼中带着震惊。他们和楚辞也相处了10多天了，但还是第一次知道楚辞能够飞。你没事吧？楚辞点头。他虽然才到，但因为他的灵剑操控范围达到了10000米，而且灵剑还能给他提供视野，所以灵剑比他先一步到达，自然也看到了唐梦刚才端着加特林横扫怪物的场面。本来以为对方能够解决，没想到后面又出现了史诗级怪物，所以才出手的。不过他也是没想到，这妹子看着娇小，还是个辅助职业，战斗起来还挺狂野。果然传说级职业就没有简单的，哪怕是个增益辅助。第79章，秒杀2个倭寇。队长，我没事，还好你来了，不然我就要跑路了。唐梦说着也感慨自己运气好，正好碰到了楚辞。没事的话，咱们就走吧，去找找其他人。不说要怪吗？这些小岛上应该有不少好东西。不了，等拿到秘境核心，整个秘境都是我们大夏的，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楚辞摇了摇头，虽然还有倭寇会进来，但全部宰了就是。唐梦点头，但又面露难色。楚辞可以飞，他可没法飞。上来吧。楚辞看出对方的想法，一柄灵剑落到对方身前。队长，
我也能御剑飞行。只是我多耗费一些法力值而已，无妨。已经29级的他，法力值也有6050点，别说带唐梦了，就算是再带100个人也没事。反正他准备了很多的法力恢复药剂。听到这话，唐梦心中一喜，御剑飞行啊，不但男孩子无法拒绝，女孩子也很难拒绝啊。怎么了？楚辞见对方只是看着灵剑却不上去，一脸的疑惑。没事。唐梦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然后踏上灵剑。总不能告诉队长他刚才在思考该用什么姿势御剑飞行比较潇洒吧。走了。见唐梦踏剑，楚辞说了一声，随后两人御剑而出，朝着另外一座小岛飞去。哇！第一次御剑飞行的唐梦激动地发出了吼叫，本来他还担心会掉下去，不过很快发现有一股特别的力量稳住了他的身体。等熟悉了几秒后，唐梦悄悄看了一眼一旁的楚辞，发现队长没有注意他，然后开始摆出一些觉得很帅气潇洒的御剑姿势。最终他又觉得还是不够帅，干脆学着楚辞的模样单手负背，面色平静下来。果然还是队长的姿势最帅。很快两人来到了另外一座小岛上，这座小岛上有2个人，一个辅助，一个主战。当楚辞带着唐梦到达时，这2人正在砍树，打算造船。队长，唐梦，你们来了。当2人见到楚辞和唐梦，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楚辞竟然有御剑飞行的能力。上来吧，咱们去找其他人。楚辞点头，又是2柄灵剑落到2人身前。当2人踏上灵剑，飞上天际，和唐梦一样都发出了吼叫声。队长，你能带多少人飞？其中一人好不容易平复下激动的心情，开口问道。法力值足够的话，1万人都可以。楚辞道。唐梦3人心中一震，1万人御剑飞行啊，光是想想那场面都让他们感到震撼。关键是队长也才29级而已，身为传说级职业的他们，对很多人来说就和开挂了一样。可和队长一比，他们发现自己竟然很正常。队长才开挂了吧？队长，我能帮你恢复法力值。那名传说级辅助职业的队员说道，随后挥动法杖，一道流光落在楚辞身上，刚刚消耗的法力值瞬间回满，并且每秒还有持续性恢复效果，能够持续5分钟。既然有人能够帮他恢复法力值，楚辞也就不用喝恢复药剂了。之后楚辞带着4人前往其他小岛寻找剩下的人。这片海域很大，岛屿的数量也很多，不过有玉符在手，若是小岛之中没有同伴，他们也不用去浪费时间。很快1个小时过去，一道道流光在天际之上划过，很快停在了一座小岛上空。这1个小时，楚辞总共找到了78人，刘长河和富安都不在其中。不过他也不是太担心，根据他了解的情况，进入秘境后虽然会被随机传送到各个地方，但只会落在岛屿上，不会落在海中。刘妈实力不弱，还有各种保命手段，就算遇到了30级的史诗级怪物也能顶很久，扛不住也能跑。很快这座小岛上的2人归队，楚辞的队伍人数也达到了81人。楚辞正打算收回分散在小岛上的灵剑，带着众人去找剩余的人，突然身体一顿，因为其中1柄灵剑反馈回来的视野之中出现了2个倭寇。山本君，刚才那边好像有传来打斗声，会不会是有大夏的人在这座岛上？我也听到了，如果是大夏的人可就太好了，咱们可以找机会偷袭。佐藤阁下可是说了，斩杀1个大夏的人就能获得史诗级道具，若是能够斩杀10个大夏的人，还会有传说级道具。那咱们快点过去，如果他们人多就算了，咱们不一定能打过，可如果人少，2个倭寇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残忍的意味。咦，这里怎么有1柄剑？2人正打算潜伏过去，其中一人突然看到1柄利剑悬浮在空中。宝物！2人心中顿时冒出这种想法，周围连怪物都没有，却有1柄可以自己飞起来的剑，这不是宝物是什么？正想着如何获得这件宝物，却见那利剑化作一道剑光，快速朝着他们2人袭来。2人不但没有畏惧，反而大喜。若是对方在天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可只要靠近他们，他们就有机会将宝物拿下。我来！被称作山本君的倭寇上前一步，另外1个倭寇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可眼中却闪过一道寒光。他哪里不知道山本君这是想独自得到这件宝物，可纵然心中不爽也没有办法，他只是个辅助，山本却是主战职业。而山本可不知道同伴心中的不满，就算知道也不会在意。此时他已经习惯性的对着利剑丢了个探查术。新手剑，剑仙特性不可摧毁。当看着探查得到的结果，山本直接愣住了。不是宝物吗？怎么会是新手剑？谁的新手剑能够自动飞行啊？而就是他这么一愣神的功夫，新手剑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可他没有惊慌，不过是1柄新手剑而已，根本就无法对他造成伤。负691万，一个恐怖的伤害从其头顶上冒出，山本的血条瞬间清空，瞳孔一阵涣散，随后便失去了升级，倒在了地上。山本，负710万。剩下的那个倭寇脸色大变，
可还来不及反应，他的血条也随之被清空，和山本倒在了一起。2个倭寇，作！第80章，怎么办？风光大半。队长，怎么了？唐梦见楚辞本来准备离开，却停留在原地，好奇地问道。其他人也纷纷看了过来。楚辞没有说话，带着众人来到小岛的一处密林之中。是倭寇。当看到地上的2具尸体，所有人都明白了怎么回事。之前我们都没有遇到过倭寇，应该是冯老他们在外面让倭寇现在才进来。楚辞道，我们还有19人没找到，若是遇到倭寇，难免会出现意外。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找其他人。众人对视一眼，随后纷纷点头。虽然他们都是传说级职业，可倭寇这边也有传说级职业。另外19人若是遇到多个倭寇，很容易出现意外。队长，这个你拿着，是倭寇那边的玉符。唐梦来到一个倭寇尸体旁，取下对方的储物戒，将一枚玉符递给楚辞。你们先在这里练级，回头来接你们。楚辞点头，他已经查看过了，这座小岛上最强的也就几只30级史诗级怪物，80个传说级职业走在一起，横扫这座小岛上的所有怪物都不在话下，安全不用担心。说完，楚辞在众人的注视下身化剑光，直接消失不见。队长太厉害了，不但伤害高的恐怖，才29级竟然就能飞行了，而且还是最帅的御剑飞行，不然怎么能成为我们的队长呢？都别愣着了，处理好尸体，咱们抓紧时间看看能不能在队长回来前将这座小岛的怪物全部给清理掉。火焰、雷霆倾泻而下，2具倭寇的尸体瞬间化作齑粉，接着众人便开始清扫小岛上的怪物。与此同时，副本外面，佐藤阁下、山本和田边死了。武士头男子看着好友栏里的2个灰色头像说道。佐藤山皱眉，才进去不到5分钟，怎么就有2人死了？其他人呢？其他人暂时没事。佐藤山点头，应该是他们2个运气不好，出现在了怪物的巢穴之中。有没有可能是大夏人干的？有这个可能性，不过就算是大夏人干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进入秘境之后，我们能杀大夏人，大夏人也能杀我们的人。佐藤山道，不用纠结此事，只要大部分人安全就行了。此次进入秘境必然会有一些损失的。武士头男子点头，只要能够得到这座秘境的核心，损失一些人也是值得的。可这个想法刚刚落下，武士头男子脸色一变，因为他看到好友栏又多了2个灰色头像，这意味着又有2人死了。最恐怖的是，长则5分钟，短则1分钟就会增加一个灰色头像。若是按照这个死亡速度，他们倭国的100人要不了多久就会全部死亡。佐藤阁下，我们该怎么办？武士头男子将情况告诉了佐藤山，佐藤山得知后也不由得沉默了。怎么办？他能怎么办？别说秘境入口被大夏守着，他们根本不敢靠近，就算靠近也无法进入秘境之中。至于让进入秘境的人出来，更是毫无办法。秘境只有一个出口，想要出来就需要找到出口，或者等秘境自动关闭后传送出来。还能怎么办？只能等秘境结束后回到倭国风光大半呗。一座小岛上，2道身影正在刷怪。老刘，你确定只是个稀有级职业？你这肉度完全不输传说级职业啊！富安挥动法杖，一个直径10米的火球飞出，伴随着爆炸声响起，方圆100米范围内的怪物全部被清空了血量。我就是肉一点，伤害可没法和你比。刘长河笑了笑，说话间的功夫，刚才因为怪物减少的血量已经再次全部恢复。富安自然不是这么认为的，对方的伤害的确不高，可肉度却很高，而且对方还有反伤的能力，还是真伤，这才是最恐怖的。虽然他的伤害很高，可在刘长河的反伤效果下，他也不敢说能够稳赢。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富安说道。不用担心，有老楚在不会出事的。刘长河一脸的笑意。富安自然知道自家队长的恐怖伤害，不过如今大家分散在各个岛屿上，就算队长伤害再高也没用，除非对方能飞，但这怎么可能呢？继续刷怪吧，既然把我们传送到了这小岛上，肯定是有原因的。富安道。随后2人继续刷怪，而在2人努力刷怪的时候，在他们的身后，一道虚幻的身影缓缓后退，一直来到距离2人上千米的一棵大树下才显现出身影。小野君，怎么样？是不是大夏的人？一名穿着暴露的女子问道。她就是樱本加奈子，是大夏的人，而且也是2个人。我观察了一阵，一个是法师类的职业，另外一个则是肉盾类的职业，从他们的表现来看，应该都是传说级职业。小野港点头道。你没有被他们发现吧？放心吧，我可是传说级职业隐忍暗杀者，最擅长的就是隐匿之术了，他们没有发现。一个法师一个肉盾，虽然有点麻烦，但也不是不能杀。樱本加奈子想了想说道。一会儿我们趁着他们战斗的时候，我先将那个法师控制住，然后你进行偷袭暗杀，有很大的几率将其击杀，剩下一个肉盾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他的职业是有女吟唱者，虽然只是史诗级职业，
但控制技能很多，发挥的作用甚至比一些传说级职业还要强。好，就按照你说的办。小野港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若是能够猎杀大夏天骄，等他回到倭国，将会成为倭国英雄。随后两人商量了一番，小野港便再次隐藏起来，英本加奈子则朝着富安和刘长河靠近。此时，刘长河和富安刚刚解决了10多头稀有级怪物，正打算继续前进，突然听到后方有动静。倭寇！当看到英本加奈子，富安皱眉道：“整个秘境除了他们大夏的人外，只有倭国的人了。”大夏人！英本加奈子看到两人，顿时脸色大变，然后转身就跑。富安和刘长河对视一眼，并没有追击，因为他们不确定对方是否有埋伏。而跑出一段距离的英本加奈子见两人没有追来，心中暗骂对方太警惕了。本来他是想通过吸引两人的注意，最好是让刘长河这个辅助远离富安一段距离，如此就能给小野港创造暗杀的机会。可没想到这荒郊野岭的，这两人看到自己这么个大美女孤身一人，竟然一点都不动心。既然这个办法没用，英本加奈子也不跑了，反而停了下来，然后开始扭动着身躯，嘴里也发出一阵靡靡之音。不好，她是英本加奈子，职业是有女吟唱者。富安率先反应过来，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声音已经入耳，他和刘长河眼前出现了各种不堪入目的画面。富安身为禁忌法师，精神数值不低，率先从这些画面之中摆脱出来，但依然有短暂的愣神。这也给一直隐藏在暗处的小野港创造了机会。唰，一道寒光闪过，小野港的身影出现在富安身后，一柄匕首朝着富安落下。第81章，我杀的！负42456暴击。随着小野港的匕首落下，一个伤害从富安头顶飘起，而富安身上也在瞬间出现一个魔法护盾，血量只是下降了1/2，负17341。紧接着，刘长河头顶也同样飘起一个伤害，这是守护者勋章的效果，帮助富安承受了29%的伤害，负5028真伤。同时，小野港也是一顿，因为他头顶同样飘起一个伤害。这时，刘长河的天赋盾铠的愤怒的效果能够反伤真实伤害。小野港心中大惊，他只是一个刺客类的职业，血量也才破万而已。刘长河的反伤直接让他的血量下降了1/2，这特么是什么怪物？自己明明攻击的是那个法师啊，怎么自己还受到伤害了？还是真伤？一时间，小野港犹豫了。他本来打算来个连招的，可现在他怕自己连招还没有用完就被反伤死了。富安也抓住这个机会，身形一闪，已经消失在原地，出现在10米之外。刘长河因为受到伤害，从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中摆脱出来，直接大喝一声：“哈！”这时，刘长河之前学到的战吼技能，虽然无法对目标造成伤害，却能够让目标陷入短暂的眩晕。声音一响，小野港只感觉脑袋一晕，虽然很快清醒过来，可刘长河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一个冲锋朝着小野港袭去，刚刚清醒过来的小野港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直接被刘长河撞飞，负769。这是刘长河打出来的伤害，和小野港那上万的伤害比起来，实在是有点低了。可小野港却没心情嘲笑，急忙使用解控技能摆脱击飞效果，同时快速后退。也在他刚刚退去时，一道雷霆从天而降，落在了他之前的位置上。小野港汗流浃背，差点他就死了。他不敢犹豫，急忙使用隐匿技能，身形顿时逐渐消失，隐匿在了阴影之中，心中已经打算撤退了。可就在他刚准备离开时，一道无形之剑突然穿透他的身躯，负700万。一个伤害出现，小野港的血条瞬间被清空，只是身体一僵便倒在了地上。是老楚，老楚来了。看着这伤害，刘长河露出了笑容，富安也松了口气，不过心中却在疑惑楚辞怎么会突然出现，难道对方之前也落在了这座小岛上？而在千米外，楚辞御剑凌空，他的目光看向前方，那里正有一道身影在快速朝着他这里跑来。小野港竟然死了！英本加奈子看着好友栏里小野港的灰色头像，脸色很是难看。在小野港出手后没有秒杀富安时，他就预料到不妙，直接跑路。可他没想到小野港竟然死了，对方可是传说级职业，而且还是最擅长隐匿逃跑的刺客类职业。就算对方不是那2个大夏人的对手，靠着随机传送卷轴也能离开才对。不对，我们怎么会死了这么多人？这时英本加奈子才发现好友栏里除了小野港，此次进入秘境的其他人之中，已经有1/3的头像变成了灰色。这让英本加奈子心中惊惧不已，他们才进来不到半个小时啊，难道这秘境之中有什么大恐怖，才导致他们死了这么多人？我杀的！就在英本加奈子胡思乱想之际，一道声音突然响起。英本加奈子心中一惊，朝着四周看去，最终抬头才看到了御剑凌空的楚辞。英本加奈子瞳孔微缩，不敢置信地看着楚辞。飞，
对方竟然会飞，那岂不是意味着对方至少也是超凡强者？大夏真卑鄙！英本加奈子暗道，他不知道大夏是用什么办法让超凡级强者进来的。可一个超凡级强者在这个秘境之中和无敌差不多，难怪一向很强势的大夏会允许他们倭国进入这个秘境，合着就是在玩请君入瓮，根本没有想过让他们活着出去。我不能死，我一定要离开秘境，将这件事告诉佐藤阁下。英本加奈子想着，便悄悄取出了传送卷轴，打算直接离开。可他还没来得及使用传送卷轴，突然脑袋空白，赤一柄无形之剑直接将他的脑袋洞穿，眉心处鲜血滴落。可此时他已经无法思考，魅惑的眼眸逐渐失去了神采，没了生机。这自然是楚辞用了虚空凝剑术。楚辞看了对方一眼，便不再理会，直接御剑飞行，朝着刘妈两人的方向飞去。而在其身后，英本加奈子的尸体也被无形之剑带着跟上。砰！散去无形之剑，英本加奈子的尸体落到了地上。老楚，我就知道你能找我们。刘长河走上前笑着说道。都没事吧？楚辞点头道。没事，就傅安受了点伤，现在也好了。刘长河摇头道。傅安此时也回过神来，实在是他刚才被楚辞御剑飞行来的画面吓到了，如果不是了解楚辞，他还以为对方已经是超凡强者了。队长，我也没事了。傅安道，刚才他喝了恢复药剂，血量也已经全部恢复。处理一下尸体吧，其他人我都找到了，只剩下你们两个，等会儿带你们过去集合。楚辞道。是，队长。傅安点头，随后便和刘长河开始处理尸体，将2具尸体的储物戒和装备都搜刮走。接着傅安释放出一道火焰，2具尸体便化作了灰烬。处理完尸体，3人并没有逗留，楚辞带着2人离开了小岛。一路上傅安颇为激动，毕竟这可是御剑飞行，同时也更加明白自家队长的强大。回去的路上，楚辞又辗转了几个小岛，杀了10多名倭寇。在虚空凝剑术之下，这些倭寇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更加没有机会使用传送卷轴。一共进来了100个倭寇，如今他已经击杀了42人，只剩下了58个人还活着。他没有再一个个去寻找，准备先带众人将秘境核心得到再说。很快，3人就来到了集合的小岛上，大夏100人在楚辞的寻找下也全部到齐了。队长，你们回来了，我们已经将这座小岛上的怪物全部清理干净了。唐梦道。而且在清理干净后，我们还发现了一座传送阵，应该是通向秘境的核心之地。楚辞看向众人围着的一座传送阵，心中也明白了这座秘境的情况。看来每个小岛都有这么一座传送阵，不过这些传送阵都是有怪物守护的，只有将怪物击杀后才能使用。想想也是，若是没有传送阵，总不能让他们真的造船渡海吧。楚辞能飞，其他人可没办法飞。这只是一个30级以下的秘境而已。人都到齐了，咱们直接去核心之地吧。楚辞点头道，随后众人齐齐来到传送阵上。传送阵很大，也没有人数限制，不过在传送之前，所有辅助职业齐把各种 buff 加上，免得出现意外。等准备的差不多了，激活传送阵，众人也消失不见。第82章秘境核心，拿命换的。佐藤阁下，咱们进去的100人已经死了42人了。秘境外，倭国的飞船上，武士头男子脸色有些难看。这才1个小时左右，竟然就死了近半的人，若是再有1个小时，岂不是要全部死完？佐藤山脸色也不好看，死了的这42人中，可是有3个传说级职业。本来他们倭国天才就不多，史诗级和传说级职业更是当成了宝，如今折损这么多，回去后他都不知道该如何给上面交代。如果他们能够获得秘境核心，一切都值得。佐藤山沉声道，纵然损失了这么多，他也没有办法。若是能够得到秘境核心，他不但没有错，还会有功劳。别看只是一个30级以下的秘境，但其价值同样非凡。而且这可是一个第一次出现的秘境，里面的宝物必然随处可见。武士头男子沉默不言，心中也只能祈祷进去的那些人能够得到秘境核心，同时心中也有一些担心，就算他们得到了秘境的核心，大夏会让他们离开。而此时楚辞一行人在通过传送阵后，来到了一座广场之上。这里也是一座小岛，广场的3个方向都是悬崖峭壁，时不时还会有一阵罡风拂过，吹得呼呼作响。而在广场的正前方，则有一条完全由玉石铺筑而成的阶梯，有100道阶梯，阶梯一直往上延伸，在阶梯的尽头有一座门户，和他们进来时的门户一模一样。楚辞等人知道，那门户就是这秘境的出口。同时，门户的前方有一座石台，石台之上有一道蓝色的光柱，光柱内漂浮着一枚银白色的晶石。果然，这蓝光就是秘境核心所在之地，那晶石应该就是秘境核心了。楚辞之前在小岛上就远远地看到了一抹蓝色光柱，当时就有猜测，队长，那应该就是秘境核心了。不过这里竟然没有怪物，实在是有些奇怪。
这些玉石阶梯有可能会有古怪。富安开口道。楚辞没有说话，只是唤出100柄灵剑，朝着四周飞去。这些灵剑飞到广场的边缘，却发现有一道无形屏障无法突破，纵然他尝试攻击也没用。而当灵剑靠近玉石阶梯之时，同样也有无形屏障存在。甚至楚辞尝试使用虚空凝剑术，也无法突破玉石阶梯上的空间。看来是无法取巧直接获得秘境核心。楚辞也觉得这些玉石阶梯有古怪，所以才想着用灵剑直接取走秘境核心，可惜失败了。队长，让我去试试这玉石阶梯吧，就算有危险也不怕，我有免伤天赋。这时一人站出来说道，此人名为包圆，脸上还带着婴儿肥，觉醒的是肉盾类的传说级职业，有一个强大的天赋，不但可以在1分钟内免疫所有伤害，还能免疫所有负面状态，不过1个月只能用1次。你自己小心点，若是发现不对，立刻退出来。楚辞点头，秘境核心就在眼前，他可不相信这里真的一点危险都没有，就算出现几十头传说级怪物，他都不会觉得奇怪。接着，楚辞将100柄灵剑护在包圆身周，虽然无法进入玉石阶梯内，却可以在外面随时准备着。包圆来到玉石阶梯前，回头对众人点了点头，所有人都取出了武器，准备起来。而那些辅助职业也纷纷将一个个增益 buff 给包圆加上。佛门金身，开！包圆大喝一声，随后一道金光从身上爆发而出，一道佛陀虚影顿时浮现在其身后，看着很是霸气。但本来注意力十分集中的众人却是嘴角一扯，你用天赋就用天赋，喊什么喊，不觉得尴尬吗？包圆可不管这些，随着金身开启，他的身上都覆盖了一层金光，这让他安全感大增。他也不浪费时间，直接一步跨出，踏上了玉石阶梯，随后又是一步跨出，来到了第2层的阶梯上，之后脚步没有停下，反而越来越快。一共100层阶梯，包圆直接冲到75层的时候才停了下来。之后他又努力了一番，却始终无法踏上76层的阶梯，最终又一阵小跑从阶梯上下来，重新回到了广场上。佛门金身也正好消失不见。怎么样？楚辞问道。队长，这玉石阶梯可是好东西啊，我上去后没有被攻击，也没有出现负面状态，但是却有一股能量在冲刷着我的身体，竟然让我的力量掌控度提升了一丝。包圆眼睛放光的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玉石阶梯的真正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来提升力量掌控度的，一层就代表着 0.1% 的掌控度，想要登顶需要 10% 的掌控度才行。楚辞听到这话一顿，他不是诧异这玉石阶梯的效果，而是诧异包圆竟然上了75层。你的力量掌控度是多少？楚辞问道。7%啊，怎么了队长？包圆疑惑道。7%？楚辞沉默了，这家伙的力量掌控度怎么这么高？难道也是传武世家？可看着也不像啊。10%的力量掌控度就能登顶，咱们有人达到吗？楚辞问道。本来楚辞觉得包圆能够达到7%的掌控度算是很厉害了，可他没想到自己话音刚刚落下，就有26人站了出来。队长，我有11%的掌控度，我刚好10%，嘿嘿，我有14%。众人纷纷开口，其中最高的就是富安，竟然有15%的掌控度。和他们比起来，楚辞这2%的掌控度根本没法比，更别说刘妈更是只有1%的掌控度。队长，你不用奇怪，毕竟我们情况比较特殊。富安说道。楚辞突然想起之前对方说过，他们去的副本时间流速是外面的50倍，所以有这么高的掌控度也正常了。毕竟是这些家伙拿命换的。这么说，咱们可以直接拿到秘境核心了。楚辞也是没想到这么轻松，不过若是正常情况下，肯定没有这么容易。先不说在30级之前达到10%的掌控度并不容易，若是这里除了他们大夏还有其他人，在玉石阶梯上必然会爆发战斗。既然如此，那咱们一起去吧。楚辞道，随后和众人一起踏上了玉石阶梯。第83章秘境 BOSS 银月天狼。随着楚辞踏上玉石台阶，顿时感觉到一股力量将自己笼罩，这种感觉和在训练室很像，但又有些不同，比训练室的强度还要高一些。这地方很适合提升力量掌控度啊。楚辞看着这些玉石台阶，在这里的提升速度比在训练室还要快几倍，而且他有先风云体术，提升速度还要再增加。虽然一旦掌控度超过10%就没有什么效果，但也算是不错了，可以让新生节省很多的时间。当楚辞来到23层的时候，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前进，他知道只有掌控度再次提升才能继续往上。相比之下，刘妈就更加落后了，在11层就停了下来。富安等人则大步往上，一点停歇都没有。98人之中，其中最差也停在了57层，意味着对方的掌控度也在5%以上。很快，富安一行人跨过了100层阶梯，来到了最上方的平台上，一路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意外。队长，我要取走秘境核心了。富安看着下方的楚辞说道。做好战斗准备，
楚辞点头，所有人纷纷取出了自己的武器，同时各种 buff 也落在了傅安身上。等都准备好了后，傅安来到石台前，右手伸进蓝色光柱之中，将那枚银白色的晶石握住。也在晶石离开蓝色光柱时，玉石台阶也好似失去了能源一般，上面的一层灵光消失不见。同时，楚辞也感觉到帮助他提升力量掌控度的能量消失，阻挡着他前进的屏障也消失不见。轰！拿到秘境核心的傅安还来不及高兴，只见那石台上的蓝色光柱并没有消失，反而粗壮了数十倍，一道虚幻的身影逐渐在光柱之中浮现。楚辞大喊道：“都退回来，有怪物！”没有了屏障的阻拦，上千柄灵剑也随之飞出，将傅安等人带走，飞到空中，剩下的灵剑则盘旋在光柱四周。没想到还有怪物，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这是什么怪物？看着很庞大呀，至少也是传说级吧。光是散发出来的威势就超过了30级的传说级怪物，不会是40级以上的怪物吧？怕什么？有队长在，就算是神话级怪物来了也能秒。楚辞也在看着光柱之中的虚影，他尝试过攻击，但很可惜并没有效果，看来必须要等对方彻底降临才行。吼！足足过去1分钟，伴随着一道咆哮声响起，蓝色光柱消失不见，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银月天狼，传说级，等级39，生命值3000万，攻击18417，物理防御8987，魔法防御9011，技能狼啸、天狼变、王者威严、幻影百杀、狩猎之爪。这是一头高达3丈、通体白色毛发的巨狼，一双眸子闪动之间，还能看到一抹半月残影。对方的属性也是目前楚辞见过的所有怪物之中最高的，光是血量就达到了3000万，防御也再次超过了他的攻击数值。没想到竟然是39级的传说级怪物，队长，咱们怎么办？傅安问道。在饮用了10瓶传说级的属性药剂后，他的攻击力比楚辞还要高一些，但对银月天狼也只是勉强破防。若是没有楚辞的话，他们98个传说级职业倒也能够杀对方，但代价肯定会很大，在场说不定会有一半人死在这里。楚辞没有说话，刚才一直盘旋在蓝色光柱外的上千柄灵剑直接朝着银月天狼发起了攻击。负0，普通攻击；负227万，真伤；负112万，万物可破。千柄灵剑闪过，银月天狼虽然极力的躲避，但只是被击中了数剑，其血量便直接见底。吼！银月天狼感受到生死危机，当即再次咆哮一声，一枚银月从其身后升起，身上的毛发逐渐渲染出一抹血色。这是要施展天狼变了。可这技能还没有全部施展出来，银月天狼的身体突然一僵。负586万，真伤，暴击，3000万的血量直接被清空，银月天狼的尸体狠狠地砸在了地上，俨然已经失去了生机。同时，楚辞也得到了经验增加的提示，但因为他还没有破境，这些经验值自然对他没用。你们看着办。这时，楚辞才看着傅安说道。傅安嘴角一扯，虽然他知道队长的伤害很强，也知道这银月天狼不是队长的对手，可这一个呼吸不到就解决了一头39级的传说级怪物，还是让他感到震撼。尤其是队长的真伤效果更是恐怖，有这种效果在，别说39级的银月天狼了，就算是80级甚至是90级以上的怪物，挨一剑也要掉血。至于100级的半神和100级以上的神明他就不知道了，那种层次的强者应该是有办法对付真伤效果的。都别愣着了，处理尸体。傅安招呼一声，众人也纷纷来到了银月天狼的尸体旁。他们没有使用分解技能，分解技能虽然很方便，但只会将一些世界意志觉得有用的部分分解出来。实际上，银月天狼全身都是宝，用分解技能实在是有点太浪费了。队长，这是秘境核心。傅安则将刚刚得到的秘境核心递给楚辞。秘境核心只有60级以上的超凡强者才能完全炼化，如今咱们只能使用一些简单的功能。楚辞看了一眼，的确如同傅安所说，他现在只能使用一些基础功能，比如开启秘境的出口。这些应该是倭国的人吧？核心显现出一幅地图，上面有100多个红色光点，其中100个聚在一起，就是他们，还有58个光点则分散在秘境的各个岛屿上。倭国的人还在那些岛上，咱们就在这里等着他们。楚辞道，可惜无法直接使用秘境核心瞬移过去，他也不可能浪费时间一个个的去寻找。如今他们已经得到了秘境核心，秘境将不会主动关闭，所以倭寇想要离开秘境，那就只能找到出口。他们只需要守在出口等着就行了，正好趁着这段时间来提升一下掌控度。想着，楚辞催动核心晶石，白玉石阶顿时亮起灵光，随着踏入其中，那股力量也再次出现。第84章，都是传说级强者，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秘境外，武士头男子和佐藤山长出一口气。如今秘境已经开启了3个多小时，他们的人也进去了2个小时，除了前1个小时死了不少人外，
后面倒是没有出现人员伤亡。他们之前还真怕所有人都死在里面。佐藤阁下，大夏那边似乎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武士头男子道。佐藤山也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在观察冯云等人的表情，可对方一直有说有笑的，若是真的死了人，肯定不会如此。这么看来，咱们的人十有八九是大夏人杀的。佐藤山道。若是秘境之中真的如此危险，不应该只有他们倭国出现人员伤亡才对。可纵然知道是大夏人杀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在外面等着。正说着，秘境的门户突然掀起涟漪，随后一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正在和颜月闲聊的冯云顿了一下，看向了出来的人，发现是他们大夏的。孙威，你怎么出来了？冯云问道。冯老、颜老，我们已经获得了秘境核心，秘境内是一片大海，有众多的小岛。孙威上前将秘境之中的情况说了一番。秘境之中最有价值的应该就是最后的玉石台阶了，在上面有一股特殊的能量，可以快速提升力量掌控度，不过最多提升到 10% 左右。听着孙威的讲述，冯云和颜月点了点头。能够提升到 10% 也不错了，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倭国人如何了？冯云问道。那些倭寇还在各个小岛上，目前还没有通过传送阵进入广场，不过之前队长已经击杀了48人，目前还有52人活着。队长让我先出来告诉你们一声，他打算先在秘境之中提升掌控度，顺便等倭寇到来。孙威道。若是陆城那边出现怪物攻城，我会再进去告诉队长。看来这小子是真的打算一个都不放过。冯云笑了笑，你先休息吧，目前陆城那边还没事。那小子不错，本来在没有得到核心之前，秘境会开启7日，没想到只是3个多小时就得到了秘境核心。颜月也开口道。是啊，比我预料的还要快一些，不过这也能说明他的实力很强，虽然只是29级，但战力不比60级的超凡差。冯云点头道。还有半年时间，序列争夺战就要开始了吧？不知道他能不能赶上。他的练级速度很快，应该没有问题。等陆城的事情解决后，下个月他要去一趟灯塔国，黑渊秘境要开启了。哦，灯塔国不是一直不让咱们插手黑渊秘境吗？这次怎么愿意让步了？这就要感谢倭国了。此次咱们大夏同意倭国进入这个秘境，主要是因为倭国让出了一个黑渊秘境的名额，不然就算灯塔国出面也没用。他一个人进去没事吧？黑渊秘境在灯塔国已经300多年了，他们只是得到了一些权柄，没有得到秘境核心，里面的危险性可不小。颜月眼中闪过一丝担忧，黑渊秘境可不是眼前这个秘境能够相比的。黑渊秘境出现在灯塔国境内，每隔3年开启一次，最高可以允许69级强者进入其中。有关黑渊秘境的资料，大夏也没有多少，因为灯塔国藏得太严实了。不过灯塔国是在黑渊秘境出现后才逐渐变强的，倭国也是在30年前抱住了灯塔国的大腿，得到了进入黑渊秘境名额后变强。大夏对黑渊秘境很垂涎，之前也和灯塔国谈过，可灯塔国一直没有答应。此次也是倭国想要插手鱼岛秘境，才让大夏高层看到了一丝机会。本来是没有想过灯塔国会答应的，也不知道倭国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才让灯塔国同意。但也只有一个名额，危险性的确不低，但机缘也不少。灯塔国连秘境核心都没有得到就能变强，若是那小子进去，就算无法得到秘境核心，也能有很大的收获。而且上面准备了几件神话级道具，就算无法得到多少好处，安全回来还是没问题的。冯云笑着道，这件事还没有和他说，等陆城的事情解决后再问问他的意见。上面这么着急，难道是为了半年后的外域序列争夺战？可那至少也要达到60级才能入场，他能在半年内达到60级吗？问题不大，在他进入青龙学院后，上面就已经在给他挑选合适的练级副本了，唯一麻烦的是破境任务，有些任务就算神话级道具也不一定能够帮他完成。颜月点头，既然上面已经有了安排，他就不再多说什么了。颜月阁下，不知秘境之中是什么情况，可否告知？这时佐藤山的声音响起，他也看到了孙威从秘境之中出来，可惜冯云他们在交谈的时候布下了禁制，让他无法听到，所以只能开口询问。不可。颜月冷声回了一句。佐藤山气急，大家都是传说级强者，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大夏人实在是可恨。颜月可不管对方怎么想的，秘境之中什么情况对方没必要知道，反正进去的100个倭寇是不可能活着出来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楚辞依然在秘境之中的玉石台阶上提升掌控度，在这里提升的速度的确很快，再加上先风云体术的隐藏效果，只是5个小时就让他来到了第30层，意味着他的掌控度达到了 3%， 距离破境任务的要求只剩下了 2%， 若是再给他1-2日时间，肯定能够达到。与此同时，秘境的一座小岛上，2个倭寇联手将一头史诗级怪物击杀，终于搞定了。2个倭寇喘着粗气，恢复药剂，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恢复着自身的状态。宣九君，这座传送阵应该通向秘境核心，
我们尽快恢复状态，不知道其他人去了没有，还要小心大夏人，我们晚进来了1个小时，恐怕大夏人已经去了。2个倭寇一边休息一边说道。他们2人运气不错，都是传说级职业，而且一个近战一个远程，互相配合之下，刷怪的速度很快。不过他们也看到了好友栏里已经死了42人，这让他们心中警惕，在秘境之中不但要小心怪物，还要小心大夏人。1刻钟后，2人休息的差不多了，将各种保命手段准备好，然后便踏入了传送阵内。随着华光一闪，当2人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来到了广场上。可2人刚刚出现，突然背脊发凉，环顾四周，他们看到了一双双戏谑的目光。打灭！轰轰轰！下一瞬，2人便被五彩缤纷的攻击吞没。第85章，倭寇全灭，绝技！看着地上的2具尸体，富安等人露出了笑容。这么久了，这些倭寇终于来了，都打起精神，只要有人传送过来，直接往死里干。富安说道。整个秘境除了他们大夏的人外，就只有倭寇，他们都在这里了，传送过来的只会是倭寇。是，众人齐喝道，然后开始有条不紊地处理尸体。而在秘境外，看着又死了2人，而且还是2个传说级职业，佐藤山脸色抽搐，心中升起一股不妙的预感。不会他们来的时候一群人，回去的时候就剩下他们几个了吧？好似在证明佐藤山的想法一样，之后每隔一会儿就会有人死亡，少的时候死1-2个，多的是时候5分钟死了10几个。颜月阁下，我们倭国想要退出此次秘境。佐藤山咬牙开口道，如今还剩下24人还活着，他已经不指望能够得到这个秘境的核心，只希望能够带着这24人安全的回到倭国。听到佐藤山的话，颜月和冯云对视一眼，猜到应该是倭寇死的太多了，否则佐藤山不会这么说。你要是能进去，我也不会拦着你。颜月道。佐藤山脸色阴沉，他要是能进去就好了，可惜这个秘境只有不超过30级才能进去。颜月阁下，刚才不是有你们大夏人出来吗？不知。滚！颜月直接打断对方，要进去的是你们，要出来的又是你们，是真多。佐藤山脸色难看，却不敢再多说，他算是看出来了，大夏就没有打算让他们倭国的人活着出来。也在他们说话间，又有3个倭寇丧命，这让佐藤山颇为绝望。若是真的全部都死在里面，他回到倭国后怕是要切腹自尽。又是2个小时过去，佐藤山彻底放弃了，因为就在刚才，最后一个倭国人也死了。他们进去了100人，其中还有10个传说级职业，竟然1个都没有活着出来。你们大夏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倭国不会善罢甘休的。在留下一句狠话后，佐藤山带着人驾驶着飞船离开了。冯云和颜月根本不在意对方的狠话，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脸上露出了笑容。既然佐藤山离开了，也意味着进入秘境的所有倭国人已经死了。你在这里守着吧，我去路城看看。冯云说道，没了倭国人在这里，他也不用留在这里了。有事情随时通知我，届时我会带着他们回路城的。颜月点头道。秘境之中没了倭寇，楚辞他们更加安心地提升着力量掌控度。一连2日过去，楚辞的力量掌控度也终于达到了 5%。你的力量掌控度达到 5%， 你的技能剑斩达到转化为绝技的要求，是否转化？看着提示，楚辞打开了面板。剑斩对目标造成 700% 的物理伤害，冷却时间30秒，10级转化为绝技要求， 5% 力量掌控度，5万熟练度，可转化。终于达到 5% 了，不知道绝技的效果如何。想着，楚辞便确定转化。你的技能剑斩成功转化为绝技。剑斩绝技对目标造成 1000% 至 2000% 的物理伤害，冷却时间30秒。绝技的效果要比之前强很多，同时还出现了一个范围的伤害区间。绝技是自身完全掌控的技能，能够造成多少伤害，自身也能控制。楚辞心中明了，今后在使用这个技能时，保底能够打出10倍的物理伤害，若是爆发一番，则能达到20倍。这还只是普通09获得的技能，若是史诗级09获得的技能成为绝技，不知道又是什么效果。想着，楚辞取出一坛紫竹酿喝了起来。你饮用了紫竹酿，普通级，3小时内力量属性提升 5%。之前饮用紫竹酿的时候，只会增加熟练度，但如今却可以获得紫竹酿的效果。看来剑斩这个技能是无法再升级了。楚辞暗道，今后倒是不用再喝这种09了。看了一眼破镜任务，进度也变成了1/10，还差9个绝技才能完成。不过如今力量掌控度已经达到了 5%， 剩下9个技能只是差了一些熟练度，后面喝酒就能搞定。正想着，一道身影从门户之中走了出来，正是孙威。队长，怪物已经出现在路城附近了，怪物攻城快开始了。孙威道。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出去吧。楚辞点头，怪物攻城他也不想错过，而且他的献祭晶石一直没有用，可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怪物。所有人准备离开秘境。
随着楚辞话落，众人也纷纷走入门户之中，离开了秘境。小家伙们，走吧，带你们去见见怪物工程是什么样的。颜月见众人出来，便带着众人来到了飞船上，随后驱动飞船朝着陆城的方向飞去。陆城作为临海城池，这里的职业者需要防备的便是海洋之中的怪物。在鱼岛秘境出现后，陆城的城主赵元山便预料到海中怪物将会暴动，所以及早就开始构建防御工事。此时整个陆城全面戒备，城墙之上驻守着一名名城卫军，各种攻击防御道具也早已经准备好。而在陆城之外，往常平静的海面此时波涛汹涌，海平面在短短几日间拔高了数十米，时而就能看到卷起的浪花之中有怪物的身影。海平面提高的太快了，至少有上万只弄潮兽。城墙上，冯云看着不远处正在朝着陆城蔓延过来的海水说道：弄潮兽虽然只是普通级，但在海洋之中却是比较特别的怪物。弄潮兽的战斗力很低，就算是10级的职业者也能轻松斩杀。但弄潮兽有一个天赋本领，名为弄潮，可以改变水流方向，甚至是聚集海水。一两只弄潮兽顶多掀起一道浪花，可一旦弄潮兽的数量超过10只，它们的天赋效果就会翻倍提升，足以掀起一道巨浪。上万只弄潮兽更是能够控制一片海域的海水，淹没一座城池都不在话下。海洋怪物每一次对陆地发起进攻，弄潮兽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大部分海洋怪物在脱离海水后，战斗力会大幅度削减。这些海水虽然麻烦，但陆城内有传说级碧水珠在，这些海水还是无法涌入陆城的。赵元山在冯云身边说道：作为临海城池，自然也是有各种办法应对海洋怪物的，碧水珠就是弄潮兽的克星。找到那只海洋霸主了吗？我们一直盯着海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看来那家伙藏得很深啊，眼前的声势虽然不小，但那家伙应该还没有达到传说级，只要将其击杀了，这些海中的怪物也就不足为惧了。两人正说着，一艘飞船来到了陆城上空，是楚辞他们回来了。第86章怪物攻城任务，队长我们不行了，陆城情况如何了？楚辞一行人来到城墙上，颜月看着冯云和赵元山问道：那只海洋霸主还没有找到，这件事要麻烦你了。冯云说道：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这件事就交给我吧。颜月说着取出一枚枚符纸，随着将这些符纸撒出，当落入海水之中时，便化作了鱼儿游动起来，去寻找着海洋霸主。做完这些，颜月才继续道：此次陆城虽然遭遇怪物攻城，不过也是一种机遇，平日里可见不到这么多怪物，若是能够全部留下，陆城的人实力必然会有所提升。赵元山在旁边点头，怪物攻城是危险也是机缘，只要能够获得胜利，这些怪物爆出来的好东西数不胜数。你们100人就在城墙上帮着防守吧，只要不出城就行了。冯云看着楚辞等人说道：城卫军都是40级以上，就连60级的超凡都有不少，所以并没有指望楚辞他们能够提供多少帮助，此次主要还是让众人长长见识。楚辞等人点头，随后选择了一段城墙进行驻守。时间一点点过去，海水席卷而来，最终在距离陆城3米的地方停下。碧水珠释放出一道无形的力量，将整个陆城笼罩，海水也因为这股力量无法靠近。准备战斗！冯云话落，只见海水之中出现上万只怪物，一道道攻击朝着陆城倾泻而下。与此同时，现场所有人都得到了一道提示音：你触发了任务，陆城危机。陆城危机，海中的怪物受到秘境逸散的能量影响，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更是出现了一头海洋霸主，请保护陆城，抵挡此次怪物攻城。击杀普通级怪物获得1点积分，高级怪物10点积分，稀有级怪物100点积分，史诗级怪物1000积分。当此次怪物攻城结束后，将会开启积分商店，可使用积分兑换物品。这道声音是在陆城所有人脑海中响起的，众人虽然早有准备，但还是露出了笑容。职业任务可不是那么好接到的，很多人一辈子唯一能够接触到任务的方法就是破境了，而怪物攻城也是触发职业任务的一个方式，若是能够抓住机会，就有机会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怪物攻城任务，这还是我除了破境任务外接到的第一个职业任务。刘长河看着任务界面说道：我们也是。福安等人也纷纷点头，就算是在军部那边，职业任务也不是那么好得到的。楚辞没有说话，因为他之前已经接到了一个唯一性任务，不过他也很好奇那积分商店内到底有什么东西。战斗还在继续，虽然怪物攻城的任务突然弹出，但城卫军却没有丝毫的松懈。面对海中怪物的攻击，城墙之上的城卫军将一面面盾牌竖起，将这些攻击抵挡。同时，城卫军也将各种道具扔出，将那些冒头的怪物击杀。这些怪物是不是有点太弱了？刘长河开口道：刚才那些怪物也才10级左右，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出手，怪物就已经被城卫军灭掉了。只是第一波怪物，城卫军这边用的也是固定伤害的道具，双方还没有正式开战，只是在互相试探。楚辞望着城墙外的大海，心中也不敢小瞧，
光是这些海水冲入陆城之中，就不知道会造成多少的伤亡。很快，第一波战斗结束，陆城这边并没有伤亡，城外的大海也逐渐平静下来。但没有人放松警惕，都知道这第一波怪物连开胃小菜都算不上。5分钟后，本来变得平静的大海突然狂风大作，巨浪叠叠，而在巨浪之中，至少有10万数量的怪物。所有人小心了！楚辞大喊道。富安等人自然不敢大意，当怪物还未靠近，他们的远程职业便展开了攻击。虽然有10万怪物，但他们这段城墙也就不到1000头怪物。队长，让我们吃点积分吧。富安说道。若是楚辞出手，他们连喝汤的机会都没有。楚辞点头，这些怪物也就20多级，还都是普通级的，自然无法对众人造成威胁。几分钟后，只有少量的几十头怪物靠近了城墙，然后就被小队的近战给杀了。原地恢复。楚辞道，同时看向其他城墙方向。这第二波怪物虽然数量多了不少，但依然无法对城卫军造成威胁，只是几分钟就全部斩杀。开胃小菜尝过了，接下来应该就是正菜了。楚辞盯着海面，巨浪还在掀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声势比之前还要浩大数倍。这一次足足过去半个小时，突然一道声音响彻天地，呜！一声号角响起，接踵而至的便是成千上万的号角声。你受到魔音罗的音波影响，获得负面效果，防御属性下降 5%。你的先锋云体术成功闪避此次负面效果。看着提示，楚辞都愣了一下，先锋云体术还能这么用，竟然连负面效果都能闪避。楚辞还真不知道这一点，毕竟一直以来都是他秒怪，根本没有尝试的机会。这还没有结束，随着号角声响起，一团团黑雾从远处快速的飘来。你受到赤毒章鱼的毒物影响，获得负面效果，饮用药剂的恢复速度下降 5%。你的先锋云体术闪避效果未触发，你的生命值恢复 5%。虽然这一次没有闪避成功，但恢复生命值的效果却很不错，可惜他现在是满血。与此同时，海中的怪物彻底发动了进攻，轰轰轰！数以百万计的怪物从海水之中露头，除了10级、20级的怪物外，里面还有大量的30级以上的怪物，其中就连超凡级怪物都有。你们先上，楚辞说道。富安等人没有任何意见，纷纷发动攻击猎杀怪物，希望能多吃一点积分。城围的怪物很多，来到他们这段城墙的怪物也有10几万，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用瞄准，随便丢都能砸中怪物。队长，我们不行了。5分钟左右，富安大喊道，怪物太多了，而且等级都不低，根本杀不过来。第87章，一剑断海3000米，神话级道具。听到富安的喊声，楚辞当即出手，上百柄灵剑飞出，将靠近的上千只怪物全部秒杀。本来还想击杀远处的怪物，可当灵剑入水后，楚辞眉头一皱，他发现御剑术的法力值消耗比平时多了5倍。如今他的法力值也才6000出头，按照这个消耗速度，只是操控100柄灵剑，在水中他也只能坚持10几秒。那就用另一招吧。楚辞在击杀了数百只怪物后，便将灵剑收了回来。此时他的法力值已经消耗了一半。喝下一瓶法力值恢复药剂，楚辞心神一动，一柄长剑出现在手中。本命仙剑，高级9剑仙职业专属，力量加550，特性造成伤害的1%将会转化为自身生命值，可成长，会随着拥有者的等级提升而提升，目前为29级效果，成长为稀有级要求，达到30级。说起来，楚辞得到本命仙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还一直没有用过。不是不想用，而是没有机会用。平日里遇到的怪物抗住他一剑的都少，实在是没有必要用本命仙剑。但眼前的情况就不同了，虽然这些怪物依然扛不住他一剑，可数量多啊。群攻技能他有，而且还不止一个。有一个技能他想用很久了。看着城外大海之中快速靠近的怪物，楚辞上前一步，都退后。富安等人顿了一下，随后纷纷退后，疑惑地看着楚辞，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楚辞手握本命仙剑，一剑斩下。本命剑气，唰！下一瞬，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一道冰蓝色的剑气横飞而出，直接将汹涌的海水撕裂成2半。负712万，负894万，负625万，一个个恐怖的伤害在海中飘起，路径上的怪物全部被秒杀，剑气足足横跨了3000米，方才消失不见。积分加1，积分加1000，积分加100。提示界面直接开始滚屏，足足持续了数息才停下。楚辞看了一眼自己的积分 6.12 万，一剑6万多积分，击杀的怪物没有1万也有8000了。队长，你这也太猛了吧！富安等人则惊呼出声，看着如今的大海惊骇不已。因为在刚才剑气所过之处，海水都被寒冰冻结，硬生生的将海水横断。一剑断海3000米，众人此时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了。明明都知道
自家队长很变态，不管是伤害还是能够御剑飞行，在他们看来都很变态。可眼前一剑断海3000米的视觉冲击实在是太大了，还是让他们忍不住惊叹。队长没有最变态，只有更变态。不仅仅是富安等人，在两边战斗的程卫军也被吓了一跳。卧槽，什么情况？这海水怎么被截断了？这攻击范围也太恐怖了吧！目测至少有3000米，难不成是超凡级强者出手了？不是超凡级强者，是那些人，听说是咱们大夏的顶尖天骄，具体是谁做的没注意到。他们好像还不到30级吧，这战力都比超凡强者恐怖了，不然怎么能算是咱们大夏的顶尖天骄？可笑我刚才还怀疑他们一群小娃娃能不能守住那段城墙。楚辞没有听到程卫军的谈论，因为现场太乱了，光是海啸的声音就遮掩了一切。你们继续吧，顶不住了我再动手。楚辞说着退到了后面，同时取出法力恢复药剂喝下。这一剑虽然击杀了不少怪物，但也将他的法力值消耗一空。而且剑气毕竟只是单线攻击，依然还有不少怪物在朝着他们冲来。多谢队长。富安等人没有犹豫，再次顶了上去猎杀怪物。也在这时，冯云来到楚辞身边。你小子弄出来的动静还真大，把这玩意儿穿上吧。冯云取出一件黑色的斗篷递给楚辞。神隐斗篷，神化级，神明的一气之物，沾染了一丝神性，穿上后可以幻化出不同的模样体型，非神明无法看破。神明级以下将会逐渐遗忘有关你的记忆。又是一件神化级道具。目前楚辞一共就接触过2件神化级道具，分别是神化级09和天地禁令，眼前的神隐斗篷是第3件。冯老，这件道具拿着吧，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冯云道，上面为了楚辞参加灯塔国的黑渊秘境准备了几件神化级道具，这神隐斗篷就是其中之一。这件道具冯云之前就拿到了，不过那时候楚辞在学院里，所以也用不上。但没想到楚辞刚才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一剑断海3000米。虽然现场很多人因为战斗没有注意到楚辞，但也要以防万一。听到冯云这么说，楚辞也不再矫情，接过后就直接穿上了，同时将面容幻化成了平平无奇的模样。有了这件道具，你可以放开手脚，若是其他地方的程卫军出现危险，你尽可能的帮一帮。冯云说完便离开了，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那头海洋霸主，可惜对方藏得太深了，颜月还没有找到。既然有了神隐斗篷，楚辞也不再低调，直接御剑飞行来到天际，目光朝着四周扫过。他们这一段城墙大概50米左右，有他在，这些怪物不可能冲上来。其他区域就不同了，虽然有些怪物在靠近城墙后就被程卫军击杀，但肯定没有他们这边轻松。尤其是在距离他们300米处的一段城墙，已经有一些怪物登上了城墙，程卫军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帮肯定是要帮的，不过要先解决一下他们这段城墙的怪物。当即楚辞挥出一道火红的剑气，轰轰轰！火灵剑气入水后，海水顿时沸腾起来，前方的怪物也纷纷被击杀。但楚辞却是挑眉，因为火灵剑气在2800米的时候消散了，比起水灵剑气少了200米。看来海水对火灵剑气还是有克制效果的。难得有这么一个战场让他发挥，他自然要试试不同属性剑气的效果如何，将来也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接下来你们自己小心点，我去帮帮其他人。楚辞道，对了，给我留几个能够恢复法力值的辅助。药剂恢复起来还是慢了一些，若是有辅助的帮助，那他就可以一直战斗。是，队长。富安答应一声，然后就有5名能够恢复法力值的辅助来到楚辞身边。第88章积分商城神话级09图纸，你们在这里等我就行了。楚辞说完便使用剑光遁术，这个技能已经被他提升到了3级，可以提升3倍的速度。只是几秒，楚辞便来到了300米处的城墙上。唰，一道金色剑气飞出，直接将面前的怪物全部秒杀，而金色剑气去势不减，一直到了3200米处才停下。金灵剑气有穿透效果，楚辞心中明了，随后又快速回到了原地。3个辅助也不废话，丢出一个技能，让楚辞的法力值瞬间恢复。那些正在和怪物战斗的程卫军直接懵了，他们只看到一道金光闪过，然后怪物就被秒杀了。但很快他们就继续投入战斗之中，因为海中的怪物又冲了上来。时间一点点过去，楚辞御剑飞行在天际之上，只要哪段城墙出现了危机，他就会立刻赶到挥剑解决。不过因为他穿着神隐斗篷，其他人就算看到了他，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有关他的记忆还会逐渐模糊，直到遗忘。2个多小时过去，楚辞已经有半个小时没有出手了，因为怪物的数量已经大减，剩下的怪物根本不是程卫军的对手。看了一眼自己的积分，324万，300多万的积分，上百万的怪物，他至少击杀了1/3。可惜如今怪物工程还未结束，积分商城还没有开启，也不知道能够兑换什么东西。找到了。也在这时，颜月突然睁开眼睛道：
在哪里？是什么怪物？冯云上前问道。是一只79级的传说级刺毒魔章，这家伙藏得还真深，竟然把自己埋在了海底，周围更是没有几只怪物，也是运气好才能发现。颜月道。冯云恍然，正常情况下，海洋霸主的四周都聚集着大量的怪物，很容易就能找到。没想到这次毒魔章反其道而行。所谓的海洋霸主，实际上是指一个特殊的天赋，这个天赋无法增加自身战力，却可以命令众多的海洋怪物。也是因为这个天赋，刺毒魔章才能让这么多怪物攻城。既然找到了，那就动手吧。好。随后，冯云和颜月两人飞出，快速的远离陆城。他们自然是不可能在陆城附近和刺毒魔章战斗的。看来是找到海洋霸主了。楚辞也看到了离开的冯云和颜月，不过并没有打算跟去。这种强者的战斗余波能够扩散上千里，他的攻击范围也才10000米而已。若是跟着去，估计都还没有见到怪物就被秒了，更别说战斗。轰轰轰！没等多久，本就波涛汹涌的大海变得更加汹涌，同时一股强大的威压也席卷而来。御剑飞行的楚辞看到在远处一头庞然大物从大海之中出现，光是探出来的触手就有数千米长。但也在刺毒魔章冒头后，冯云和颜月也齐齐动手，直接将对方拉入虚空战场之中。这是70级以上强者的手段，战斗之时可以开辟虚空战场，在里面打生打死也不会影响到外界。楚辞只是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那种高端战场还不是他能够插手的，那就多杀一些怪物吧。刺毒魔章出现后，海中的怪物更加疯狂，而且数量也再次暴涨，一眼看去便是密密麻麻的一片，湮灭了数里。这些怪物明显是打算拼死一搏了。已经有一会儿没有动手的楚辞见到这么多怪物，自然不再闲着，身形不断穿梭在战场之上，一道道剑气飞过，便是大片的怪物被秒杀。有5名传说级辅助给他恢复法力值，他只需要赶路挥剑就行了。海中的怪物虽然前赴后继，但始终无法冲上陆城的城墙，因为一旦快要靠近的时候，就会有一道剑光将他们带走。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楚辞的积分都已经突破了500万，海中怪物才逐渐变得稀疏起来。全程通告：大夏冯云、颜月成功击杀海洋霸主。随着这道声音响起，海中那些本来还在冲杀而来的怪物一顿，好似也感受到了什么一般，齐齐发出一声悲鸣，海水开始退去，怪物们纷纷撤退。所有人乘胜追击！城主赵元山大喝道，脸上也露出了放松的表情。他知道此次怪物攻城快要结束了，其他人自然也明白这一点，不再节省法力值，想要趁着这最后一点时间多杀一些怪物，获得更多的积分。又是半个小时，海水彻底回到了大海之中，陆城外只留下了无数的怪物尸体以及琳琅满目爆出来的东西。全程通告：怪物攻城结束，积分商城开放，胜利了！随着提示弹出，所有人心中一松，却没有人欢呼。虽然此次守住了陆城，但依然有战友不可避免的因此牺牲。只是短暂的喘了口气，所有城卫军便回到了各自的位置上，防备怪物的偷袭。赵元山作为城主，也下达了一个个命令：救治伤员，清点伤亡，收集战利品。战后的工作同样繁重。老楚，可累死我了，这些海中的怪物真难杀。刘长河一屁股坐在地上，战斗的时候感觉精神百倍，可战斗一结束，心神一放松，就感觉到了疲惫。你又没有杀怪。富安笑着说道。抗怪也累啊。刘长河道，而且还疼。楚辞笑了笑，取出一个保温杯递给对方，战前给你泡的。刘长河接过保温杯打开一看，全是枸杞，还是老楚懂我。卧槽，这积分商城的东西也太牛逼了吧，连神话级的都有。几人正说着，孙威突然惊叫道。众人顿了一下，是啊，还有积分商城呢。随后众人打开积分商城，看着上面可以兑换的东西，也是眼睛一亮。东西很多，一页就有100件东西，足足有99页，而且连神话级物品都有。当楚辞看到其中一样神话级道具，心中也是一动。神话级09图纸，神话级使用后可以获得一份神话级09的酿造图纸。第89章，离开陆城，回到青龙学院。竟然是神话级09的图纸。获得神话级道具的方法并不少，比如接到特殊的任务，奖励神话级道具，或者击杀至少半神级强者，也有一定的几率爆出神话级道具。刷普通怪物是爆不出来神话级道具的。最稳定的获取方式就是自己制造。自己制造又分2种情况，第一种自身就是生活类职业，比如药剂师，当达到神话级时，就有几率制造出神话级药剂。第二种，自身不是生活类职业，但想要制造出神话级道具，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图纸的问题。非生活类职业想要制造神话级道具是必须要图纸的，而且一张图纸只能制造1件神话级道具。若是没有图纸，哪怕你的材料准备充足，也制造不出来。
图纸就是给非生活类职业一个快速制造道具的机会。不过图纸也很稀少，刷怪也不会爆出来，只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获得。比如刚结束的怪物工程开启的积分商城，里面就有很多的图纸可以兑换。神话级道具虽然不具备唯一性，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楚辞看了一眼神话级09图纸所需要的积分，足足需要5亿积分，可他现在只有600万左右的积分，差的实在是有点多。他倒是想要直接兑换神话级09，可惜商城里面并没有，或者说神话级的道具就没有成品，全部都是图纸。怎么？看样子是积分不够。这时一道声音在楚辞耳边响起：冯老，积分的确不够。楚辞点头道：你应该是想兑换神话级的图纸吧？那的确不够，不过你也不用担心，积分是不会清零的，积分商城在开启后就会一直存在。冯云道：所以今后你可以慢慢存积分，而且要不了多久你就有机会再次获得大量的积分。冯老说的机会是什么意思？楚辞眼睛一亮问道：只要有机会，他自然是不想错过的。本来打算回到学院后再告诉你，现在给你说说也无妨。灯塔国那边有一个黑渊秘境，将会在下个月开启。此次倭国能够插手遇到秘境，也是因为倭国让出了一个进入黑渊秘境的名额。冯云说道：虽然我们对黑渊秘境了解不多，但还是探查到了一些信息，里面就有获得积分的方法，而且正好你也开启了积分商城的功能。听着冯云的话，楚辞恍然，难怪大夏如此强势，却让倭国插手鱼岛秘境，原来是这个原因。随后楚辞心中一动：冯老，你的意思是说，在黑渊秘境之中，虽然有获取积分的方法，但不会开启积分商城？这是自然，若是你不提前开启积分商城，你连获取积分的方法都没有资格参与，先要有积分才能参与进去。那陆城的怪物工程不会是上面故意安排的吧？倒也不是故意安排的，毕竟咱们大夏可没有办法控制秘境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不过就算没有此次怪物工程，若是你同意去黑渊秘境，上面也会给你安排一场怪物工程。楚辞深吸一口气，只是为了让他开启积分商城，就要为他安排一场怪物工程，上面对他的重视可见一斑。你也不用有心理压力，上面会为你安排一些资源，但接不接受还是看你的意见。若是你不想去黑渊秘境，上面会另外给你安排其他资源。冯云笑着说道：咱们大夏不缺秘境副本。我去。楚辞道：虽然他不清楚黑渊秘境到底有何特殊之处，但能够让上面为此向倭国退让，而且还帮他开启积分商城，可见这黑渊秘境绝对不简单。而且他需要积分，以此来兑换神话级09图纸，不知道神话级09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强大的技能或者其他的变化。好，之后我会将咱们大夏收集到有关黑渊秘境的资料给你。冯云点头道：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准备回学院吧。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虽然楚辞在此次怪物工程中爆出来了很多东西，但也没有打算要，就留给陆城强大自身吧。1刻钟后，在和城主赵元山道别后，冯云便带着众人来到了传送阵，随着白光一闪，众人便再次回到了青龙学院。你们2个自由活动，我带他们回军部。冯云道：队长，咱们以后战场上见。队长，你可要尽快来外域啊，我们升级速度很快的，可别让我们超过了你。老刘，你也别落下了，到时候咱们比一比谁更肉。傅安等人纷纷做着告别，虽然只是相处了半个月时间，但他们已经认可了楚辞这个队长。冯老，能不能让他们晚点再回去？楚辞打断了众人煽情。怎么了？冯云疑惑道。冯老，你也知道我的情况，他们有些人已经29级满了，也触发了破境任务，或许我可以帮他们直接完成破境任务。楚辞说道。冯云眼睛一亮，这倒是，以楚辞的战力，若是刷怪的破境任务，那还不是瞬间完成吗？好，此事我会告诉军部的，我会找军部要一笔辛苦费，咱们也不能白干。冯云点头道。本来被离别情绪充斥的众人，听到暂时不走了，也是露出了笑容。对了，冯老，关于我之前说的带大一新生练级的事情，楚辞再次开口。此时他的破境任务也快要完成了，只等后面喝酒获得足够的熟练度就行了。你还要多久破境？最多5天左右，不过我可以等一等，10天后吧。行，这件事我会尽快安排，这一届的大一新生倒是有福了。冯云笑着道。还有，这是秘境核心。接着楚辞又将秘境核心递给冯云，虽然得到一个秘境很不错，但他可没时间去开发，不如上交让大夏开发出来。还有其他事吗？冯云将秘境核心收起问道。没事了。没事，那就去休息一下吧，明天你可有的忙了。是。第90章神话级道具，你告诉我是辛苦费。第2日一早，楚辞来到了礼堂，礼堂内傅安等人已经端坐在椅子上，当见到楚辞到来，齐齐起身，然后敬礼，队长好。眼前的画面和他们第一次见面很相似，不同的是，第一次众人对楚辞这个空降的队长
还是有些不服气，可现在却都发自内心的认可。都做吧，破境任务都准备好了吧？楚辞问道。报告队长，我们一共98人，其中21人已经达到29级满，触发了破境任务。有些人的破境任务本来是单人任务，但昨晚军部给我们送来了一批史诗级和传说级的任务提升卷轴，目前所有人都破境任务都是可以组队的了。傅安说着，还取出了4张任务提升卷轴，这是军部给队长和刘长河的。任务提升卷轴，史诗级，使用后可以将自身的任务难度提升一个等级，并且重新随机任务内容。任务提升卷轴，传说级，使用后可以将自身的任务难度提升一个等级，并且可以自由选择新的任务内容。史诗级和传说级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以更换任务内容，前者是随机的，后者则会出现3个新的任务，从其中挑选一个。楚辞点头收下，虽然他用不上，但刘妈以后说不定能用上。好，那就先来帮你们21人完成破境任务，至于剩下的人，等会儿我会带你们去练级。楚辞说着看向傅安，你先来吧。是。傅安上前一步，和楚辞组队后，下一秒两人消失在原地，5秒后两人又重新出现。下一个。楚辞道。虽然众人早有准备，但还是被这速度惊住了。要知道，他们可都是地狱级难度的破境任务，以前他们自己做这些任务也是需要消耗大量时间的，哪里像楚辞这般5秒就搞定了。但紧接着众人就是一阵激动，如此快的完成破境任务，就能给他们节省大量的时间，而他们最缺少的就是时间。队长，我来。孙威笑着跑上前，将自己的任务给楚辞看了一眼。楚辞点头后，两人消失在原地。又是5秒，两人再次出现，孙威脸上带着激动，地狱级的破境任务就这么完成了。下一个。楚辞继续道，紧接着一个个人上前，在楚辞的帮助下快速的完成破境任务。21个人，只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有人的地狱级破境任务就完成了。队长真快啊！众人心中忍不住感慨道。剩下的77人跟我来吧。楚辞道，随后带着77人来到了副本区域，直接选择进入精灵聚集地。不用浪费时间，咱们直接过去，记得帮我恢复法力值。进入副本后，楚辞直接换出灵剑，带着众人便御剑飞行，同时上百柄灵剑环绕四周，只要出现精灵就直接秒了。如此只是半个小时左右，众人就来到了古树下。和以前一样，当众人出现后，古树上的木屋打开，一只只精灵飞了出来。但这些精灵刚刚踏出木屋，一柄灵剑就将他们击杀，成为了众人的经验。之后，楚辞一边杀怪一边喝酒。2个小时后，随着最后一人达到29级满，楚辞这才选择退出了副本。而众人心中同样也只有一个想法：队长真的好快。现在准备破境任务吧。楚辞看着众人道。众人点头，有的人本身就得到了组队任务，只需要提升任务难度就行了。有的人得到的是单人任务，那就先用史诗级任务提升卷轴，不行那就用传说级的任务提升卷轴。花了几分钟时间，众人都将破境任务准备好了，纷纷期待地看着楚辞，那眼神就好像在说：队长快来临幸我。楚辞嘴角扯了扯，然后开始帮众人完成破境任务。1刻钟后，剩下77人的破境任务全部完成，达到了30级。也在这时，冯云出现了。怎么样，都搞定了？冯云问道。他们都已经30级了。楚辞点头。那就好，他们拼命，你给他们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冯云道，学院这边我也已经安排好了，等会儿你穿上神隐斗篷，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今天刷精灵聚集地的次数用完了。楚辞道，不用担心，用这个。冯云说着取出一枚蓝色的晶石。副本晶石，史诗级，使用后可以重置一个副本的进入次数。这东西能对属性副本使用吗？楚辞问道。不能，属性副本很特殊，有特殊的规则保护，也是咱们在外域运气好得到的。冯云摇头，或许传说级或者神话级的副本晶石有用，不过副本晶石只有史诗级的，可惜了。若是能用的话，他可以刷大量的传说级属性药剂出来。虽然他用不上属性药剂了，可前线还有很多浴血奋战的将士。对了，这是我从军部给你弄来的辛苦费。冯云说着，又取出一枚金色的晶石。无敌晶石，神话级，使用后自身在接下来的5分钟免疫所有神明级以下的伤害，负面状态，冷却时间3个月。楚辞瞳孔一缩，神话级道具，你告诉我是辛苦费？军部这么大方？楚辞忍不住道。哈哈，军部的老家伙也是看碟下菜，知道你的情况。而且今后你也要去外域，到时候会归军部管辖，他这算是提前投资了。冯云笑着道，拿着吧，本来上面也为你之后进入黑渊秘境准备了一枚无敌晶石，现在倒是省了。楚辞收下了，主要是这件神话级道具对他的帮助太大了。用来逃命？当然是用来进攻啊。有了这件道具，
意味着他就算是面对半神级强者，也能有5分钟的输出时间。他可是有真伤的，半神级强者只要不跑，没有应对真伤的手段，他也有机会将其击杀。算上这件道具，目前他总共接触了4件神话级道具：神话级09、神话级天地禁令、神话级神影斗篷以及神话级无敌晶石。这4件神话级道具有3件都是大夏提供给他的，若是没有大夏，他到现在也只接触过1件神话级09。想到这里，楚辞露出笑容。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第91章，谁能拒绝来一次御剑飞行呢？1刻钟后，99名大一新生来到了副本区域。这些学生来4个班级，其中就有楚辞所在的战役班同学。你们知道魏老师要带咱们去哪里吗？这不是20级副本的区域方向吗？废话，我当然知道是带咱们去副本。可魏老师可是70级的史诗级强者，难道还有办法带咱们练级不成？而且还是4个班级一起。其实我更加关心楚辞去哪里了。咱们都有1周快没有见到对方了吧？还有军部的那些大佬，好像也在前段时间离开了。难不成有什么秘密任务？张宇等人一边走一边闲聊着，对于突然将他们聚集起来，他们还是很疑惑的。魏老师，咱们去副本做什么？杨云鹏则直接询问了班主任魏涛。也不是什么秘密，校长给你们请来了一位强者，他会带你们100人练级。魏涛笑着解释道。强者？就算是29级的职业者，应该也算不上是强者吧？杨云鹏疑惑。我也不清楚。魏涛摇头，那位强者是谁他也不知道。昨日校长在回来后就立刻进行了开会，大会上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今天让各班学生分批次前往副本区域，将会有1人带这些学生练级。说实话，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大一所有班主任都是一脸的疑惑，他们实在是想不通校长口中之人到底强大到了什么地步，竟然打算以一己之力带所有大一新生练级。可没有人废话，因为冯云不是在和他们商量，而是直接下达了命令，他们也只能听命行事。如今要见到校长所说之人，魏涛还是很好奇的，他可不相信冯云会戏耍他们。而听到魏涛的话，2个班级的学生也是面面相觑，心中在好奇之余也有一丝质疑。他们都是天才，就算对方是传说级职业，难不成还能带他们刷地狱级副本不成？说话间，众人也来到了20级的副本区域，他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冯云身边的楚辞，看起来平平无奇啊。所有人看着楚辞的模样，心中暗道，因为楚辞穿着神影斗篷，众人看到的只是楚辞幻化出来的模样。倒是杨云鹏眉头一挑，虽然他没有见过这张脸，但不知为何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校长，一班30人，10到29人，缺席1人。2班30人，10到30人。3班4位老师纷纷上前汇报人数，总共99人。同学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们的队长，接下来会由他带你们进入副本之中，带你们快速练级。冯云看着众人道，我知道大家心中有疑惑，但等你们进入副本后就明白一切了。记住，在副本内一切要听从你们队长的指挥。冯云说完，对楚辞点了点头，楚辞也没有废话，直接给所有人丢了一个组队邀请。有神影斗篷在，组队过程中他的名字都是隐藏的。出发！等所有人都进入队伍后，楚辞先是使用副本晶石，然后来到精灵聚集地副本入口。你的队伍即将进入副本精灵聚集地，地狱级难度，是否确认？与此同时，所有人眼前弹出一道提示，真的是地狱级，而且还是精灵聚集地这个副本。他们都已经达到20级了，自然也清楚精灵聚集地这个副本有多困难。就算他们都是史诗级职业，也不敢说能够通过这个副本，而且通过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场所有人至少要死1半人。他们不相信学院会让他们送命，难道这位所谓的队长有能力带着他们无死亡通过这个副本？众人对视一眼，最终还是点击了确认。他们倒要看看这位队长到底有什么本事，若是遇到危险，大不了退出副本就是了。随着众人确定，副本入口一阵扭曲，众人也消失在原地，出现在了副本之中。队长，你刚进入副本，张宇就凑了上来。刚才在外面他不敢开口，但现在他很想知道楚辞的底细。别废话！楚辞直接打断对方，右手一挥，100柄灵剑飞出，他自己率先踏上其中一柄灵剑，飞上天际。而看到楚辞这一手段，99人直接懵逼了。这位队长既然能够跟他们一起进入这个副本，那就意味着对方的等级最多只有29级，可明明不到30级，竟然可以飞行，还他妈是最酷炫的御剑飞行。所有人面面相觑，纷纷收起了心中的骄傲。他们不是傻子，光是这御剑飞行的手段就足以将他们镇住了。上来！楚辞见众人没有动静，再次开口道：对，队长，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像你一样御剑飞行？张宇咽了咽口水，一双眸子明亮无比。
不仅仅是他，现场不管男女，眼中都闪过一丝激动。他们看到楚辞御剑飞行，在震撼之际，同样也羡慕。那可是御剑飞行啊，谁能拒绝来一次御剑飞行呢？楚辞正要点头，突然不远处的50只精灵怪物朝着他们杀来。楚辞眉头一挑，又是五柄灵剑飞出，负958万，负2141万，暴击！剑光闪过，一个个恐怖伤害飘起，将50只精灵怪物直接瞬秒。而在将怪物斩杀后，五柄灵剑飞了回来，环绕在楚辞身周。楚辞才开口道：“快点！”咕噜噜，张宇等人喉咙鼓动，只感觉口干舌燥，心中颤动不已。不少人更是缩了缩脖子，眼中带着一丝惊惧。他们看到了什么？我的天老爷啊！一剑上千万，这特么是不到30级的职业者能够打出来的伤害，能御剑飞行，伤害还这么恐怖。所有人这一刻都明白为何校方让对方带着他们练级了。明明大家都不到30级，这差距是不是太大了？杨云鹏第一个踏上灵剑，目光紧紧盯着楚辞。之前他就感觉熟悉，如今见到这伤害，让他心中有了一个猜测：这位队长不会就是楚辞吧？如果真的是对方，那对方能够在高考的时候获得满分就不奇怪了，毕竟这伤害不拿满分都说不过去。或许今年云中省的高考根本没有特殊刷怪的方法，纯粹是楚辞的伤害太高了。越想，杨云鹏越是确定自己的想法，但只是几秒后，杨云鹏脑海中的猜测便逐渐模糊起来，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好的，队长，我们这就来，大家别愣着了，别浪费队长的时间。见到杨云鹏踏剑飞到了空中，张宇也大喊道，然后踏上灵剑跟着飞起。其他人也小心翼翼地踏上灵剑，等到发现自己真的能够御剑飞行的时候，众人心中激动不已。帅，太他妈帅了！如果不是楚辞那恐怖的伤害吓到他们了，他们早就惊叫连连了。楚辞见众人已经上剑，取出一瓶法力值药剂喝下。这些人都是主战职业，可没办法帮他恢复法力值。走了。楚辞话落，百道剑光在副本的天际之上划过，朝着副本深处飞去。第92章，剑锋所至，皆是我大夏之地。副本深处，依然是那棵古树，依然是那些木屋，依然是那些精灵。作为 BOSS 的古塔也依然飞到了数百米的高空上。随着剑光飞过，刚刚从木屋之中走出来的精灵全部被秒杀。张宇等99人也纷纷得到了经验值增加的提示。没想到这个副本还能这么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练级方式。张宇看着自己25级的等级，忍不住感慨道。距离他们进入这个副本已经有2-3个小时了，他们大部分人的等级也才刚20级。可就是这么短短3个多小时，他们的等级就跟坐上了神话级强者发射的大宝剑一样，飞速上窜。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身体会，他是如何都不敢相信升级能这么快的。也就队长敢这么做，若是让我们来，也就坚持几波，后面就会出现损伤了。杨云鹏摇头道，他的等级也达到了25级。此时他算是明白校方为什么请这位队长带他们练级了，实在是这位队长太牛逼了，那一件件的伤害看着心惊不已。他们很怀疑，就算是自己达到了60级超凡，是否能够打出这么高的伤害。不过此时所有人都彻底服气了，没办法，谁叫这位队长大佬能够带他们这么快升级呢？很快8个小时过去，当最后一人达到29级满时，楚辞也将 BOSS 古塔击杀，结束了此次副本。4个班主任一直在副本外等待，见到众人从副本中出来，先是清点了一下人数，确定所有人都在，心中也松了口气。怎么样？这时候魏涛等4个班主任才开口询问。8个小时，也不知道这些小家伙多少级了，应该至少提升了1级吧。所有学生没有说话，对视一眼后，然后齐齐亮出了自己的等级。清一色的29级，而且经验值还是满的。魏涛4人看着这一幕，直接呆愣在了原地。29级满，全部都29级满。魏涛4人倒吸一口凉气，8个小时竟然就从20级升到了29级满，这练级速度也太夸张了吧。看着站在冯云身边的楚辞，4人总算是明白为何校长要这么做了。若是所有大一新生都能这么快提升等级，这一届的学生将会是历届最强的存在。好了，带他们回去吧。冯云笑呵呵地说道，虽然早有预料，但心中还是有些激动的。这些孩子越强，今后去了外语就能更加容易地活下来。魏涛等人带着学生们离开了，不过所有学生在离开的时候都默契地对楚辞鞠了一躬，没有话语，但胜过千恩万谢。要不要休息一下？冯云看着楚辞问道。不用，只是有点无聊，倒是不累。楚辞摇头道，冯老，他们的破镜任务，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不能耽误你的提升，如今你能够带他们走一段路程就足够了，他们总不能一直依靠你。冯云认真道，等你强大了，剑锋所至，皆为我大夏之地，也算是为他们开辟出了一条平坦之路。楚辞沉默了几秒，笑着点头，不会太久的。与此同时，
魏涛4位班主任在带着自己的学生离开后，便开始询问副本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练级这么快。很多学生都想开口，却突然感觉有些记不清了，而且越是回想，那段记忆就越是模糊。这一幕让魏涛4人对视一眼，知道再询问已经没有意义。这些学生应该是被施加了类似遗忘术的手段，而且就连他们4个70级的史诗级强者，此时竟然都无法回想起楚辞幻化出来的面容，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老杨，咱们都离开副本了，你的等级怎么还亮着？张宇对杨云鹏说道。杨云鹏看了对方一眼，没有回答，自顾自地继续往前走。张宇还想开口，前方一队学生迎面走了过来，正是第2批要进入副本的学生。卧槽，那不是战一班的杨云鹏吗？他怎么29级满了？还真是，班主任说有人会带咱们去副本练级，难道杨云鹏能够提升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杨哥，什么情况？你的等级怎么提升的这么快？第2批的很多学生都被杨云鹏亮出来的等级吓了一跳，不少人更是凑了上来询问。杨云鹏面色平静地看着众人，还好他意志坚定，否则都压不住嘴角的笑容了。本来疑惑杨云鹏为什么还亮着等级的张宇，此时算是明白了。这老杨看着正经，没想到还挺闷骚的，装逼都不带我。张宇心中吐槽了一声，然后身板一正，仰着头也亮出了自己的等级。卧槽，张宇也29级满了，昨天他才21级。有人发现了张宇的等级，又是一阵阵惊呼。张宇的意志力就没有杨云鹏强了，嘴角的笑意实在是压不住。不得不说，装逼的感觉还挺爽。其他人看到杨云鹏2人装逼，当即也不藏着掖着，纷纷亮出自己的等级。清一色的29级满，直接惊呆了第2批的学生。疯了吧？你们怎么都29级满了？有学生忍不住大喊道：昨天大家还在同一个等级上，一晚上过去，怎么差距这么大了？当然，也有学生很聪明，猜到了和即将进入副本练级有关，当即催促自家班主任走快点，别耽误他们练级。别的班都29级满了，咱们才20级，你这个班主任不觉得丢人吗？第2批学生的几个班主任心中无奈，没想到会被自家的小崽子嫌弃，不过脚步的确加快了很多。别人有的，他们的小崽子也要有，必须要29级满。很快，第2批学生来到了副本区域，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楚辞，眼中有期待，有激动，但没有一丝质疑，毕竟刚才他们已经看过成功案例了。等确定了人数后，楚辞照例给众人丢了一个组队邀请，所有人的速度很快，直接同意。看到这一批的同学如此乖巧，楚辞心中也颇为满意，然后就使用副本晶石，带着众人进入了副本之中。第93章，达到30级，新的天赋。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楚辞会休息4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带着大一新生练级，平均8个小时就能将所有学生从20级带到29级满。只是7天左右的时间，所有主战职业和辅助职业都达到了29级满。也就是大2的学生如今已经不在学校内，去了外域，否则回来看到大一新生的等级，估计会怀疑人生。第8天的时候，楚辞没有再带人练级，其实还剩下了很多生活类职业的大一新生，但没办法，这些学生很多连20级都没有，副本都无法进去，楚辞自然也无法带。距离前往黑渊秘境大概还有10天左右，你的破境任务没问题吧？冯云看着楚辞问道。没问题，随时能完成。楚辞点头道，几天前他就已经拥有了9个绝技，剩下的1个绝技只差100熟练度就能搞定，也就是需要带新生们练级，他才一直卡着没有完成破境任务。那你这段时间准备一下，虽然时间不长，但你应该能够达到39级。冯云笑着说道，练级的副本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去史莱姆巢穴这个副本就行了。这个副本之中的怪物便是史莱姆，最终 BOSS 叫史莱姆分裂者，最特殊的就是有一个快速分裂的技能，能够和下载一样分裂出很多的史莱姆。只要 BOSS 不死，楚辞就可以像在精灵聚集地副本一样刷怪练级，不过速度要慢一些，因为分裂需要间隔5分钟。对了，冯老，我还想去一下鱼岛秘境，将力量掌控度提升一下。楚辞说道，他现在的力量掌控度在 5% 左右，等他破境属性增长后，掌控度肯定会下降。这是小事，我们青龙学院已经在鱼岛秘境建立了传送阵，想要进去随时都可以。冯老道。楚辞点头，随后又想到一件事，冯老，你帮我找一个史诗级的怪物。说着，楚辞将献祭晶石取了出来，这枚献祭晶石他一直都没有使用，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怪物。不错的道具，我会给你找一个39级的史诗级怪物，不过要先等你达到39级才行。冯云点头答应。两人又闲聊了几句，楚辞也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该破境了，想着，楚辞取出一坛灵酒喝下。你饮用了青米酒，普通级，技能连击熟练度加5，你的技能连击熟练度达到5万，你的力量掌控度达到 5%，
你的技能连击达到转化为绝技的要求，是否转化？转化。你的技能连击成功转化为绝技，你的绝技数量达到10个，成功完成破境任务，获得奖励：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职业专属装备可成长，自由属性点 X2000。你的等级达到30级，所有属性增加50点，获得100点自由属性点。随着一道道提示弹出，破境任务也随之完成。楚辞的等级也达到了30级，但这还没有结束。你的等级达到30级，你的装备先锋剑袍可成长，满足品质提升要求，是否提升至稀有级？你的等级达到30级，你的装备本命仙剑可成长，满足品质提升要求，是否提升至稀有级？楚辞没有着急，先是将自己的所有属性分配到力量上，不仅仅是破境任务和升级的2100点自由属性，之前他引用传说级属性药剂也获得了2000自由属性，为了防止力量掌控度下降，所以一直都没有分配，如今正好全部用了。接着楚辞使用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你使用了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你获得了新的天赋品酒识人。品酒识人，身为酒仙，你拥有品酒识人的能力，饮用09后，你有一定的几率无视双方等级差距，查看到目标的所有信息，不同等级的09几率不同，普通级09 10%，高级09 20%，稀有级09 30%，史诗级09 50%，传说级09 70%，神话级09 100%。该天赋与酒仙天赋并不冲突。看着新的天赋，虽然不会增加自己的战力，但效果却是让楚辞无比满意。探查术的效果还是太差了，只能看到怪物的面板信息，可怪物的技能有什么效果却无法看到。但品酒识人这个天赋就不同了，可以看到目标的全部信息，意味着对方的技能效果也能看到。有些怪物拥有免死的技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楚辞就算伤害很高，也有可能被坑到。可若是提前知道对方的技能效果，他就能做好多手准备。虽然他的坠凡天赋也有看到目标全部信息的效果，可也需要对方先探查他才行，属于一个不确定的被动天赋。但品酒识人却是一个主动天赋，能够发挥的效果也完全不同。接着楚辞又查看了一下专属装备：灵光剑靴，稀有级，九剑仙职业专属，敏捷加1000，特性1，当你受到伤害时，你的敏捷属性会临时增加1000，持续5秒。特性2，你使用技能时消耗的法力值减少 15%， 当前为30级效果，成长为史诗级要求60级。加敏捷的专属装备嘛，也不错了，尤其是减少法力值消耗。楚辞想着，又看了另外2件专属装备：先锋剑袍，稀有级，九剑仙职业专属，体质加1000，特性1，减少 15% 所受到的伤害。特性2，每秒恢复1000点生命值，当前为30级效果，成长为史诗级要求60级。本命仙剑，稀有级，九剑仙职业专属，力量加1000，特性1，造成伤害的1%将会转化为自身生命值。特性2，攻击范围提升 0.3 倍，当前为30级效果，成长为史诗级要求60级。之前的2件装备也都达到了稀有级，并且也都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特性。等达到史诗级后，就会再增加一条特性以及一个主动技能，到时候将会更加强大。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又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楚辞，职业九剑仙，为1，等级30级，零100万，生命16550，法力6550，力量8795，敏捷1655，体质1655，精神655，智力655，物理攻击17590，法术攻击1310，物理防御1655，魔法防御655，伤害加成935.14倍。技能先锋云体术，本命剑气，虚空凝剑术，剑光遁术，御剑飞行。点击查看剩下的技能。天赋酒仙、剑仙、坠凡、剑心、剑意、品酒识人。第94章，我的东西有点多。看着自己的面板，楚辞满意的点了点头。现在他就算是随便一个普攻都能有上千万的伤害，就算对方的防御比他的攻击高，也能造成500万的真伤。除此之外，随着他的等级达到30级，不少技能也发生了变化。御剑术30级，九剑仙专属技能，你能操控手中的灵剑进行远程攻击，目前可操控数量为2万柄，操控范围为方圆2万米。该技能无熟练度，效果随着你的等级提升而提升，无上限。还有本命剑气、先锋云体术、御剑飞行等技能也各自有所提升。还有10天就要去黑渊秘境了，我的伤害虽然不低，但自然是越高越好。看来有必要再搞一批零件增幅一下我的伤害了。想着，楚辞便关闭了属性界面，然后离开了青龙学院，进入青龙城中。
青龙城依然如同往日一般繁华，街道上人来人往，带着欢声笑语。楚辞来到了一家售卖武器的店铺。这位同学你好，有什么需要？一名导购笑着迎了上来。作为导购，自然是有眼力劲的，他一眼就看出楚辞是青龙学院的学生。你们老板在吗？楚辞问道。在的，同学请先跟我去会客室等待一下。导购点头，引着楚辞来到会客厅内，为楚辞倒好茶。很快一道身影就从外面走了进来。当看到对方，楚辞也是愣了一下，随后露出笑容。金主管，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此人正是他之前在临城合作过的金海。哈哈，我这也是沾了楚先生的光。我们背后的老板在知道我和你做过生意后，便特意将我提拔到了青龙城。金海笑着说道。至于提拔的目的，金海没有说，楚辞心里也明白，大家都是聪明人。楚先生可是需要零酒或者零件？金海也不废话，直接开口问道。没错，你们店里能拿出多少零件和零酒？楚辞点头道，既然是熟人，那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客套。我们店里的新手件有10万，至于零酒，稀有级的倒是不少，但史诗级的确实不多，毕竟这种层次的零酒都属于战略资源，咱们大夏管控很严，只有少部分流出来。听到对方竟然有10万新手件，楚辞也是愣了一下，不过看着对方一脸笑意的模样，心中顿时明白过来，恐怕对方早就在等着他上门了，这些新手件就是给他准备的。否则这种坐落在青龙学院附近的店铺，别说10万新手件了，有一柄新手件都是奇迹。若是觉得不够，给我们一点时间，还能为你凑到更多的。金海继续说道。其实按照他的意思是准备越多的新手件越好，但还是被他背后的老板阻止了。按照老板的意思，新手件可以准备，就算是直接送给楚辞也无所谓，但不能进货太多了，要细水长流，否则一次性就满足了楚辞的需要，以后楚辞都不来他们店里了。当然，若是10万新手件不够，他们会继续弄到更多的新手件，如此楚辞就会来第二次。至于需要楚辞付出什么，老板还真没有想过，他只需要和楚辞保持良好的关系就行了，算是给自己开拓一条人脉。也许一辈子都用不上这条人脉，但需要用的时候，你总要有才行。能够在青龙学院附近开店的都是有实力背景的，这些人可不图赚钱，为的是和青龙学院的天骄打好关系。若是青龙学院的学生来白嫖，他们反而会高兴无比。这10万新手件我买了，另外再订一批，你们能弄来多少就弄多少。楚辞道，再给我准备一些高级和稀有级零酒，各种药剂也多准备一点，7天后我一起来拿。接着楚辞将自己所需要的高级零酒和稀有级零酒告诉了对方，这些零酒他都已经饮用过，并且获得了技能，如今多购买一些也是为了将这些技能全部提升到10级满。至于史诗级零酒，楚辞没有打算购买，买一次对方第二次可能就没货了，自己就算获得了技能也无法升级，还不如在学院兑换，至少不会出现缺货的情况。金海心中一动，看楚辞如此大肆采购，难不成是有什么行动不成？不过他没有询问，而是笑着答应，楚先生你放心，我会尽快为你将所有东西准备好。楚辞点头，随后用1000万金币将10万新手件买下，之后便离开了。等楚辞离开后，金海立刻联系大老板，之后便开始准备楚辞需要的东西。楚辞回到青龙学院后，直接去了兑换处。你小子来了，正好我又给你搞来了一坛传说级零酒，300万学分，要不要？吴老见到楚辞，笑着问道。要！楚辞眼睛一亮，之前的传说级零酒可是让他获得了先风云体术这个变态的技能，不过他的学分只剩下200万出头了，倒是不够购买。而且他此次来兑换处，主要还是为了多兑换一些史诗级零酒。吴老，咱们兑换处应该也收道具装备吧？楚辞问道。不过最差也要稀有级的。听到这话，楚辞露出笑容。有房间吗？我的东西有点多。吴老挑眉看了楚辞一眼，然后起身朝着里面走去，跟我来。很快两人来到了一个房间中，吴老开口道，这里可以吧？楚辞点头，随后储物界一闪，顿时大量的道具装备出现在房间中，直接堆积成了一座大山。你小子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吴老虽然早有准备，但还是被惊讶到了，粗略一看，数量至少超过了5万件，都是刷怪爆的，一直没有处理。楚辞道，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在精灵聚集地这个副本中爆出来的，之前他带着大义新生练级，爆出来的东西自然全部都是他的，那些新生也没有意见，能够带他们快速练级就很知足了。等着，我清点一下。吴老说着，大手一挥，一件件道具飞起，快速的清点起来。第95章3000万学分剑咒。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吴老才将所有东西清点完，总共74715件，普通级的45214件，高级的24015件，稀有级4632件，史诗级854件。普通级和高级装备道具咱们兑换处一般是不收的，不过你数量不少，就算做10万学分吧，
如果你拿去卖金币的话，肯定不止这个价。吴老说道。就算10万积分吧。楚辞道，他又不缺金币，学分的价值比金币高很多。好，然后就是稀有级和史诗级的装备道具，你应该明白，你这些装备道具大部分都是20级左右的，再加上我们是收购，所以价格肯定会便宜一些，一共就算做3000万学分吧。吴老继续道。没问题。楚辞点头，对方给出的价格已经超过他的预期了。虽然数量多，但都是他在20级副本里面爆出来的，道具还好一些，装备基本上都限制了使用等级，哪怕是史诗级装备，价值上也会低很多。不像史诗级09，这玩意儿是没有等级限制的，不管什么等级引用了都能获得同样的效果，所以价格比较稳定，也很贵。其实如果是以前，你这些东西就算是3500万学分都没有问题。吴老笑着说道，但没办法，也不知道老冯从哪里找了个厉害的家伙，带着全校大一学生达到了29级满，剩下的生活类职业又用不上这些东西，所以价格才会低一些，这些东西估计要下一届新生才用得上。听到这话，楚辞脸上的笑意一僵，合着还是我把价格打下来了。不过你要是能够拿出大量的30级装备道具，价格肯定不低，毕竟那些新生正好需要。吴老继续道。楚辞眼睛一亮，之后他肯定也要刷30级副本，正好赚一波。接着楚辞算了一下自己的学分，之前还剩下200万左右的学分，加上刚才得到的，总共3300万学分左右。多吗？楚辞不觉得多，要知道一坛史诗级09大概在5万学分左右，他要将一个史诗级09获得的技能从1级提升到10级满，需要500多坛史诗级09，2500多万的学分，所以他这3000多万的学分也就足够让一个史诗级技能达到满级而已。吴老，咱们兑换处有多少史诗级09留香？楚辞问道。怎么，你要的很多？100坛还是有的。吴老想了想说道。才100坛？留香这种09对应的是虚空凝剑术这个技能，他打算先将这个技能拉到10级满。如果我需要的更多呢？咱们有吗？楚辞问道。史诗级09虽然也很珍贵，不过你要是需要的多也能拿出来，不过需要一点时间调动。吴老道，你要多少？520坛吧。楚辞道，511坛就足够他将虚空凝剑术拉到10级了，至于多的可以用来使用品酒识人这个天赋。吴老看了楚辞一眼，5天后来拿。楚辞点头，随后花费500万学分买下100坛留香史诗级，然后又花费了300万学分买下了那坛传说级09，还剩下2500万学分。回到住处后，楚辞直接拿起传说级09痛饮。你引用了09桑洛古语传说级，触发酒仙天赋，获得新的技能剑咒。剑咒，9剑仙专属技能，以剑为引，施加咒术，可消耗一柄拥有剑仙印记的灵剑，对目标施加剑咒，目标将会随机获得沉默、眩晕、冰冻、禁锢、致盲、缴械、僵直等等任意一种负面状态，持续时间根据双方等级差距而决定，最短可持续 0.1秒。该技能无冷却。控制技能。看着新的技能，楚辞心中大喜。他的伤害很高，技能也很多，但要说控制技能，不能说没有，反正的确很缺少。而剑咒这个技能正好弥补了他控制方面的短板。虽然这个技能是随机效果的，但对他来说重要吗？这个技能又没有冷却，连法力值都不需要消耗，只需要消耗灵剑就行了。这意味着他可以用成千上万的灵剑一起发动剑咒，能把对方控制到死。而且能够让他使用这个技能，敌人最差也要60级超凡才行。何况还有保底的 0.1秒控制，只要对方被他控制住，哪怕是 0.1秒，他也有机会将对方宰了。控制技能也有了，我的短板更少了，等之后使用了献祭晶石，我血量低的短板也能弥补。想着，楚辞给刘妈打了个电话，两人约定在传送阵集合。你这段时间干嘛呢？来到传送阵处，楚辞看到了刘长河。这段时间他和对方很少见面，因为他都在带新生练级。刘长河耸了耸肩道，我还有5天才能完成破境任务，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泡训练室提升掌控度。刘长河的30级破境任务是刷3个地狱级副本，并且保持记录1个月，还差5天才到时间。那咱们直接去鱼岛秘境吧，正好我也要提升一下力量掌控度。楚辞道，他的属性飙升太多了，估计这会儿连5%的掌控度都没有。正好刘妈的破境任务也还没有完成，等5天后再去练级也行。行啊，鱼岛秘境提升掌控度可快多了，不过咱们能去？能。楚辞点头，取出一枚传送令牌，这是冯云给他的，可以直接传送到鱼岛秘境之中。随后两人踏入传送阵内，随着楚辞激活令牌，确定了传送地点，两人便化作一道白光消失不见。鱼岛秘境还是之前的样子，不过依稀可见这个秘境有了一些建设。或许是冯云考虑到楚辞要来这里，所以暂停了所有建设，
只有他们两人。还是那个玉石台阶，楚辞和刘长河走了上去。本来楚辞之前已经能够走到56层台阶了，但这一次只是走到43层就无法继续了。属性的暴涨还是让他降低了1%的掌控度。不过楚辞并不担心，有仙风云体术在，他的掌控度会提升得很快。第96章史莱姆分裂者。鱼岛秘境的白玉石阶上，两道身影正在适应着自身的力量，提升掌控度。楚辞除了提升掌控度外，也将刚得到的10万灵剑留下剑仙印记。花了1分钟不到，10万灵剑就全部拥有了剑仙印记。灵剑数量193514柄，伤害加成1935.14倍，一剑大概能有个3000多万的伤害。如果使用技能的话，伤害轻松破亿，真伤都能有个1000多万。我这职业绝对不止神话级这么简单。楚辞暗暗想到，大夏也不是没有神话级职业，若是像他这么变态，早就把外域给推平了。至于在神话级职业之上是否还有等级，他不清楚，就算是大夏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楚辞不再多想，就算他的职业再强，若是没有成长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时间缓缓过去，一晃便是5日时间。这5日，楚辞和刘长河都在鱼岛秘境之中，效果也是喜人的。楚辞已经能够走上74层台阶，意味着对方的力量掌控度达到了 7.4%。刘长河则要差一些，不过也能走上38层，力量掌控度达到 3.8%。这个速度可比在训练室要快太多了。也在这一天，刘长河也得到了提示，他的破金任务完成了，等级也达到了30级。老楚，我30级了，咱们去练级。刘长河问道。行，正好我也要去取点东西。楚辞点头，距离他前往黑渊秘境还有5天左右，该去把等级拉到39级了。离开鱼岛秘境后，楚辞带着刘长河来到了兑换处。你小子要的09都到了。吴老见楚辞到来，将一枚储物戒丢给楚辞。楚辞看着储物戒内躺着的420坛留香史诗级09，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将自己的校徽取出，支付了剩下的学分，还剩下400万学分。完成交易后，两人离开了兑换处，来到了30级的副本区域。按照之前冯云所说的，他找到了史莱姆巢穴这个副本，在和刘妈组队后选择了地狱级难度，两人便进入了副本之中。这就是史莱姆，看着还挺恶心。副本内，刘长河看着不远处的一只史莱姆，眼中带着嫌弃。这些史莱姆可没有任何的可爱可言，反而如同一个个刚从沼泽地之中爬出来一般，身上还带着恶臭的气息。楚辞看了一眼，随后灵剑飞出，将这些史莱姆击杀。走吧，咱们加快速度，尽快升级。过几天我要离开学院一段时间。楚辞说着，直接带刘长河御剑飞行，快速深入副本之中。离开？刘长河愣了一下，又沉默了几秒。多久回来？他没有问去哪里，若是他能知道，楚辞肯定会告诉他的。放心吧，安全没问题。至于多久回来，我也不清楚。楚辞笑着道。行吧，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也会努力的，总不能真的一辈子都靠着你。刘长河点头道。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副本最深处，也看到了最终 BOSS 史莱姆分裂者，史诗级，等级40，生命值1000万，攻击11417，物理防御7412，魔法防御6587，技能分裂之躯，毒液喷射，属性转化。看着 BOSS 属性只能说一般，和之前见过的39级传说级怪物银月天狼差距很大，他一剑就能秒了。不过这个 BOSS 还是有可取之处的，那就是可以分裂。楚辞取出一坛普通级09喝下，然后使用了品酒识人的天赋。你使用了天赋品酒识人，使用失败。你使用了天赋品酒识人，使用失败。你使用了天赋品酒识人，使用成功。你获得了目标的所有信息。第3次的时候，天赋发动成功，楚辞眼前也弹出了史莱姆分裂者更加详细的信息界面，和探查术看到的差不多，只不过对方的技能效果他也能看到了。分裂之躯可以快速分裂出100个低于自身一个品级的从属，冷却时间5分钟。和精灵聚集地的 BOSS 不同，史莱姆分裂者的这个技能虽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分裂出来的从属是不会分担本体伤害的。不过强度也是有的，精灵聚集地内的怪物最多只有100只，但这个副本不同，每隔5分钟史莱姆分裂者就会制造100个稀有级怪物，越到后面越多，没有上限。其他人想要通过这个副本，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先将 BOSS 击杀，然后再击杀那些从属。楚辞自然不需要考虑这些，他来这里就是希望对方多分裂一些，他好用来练级。也在他们踏入 BOSS 区域，本来如同一滩烂泥一般平铺在地上的史莱姆分裂者，身体快速蠕动起来，只是几秒的功夫就化作了10丈高大的庞然大物。嗡嗡嗡，这还没有完，紧接着史莱姆分裂者的身躯之上出现一道道裂缝，
一滩滩烂泥被对方身体之中飞出，就好似在排泄一般。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恶心的怪物，分裂就分裂，搞得跟拉屎一样。刘长河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吐槽起来。楚辞深有同感的点头，关键还特么带着臭味，要不是为了升级，他直接一剑将对方给解决了。史莱姆分裂者可不管这些，很快就分裂出了100只稀有级的史莱姆，正要让自己的小弟朝着楚辞他们杀去，一道道剑光闪过，吃，呼吸之间，100只刚刚出炉还热乎乎的史莱姆就已经被击杀了。而史莱姆分裂者看着这一幕，虽然没有眼睛，可身体却是一僵，整个身体都掀起了波浪，将身上那些烂泥抖落了下来。他这是怕了？刘长河道：应该吧。楚辞摇头，毕竟他也没有研究过史莱姆的各种行为代表什么意思。这是想跑。刘长河看到史莱姆分裂者开始朝着后方退去，但这速度直接让刘长河笑出声，这速度还想跑？史莱姆分裂者移动的方式和蜗牛很像，都是用腹足来移动，速度可谓是极慢。慢到什么地步呢？两人等了5分钟左右，史莱姆分裂者卯足了劲，逃跑了10米左右。而5分钟一到，本来还在逃跑的史莱姆分裂者直接停了下来。接着又是熟悉的一幕出现，100只史莱姆被对方分裂了出来。史莱姆分裂者看着自己的小弟们，信心再次升起，当即就要命令小弟们杀出去。可小弟们刚刚动身，那剑光又再次出现，下一息所有小弟再次暴毙。史莱姆分裂者呆了呆，然后又开始扭动着庞大的身躯，疯狂逃命。这一次有进步，5分钟竟然足足逃了恐怖的11.24米。为什么这么精确？因为楚辞特意用零件帮对方量了量，这速度让两人直呼遇到逃跑行家了。第97章39级神话不朽。和精灵聚集地相比，史莱姆巢穴的练级速度要慢很多，毕竟史莱姆分裂者要5分钟才分裂一波。可就算这样，也比正常情况下刷怪练级要快很多。尤其是这些稀有级怪物都是39级，击杀一只就能获得200经验值，一波就能有2万经验值。从30级到31级需要100万经验值，每隔5分钟刷一波，只是4个小时左右，两人就齐齐达到了31级。之后虽然每升1级需要的时间会越来越多，但3天72小时，就算每天休息8个小时，都足够他们达到39级满了。时间一天天过去，楚辞和刘长河基本上都在这个副本之中，若是累了就退出副本，休息好了再进入副本继续练级。刘妈虽然是来躺着的，但也没有完全躺，直接带着锅碗瓢盆进来，楚辞刷怪他就做饭，把楚辞的5脏庙照顾得很好。很快3天时间过去，随着又一波怪物被击杀，楚辞和刘长河的等级也齐齐达到了39级满。你的等级达到上限，将无法获取经验值，完成破境任务后才能继续升级。正在为你随机破境任务，你获得了新的破境任务，神话不朽30级破境任务，地狱级。作为唯一性职业，未来的强者怎么能没有神话级物品傍身呢？拥有3件神话级物品，任务完成奖励：职业专属天赋觉醒卷轴，职业专属装备可成长，自由属性点 x5000，当前任务进度2/3。注：提交后，你的3件神话级道具将会消失。看着自己新的破境任务，楚辞眉头紧皱。3件神话级物品对别人来说可能难如登天，但对他来说其实不难。他身上现在就有2件，分别是神鹰斗篷和无敌晶石。没办法，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就是这么豪横。可这个任务却不是那么好完成的，因为一旦完成，需要消耗3件神话级道具。那可是神话级道具，对大夏来说都是底蕴一般的存在。之前20级的破境任务就用了一枚神话级的天地禁令，这个任务竟然要足足用3件，一件都能在某些时候改变战局了，更别说足足3件。而且像神鹰斗篷和无敌晶石这2件神话级道具都不是一次性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比天地禁令高一些。真让他为了破境任务损失这2件神话级道具，楚辞也是舍不得的。他知道，只要他向冯云开口，大夏绝对会拿出3件神话级道具让他完成破境任务。但他已经得到了很多，而且神话级物品他也不是没有机会得到。积分商城里就有很多神话级物品的图纸，虽然很贵，但机会还是有的。正好他要去黑渊秘境了，那里可以赚到积分。等去了黑渊秘境再说吧，如果在那里得到的积分不够多，那也只能等回来后再吃祖国的软饭了。楚辞心中不由得想到，这个任务看起来进度只差1个就能完成，实际上还是差3个。楚辞看了一眼积分商城里面的神话级道具图纸，最便宜的都要3亿积分，3个就要9亿积分，不是个小数目。说起来，灯塔国也会进入黑渊秘境之中，他们的人会不会带神话级道具？楚辞眯了眯眼睛，他决定之后问问冯云，如果灯塔国也会带着神话级道具进入黑渊秘境，那他直接抢过来就是了。这个任务消耗3件神话级道具，但如果是灯塔国帮他出，那就不用心疼了。
你的破镜任务怎么样？看完自己的破镜任务，楚辞又看向刘妈。看吧，估计要卡我一段时间了。刘长河将他的破镜任务展示给楚辞，对方只是获得了普通级难度的任务，要求也很简单，那就是拥有一个绝技。这个任务和楚辞30级的破镜任务是一样的，若是提升到地狱级，应该也是需要10个绝技。直接用传说级任务提升卷轴吧。楚辞道，之前军部那边给了他们4张任务提升卷轴，2张史诗级，2张传说级的，他都给了刘妈，因为他的破镜任务是无法变更的。这些任务提升卷轴正好都可以更换破镜任务。行，刘长河点头，随后取出传说级任务提升卷轴使用。3个任务出现在界面上，他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其中有一个是单人任务，2个可以组队的任务。刘长河随便选了一个，几分钟后，他的破镜任务就在楚辞的帮助下完成，等级也达到了40级。你什么时候离开？不是明天就是后天。行吧，你自己注意安全。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也会努力升级，总不能真的一辈子吃你的软饭。没事，之前我不是也在吃你的软饭吗？两人一边闲聊着，也来到了食堂吃了一顿。这玩意儿你拿着，反正我也用不上。刘长河将致命徽章递给楚辞，这东西可以免疫1次致命伤害。楚辞接过，知道自己若是不接着，对方肯定不会安心。随后刘长河就去训练室了，而楚辞也离开了青龙学院，来到了校外的店里。楚先生，你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另外我们老板也将新手剑又准备了10万柄，如果不够的话，我们会再想办法。金海见到楚辞到来，笑着将对方带到会客室内。暂时足够了。楚辞清点了一下，除了10万新手剑外，还有各种药剂，恢复生命值的，恢复法力值的，解除负面效果的，隐身的，加速的，种类很多，也很齐全。然后就是各种灵酒了，基本上都是高级和稀有级的灵酒，这些灵酒有5000多坛，大部分都是高级的，稀有级的也就1000坛左右。一共多少钱？楚辞问道。这些东西一共4000多万，您给4000万金币就行了。楚辞点头，4000万金币不算贵，反而显得有些便宜。我身上金币不够，就用这些东西来抵吧。楚辞说着，将一件件道具装备取出，都是在史莱姆巢穴之中爆出来的。当然了，都是普通级和高级的道具装备，至于稀有级以上的，他打算去兑换处换成学分。金海看着这些装备道具，眼睛一亮，数量多也就罢了，最关键的是，这些可都是30级以上的。这也意味着，眼前这位的等级绝对已经在30级以上了，说不定都有39级满了。这才开学1个多月而已，这练级速度比他想象中的快太多了。好的，楚先生，请您稍等。金海没有废话，开始清点起这些装备道具。第98章，黑渊秘境前的准备。1个小时后，金海将所有东西都清点了出来。楚先生，一共有31472件物品，总共价值7285.21万金币，就算做7300万金币，这个价格如何？金海问道。没问题。好的，这是3300万金币，楚先生你收好。随后，金海取出一张金卡递给楚辞，双方也完成了这一次的交易。不过在离开的时候，楚辞又购买了一些20-30级左右的剑类武器。楚辞回到了青龙学院中，先将10万新手剑烙印了剑仙印记，又将那些20-30级的剑类武器烙印，凑了个整，让伤害加成达到了3000倍。姓名：楚辞，职业：九剑仙，唯一，等级39级，满，生命35150，法力15550，力量12395，敏捷3455，体质3515，精神1555，智力1555，物理攻击24790，法术攻击3110，物理防御3515，魔法防御1550，伤害加成3000倍。技能：先风云体术、本命剑气、虚空凝剑术、剑光遁术。点击查看全部技能。天赋：九仙、剑仙、坠凡、剑心、剑意、品酒10人。这就是楚辞39级的属性。1到10级，每提升1级，所有属性会增加5点，获得10点自由属性。10到20级，每提升1级，所有属性会增加10点，获得50点自由属性。20到30级，每提升1级，所有属性会增加50点，获得100点自由属性。30到40级，每提升1级，所有属性会增加100点，获得200点自由属性。楚辞从30级达到39级，所有属性都增加了900点，自由属性也获得了1800点。另外就是3件可以成长的专属装备，也因为楚辞的等级提升而各自增加了900点属性。等级越高，获得的属性差距也就越大，到了8、9、10级的时候，提升1级就能增加上万甚至是10万的属性点。
这种强者移山填海都不在话下。3000倍的加成，我一剑的纯伤害都能有7000多万。楚辞暗暗点头，若是碰到暴击，一剑破亿轻轻松松。之后，楚辞又去了一趟兑换处，这一次倒是没有传说级09了，他将身上的所有稀有级和史诗级装备道具都换成了学分，总共得到了300万学分，加上他之前剩下的400万学分，总共有700万学分。吴老，这些学分全部都给我兑换处史诗级098。楚辞道：“你小子这是来清库存啊？”吴老笑了笑，这话自然是开玩笑的，史诗级09可不少，700万学分，楚辞总共得到了104坛史诗级09，都是他之前喝过的。离开了兑换处后，楚辞回到了住处，开始清点身上的资源。神话级道具2件，史诗级09总共165坛，之前购买的520坛史诗级09，在刷副本的时候已经被他喝了大半。他的技能虚空凝剑术也已经达到了9级。虚空凝剑术，你能汇聚虚空之力，凝聚虚空之剑，虚空之剑无形无影，防不胜防，对目标造成伤害时，可留下一层虚空印记，目标每多一层印记，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受到的伤害提升 9%， 最多可叠加10层，10分之9级，20500、25600熟练度。除此之外，稀有级09 1325坛，高级09 4021坛，普通级09 114坛。然后就是50多种药剂，数量在1万左右，最多的还是恢复法力值的药剂，还有一些不错的道具，传送卷轴、致命徽章，这些都是为了此次黑渊秘境准备的。刚清点完身上的东西，楚辞的房门被敲响了，来人正是冯云。废话就不多说了，后天黑渊秘境就会开启，这是咱们大夏收集的有关黑渊秘境的资料，你先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再和我说。冯云取出一叠资料递给楚辞，楚辞也仔细的翻看起来。黑渊秘境是在300年前出现在灯塔国的，每隔3年开启一次，最高可以允许69级的超凡强者进入其中。曾经灯塔国还孱弱无比，但正是靠着黑渊秘境的出现，才快速变得强大。进入黑渊秘境后，首先要走地狱路，这条路上会有无数的怪物，只有通过这条路才能正式的进入秘境之中。而在黑渊秘境之中，击杀怪物并不会爆出装备道具，只会爆出一种名为黑金的东西。黑金到底有什么用？这份资料上并没有。很快，楚辞就将这份资料看完。其实有用的东西不多，上面更多的还是大夏对于黑渊秘境的一些推测，根本没有证实过。冯老，你之前说黑渊秘境之中能够获得积分，可知道是什么办法？楚辞问道。他进入黑渊秘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积分，当然，现在又多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灯塔国那边带着神话级道具，他去抢过来用来完成破境任务。办法的确有，但具体是什么办法我也不清楚。不过多年前，我们大夏曾和一个灯塔国的强者并肩战斗，从对方口中得知应该和黑金有关，但对方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冯云道，所以进入秘境之后，你尽量获得足够多的黑金，到时候抓一个灯塔国的人应该就知道了。楚辞点头，他也是这个想法。虽然他们对黑渊秘境不清楚，但灯塔国的人清楚啊，抓个人问问就是了。冯老，灯塔国和倭国那边会有人带着神话级道具进去吗？楚辞继续问道，这是他很关心的一个问题。肯定会带，黑渊秘境出现了300多年，每一次开启灯塔国都是奔着秘境核心去的，没有得到秘境核心，就让灯塔国在300年变强了。若是得到了秘境核心，其价值难以想象，所以他们一定会带神话级道具进去。不仅仅是灯塔国，倭国肯定也会带神话级道具。虽然倭国抱着灯塔国的大腿，但他们绝对不甘屈居于人，若是有机会，他们肯定也想得到秘境核心。冯云说着一笑，你要是有机会，也可以将秘境核心带回来。如果我带回来，灯塔国不会狗急跳墙吧？这黑渊秘境是灯塔国变强的根基，若是被他得到了秘境核心，灯塔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别让他们知道就是了，就算他们知道了也无妨，自然会有人和他们坐下来谈。冯云笑着道，他们最多呲牙。第99章7000万血量，神话级强者。楚辞和冯云聊了很久，都是有关黑渊秘境的。对了，你小子需要的怪物我给你找到了，带你去看看。冯云说着便带楚辞消失在原地，当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一个广场上。这个怪物你看看怎么样？冯云指着广场上被禁锢的一只怪物说道。青山血牛，史诗级，等级39，生命值7000万，攻击4157，物理防御3584，魔法防御4715，技能血气涌动。这青山血牛最大的特点就是生命值高，在39级的史诗级怪物之中算是最顶尖的存在，就算是龙族都比不上。冯云介绍道。楚辞点头，对方的属性在39级的史诗级怪物之中只能算最底层，
但血量却很高。要知道，之前他遇到的39级传说级怪物银月天狼也才3000万的血量而已。就这个吧。楚辞说着，便取出了献祭晶石，然后对着青山血牛使用。随着献祭晶石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直接将青山血牛笼罩。青山血牛想要挣扎，可惜身体已经被禁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献祭。1分钟后，随着光芒消失，青山血牛也跟着消失不见。而献祭晶石之中却出现了一个迷你的青山血牛，就如同琥珀一般。献祭晶石史诗级，献祭了青山血牛成为随从，自身受到的所有伤害将会转移到随从身上，直至随从死亡，已绑定，血量7000万。说是随从，实际上楚辞发现自己并无法将青山血牛放出来，估计是因为这只是史诗级的献祭晶石。不过也无所谓，他也不需要对方去战斗，只要用对方的生命值就行了。不知道这玩意儿能恢复生命值吗？若是可以恢复生命值，那价值就更高了，毕竟他的木灵剑气就能恢复生命值的。冯老，你攻击我一下。楚辞看着冯云道。冯云虽然疑惑，但还是照办，一掌落在楚辞身上，只是打出了1000多点的伤害。而这些伤害虽然从楚辞头上冒出，但血量却没有降低，反倒是献祭晶石之中的青山血牛下降了1000多生命值。楚辞心神一动，一道木灵剑气落在了献祭晶石上，加2900万。如今楚辞已经39级，木灵剑气能够恢复他伤害的 39%， 足足近3000万的血量。果然可以。看到青山血牛的血量恢复，楚辞眼睛一亮，对方虽然有7000万血量，但他2剑就能让对方恢复大半的血量。只要敌人无法对他打出超过7000万的伤害，他将会是无敌一般的存在。没想到你还有恢复生命值的技能，如此一来，你进入黑渊秘境后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冯云也看出了这一点，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感觉就算楚辞没有神话级道具，他都不敢保证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楚辞击杀了。楚辞也很高兴，如今有青山血牛给他当血池，他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短板。好了，没什么事情，你这2天好好休息一下吧，后天会有人带你去黑渊秘境的。冯云道。冯老你不去，我就不去了，你的安全重要，此次会有神话级强者带你去。冯云道。他虽然已经是89级的传说级强者，但也不敢保证能够在灯塔国全身而退，还是神话级强者保险一些。楚辞没想到大夏直接出动神话级强者来保护自己，他知道大夏不是重视黑渊秘境，而是重视他。冯云离开了，楚辞也没有真的休息，先将史诗级灵酒留香取出来，一番痛饮之后，将虚空凝剑术提升到了10级满。虚空凝剑术，你能汇聚虚空之力，凝聚虚空之剑，虚空之剑无形无影，防不胜防，对目标造成伤害时，可留下一层虚空印记，目标每多一层印记，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受到的伤害提升 10%， 最多可叠加10层，10级转化为绝技要求，力量掌控度 50%， 0.5万熟练度。史诗级09获得的技能转化为绝技，果然要难很多。如今楚辞的力量掌控度也才 7%， 不对，之前升级加了不少属性点，估计只有 6% 左右了。50%的掌控度实在是有点太遥远了，至少他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关闭界面后，楚辞又把刘妈带上去了鱼岛秘境。2天虽然提升不了多少掌控度，但总比没有好。一晃2日过去，这1日，楚辞整装待发，来到了冯云的办公室内。房间内除了冯云外，还有一名老者。老陈，他就是楚辞。冯云介绍道：楚辞，这位是陈秉和，93级神话级强者，说起来你们还有一些交集。小子见过陈老。楚辞对着陈秉和拱手道，同时眼中也带着疑惑，他什么时候和这种神话级强者有交集了？哈哈，小家伙，你们校长说的是高考，当初就是老夫去你们云中省，给那些考官们施加了遗忘术。陈秉和笑着道，当初老夫就想见见你了，不过那时候上面为了保密工作，没有让老夫和你接触。楚辞恍然，没想到他和对方还有这么一层关系，若不是对方说出来，他还真不知道。你们聊吧，学校里还有不少事要忙。冯云说着也走出了房间，留给2人交谈的空间。准备好了吗？黑渊秘境之中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但肯定是极为危险的。这么多年来，灯塔国派进去了不少人，但每一次只有不到1成的人活着出来。陈秉和收起了笑容，面色严肃道，如果你不想去，现在还有机会反悔。陈老，我会活着回来。楚辞认真道。陈秉和看了楚辞一会儿，随后点头。其实对于楚辞要不要去黑渊秘境，上面也是分为2派的。一派自然是希望楚辞不去，大夏这么大，不缺一个黑渊秘境让楚辞提升实力，万一出现意外，代价太大了。另外一派则希望楚辞去，因为黑渊秘境之中的确有不少的机缘，而且黑渊秘境3年才开启一次，楚辞错过这次机会，今后都没有机会进去了。3年后，
楚辞至少也是神话级强者了。何况他们会给楚辞提供大量的神话级道具护身，活着回来绝对没有问题。双方争执了很久，最后还是军部的大佬们开口：去，为什么不去？强者从来都不是在庇护之下变强的，最好是把黑渊秘境的秘境核心带回来，恶心死灯塔国的家伙。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这些东西就该交给你了。陈秉和说着，取出一件件物品，都是神话级。第100章，来打一架，看我弄不弄死你！神话密印，神话级，其内封印着一尊神话级强者的虚影，激活后可召唤这道虚影进行战斗。天地禁令，神话级，对目标使用后，目标在接下来的3分钟内，所有伤害强制为1点，对神级以下有效。七星斩灯，神话级，七星七命，当自身死亡后，消耗1星复活，并随机传送到方圆万里范围内，只对半神级以下有效。破禁锥，神话级，可破除神级以下的一切禁制规则。跨界传送卷轴，神话级，使用后可以传送到标记地点，可无视神级以下的空间规则。足足5件神话级道具，其中就有楚辞之前已经见过的天地禁令。看着这些神话级道具，就算是楚辞也忍不住深吸一口气。随便一件在某些时候都足以改变战局了，更别说足足5件。而且加上身上的神隐斗篷和无敌晶石，相当于他有7件神话级道具。这么多神话级道具，就算黑渊秘境之中有半神强者，也别想留下自己。拿着吧，先绑定跨界传送卷轴，传送地点就设置在这里。若是遇到危险，你就可以直接回来。陈秉和道。楚辞点头，拿起跨界传送卷轴绑定自身，然后将传送地点就设置在这个房间中。这些神话级道具你都收好，熟悉一下效果，该用的时候就用，别觉得浪费了。道具再强也没有命重要，尤其是你的命。陈秉和认真的说道。陈老你放心，我这人怕死。楚辞道。陈秉和笑了笑，若是对方真的怕死，也就不会去黑渊秘境了。另外，你还没有学这个技能吧？陈秉和又取出了一本语言精通的技能书，学会后可以听懂大部分种族的语言，自己说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技能自动翻译成对方的种族语言。楚辞点头接过后，便直接学习了。这个技能虽然不提供战力，但和别的种族沟通还是非常不错的。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出发吧。陈秉和说着，伸手一划，一道空间裂缝随之出现在眼前。这是一条空间通道，直接通往灯塔国的黑渊秘境外。60级的超凡强者可以凌空飞行，70级的史诗级强者可以开辟空间战场，80级的传说级强者则可以开辟空间通道。像陈秉和这种93级的神话级强者，更是能够开辟一个类似秘境的空间世界。一个空间通道对对方来说轻轻松松。两人进入空间通道之中，没等多久就看到了一道亮光。随着走出空间通道，两人出现在了一座山脉的上空，那就是黑渊秘境的入口。楚辞看着下方山脉上的一个巨大黑色漩涡，没错，如今秘境还没有开启，若是闯入，就算是神话级强者都很有可能被空间乱流吞噬。陈秉和正说着，一道身影出现在两人面前。他就是你们此次要进入黑渊秘境的人？看起来很一般啊，这可能是你们唯一的一次机会，真的要这么浪费吗？一名金发碧眼的老头笑着说道。他叫弗莱德，是灯塔国的一位神话级强者，此次就是他来看守黑渊秘境。陈秉和先是给楚辞介绍了一番，这才转头看向弗莱德。弗莱德，这黑渊秘境在你们灯塔国300多年，估计秘境核心已经被你们得到了，我们大夏也没有指望太多，只是派个人进去看看。虽然陈秉和是带着笑意的，弗莱德却听到了一丝嘲讽。谁不知道他们灯塔国根本没有得到黑渊秘境的秘境核心啊？那就好，黑渊秘境内可是非常危险的，你们大夏只派一个人来是明智的，也能减少损失。弗莱德夹枪带棒道。陈秉和心中不屑，若是我们大夏真的派来很多人，你们灯塔国怕是要急得跳脚了。弗莱德没有多留，只是来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也在弗莱德离开没有多久，又是一名精瘦的老者飞了过来。陈秉和阁下，好久不见了。老者脸上的褶皱堆积在一起，化作一个笑容。宣九成员，没想到你们倭国来的是你。陈秉和挑眉道，心中也警惕起来。这老头看着还不到1.6米，等级只是91级，但对方的职业有点特殊，攻击手段都偏向于诅咒方面，让人防不胜防。陈秉和阁下不用如此防备，在这里我可不敢动手。我前来只是想问问我的孙子到底是怎么死在鱼岛秘境之中的。宣九成员说着，眼中也闪过一道冷意。他们宣九家在倭国算不上大族，10年前他成为了神话级强者，才让宣九家彻底成为倭国的大族，但在大族之中也只是吊车尾。一直到他的孙子宣九良平觉醒了传说级职业，这让他看到了成为顶尖大族的希望。可没想到自己的孙子竟然死在了鱼岛秘境之中，这个结果让他难以接受。他也想过为自己的孙子报仇，
但大夏不是他一个神话技能够对付的，倭国也不会为了他已经死了的孙子招惹大夏。但他不甘心，所以才来询问。只要知道是谁杀了他的孙子，他迟早能够报仇。摔死的，从秘境中的悬崖上掉下去摔死的。陈秉和回答道。这话让宣九成员脸色一沉。陈秉和阁下，你莫不是当我是3岁小儿？是，怎么了？陈秉和冷声道。来打一架，看我弄不弄死你。宣九成员身体一颤，急忙将心中的怒火压制，直接上演一场变脸，挤出一抹难以言喻的笑容。阁下说笑了，我只是问问，既然你不愿意说就算了。说完，宣九成员便离开了。不过在离开的时候，眼睛的余光瞟了一眼楚辞。你知道他孙子是怎么死的吗？等宣九成员离开后，陈秉和饶有兴趣地看着楚辞问道。放心，我已经布下了禁制，他们听不到。不清楚，我都不认识他孙子，可能被我一剑杀了，也有可能被富安他们轰成了渣。楚辞摇头道。他在鱼岛秘境之中的确杀了不少倭寇，但他可没兴趣在杀对方之前还问名字。陈秉和笑了笑，没想到当事人都不知道，那宣九成员就更加不可能调查出来了。